心爱的女人亲手送进牢房，究竟是种什么滋味？他曾是双手不沾春水的豪门千金，你是个清贫孤冷的寒门才子，可生活在金字塔两端的人，却千不该万不该有了情愫。也许正是如此，让本该拥有一片大好前程的你，却被判了3年监禁。随着一声法锤落下，你被带到法庭上。你在没有往常的意气风发，此刻的你穿着蓝色的囚服，满脸疲惫，可看向他时眼底却多了许多温柔。证人乔宇，6月6日当晚10点，你确定看到被告开着黑色汽车撞了原告刘平？法庭一片沉默，有的人希望赶紧审判你这个恶人，也有的人在台下神情似乎十分慌张。证人乔宇，请回答问题。此时站在被告席的你浑身一僵，眼底的光芒一瞬陨灭，因为他一字一句的话，仿佛一把又一把无形的刀，深深插进你的心里。是6月6日晚上10点，我坐在博士涵的副驾驶上，亲眼看见到他撞了一个人。面对法官的追问，你此刻绝望又痛恨，放在心尖上疼着的女孩，如今站在你的对立面，毫无留情的污蔑你是凶手。全世界都可以背叛你博士涵，可为什么偏偏是他乔宇？随着最后法锤的最后一声落下，你被戴上脚链手链带走。尽管如此，依旧还是回眸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你也不知道是恨多一些，还是爱多一些，但都结束了。3天后，他终于争取到你的探视权。隔着屏幕看着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诗涵，我会尽快救你出来的。你冷冷的看着他，乔宇，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你不必再来假惺惺。从今以后，你做你的乔家大小姐，我做我的狱中囚徒，这里不是乔大小姐该来的地方。你从囚服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躲在他面前，那是他曾经偷偷给你画的肖像，每一页都是你的样子，你一直当宝贝一样珍藏着。你冷漠的将那小本子全部给撕成了碎片，扬在半空中。乔宇，我们之间再无可能，如今都是拜你所赐。你决绝的可怕，拜你所赐这4个字，像是4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往乔宇心窝子里捅去。你起身后，更是每一脚都踩在了那些碎纸片上。尽管他哭着大声喊你，可你再也没回头，只是你没有看见他一只手摸着小腹，低头看去，白色的裤子上已经染上了鲜艳的颜色。6年后，她是挣扎在卑微孤苦的单亲妈妈，你已然是金贵无双的风云人物。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公平吧。此时你正在接受日常的采访。今天我们有幸能访谈到博涵士先生，请他谈一谈是如何通过短短6年就将 SYD 造成商业帝国。而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你回答得很简单，靠恨意。主持人以为你在开玩笑，毕竟费了好大力气才约到你，他自然不想放过话题热度，于是又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坊间有传闻，保总6年前有过牢狱之灾，是因初恋女友构陷，我有点好奇，这传闻是真的吗？这个问题一出，现场氛围瞬间龙至冰点。你依旧风姿绰约地坐在那儿，俊脸上平静的甚至看不出一丝波澜，可眼底却现出一抹冷厉杀意。有时候好奇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另一边，乔宇拿着简历，刚从国金大楼垂头丧气的出来，就看见大屏幕里熠熠生辉的你。站在大屏幕对面的乔宇背脊僵硬，脸色也惨白了几分。6年了，他看着你沉淀的更加深沉内敛。如果要问他后没后悔，那就是每日每夜都在后悔。但如今说再多也无用了，你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他刚被帝都卫视开除，台里说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眼下又不死心的找了一圈工作，无一例都被拒了。只是看着马上1年级的小相思，他却连万把块的学费都凑不出，月底还要交房租，最终无奈的掏出闺蜜给的那张名片，是福生夜总会里经理的名片。幸好他还有一把好嗓子，能去夜总会兼职唱歌赚外快。之前不想去，是因为那不值钱的尊严，如今连孩子都养不起了，什么乔家大小姐，什么卫视主持，那些密密麻麻的尊严都一无是处。晚上8点，他推开包间的房门，尽管包间里光线很暗，但你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他。他也从偌大的包房里面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你。这一刻，他好像被定在原地，往前走不了，往后退不了。哟，这不是西周乔家的大小姐乔宇吗？不在卫视台里做主持人，怎么跑来这种烟花柳巷之地唱歌了？你就坐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无关的人羞辱他，仿佛隔岸观火的陌生人。你没有一丝情绪波动，看他的目光也像是从不认识，形同陌路。6年了，真是好久不见，没想到久别重逢是在这种地方。你是尊贵的客人，而他是来卖艺的。此刻，乔宇手指掐进了掌心里，掌心的痛意令他清醒了几分。他无谓的笑笑，陆总是来花钱的，而我是来挣钱的。当然，如果客人不想看见我，我马上就走。对不起，扫你们兴致了。他背脊绷得很紧，却低了头，鞠了90度躬。他不想惹麻烦，更不想再招惹你。就在他抱着小提琴转身准备离开之时，昏暗角落里那个一言不发的男人终于开了金口。站住！你的声音低沉磁性，透着上位者的威严和不容抗拒。而乔宇双脚下意识就定住了，但他并没有回头。博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既然是来挣钱的，何必急着走？你将一沓厚厚的现金摔在桌上，把这瓶酒喝了，这钱就是你的。罗总，道歉，我酒精过敏。你冷冷的笑了，是吗？不记得了。而6年前，他因为误食酒精饮料，浑身过敏起了大片大片的红疹。当时你心疼坏了，大半夜背着他去医院挂水，挂水导致手臂肿胀，你就坐在他旁边，帮他揉了一晚上胳膊。之后回了家，又亲自给他身上的红疹涂药。当时你说以后不会再让他沾一滴酒精，你一点也不能失去他。是啊，你不记得了，所以这酒他是逃不掉了。他用力拭去眼角那抹湿润，转身唇角扯出一抹苍白笑意。好啊，我喝，但希望博先生不要食言。你让他喝，他不喝走不掉的。他深知你有多恨他。那一瓶白的伏特加56度，
是用来调鸡尾酒喝的，单喝哪怕对酒精不过敏，一瓶下去也不会好过吧？可小相思还在家等他，喝了这酒就能回家了，喝了这酒小相思的学费就有了。他举起酒瓶直接对嘴吹，那辛辣的烈酒从口腔灌入喉咙，像是玻璃茶一样，滑得他眼泪止不住的在流，因为喝得太快，那些酒都呛了出来。很快，乔宇的脸上、脖子上、露在外面的皮肤全红了，很明显是过敏了。他抬手擦了擦嘴角的酒渍，看向你，咧唇一笑：“宝子，生日快乐。”此刻你依然无动于衷的坐在那，冷酷的没有一丝人味儿。他看不清你脸上的情绪，好像真的不认识了。是啊，6年足以改变一个人，让一个人面目全非。跟你同行的男人拿起桌上那叠现金，赶忙丢在乔宇身上，让他离开，但他没接住，那些钱便掉落在脚边。乔大小姐，挣钱都不容易的，今晚算你走运，博总生日心情好，放过你了。乔宇努力点点头，蹲下身子，用那双已经起了红疹的手去捡地上的钱。谢谢宝总，谢谢陆总，谢谢江总。就在乔宇捡到最后一张钞票时，一只手工定制的昂贵皮鞋踩在了那张钞票上，你就那么居高临下的睥睨着他，仿佛看着一粒渺小微尘。尽管他用力的拉那张钞票，但你并没有抬脚的意思。他低着头，一滴眼泪砸在他皮鞋上。宝子，请高抬贵脚，放过我。乔宇，你觉得委屈吗？不委屈，更是不敢委屈，因为这是他欠你的。此刻你笑了，笑得可怕。在里面那3年1095天，我每天都像你现在这样苟延残喘。乔宇，你没有资格委屈，今晚就当做是我收的那3年的一点利息。乔宇捡了钱，拎着小提琴，脚步虚浮地走到包间门口。你没去看他一眼，只仰头将一杯香槟一饮而尽。还有乔小姐脖子上戴的那枚银戒指，碍眼。乔宇僵硬地站在门口背对着他，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脖子那枚素银戒指，这是6年前你买的情侣对戒，银的并不值钱，可乔宇却一直视若珍宝。我戴习惯了，这戒指既然6年前就送给我了，那便是我的东西。既然是我的东西，那我戴不戴在身上都与宝总无关吧。他的固执似是挑起了你怒意，在你怒吼声中，他离开了此地。你手中的酒杯砰一声，瞬间被捏爆，香浓的酒液混着掌心鲜红的血液，一滴滴砸在地上。而另一边，乔宇浑浑噩噩地回到家的，回家路上吐了好几次才好受一些。他放下包，换了拖鞋，可小相思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出来撞进他怀里。乔宇走进卧室里，一眼就看见小相思缩在床上，小脸惨白的张着嘴，用力的呼吸。乔宇第一时间打了救护车，一把背起小相思就往楼下冲去。外面的天变了，暗夜里大雨滂沱，救护车还没来，乔宇顾不上那么多，背着相思在马路上到处拦车。可大雨倾盆，来往车辆看见这种情形都不敢停歇。就在他背着孩子转身之际，一辆黑色的豪车划过雨幕，车轮碾过积水的路面，溅了乔宇一身泥水。他下意识用手挡了下，眼泪混着雨水，一身泥泞。乔宇并没有拦下任何一辆车，好在救护车到了，乔宇快速上了救护车。黑色豪车越开越远，你下意识往车后看了一眼，不过那辆白色救护车早已消失在朦胧的雨幕中。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乔宇。你看着指尖那枚银色戒指，眼底情绪久久难以平复。而2辆车一南一北渐行渐远，就如同6年前一样，总是背道而驰。深夜的急诊室依旧还有很多的人，一路上精神紧绷得像根弦。如今终于到了医院，他整个人脱了力气，扶着墙慢慢蹲下来，双腿发软。小相思在他肩上昏迷过去的时候，那种快要逝去的感觉，像是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无边无际黑暗笼罩在身上，他整个人都在发抖。这种感觉6年前有过一次，是你在狱中和他彻底决裂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痛的。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会全身发麻，他一手按着墙想要站起来的时候，腿却像是陷在沼泽地里，根本站不起来。这时一只大手扶住了他的胳膊，来人是医生谢军。3年前相思发高烧便是他治疗的，可能出于可怜这对母子，久而久之2人也就成了朋友。我刚才看见相思被推进去，怎么回事？我到家的时候，相思脸色惨白，呼吸困难，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说很难受。你别着急，一定没事的，很有可能是老毛病。之前我就让你带相思过来，尽早把动脉导管未闭的介入手术给做，你怎么一直拖？乔相思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过是单纯的动脉导管未闭合，只要做了手术静养一阵子，就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这并不是什么大病。但乔宇一直拖，因为他害怕。乔相思几乎是他的全部，当一个人把某个人当作全部的时候，便一点也不敢冒险，太害怕再失去了。可如今有了症状，就不能拖延下去了。等把小相思哄睡了，乔宇算了一下余额，扣除房租还有3万多，而相思的介入手术需要10万，还差7万左右。他忽然庆幸，今晚你给他赚这3万5的机会，他现在甚至希望再来一次喝酒赚钱的机会。过敏期疹子又怎么样呢？只要有了10万，相思就能做手术。对他而言，现在小相思是最重要的。第2天一早，乔宇闺蜜南初得知相思生病后，匆匆赶到医院探望，并且给她带来一条大新闻，那就是热搜你定亲的消息，是一个叫宋一的女孩，不过她并不认识。晚上谢军值夜班，乔宇拜托他帮忙看下孩子，又去了福生夜总会做兼职。病房里小相思无聊，结果翻到了一本卷着的杂志。他今年6岁，还没上1年级，认得的字不多，但是乔宇也教了他不少简单的字。小家伙挠了挠头，看到了封面上的，真帅呀，这个叔叔。相思大眼睛一亮，奶白的小手指点着杂志上的男人，这个配妈妈刚刚好。他一个人在病房待得有些无聊，拖着小黄鸭的小拖鞋出了病房。他正要去服务台找护士阿姨，就看见你站在玻璃窗前正在打电话。他左看右看，有点惊讶，那不是杂志上的帅叔叔吗？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凑到了你腿边。很快身后保镖过来，想将这个陌生的小家伙拉走。小家伙立刻拽住了你的西裤，叔叔，我不是坏人呀，别让他抓我。你见对方只是个几岁小孩，便示意让保镖退下。你有事吗？我没事。叔叔，你长得好帅呀，我能跟你聊聊天吗？哪怕你冷着脸他也不怕。你不怕我，你长得那么帅，我为什么要怕你？不怕我是坏人，你不像坏人。
人。小相思很笃定，你一时啼笑皆非，两人就坐在医院走廊的座椅上。叔叔，你来医院干什么？你也生病了吗？我没生病，是我父亲生病了。你也不知道为何会跟一个小屁孩聊起天来，搁在平时你是不会搭理的，可这个小孩让你生出了一抹莫名的好感和熟悉感，也许是比较机灵乖巧。我也生病了，叔叔，你别担心，你爸爸的病会好的。你也忍不住难得的笑了。叔叔，你笑起来真好看。你不免问了一句，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你爸妈呢？我妈妈去工作了，她去挣钱给相思看病，我没见过爸爸。妈妈说我爸爸生病过世了。也许是你出生也贫寒，对这孩子的身世也生出了几分怜悯之心来。你叫相思，小相思点点小下巴，我妈妈给我取的。叔叔，我的名字好听吧？你一向冷沉的眼底现出几分柔软来。好听。叔叔，你猜我妈妈为什么给我取名相思？应该是出自王维的那首《相思》。你妈妈喜欢那首诗。小奶包挑着小眉头说，只猜对一半哦。妈妈说她当时一个人把我生下来，因为太想念爸爸了，所以给我取名相思。你爸爸去世很久了吗？是啊，我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爸爸，我都6岁了。那你妈妈倒是个痴情的人。我妈妈长得超级漂亮，是个大美妞哦。有叔叔喜欢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只喜欢我爸爸。叔叔，你这么帅，也会遇到很爱你的人。我在感情上运气比较差，没你爸爸那么幸运。那你有女朋友吗？你摇了摇头。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看在你单身那么可怜的份上，我回头给你介绍个。我认识很多美女姐姐。你自然没打算告诉她，只敷衍了一句，你没有纸和笔，我就算说了你也记不住。谁知这小鬼眨眨眼。那叔叔，你倒是告诉我呀，你只要说一遍，我就能记住。你自然是不信，记忆力这么好。是啊，妈妈说相思这点随爸爸，我爸爸是个天才哦。你不由微怔，你爸爸记忆力很好。是啊，怎么了叔叔？薄寒石倒也没在意，只随口那么一问。不过这小孩只是在吹牛也说不定，这世界上能称得上是天才的屈指可数。不过薄寒石一时鬼迷心窍，故意想考考他，于是将手机号快速报了一遍。记住了。这小屁孩还真认真的点了点头，记住了。叔叔，等我给你介绍大美妞。薄寒石自然不会当真。男人抬腕看了眼腕表时间，不早了。他竟然在一个无关的小屁孩身上浪费了20分钟时间。他起身摸摸小奶包的头，我要走了，你也回病房去吧。相思乖巧的跟他挥挥手，叔叔再见哦。保镖跟随薄寒石进了电梯，电梯门快要合上时，薄寒石抬眸再次看向坐在那儿朝他一直挥手的小奶包，心底最柔软的深处忽然被一个钩子勾起。如果当初乔瑜没有背叛他，他和乔瑜的孩子应该也这么大了吧。毕竟当年他是计划一毕业就和乔瑜领证结婚，他会努力工作，给他最好的一切。可惜没有如果，他和乔瑜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可爱乖巧的孩子。以前没有，以后更绝无可能。薄寒石冷漠的从那孩子身上别开了视线。电梯门合上。与此同时，乔瑜终于找到乔相思，气喘吁吁的一把抱住了乔相思。相思，你怎么乱跑？吓死妈妈了。妈妈你抱太紧了，我呼吸不过来了。乔瑜缓了缓，这才镇定下来。你坐在这儿干嘛？不冷吗？乔相思扁着小嘴，妈妈你怎么才回来？相思都无聊死了，还好遇到个帅叔叔，陪相思说了好久的话。帅叔叔？乔瑜担心的皱眉，该不会是人贩子吧？呢，他刚走。妈妈，你要是早来一步，就能看见他了。他长得可帅了。乔瑜没心思想那些，赶紧抱着孩子回了病房，并且嘱咐以后别和陌生人说话，要是拐走你怎么办？见乔瑜这么担心，相思只好摊着小肩膀说好吧。回了病房，趁乔瑜去洗手间洗手的功夫，小相思把那个帅叔叔的手机号记在了画画的小本子上。帅叔叔居然小瞧他，觉得他记不住号码，明天他就给他发信息，证明自己记忆力真的很好。等乔瑜从洗手间出来，乔相思皱着小眉心问妈妈，我还要在医院住几天啊？很快的，等把那个小手术做了，相思很快就能痊愈，到时候妈妈带相思去游乐园坐旋转木马好不好？今天晚上他又求福生夜总会的娘娘腔经理给他介绍了一单生意。娘娘腔经理嘴巴毒，可心地善良，得知他是单亲妈妈一个人带孩子，孩子还病了，便介绍给他一扇大生意，据说光小费就有6、7万，在帝都最权贵的白兰度伯爵酒店，能进这个酒店谈生意的人非富即贵，给小费很大方。如果顺利的话，他很快就能筹到钱给相思做手术。妈妈，相思怕疼，做手术会不会很疼？乔瑜心疼地抱住她，亲亲女儿的额头说不怕，妈妈会陪着你。等把相思哄睡了，乔瑜这才看见病床旁的柜子上摆着一本杂志，是《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人物正是薄寒石。乔瑜纤细的手指缓缓抚过杂志上男人清俊的眉眼，如今他已经是贵不可攀的商业新贵，一时风光无两。今晚南初在微信上把宋依依的资料发给他看，他看了，
宋依依是最近刚红起来的新晋歌手，最重要的是，宋依依是宋家大小姐。宋家在帝都虽然比不上如今的薄寒石，可在帝都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宋依依长得也漂亮，和薄寒石站在一起时很登对，人大抵都是有好奇心的。乔瑜不由自主的很好奇，薄寒石是不是也会像当初宠她一样，宠着宋依依？会不会在宋依依生理期痛的时候，也会给她煮红糖姜茶？可他发现，他只是想一想，便已经心脏抽疼。乔瑜将那本杂志丢进了抽屉里，眼不见心不烦。入夜的帝都，繁华似锦 ，CBD 中心泛着纸醉金迷的金色光芒。乔瑜站在金碧辉煌的白兰度伯爵酒店的 VIP 大包里，顶头的冷气吹得他浑身发寒。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再遇薄寒石，更没想到这次和薄寒石谈生意的人是叶承泽，他的前未婚夫。6年前，薄寒石入狱后，乔帆立刻给他讲了一门亲事，对方是西周龙头企业华通集团的继承人叶承泽。乔帆想要利用他跟叶家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州长地位。当时他已经怀了薄寒石的孩子，乔帆甚至狠心的逼他打掉。他拼尽全力逃出乔家，找到叶承泽，告诉他他未婚先孕，怀了野男人的孩子。叶承泽好歹是华通的继承人，有头有脸，怎么可能会娶一个未婚先孕失去清白的女人？就这样，乔瑜被叶家退了婚，没了利用价值后，被乔帆和丁雪梅赶出了乔家，赶出了西周。他正发怔，叶承泽戏谑的声音已经传来，听说当年乔大小姐被叶家退婚后，就被乔州长赶出了乔家。不过我真没想到，乔大小姐如今会过得如此落魄。她和薄寒石2次见面，都是在如此窘境之下。乔瑜捏了捏手心的冷汗，面上淡笑，可能是老天在惩罚我吧，惩罚我当年拒了叶少的提亲。乔瑜语气轻飘飘的，却让叶承泽脸上失了光彩。他说是叶家退婚，不要乔瑜的，可乔瑜却说是他拒了叶家的提亲。叶承泽是个要面子的，更是个记仇的。他双眼眯了眯，冷笑，若真要说惩罚，倒不如说是老天在惩罚乔大小姐当年有眼无珠，背叛薄总这等人物。乔宇浑身一僵，他下意识看向坐在主位上那个一言未发的精冷男人。第9惹怒薄寒石。薄寒石未曾抬眸看他一眼，那张惊为天人的俊脸上淡漠如平静的寒潭，像是任何事情都激不起一丝风浪。跟随薄寒石来应酬的江宇川打破僵局，不提那些不开心的。既然这要求，那乔宇，你唱2首吧。叶承泽打了个响指，听闻乔大小姐是帝都大学播音系的系花，人美音甜，想必能唱的我们这桌人心旷神怡。今儿若是你唱的薄总高兴了，跟我把这合同签了，乔宇，咱俩之前的账一笔勾销。叶承泽倒也是个爽快人。乔宇落落大方地问，那请问各位想听哪首歌？叶承泽说，今儿薄总是甲方，薄总你先点，我随意。薄寒石对此兴致缺缺，并不给面子。江宇川立刻解围道，我记得乔宇以前在校庆会上唱过一首英文歌 UNI 很好听，不如就唱这首吧。UNI。 乔宇眉心一跳，但叶承则已经在催了，乔宇唱吧。乔宇站在一旁的矮台上，将小提琴架上左肩，拉动琴弦，柔和悦耳的前奏便如月光般倾泻一屋。矮台上一束柔光打在他身上，他穿着一身白色的泡泡袖连衣裙，一如从前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端庄优雅，不染尘世。薄寒石记得第一次遇到他时，他也在拉小提琴，不过那时他是坐在乔家别墅的草坪上，乔帆为了将他打造成名媛，给他请了最好的声乐老师，他拉错一个音，乔帆便要打他一板子，对他的要求苛刻至极。那时薄寒石的养父薄风是乔家的司机，薄风带着刚考上帝都大学的薄寒石来赞助乔家。一进别墅，薄寒石便看见乔帆在训斥乔宇。那一年的乔宇年纪尚小，不过12岁的年纪，因为拉不好小提琴，被乔帆训斥，哭成了泪人。后来他总是缠着他，叫他寒石哥哥。只是没多久，乔帆因为发现乔宇与这司机的儿子走得太近，便将薄寒石赶走，并命令乔宇不准再与那种野小子来往。在没有遇到薄寒石之前，乔宇一向听从乔帆的话，可那次乔宇没听，薄寒石成了乔宇年少时唯一的离经叛道。 All of those times you were here with me, my eyes weren't shut, but I didn't see. How was I blind to your touch?
Your smile, your cares, all my feelings, were just not meant to be. Now here I am, all at once, alone. 流利好听的英文，伴随着优雅流畅的小提琴声，悠扬流淌。其实乔宇的声音并不是甜美系，相反，是清冷华丽的嗓音。他唱英文歌时，会将有些英文单词特意咬得比较醇厚，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像是清澈的深深流水，深幽静淌。他一边唱，一边下意识地用眼角余光偷偷观察博寒时的神情。江宇川点什么不好？点了这首歌。这首歌的中文大意过于敏感了些，大致意思是：走过来的这段时间，你总是在我身边，我虽然没闭上我的眼，但我却看不见。我怎么会如此盲目到没有察觉你的触觉，你的笑，你的关怀？但我所有的感情终究不被上天允许。现在我在这里，独自的疑惑着我是为何会走到独自面对自己的地步。你和我，看似上天注定的一对，你和我始终彷徨徘徊着彼此。你和我是如何走到路的尽头？这首歌的歌词仿佛是乔宇无声的辩白，他怕惹怒博寒时，可唱着唱着却身临其境，情绪也随着音乐铺天盖地的占领所有自控的理智。乔宇的一滴泪闪烁着光芒，砸在琴弦之上，破碎成珠。太多过去的回忆被挑起，那些美好的、心碎的，全部像是电影镜头一般在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够了！博寒时忽然出声制止，乔宇睫毛一颤，音乐声戛然而止。男人起身，声音冷如寒冰：我还有事，就不奉陪了。叶总如果要和 SY 谈合作，后续事宜直接联系江总就行。话落，男人迈开长腿，径直大步离开包间。叶承泽大致是知道这生意是谈不成了。华通作为西周的龙头企业，他也没再怕博寒石。他悠悠起身，看着博寒石的背影，忽然笑着调侃：博总不打算把前女友带走叙叙旧吗？来和博寒石谈合作之前，他调查过博寒石的背景，完全的白手起家，的确是个人物。不过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博寒石的初恋，竟然是他那位前未婚妻。博寒石背对着乔宇，他说：我和他没什么旧可叙。乔宇怎么说也曾是我未婚妻，我也不想瞒博总，我倒是想跟他叙叙旧，博总应该不介意吧。其实他对乔宇这个人没多大兴趣，不过他对博寒石睡过的女人倒是挺有兴趣。这话说的已经够直白，博寒石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他说：随意，仅是2个字，薄情至极。站在台上的乔宇，那张屹立漂亮的脸上瞬间失了血色，他仿佛一个随意的物品，被他扔给了叶承泽。博寒石的背影在他朦胧的视线里越走越远。第10，博寒石已经把你送给我。酒店的大包间里，博寒石走了，江宇川追了出去，现在只剩下叶承泽和乔宇2个人。乔宇不是傻子，预感到不妙，连忙抱起小提琴就要走。叶少，我也失陪了。他刚走到包间门口，叶承泽下巴一扬，门口那2个保镖就拦住了他的去路。叶承泽玩世不恭地笑道：乔大小姐是没听清吗？博寒石，他已经把你送给了我。乔宇拎着小提琴的手攥紧，他力持平静地扯唇：叶少在开什么玩笑？保总都说了，我是他的前女友，既然是前女友，保总自然是没有资格将我送给谁的。乔宇，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叶承泽声音懒洋洋的，可说的话却不是玩笑。乔宇咽了咽唾沫，转头看向男人：叶少究竟想怎么样？当年你骗我退婚，这笔账我今晚可以不跟你计较。你来卖唱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喝了这杯酒，我放你走。乔宇有些不解，就这么简单？不管其中是否有诈，他都必须喝了这杯酒，喝了这杯酒才有机会逃走。来之前，乔宇怕又要喝酒，便提前吞了解酒药和抗过敏药，所以那杯白酒他喝得很干脆，仰头一饮而尽。他将酒杯倒置，一滴不剩。叶少，这样够了吗？啪啪，叶承泽鼓掌，眼底流露出几分惊喜来。没想到乔大小姐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做事倒是挺爽利一人。乔宇礼貌性的淡笑：既然如此，那我先告辞了。门口的2个保镖依旧没有让开。叶少，这是什么意思？叶承泽笑了笑，眼神浪荡的看着他：反正博寒石已经不要你了，不如你跟了我6年不见，我发现人就是贪心的，没吃到嘴的果子，不管是家的野的，总想尝尝味道，尤其这果子
品相极佳。经过薄寒石的手，不免让他更好奇了几分。乔瑜这才感觉到全身血液像是沸腾一般，燥热难耐。他看向那杯酒，你在酒里面放了什么？一点点助兴的东西，增加乐趣。叶承泽一挥手，保镖退出去。乔瑜往后退，愤怒道：叶承泽，你卑鄙！乔瑜，像你这种跟过其他男人的二手货，我愿意要你。你应该感恩戴德，你知道有多少女人费尽心思的想跟我，现在你有这个机会，还不赶紧抓牢？乔瑜恶心的想吐，我是二手货，那敢问叶少是几手货？你不会以为像你这种睡过无数女人的男人是个香饽饽吧？在我这儿，你连烂菜叶都不如。我看你浑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叶承泽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子，将他抵在大圆桌上，做事就撕开他的裙子，羞辱感让乔瑜悲愤交加。薄寒石最厌恶别人碰他碰过的东西，哪怕是他不要的。叶承泽，你不怕薄寒石？乔瑜想吓唬他，以此逃脱他的魔爪。可是叶承泽在西周也有个混世魔王的称号，胆子大的不行。叶承泽冷笑着拍了拍他的脸，你不会到现在都还在做梦，以为薄寒石会回来救你吧？乔瑜，清醒一点吧。比起所谓的占有欲，薄寒石那样的男人更厌恶的是背叛。乔瑜脸色又红又白，叶承泽的话击中了他心底最薄弱的致命点，他的一切反抗仿佛都是徒劳的，身体和意识也渐渐被药物所掌控。他眼尾湿红，仿佛从了。麻烦叶少温柔一点，我怕疼。叶承泽满意的笑了，你早这么听话不就行了？乔瑜忽然一手主动搂住了男人的脖子，叶承泽放松了警惕，他另一手摸到一只水晶烟灰缸，砰一声，烟灰缸猛地用力砸在叶承泽脑袋上，叶承泽脑门瞬间嗡嗡的，温热的鲜血从他额头流到了眼睛里，糊住了视线。乔瑜在桌上随手抄起一把餐刀，快速朝门口跑去。门口的两个保镖甚至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只听包间里的男人抱着头暴怒大吼，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把他抓回来！靠！该死的女人，死妈的，下手这么狠！夜幕下，一辆京 A99999的黑色迈巴赫停在酒店门口，江宇川坐在前面，试图说服薄寒石。寒石，那个叶承泽你也知道，西周的小霸王，很会玩弄女人。乔瑜落到他手里，你心疼了？男人直接打断了他的话，面若冰霜。乔瑜虽然对不起你，可你们之间到底是有过感情的。寒石，我不希望你后悔。薄寒石命令开车。江宇川没了办法，正准备发动汽车离开，乔瑜衣衫不整的从酒店大厅跑了出来，叶承泽的两个保镖也追了出来。乔瑜想也没想就拉开了那辆迈巴赫的车门，现在只有薄寒石能救他。他钻进车里，扑进了薄寒石怀里，他甚至顾不上什么尊严和脸面，红唇猝不及防地抵在了男人薄唇上，用尽所有技巧想要挑起他的一丝情欲。他双眼湿透，猩红着眼角求他，薄寒石，别把我推下去，第11别在这里，求你。他真的不确定薄寒石是否会将他送回叶承泽那里，他方才用烟灰缸砸破了叶承泽的脑袋，若是再落到叶承泽手里，他不敢想象是什么下场。叶承泽这人在西周是出了名的眦牙必报，他身上的裙子早已被叶承泽撕坏，露出大半个雪白肩膀和锁骨。他跌坐在他腿上，双手搂住了薄寒石的后脖梗，吻得动情且卖力。薄寒石攥住他的手腕，想将他推开，别丢下我。他虚弱的声音在发抖，眼泪滑落到薄寒石唇上，他尝到一丝咸涩。乔瑜被欺负成这样，他应该感觉到报复的快意才对，可那抹苦涩让他胸口莫名发紧。咚咚咚，车窗被人扣响。江宇川拧眉，冷道：薄总的车也敢乱敲？江总，抱歉，我看见乔小姐上了这辆车，乔小姐刚才砸了我们叶少的脑袋，叶少正在气头上，让我们务必把她带回去。江宇川朝车窗外看了一眼，哦，这样啊，我刚才看见乔瑜从那个方向跑了，快去追吧。保镖愣住，江总这睁眼说瞎话的能耐还真有一套。江总，我明明看见。薄总赶时间，好狗不挡道的道理你们应该懂。江宇川直接把车窗关上，后座的乔宇紧紧攥着薄寒石的衬衫，指尖苍白，他雪白的皮肤和男人身上的黑色衬衫形成强烈的反差。薄寒石被他压在后座座位上，他在上，男人在下，狭窄封闭的后座空间里，两人的气息暧昧交融，湿红的水眸就那样无声地注视着他。乔宇大气都不敢出，他湿漉漉的眼神里
写满了求救，抓着薄寒石衬衫的手也在发抖。直到叶承泽那2个保镖被江宇川打发走，乔宇下意识松了口气。忽然，他整个人被重重地摔在真皮座椅上。这一次，他在下，薄寒石在上。男人高大的身躯笼罩住他，眼神逼仄凌厉，利用我躲开叶承泽。乔宇，你知道利用我的代价是什么吗？这样危险的薄寒石，乔宇是陌生的。他本能地往后缩了缩，可车内空间狭小，后座的空间让他逃无可逃。薄寒石的身子倾覆下来，男人那张颠倒众生的俊脸靠近他。乔宇因为中了药，呼吸很热，胸口弧度起伏的厉害。那被撕坏的连衣裙在刚才一番折腾里，已经形同虚设的挂在身上。车内光线昏暗，路灯的暖橙色光芒滑进车窗，明明灭灭，隐隐绰绰，黑白身影交叠在一起，几乎融成一体，入目，满是香肌玉骨，一片旖旎之色。他双手抵在男人胸膛，眼角红得厉害，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薄寒石，别在这里，求你，哪怕是去酒店，也比在这里好。江宇川还在前面开车，他不想在熟人面前丢尽最后一点脸面，可薄寒石却冷血地笑了。男人长指捏着他的下巴，俯身在他耳鬓，用最温柔的口吻说着最讽刺的话：雨雨，不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吗？现在又装什么？第12将他一寸一寸折断。雨雨，他亲昵地叫着他小名，抵在他耳边，用那般痴缠情深的口吻说着最刺耳的话。乔宇红着眼笑了。薄寒石低着脸，乔宇微微仰头，迎上他嘲弄的目光。如果今晚我自己没逃出来，薄寒石，你会有一丝心软吗？会动念头冲回酒店去救他吗？哪怕只是动了念头。男人俊脸绷得沉冷至极，那双深寒黑眸盯着他，沉默了许久。乔宇似乎知道答案了，但不甘心在心底作祟，眼泪从眼角无声滑落。他声音哑了：薄寒石，我想知道答案，有或没有，给他一个干脆吧，让他彻底断了最后念想。薄寒石忽然说：乔宇，你知道吗？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准确来说，我死过2次。知道是哪2次吗？6年前，他在法庭上背叛他，那算一次，还有一次，他不清楚。薄寒石就那样目光笔直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第1次，你在法庭上背叛我；第2次，我在里面被人差点刺中心脏，我宁愿死，也不想要体会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更可笑的是，当时他被乔帆指使的人捅了刀子，陆之律动用陆家的关系将他送去医院，九死一生之际，陆之律说他梦里还在叫着乔宇的名字。6年前，乔宇就像是裹在他心脏上的藤蔓，那时他在狱中，就是亲手将那裹在心脏上的藤蔓一根一根的扯下来，每一根都牵连着最柔软的血肉。经历过扒皮抽筋的背叛之后，他有什么资格问他是否心软过？你不配知道。乔宇无措，满眼都是歉意。对不起，他真的不知道他在里面经历过如此险境。薄寒石无谓的笑笑，笑意又冷又淡。没关系，乔宇，你欠我的，会一点一点还回来。男人的大手按住他单薄的肩膀，他看着他，今晚叶承泽是怎么对你的？乔宇发怔地看着他，红唇翕张，说不出话。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吗？雨雨，我以前就是把你宠坏了，才会让你觉得旁人也会像我对你那样心软。薄寒石的身影现在一片阴暗里，像是恶魔。乔宇第一次觉得薄寒石是这样的阴沉可怖，他决绝的令人恐惧。豆大的眼泪从眼眶夺眶，男人面无表情的抬手替他擦掉那滚烫的泪珠子。我还没真的欺负你，就哭成这样。雨雨，你这么弱，会被我玩死的。如今的薄寒石，只要轻轻一捏，就能捏死他，比捏死只蚂蚁还要容易。可是薄寒石觉得那样无趣，把乔宇的尊严和傲骨一寸一寸打断，才有意思吧。黑色迈巴赫开往附近的高端酒店，乔宇最后的一丝清醒也被药力吞噬殆尽。他全身潮红，像是无骨的菟丝花一般缠在薄寒石身上。男人身上的衣服一丝不苟，他捏着乔宇的下巴，气息靠近，乔宇自然而然闭上了眼，等待意料之中的纠缠。薄寒石就那样黑眸冷沉地盯着他，看他沉沦失控的情迷模样。就在乔宇红唇贴上他时，男人声音轻寒的讥讽：你不会觉得现在你还有资格爬上我的床？乔宇浓密的睫毛狠狠一颤，他被薄寒石丢进浴缸里，他不愿碰他，
更不愿意成为他的解药。淋浴花洒开到最大，冰冷的水浇在他头顶，乔宇冷得打哆嗦。他挣扎着想起来，被男人的大手无情的再次按回去，好冷，可还嗨。他脖子上有一抹红痕，应该是叶承泽弄的。那道红痕，薄寒时觉得碍眼，拿着花洒对着他脖梗处娇嫩的皮肤反复冲，丝毫不顾乔宇喊疼。他几乎赤裸地泡在浴缸里。反观薄寒时，依旧是那种衣冠楚楚的金贵模样，强烈的羞耻感让乔宇痛到麻木。薄寒时大抵是真的恨他，将他按进冷水里泡了足足1个小时，才肯放过他。他起身的时候，整个人摇摇欲坠，眼前一黑。半夜他发了高烧，浑身发寒，瑟瑟发抖地抱着自己。梦里，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他惹下的债，他认。可是他好冷啊，冷得像是快要死过去。相思还需要他还要挣够那7万块给相思做手术。这一夜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第二天一早，他撑着沉重的眼皮，刚要醒过来，一个巴掌用力扇在他右脸上。第13，叶承泽提亲。乔瑜甚至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身上的被子已经被人掀开，身上凉意四起，女人声音轻蔑刺耳：“就是你勾引宝爷。”倒是有几分姿色，不过只是用一次，就像是擦过手随手丢掉的餐巾纸。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乔瑜撑着手臂坐起来，抱着枕头挡住了自己的身体。你是谁？女人坐在一旁的真皮沙发上，把玩着自己新做的指甲，只扫了乔瑜一眼。我呀，伯爷的未婚妻宋依依。昨晚薄寒时抱着这女人进了这家酒店，被狗仔拍到。今天一早，绯闻就传遍了圈子。宋依依作为薄寒时名义上的未婚妻，一时脸上无光。调查一番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将所有怒意撒在了乔瑜身上。他真是奇了怪了，薄寒时一副生人勿近的禁欲模样，平时他挽一下他的手臂，都会被他无情的丢开，怎么偏偏会碰这个女人？宋依依踩着高跟鞋起身，站在床边，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乔瑜。开个价吧，多少钱能让你滚蛋？乔瑜裹好衣服后解释道：“我和薄寒时昨晚什么都没发生，宋小姐请放心，我不会缠着他的。”呵，你觉得我会信？说着，女人便要挑开他的衣领。乔瑜往后一退：“你干什么？你真当我瞎呀？你脖子上那么多红痕，你别告诉我，你们只是亲亲抱抱，什么都没干，躺在床上只是纯聊天。”宋依依有些不耐烦了，觉得乔瑜装清高，只是有更大的野心。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宋小姐如果不信，我也没办法。至于他和薄寒时，他再清楚不过，早在6年前就不可能了。宋依依的盛气凌人，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等乔瑜走了，宋依依直接给他的经纪人菲姐打了个电话：“菲姐，帮我查一下昨晚缠着伯爷的那个女人，叫乔瑜，那不过是个野女人，也值得你大费周。”这就是宋依依最无语的地方。我刚才让她开个价，还跟我装清高，查到她的账户，打100万进去，她不拿我的钱，不就是想在宝爷面前立小白花人设吗？可惜了，她不会以为宝爷还会跟她见面吧？那自然是不会的。伯爷日理万机，怎么可能会花心思在一个野女人身上？我这就去办，你也别瞎操心了，他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的。挂掉电话后，宋依依总觉得这个乔瑜有些面熟，但她想了半天，一时间也想不起来究竟是在哪里见过他。不过这个乔瑜最好是安分守己，别再去招惹伯爷，不然有他好看的。这一夜惊心动魄，乔瑜回家洗了个澡，站在淋浴下，用力搓着昨晚被叶承泽碰过的地方，皮都搓破了，他才好受一些。在帝都，他得罪了薄寒时，现在又惹上了西周的小霸王叶承泽，以后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祸端。如果这些都是他的报应，他接受，只是希望这份报应不要牵连到小相思。刚换好一身干净衣服，手机就响了，那串熟悉又陌生的座机号码让乔瑜怔怔了半天。一接起，电话那边便是意料之中的斥责：“你在搞什么？怎么会把叶承泽的头给砸了？马上换件，我要连任西周州长，需要叶家的鼎力支持。这个节骨眼，你怎么能去惹叶家的人？”电话里责备声音刺耳。乔瑜闭了闭眼：“爸，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砸叶承泽脑袋？我不管你什么原因，你砸叶家公子的脑袋就是不对。好在人家大人有大量，不计较。乔瑜，你给我马上回西周，去叶家道歉。”道歉？他凭什么道歉？压抑了一晚上的情绪，
在乔帆如此不明事理的斥责之后，乔宇冷道：“回西周？爸，你忘了吗？当初是你把我从西周赶出来，现在又让我回西周给叶承泽道歉，是不是就算叶承泽把我给强了，我也得去道歉？”乔帆一愣，随即又像是没事人一般：“鱼，你那是误会了，叶公子那是喜欢你，只是一时鲁莽，没想到叶公子今早来乔家再次提亲了。他说，非你不娶鱼，叶公子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赶紧回家吧。对了，那个野种千万别带回来，被叶公子看见，我怕这门婚事又黄了。”乔鱼气得手发抖，这福气让给别人吧，我无福消受。还有，别再一口一个也中了，我是不会嫁给叶承泽的。您想跟叶家攀关系，自己嫁去吧。话落，乔鱼直接挂断了电话。6年前，他搅黄了和叶承泽的联姻，乔帆一气之下将他赶出乔家。这6年里，乔帆这个亲生父亲对他不闻不问。时隔6年，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就是让他跟欺负了他的恶人道歉，甚至还要把他送入虎口。有时候他在想，乔帆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为什么会对他如此狠心？不过，他来不及去恨乔帆，也来不及伤心。小相思还在医院等着他，他仰头将眼泪擦干，做了小相思最爱吃的土豆排骨，带去了医院。第一医院住院部病房内，薄寒石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正给养父薄风削苹果。薄风叹息道：“寒石，我年纪大了，以后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现在你事业有成，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爸，我已经找了最权威的心外医生给你主刀，做完手术，你身体就会好。”薄风笑笑：“你别岔开话题，我有件事，一直不敢问你。什么事？”薄风想了想，还是开了口：“6年了，你和乔大小姐还有联系吗？”薄寒石拿着刀的修长手指一顿，苹果皮断了，他将苹果递给薄风，声音冷沉：“爸，你早就不是乔家的司机了，不用再称呼她大小姐，我只是叫习惯了。大小姐，乔玉那丫头，人好，心地善良，对我们这些下人态度也好。当年她也是没办法，乔州长你也知道，都是他逼乔宇的寒食。我知道，你还没放下。爸，你明天就要手术了，好好休息吧，我出去抽根烟，你有事给我打电话。”薄风奉劝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薄寒石打断。薄风看着薄寒石远去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孩子还是以前那样，心思重，什么事都藏在心里。薄寒石靠在楼道里抽烟，楼道门半开着，他抽完一根烟后，指腹碾灭猩红烟蒂，一抹烧灼的痛意让他眉心蹙了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习惯用这样的痛意去让自己清醒，又或者说，这是一种惩罚。每当他想起乔宇，每当他对乔软心软几分时，昨晚他终究是心软了，没将他推下车。他迈开长腿，正要回病房时，一抬眸便看见不远处乔宇拎着一个保温桶，正跟一名男医生有说有笑，说完还将保温桶递给了那名男医生。第14这么紧张，怕他知道。与此同时，薄寒石的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宋依依。他黑眸锐利地看着不远处那对有说有笑的男女，接起电话：“什么事？”“伯爷，昨晚缠着你的那个女人，我已经替你打发了，这下她不会再来烦你了。还有那些绯闻，我已经让菲姐处理掉了，你不用操心。”“哦，你是怎么打发她的？”男人似乎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宋依依还以为是自己做的让他满意，声音里染了抹小嘚瑟：“她呀，不过就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我给了她100万，她就答应不再纠缠伯爷。乔宇那种女人，有眼无珠，不必跟她一般见识。”薄寒石眸底冷到结冰，他薄唇勾了下：“做得不错。”宋依依听到他的夸奖，更加雀跃了：“伯爷，今晚我们……”他的话还没说完，男人已经面无表情地挂掉了电话，幽沉的眼神里染了一抹阴鸷。100万就可以让他离开他？原来在乔宇心里，他就这么廉价，就像6年前那样，他薄寒石永远那么无关紧要。“谢医生，我给相思做了土豆排骨，就顺手多做了一点给你尝尝。这几天感谢你帮我照看相思。”谢军笑着接下了保温桶：“照看相思只是我的举手之劳，不过这排骨我倒是想尝尝味道，我马上要去门诊，你要是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好。”等谢军走了，乔宇刚想回病房，走到楼道门口时，忽然被一只大手拽进了楼道里，他的后背猛地撞在墙壁上，疼得像是骨头散架一般。
那只大手用力摁在他肩上，强烈的男性气息瞬间将他笼罩。乔宇甚至没来得及反应，头顶便传来一道嘲弄的冰冷男声：“6年不见，你挑男人的眼光怎么变差了？刚才那位长得一般，工作一般，他那点微薄的薪水能养得起乔家大小姐吗？”乔宇一抬头，就看见薄寒石那张布满寒霜的俊脸。他下意识解释：“我没有。”你没有什么？是你没拿宋依依的100万，还是那个男人不是你男朋友？乔宇疑惑的皱眉：“100万？你没告诉宋依依？昨晚我没碰你，他何必浪费100万，让你离开我？还是你为了钱骗他？”男人长指捏起他的下巴，目光审视着他，一如上位者看一件玩物的青霞目光。乔宇攥了攥手心，眼角微红的笑了笑：“是啊，我骗了他，我就是想知道博总的未婚妻会怎么打发我。果然100万出手挺大方，现在他应该安心了。”薄寒石的目光像是暴风雨下的深邃大海，晦暗不明，像是要吞没他。男人强势的气息一寸寸逼近他。100万对西周乔家来说不过是笔小数目，看来这6年乔大小姐过得很不好，连100万都要骗。乔宇弯唇强颜欢笑：“是啊，这6年来我过得很不好，四处讨生活，博总可以放过我了吗？”他抬眸看向他，双眼湿漉漉的，右脸上还有几道明显的红痕，看起来像是被蹂躏的娇花。薄寒石眉心微凝，捏着他的下巴侧了下，盯着他的右脸指痕：“宋依依打的？博总现在已经有未婚妻，还是跟我保持距离比较好，免得宋小姐再误会，继续找我茬。好一个保持距离！”薄寒石丢开他的下巴：“你来医院做什么？难道就是为了给那个男医生送爱心午餐？”问起这个，乔宇一瞬慌了神，千万不能让薄寒石知道小相思的存在。他连忙垂了眸子，浓密睫毛掩盖眸底情绪，佯装镇定道：“如薄总所见，我是来给男朋友送午餐的，现在送完了，我该走了。”他转身便想逃，被薄寒石抓住肩膀，又大力的按在墙上。“男朋友？”男人眼底的审视太过锐利，乔宇背脊发寒，却硬着头皮说：“是男朋友，我跟薄总6年前就分手了，现在薄总已经有了未婚妻，我有男朋友也很正常吧，希望薄总能忘记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重新开始。”这是诱导薄寒石的假话，却也是真话。他希望薄寒石能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他如今成了帝都新贵，又有了门当户对的未婚妻，如花美眷，不该再和过去纠缠。可在薄寒石看来，乔宇这些话说得风轻云淡。男人的大手捏着他的后脖颈，将他猛地按进怀里。他低头看着他：“乔宇，你凭什么重新开始？”乔宇双眼失了神，他吸了吸鼻子，莞尔道：“重新开始不好吗？还是宋依依不好？”薄寒石将他抵在角落里，低着的俊脸阴鸷可怖。忽而，男人轻蔑地笑了一声：“那个男医生知道你在夜场卖唱吗？”薄寒石背对着消防通道的门，而乔宇的脸正对着消防通道的门。透过门上的玻璃，他看见相思跑出来了，在找他。“妈妈，妈妈！”乔宇紧张的脸色发白。相思好像过来这边了。薄寒石捏着他的下巴，皱眉：“这么紧张，怕他知道。”第15，保总是吃醋了吗？相思一步一步朝这边走来。楼道里光线昏暗，乔宇抬头对视上薄寒石那双深沉的眸子，他忽然踮起双脚，红唇吻上了男人的薄唇。不管薄寒石的无动于衷，他双手兀自捧住了男人的脸，将他的脸偏到更昏暗的地方，顺便也挡住了自己的脸。小相思走到门这边，昂着小脑袋费力地朝里面张望了几下，没看见角落里的人，便走开了。乔宇暗暗长出一口气，那原本他主动挑起的吻，也吻得走了神。薄寒石就那样睁眼看着他，似乎在看他到底玩什么把戏。薄寒石太过聪明，乔宇怕他看出什么破绽来，决定做戏做到底。红唇辗转，一路吻到他耳边，呵气如兰：“保总这么在意那个男医生，是吃醋了吗？6年了，保总难道还没忘掉我？”语气故作轻佻。男人盯着他的唇瓣，嘲弄道：“你未免过于自信。”果不其然，男人推开了他。薄寒石的动作并不温柔，甚至有些粗暴。乔宇后背再次撞在墙上，咚一声，好疼啊！他看向薄寒石离去的背影，强装的坚强瞬间崩裂，眼角中是红了。
希望他真的能重新开始，而不是陷在这段过往里，让泥泞沾上满身，他一个人留在过去的泥潭里赎罪就够了。乔瑜回到病房，打开手机一看，银行卡信息的确显示他入账100万。乔瑜头疼，给闺蜜南初发微信：初初，你有宋依依的联系方式吗？收到信息的南初激动起来：干嘛？你要找情敌对峙？乔宇扶额：不是，你别问了，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有啊，我上个月就采访过他，有他的微信，我推给你。南初把宋依依的微信名片推给了乔瑜。靠在病床上的小相思吃过饭以后觉得无聊，拉着乔瑜问：妈妈，我想玩会儿游戏，能不能把手机给我？好。乔瑜把手机递给女儿，暂时没加宋依依，想着回头有空加了，把那100万还给他。他已经亏欠薄寒食太多，至于他未婚妻的钱更不能收，等还清这一切再存一笔钱，他就带着母亲和相思离开帝都，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生活。想起母亲，3年前温情醒来，乔瑜就把他从西周医院转到了帝都一家疗养院，如今恢复得不错，除了不能下地走路，能说能动，思维也清醒。只是最近他遇到了太多事，好久没去看他了。想起乔帆在电话里的训斥，乔瑜有些不放心，怕乔帆会找到温情来威胁他。毕竟6年前乔帆就用过这一招。乔瑜摸摸相思的小脑袋：思思，明天周六，我叫干妈来陪你怎么样？妈妈有点担心外婆，想去疗养院看看外婆。小相思很懂事：去吧去吧，等我好了，我陪妈妈一起去看外婆。黑色迈巴赫车内后座，薄寒食的手机震动了下，收到一条短信：叔叔，我记住你的号码了哟。薄寒食微怔，这才恍惚地想起在医院碰到的那个小奶包，还真记住他的号码了。不过薄寒食没那么无聊，会回一个6岁小孩的短信。过了会儿，短信又来了：叔叔，你怎么不理我呀？不是说好我只要记住你的号码就可以给你介绍大美妞吗？薄寒食有些无言以对。小屁孩孜孜不倦：叔叔，快理理人家呀！你理我，我就把我妈妈介绍给你。搞了半天是打的这个主意，薄寒食自然更不会搭理他。没准这短信是孩子的母亲教孩子发的。这几年在名利场上，这种上杆子的女人薄寒食见的太多，早就见怪不怪。收了手机，薄寒食问正在开车的徐正：我让你查的，查到了吗？哦，那个男医生啊，叫谢军，呼吸科的主治医生。怎么了？宝爷，他惹到您了吗？徐正特意朝后视镜里观察了一眼男人的神色，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脸上看不出什么喜怒情绪。没有，他很好，只是他不适合乔瑜，也不适合继续待在帝都。徐正不确定的又看了男人一眼，这确定是在说谢医生很好？分明脸都黑了。伯爷，宋小姐刚才一直给我打电话，她说在月容庄订了大包，请您共享烛光晚餐。男人漫不经心地抚着钻石袖口，薄唇微勾，他还真把自己当成是薄太太了。不过就是逢场作戏，薄太太的位置曾经属于乔瑜，而现在乔瑜不配，其他人更不配。第二天一早，乔瑜便去了帝都一家疗养院。温情的气色不错，乔瑜看今天太阳也不错，便推着温情到院子里散散步。乔瑜弯腰替母亲盖好腿上的薄毯时，一直戴在脖颈上的那枚银戒指从衣领里滑出来。温情知道这枚银戒指是谁送的，也听乔瑜说过他和薄寒食之间的感情。瑜，你是不是还没忘掉薄寒食？乔瑜弯唇笑笑，忘不掉又怎么样呢？温情一直都很愧疚，当年都是因为我，你才被乔帆那个畜生威胁。你和薄寒食那么相爱，不应该分开。他出来后没有找过你吗？妈，我不想那些了，现在我只想努力挣钱，存一笔钱，带你和相思离开这里，去一个乔帆找不到我们的地方。温情双眼湿了。雨，都是我无能，才让你过得这么辛苦。你和薄寒食就真的再无可能了吗？妈可以去跟薄寒食道歉，解释。妈，这又不是道歉和解释就能一笔勾销的，我害得他有了3年的牢狱之灾，这是事实，怎么道歉都抹灭不掉我的罪。而且他现在有未婚妻了。雨，乔宇将脖子上的项链摘下，现在他有未婚妻了，我祝福他们。他说的对，这枚戒指我的确不该再戴。乔宇将掌心中那枚戒指往远处的草坪里一抛，银戒指在空中划过一个漂亮的弧度，随后淹没在草丛里，再也不知去向，就像是他们的过去，他弄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疗养院陪了温情一上午，正准备回医院时，南初打电话过来了。雨雨，不好了，相思不见了。第16跟我去叶家道歉。乔雨连忙回到医院。南初说相思想喝酸奶，我就带她去楼下的便利店买酸奶。我刚付完钱，一转头人就不见了。乔雨还算镇定，我们去便利店查监控吧。便利店老板人不错，听说他们丢了孩子，二话不说就调出了监控给他们看。画面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将相思掳走了。雨雨，这什么人啊？你认识吗？要不我们报警吧？会不会是博寒石的人啊？乔雨脸色苍白的摇头，不是，这个人是乔帆的助理，一定是乔帆。他只想到乔帆会找到温情，用温情来威胁他，可没想到乔帆为了和叶家攀关系，连6岁的孩子也绑。乔雨立刻给乔帆打了一通电话，他失控大吼：乔帆，你绑走相思到底想干什么？电话那边的乔帆气定神闲，啧舌道：雨雨，瞧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就是派人去把相思接来西周玩玩，再怎么说我好歹也是相思的外公，我想我孙女了，看看她都不行吗？乔帆，你别再惺惺作态了，你要是敢动相思，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小相思就是乔雨的软肋，抓住这个小野种，就等于捏住了乔雨的致命点。乔帆再清楚不过，雨雨，回家看看吧，你也6年没回家了，这些年爸还是想你的。乔雨攥着手机的手怒到发抖，这虚伪的父爱令他恶心。南初开了2个小时的车，将乔雨送到西周乔家。乔雨站在乔家别墅的大门口，忽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里明明曾是他的家，可记忆里这个家却没给过他一点温暖美好的回忆。乔雨捏紧了拳头，踏进了乔家大门。刚到客厅，乔子安便从楼上下来。哟，这不是我姐吗？好久不见啊。姐，乔子安，乔帆和丁雪梅在外面生的孩子，仅比乔雨小1岁。他10岁那年，乔帆就是在这个楼梯转角和温情吵架。乔帆想将丁雪梅母子接回乔家，温情不肯，他便指责温情生不出儿子。两人争吵推搡之间，乔帆失手将温情推下楼，导致温情成了植物人，一睡便是11年，直到3年前才在乔雨的照顾下苏醒。乔雨这辈世子自备，就因为乔雨是女孩，所以乔帆连自备都不愿意给她，糊弄的给她取了个名字，名雨。雨妈，任雨任娶，她的存在就是乔帆用来上位的联姻工具罢了。而乔子安呢，光听名字就知道是被宠大的小孩。子安子安，不仅有自备，还寓意父母希望这个孩子平安顺遂。乔雨冷道：谁是你姐？饭可以乱吃，人可不能乱叫。乔帆呢？他把相思藏哪儿去了？提起乔相思，乔子安脸色微变，很快他又吊儿郎当地说：虽然那是个小野种，不过你放心吧，那小野种身上毕竟流着你的血，我爸不会真把他怎么样的。乔帆呢？我要见他。相思不见了，乔雨整个人处在爆发的边缘，他做事就要上楼去找人。乔帆从实木楼梯上下来，皱眉训斥，一回来就嚷嚷，还有没有规矩？直呼为父的名字，像什么样子？乔雨冷笑，连自己的孙女都要绑架，又像什么样子？你……乔帆脸气黑了。乔子安，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爸怎么可能会绑架相思？相思都6岁了，你也没带着相思回家看看。爸只是想你们了而已。6年前，你们把我赶出乔家，我就已经和乔家断绝了关系。现在，又在攀哪门子的亲人关系？乔帆高高在上的看着他，一副教育的口吻，血缘关系，是你说断绝就断绝的？你去问问西州法院，究竟有没有断绝父女关系这一说？乔雨扯了扯唇角，讥笑道：西州法院，您说了算。乔子安撞死了人，你却让博寒石顶罪。乔州长，指黑为白是你最擅长的事情，何必问我？啪！乔帆一巴掌狠狠甩在乔雨脸上。你女！乔雨嘴角被打出血，他没哭，只是猩红着双眼，怒瞪着乔帆，一字一句咬牙道：我要见相思，先跟我去叶家道歉。乔帆拉他的衣袖，被乔雨甩开。乔雨像是疯了一样的固执，他站在原地动也不动。没见到相思之前，我哪也不去。乔帆有些不耐烦了，叶家那边专程为你设了饭局，去晚了不好。乔州长是耳聋吗？我说我要见相思，没见到相思，我哪儿也不去。乔雨双眼赤红，目光异常冷厉，像是在晚几秒钟。
他的耐心就会被彻底磨光，极端起来仿佛会拿把刀砍人。乔子安发觉不对劲了，有些后怕，爸，要不先让姐看看那小孽种吧。乔帆恨铁不成钢的摆了下手，似是妥协，快点，别让叶家等久了。姐，我带你去吧。相思在小阁楼里，一听是小阁楼，乔宇一把推开乔子安，冲向了3楼。乔帆眼神示意了下，乔子安立刻跟上去。阴暗闷热的小阁楼里，传来虚弱的小女孩声音：“妈妈，妈妈，妈妈救我！”咚咚，相思在里面拍门求救。乔宇失控了，对乔子安吼道：“开门啊！”小阁楼的门一打开，乔相思的小身体就倒进了乔宇怀里。相思，相思你怎么样？乔相思小脸惨白，毫无血色，奶白的额头上全是汗水。她张着小嘴，呼吸困难，快要晕过去。妈妈，相思好怕，里面好黑。乔宇忍了一路的情绪，彻底崩溃。他朝乔子安歇斯底里怒斥：“为什么把他关在这里面？你们是疯了吗？对一个孩子下手！”乔子安被乔宇的突然爆发吓到，他结巴着说：“姐，这也不能怪我们啊！这小屁孩一路上又是喊又是叫，还对我和爸又踢又咬的，要是不关着他早跑了。”乔帆听到楼上的动静，上来训斥了一句：“要怪，就怪他自己太不听话，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乔宇，别在这个小野种身上浪费时间了，叶家那边还等着呢。第17，轻则失去清白，重则没命。乔瑜抱着女儿，双眼湿红的缓缓瞪向乔帆，他咬牙切齿的恨道：“乔帆，你连畜生都不如！”乔瑜抱起晕倒的小相思，往楼下走。乔帆示意身旁的助理别让乔瑜跑了，叶家那边不能失约。是，我这就去拦大小姐。南出的车子就停在乔家别墅的门口。刚才他想跟乔瑜一起进去，但被乔瑜拒绝了。乔瑜说他不确定会遇到怎样的难堪，所以想要给自己留有一丝颜面。他大概也知道乔瑜那猪狗不如的州长父亲，他正按捺不住想进去看看。只见乔瑜抱着昏迷的相思从大门出来，乔瑜的嘴角出了血。鱼，你嘴角怎么出血了？是那个老东西打你了？南出义愤填膺地问。乔瑜顾不上自己脸上火辣辣的痛意，只着急地将相思抱进车内。出，快开车送相思去医院，他好像休克了。好。车子刚要开走，乔帆的助理赵文博带着2个保镖拦在车前。赵文博敲了敲后座的车窗，弯腰看向车里的乔瑜，微笑道：“大小姐，您还不能走。”话落，其中一个保镖已经拉开车门，对乔瑜做了个请的手势：“大小姐，下车吧。”南出破口大骂：“你们别欺人太甚，欺负我们今天没带帮手是吧？我马上回帝都就去找帮手。”乔帆在西周只手遮天，霸权多年，乔瑜深知，若是今天不下车，只会惹起更大的祸端。出，你先带相思去医院，有什么情况立刻联系我。那你呢？真要跟他们去叶家道歉？乔瑜扯唇苦笑：“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的。”乔帆还指着我跟叶家联姻，不会动我的，你放心吧，相思就交给你了。话落，乔瑜就下了车，2个保镖跟在他身后，他像个犯人一般上了乔帆的车，前往叶家的路就像是赶往行刑的前路。乔瑜太明白，这次去叶家道歉要承受怎样的结果。外面下雨了，车窗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乔帆还在不停地嘱咐：“待会儿到了叶家，你态度好点，别摆着那副死人脸。”乔瑜情绪麻木，不作声。乔帆又看了一眼他身上的穿着和他苍白的脸色，眼底都是不满，怎么穿得这么随便，妆也不化？你这样拿什么资本让叶公子看上你？乔瑜冷笑：“他看不上我才好呢。”前面开车的赵文博提议：“州长，不如先去专柜给大小姐挑一身衣服。”行吧，也只能让叶家等等了。到了奢侈品店的成衣专柜，乔瑜像个提线木偶一般被他们随意摆布。很快，乔瑜变成了外人眼里那个光鲜亮丽的乔家大小姐，美则美矣，却毫无生气。乔帆这回满意了，这才像点样子。走吧。他似乎很自信，觉得这样精心打扮过的乔瑜一定会让叶承泽另眼相看。南出开车将相思送去了最近的医院。医生，孩子怎么样？受了一些惊吓，再加上他心脏不太好，所以昏迷了过去。不过没什么大碍，挂点葡萄糖，再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不过孩子心脏上动脉导管未闭的问题，还是要尽快做手术，早做早恢复嘛。南出这才恍然，难怪这阵子乔瑜一直找兼职卖唱，
原来是为了给小相思攒手术费。好，谢谢医生。等医生走了，病床上的小相思也醒了，他拉了拉南初的手，气息虚弱。干妈，我妈妈呢？你妈妈呀？她有点事，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了。小相思摇摇头，不信。干妈，你能不能搬救兵去救我妈妈？外公太坏了，我怕他们会欺负妈妈。是啊，乔帆那么坏，叶承泽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南初拍拍孩子的小手，你先休息，我去外面打个电话。相思，你不用担心，干妈这就去找人救你妈妈。小相思这才乖巧的点点小下巴，谢谢干妈。南初关上病房门，想了半天，还是决定给江雨川打个电话。薄寒石现在这么恨乔瑜，8成是不会管乔瑜死活了。不过那个江雨川还有点人性。喂，江雨川，乔瑜被他爸押去给叶家道歉了。上次乔瑜砸了叶承泽的脑袋，这次乔瑜主动送上门，叶承泽是不会放过他的。电话那边的江雨川正在开车，我妹妹今天刚回帝都，我刚从机场接了她，正准备回家乔瑜那边。我恐怕南初怕他见死不救，立马说我也是没办法了，才给你打电话。乔瑜没几个朋友，薄寒石现在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根本不管乔瑜死活。乔瑜在叶承泽手里，轻则失身，重则没命。现在只有你有能力从叶家把乔瑜救回来，轻则失身，重则没命。南初故意把话说得重了点，江雨川不免有几分担心。知道了，我马上开车赶去西周。那就太好了，你可快点啊。知道了。江雨川挂掉电话后，看向坐在副驾驶上的妹妹江婉，抱歉一笑，婉婉，我有点事要去处理，你要不自己先打车回家。江婉撇唇，哥，今天是我回国第1天哎，而且现在外面那么大的雨，你竟然忍心让我自己打车回家，我给你报销，行不行？江雨川目光恳求地看着妹妹，江婉心思伶俐，她朝江雨川俏皮地眨眨眼，哥，我刚才听到了乔瑜的名字，她不是韩石哥的前女友吗？她的事怎么让你去处理？江雨川顿了几秒，她的确是韩石的前女友，可你别忘了，乔瑜也是我学妹啊。学妹而已。哥，你不会是想挖韩石哥的墙角吧？每次遇到乔瑜的事情，你都那么积极。好了，别瞎说了，你快下车吧。乔瑜那边是真的有点急事，你不送我回家，我打电话让韩石哥来接我。江雨川来不及阻止，江婉就已经拨通了薄寒石的电话。喂，韩石哥，我婉婉啊，你现在能不能来广发路接我啊？你哥呢？江婉似笑非笑地看着江雨川，对电话那边的薄寒石说，我哥呀，他说他要去处理乔瑜的事情，第18恶劣的惩罚。婉婉，别闹了。江雨川一把抢过江婉的手机，解释道，韩石，你别听婉婉乱说，他在开玩笑呢。可显然，江雨川骗不过薄寒石。我不是说过，乔宇的事情，你不准再插手老江，现在连我的话，你也当耳旁风，是吗？薄寒石的声音冷漠且强硬，江雨川听出了这话的意思。若这次他非要去，薄寒石怕是会动怒，更甚至会影响到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可江雨川终究是担心，忍不住替乔宇说话。寒石，乔宇去叶家道歉了，上次他上了你的车才逃过一劫，这一次我们若是不去救他，他是羊入虎口啊。可薄寒石比他想的还要绝情，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更与你无关。话落，不等江雨川再多说什么，薄寒石已经挂掉电话。一旁的江婉丝毫不意外，看吧，寒石哥是不会让你去救那个女人的。哥，你别忘了，6年前乔宇可是亲手把寒石哥送进去，你帮乔宇就等于跟寒石哥作对。江雨川有些心烦，婉婉，你真是胡闹，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怎么会是胡闹呢？哥，你平时那么聪明，怎么每次在乔宇的事情上就犯糊涂呢？寒石哥那么恨乔宇，你敢去救乔宇，就等于踩在寒石哥脸上任意妄为。哥，你不能去，谁都可以去，但唯独你，你是寒石哥最亲近的兄弟，你不能去。江婉说的并不是全无道理，若是他违抗薄寒石的命令去救乔宇，那以后他和寒石之间一定会有化不开的芥蒂。乔宇是薄寒石的心病，更是不能触碰的逆鳞。可一想起乔宇可能会面临的遭遇，江雨川一时犯了难。叶家，乔宇站在璀璨的水晶灯下，像个商品一般被叶家人挑选，从上到下的打量。叶母目光里难掩那抹嫌弃。老乔，本来咱们2家联姻呢，是我和老叶主动提起的，
也是我们都同意的一门亲事。可当年，乔宇跟个野小子跑了，这事儿闹得西周人尽皆知，我们叶家在西周也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我对乔宇倒是满意，可是这悠悠重口，你说让我们叶家的脸往哪儿搁啊？叶母唱红脸，叶父便跟着唱白脸，年轻人犯糊涂，也不是什么大事。老乔，我看咱们两家结秦晋之好，是可喜可贺的喜事。雨雨这么漂亮，配我们家臭小子，绰绰有余。乔帆正想松口气，叶承泽已经开始刁难：爸，您儿子的头可是被他砸的，到现在还没好清，我今天还头晕得很呢。这要传出去，我多丢人。那天乔宇可是当着甲方的面说，是他拒绝了叶家的提亲，现在又算怎么回事？被退亲后，我们叶家又上赶着求亲，这辈子我就没那么丢人过。一听这话，乔帆抬手就一个巴掌扇在乔宇脸上：逆女，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何时轮到你自己做主？还不赶紧给叶公子道歉？叶母笑了笑：老乔，别那么大火气嘛。雨雨还是懂事的，犯了错，今天就连忙来道歉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乔帆立刻催促：雨雨，还不道歉？乔宇站在那儿，眼眸微垂，始终沉默，像个哑巴。叶承泽报复心很强，乔叔叔，看来你们乔家也不是太想跟叶家结亲，这么没有诚意。乔宇这孩子就是犟了点，他在家跟我说了，他知错了。叶承泽邪笑一声：知错？我怎么没看出来啊？令爱把我的头砸成这样，我可是去医院查了，重度脑震荡，搞不好还有后遗症。凭医院的证明，我可以告他故意伤害罪了。乔帆脸色难堪下来，他低声警告乔宇：你难道想去坐牢不成？乔宇，你别忘了，那个小野种还需要你养活，你要是今天不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叶家告你去坐牢，可别怪我不管你。想起相思，乔宇浓密的睫毛一抖，他咽了咽干涩的喉咙，缓缓开口：叶少想要我怎样道歉？叶承泽轻笑：既然乔大小姐开口了，那我也不为难你。很简单，你们刚才开车进来的时候，应该看见了叶家别墅旁边靠着山吧？叶家在山上修了一座寺庙，你从楼梯上爬上去，一步一叩头，告诉佛，你错了。乔宇脸色煞白，乔帆显得有些为难，却还是同意了。若叶少执意如此，那也没有办法了。雨雨，我早就跟你说过，不听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孩子就是倔强。乔帆的助理赵文博都有些看不下去了，轻声提醒道：州长，外面下着大雨呢。乔帆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下着大雨更能凸显他的诚意，他犯的错要自己承担。SY 集团，偌大的落地窗外，雷电轰鸣，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瞬间破碎。那雨珠不知怎地，就让薄寒时想起乔宇的眼泪，也是这样，孜孜不倦，令他心烦。徐正端着一杯咖啡进来，看见薄寒时眉头皱着，似是有烦心事。但待会儿还有一场重要的董事会，伯爷要推迟会议吗？不用，照旧。好。徐正退出去后，薄寒时目光扫到书桌上那本画本，他有些疲惫地坐到沙发上，长指无意识地翻着那本被撕坏的画本。画本里一页一页全是他的样子，他伏案认真工作的样子，他专注凝视他的样子，他吻他的样子。这是乔宇当初亲手画的简笔画，在他们决裂的那一天，他亲手把这画本撕碎了。后来在狱中，也不知是怎么了，大概是无聊吧，竟然将这些碎片一点一点粘了回来。可破镜就是破镜，就算再怎么努力的粘在一起，依旧掩盖不掉那些破碎的痕迹。男人的指腹摩挲着那些撕碎的裂痕，粘在上面的胶带有些割手，就像是乔宇总是会刺到他，无论叶承泽怎么刁难他，都是他应得的报应，不是吗？第19，别走，抱抱我。乔宇走向倾盆大雨里，没一会儿，全身上下湿透，他身上还穿着礼服和高跟鞋，眼下高跟鞋成了累赘，他将脚上的高跟鞋踢掉，扑通一声跪在了大雨泥泞中。叶承泽就坐在自家别墅的2楼露台上，喝着冰镇的香槟，俯瞰这一切，一步一叩头，就这样磕上山顶。坚硬崎岖的石头台阶磨破乔瑜的双膝、脚底、手心、额头，可叶承泽却觉得不够。他起身，双臂撑着露台的白色栏杆，看戏一般：乔大小姐，你只磕头不道歉，佛怎么听得到？还是你根本不服？乔瑜起身，攀一阶台阶，跪下，
他脸上冷得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我错了，他错了，错在6年前背叛薄寒石。”叶城则笑，手掌摆在耳朵边，侧头戏谑：“什么？乔大小姐，大声一点，我听不到，佛更听不到。我错了，他错了，错在让薄寒石遭受3年的无妄之灾。再大声一点，我错了，他错了，错在不听乔帆的话，离经叛道的追求所爱之人。你头磕得太轻了，佛怎么看得出你的诚意？”乔鱼喉咙滚了滚，他起身，重重地跪下去。我错了，他错了，错在和薄寒石相爱。额头用力地磕在石头台阶上，鲜血融入雨水中，泛出一抹淡淡的红色，很快被大雨冲刷干净。不知爬了多少台阶，磕了多少头，额头上的鲜血混着雨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将乔鱼的视线模糊。一抹白色身影在台阶之上摇摇欲坠，站起，跪下，叩头，一遍又一遍地说：“他错了。”他的体力快要耗尽，嗓子也哑了。他跪在大雨中，双眼红透。他嗫嚅着嘴唇说：“薄寒石，我错了，对不起。”薄寒石说：“他在狱中1095天，每一天都在苟延残喘地活着。”乔鱼忘了告诉他，这6年来2190天，每一天他都像是在油锅中煎熬。他快卑微到尘埃里，可他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份债还清。有时候他甚至希望薄寒石能给他一个痛快，给他1刀、2刀、3刀，直至他解恨为止。可薄寒石没有那样做，他给了他一个死缓，死不了，却也活得毫无念想。叶承泽讥讽的声音又响起：“乔大小姐，要是累了，跪不动了，就朝我说句软话，也许我心情一好，就大发慈悲。”乔鱼背脊绷紧，又直又挺，像是一根拉紧的弦。他这辈子只对不起过一个人，若是叶承泽说的是真的就好了。佛要是能听见他的认错，能不能让时光倒流？他宁愿不去认识薄寒石，宁愿不和同学打那个赌。眼前的台阶高高蜿蜒，这条路好像走不到尽头，他的罪好像也永远数不清了。站起，跪下，磕头，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不知跪了多少层台阶，他快要晕过去。一把黑色大伞支撑在他头顶上方，瞬间挡去那些不安的风雨。现在道歉还有用吗？那道熟悉的低沉清冷男声让乔鱼背脊猛然一僵。他抬手用力抹去脸上的泪痕和污渍，可他的手心已经脏了，怎么擦都擦不干净。他甚至不敢抬头去看他的眼睛。此刻他比微尘还要低贱，可薄寒石高高在上，一如神奇。风雨中，一把肃穆的黑伞支撑起一片小小的天地。乔鱼跪着，薄寒石站着，不知就那样僵持了多久。那道跪着的身影彻底晕倒，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乔鱼感觉到一双有力的手臂像是从前那般将他打横抱起。男人胸膛的温度曾经令他无比留恋，只可惜再也不属于他。西周君悦大酒店，江宇川在套房门口焦灼地来回踱步，直到看见电梯门打开，薄寒石抱着昏迷的乔鱼大步走来。乔鱼怎么样？张医生已经在里面等着了。张书元，薄寒石的私人医生，早就在总统套房内恭候。薄寒石横抱着乔鱼径直进了房间，抬脚踢上套房门，门咔嗒一声重重合上，江宇川被隔绝在门外，愣了下，好像自始至终无论他怎么关心乔鱼，他一直都是那个局外人。于是他安分的候在门外。总统套房内，乔鱼浑身发寒，冷得跟个冰块似的。张书元查看一番后说，他淋了雨，额头又破了，现在已经烧到39度，我开一副退烧药和消炎药，你喂他吃下去，今晚再发一身汗，应该就没事了。他身上的伤口需要清理一下，是我来还是你出去吧？医生会议。好，那我把碘伏和药膏放这儿，我先出去。薄总，你有事叫我。医生丢下医用物品后便离开了房间。薄寒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就那么静静地注视着他。明明是他背叛他，他恨他都来不及，可如今却又一次犯了贱。乔鱼半梦半醒，浑身冷得像是泡在冰窖里，他裹着身上的被子，仍旧抖得不像样子。他身上还穿着湿透的衣服。薄寒石大手一挥，直接掀开了他的被子，扒掉了他身上所有衣物。裸露的皮肤接触到空气，乔鱼冷到瑟缩。冷，
好冷。薄寒石起身，想去调空调温度。乔瑜的手忽然抓住了他的衣袖，别走，抱抱我好吗？真的好冷啊。他是不是快死了？他死了没关系，可是相思该怎么办啊？他欠薄寒石的债，又有谁替他还？男人背对着他，身形顿住。有那么一瞬间，薄寒石以为他们还是正常的情侣关系，只有6年前的乔瑜病了以后会这样对他撒娇。僵硬几秒后，理智让他丢开他的手，可乔瑜从他身后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腰。好暖和啊，就让我抱一会儿。就一会儿。他不贪心。薄寒石彻底僵住了。乔瑜，你知道我是谁吗？第20酣梦一场。乔瑜，我不是你的谢医生。薄寒石正要掰开紧紧缠在他腰间那双素白的手，靠在他背上的人，声音沙哑呢喃：你是薄寒石，就抱一会儿。他怎么会认错呢？他是薄寒石啊，他爱了6年，又努力忘了6年的人，他不会认错，忘不掉，总是反反复复的让他心痛。那句话说的没错，年少遇到太过惊艳的人，却又无法走到一起，往后遇到的其他人，再也比不过他的一丝一毫，悔悟终生。他太冷了，意识不清的用力抱住他，只想在他身上汲取更多的温暖。他似乎无法推开他。薄寒石闭了闭眼，倏然转身，大手捏住他那截白皙的细细脖颈，往大床上压，俯身欺上来，那双沉寒的黑眸就那样盯着他，目光危险。冷是吗？乔宇，这是你自找的。男人含住一颗退烧药，长指捏住他的下巴，迫使他张嘴，低头欺上他发白的嘴唇，舌尖那颗药片被推进他口中，药味化开，一片苦涩。乔宇皱了眉头，可耐闻，却依旧在彼此唇瓣辗转，越来越肆意。薄寒石并不温柔，乔宇久不经人事，痛得想逃，却又被那只大手按回来。男人的大手掐着他那节细软腰肢，似要折断他。他抵在他耳边哑声质问：谢君也这样碰过你？他以为是梦，否则薄寒石怎么会碰他？他手臂下意识地搂住了男人的脖子，只想在这虚妄的梦境里汲取更多的温存暖意。因为是梦，乔宇变得很大胆，他攀上他肩膀，主动的要命。男人大手扣住他的后脖颈，长指插进他浓密发丝里，逼近，漆黑深眸盯着他，想要是吗？又凶又狠，彻底放肆。隔音极好的总统套房，隔绝了外面剧烈的风雨声，唯有痴缠交银，充斥一世。好痛啊！不过终于不冷了，他身上好热。乔宇眷恋至极。江宇川和张医生后在对面的套房里。过了许久，薄寒石没有出来。江宇川抬腕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张医生，你走吧，大概没事了。张淑媛离开后，门没关，正对着对面的房间门。江宇川抬眸看了一眼那紧闭的门，眼底闪过一抹复杂情绪。寒石是在贴身照顾乔宇吗？正神之间，手机响了，江晚打来的。哥，你们怎么还不回来？你明明说好今晚为我洗尘的。乔宇到底怎么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今晚估计是回不去了。寒石哥呢？他在照顾乔宇。江晚一听这话，立刻炸了，早知道我就该拦着你们的车。乔宇那样对他，他还照顾乔宇。我看寒石哥也是被那女人迷晕了头，一个两个的怎么都在乔宇身上犯糊涂。乔宇受了伤，又发高烧，再怎么说他也是寒石的前女友，寒石也做不到真的不管不顾吧。江晚冷哼，照顾可以，可别照顾到床上去了，要是旧情复燃就搞笑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婉婉，你少说2句吧。江晚咬唇，欲言又止。哥，你是不是喜欢乔宇？别胡说，我帮乔宇只是因为寒石的关系。我才不信。对了，你不是说寒石哥已经有未婚妻了吗？那他今晚在西周照顾乔宇，他未婚妻不介意吗？寒石对那个宋依依不过就是做样子，而且你寒石哥你还不清楚啊？他要做什么，何须跟别人交代什么？江晚若有所思。这样啊，哥，我困了，先挂了。那你早点睡吧，等我明天回地斗，叫上寒石他们一起给你接风洗尘。好。挂掉电话后，江晚关了灯，靠在床上睡不着。他抓着手机左思右想，有些不甘心。前不久他得知薄寒石订婚的消息，那个宋依依他也一样不喜欢，可宋依依再怎么不行，也至少比乔宇强多了。乔宇那女人可是坏透了，谁都可以跟寒石哥在一起，唯独乔宇不行。乔宇不仅害得寒石哥入狱，
还差点让韩石哥死掉。乔宇就是祸水。他找到宋依依的电话打了过去，宋小姐是吗？我是江宇川的妹妹，江婉，婉婉妹妹啊，有什么事吗？宋小姐，我是怕你后院起火才告诉你的。韩石哥现在人在西周，正在酒店照顾乔宇。乔宇你知道吗？又是乔宇。宋依依咬牙，面上微笑，多谢妹妹提醒，还请妹妹把酒店地址发给我。江婉勾唇一笑，得逞了。西周下了1天1夜的大雨，整座城市被冲刷得干净明亮，一缕阳光照进总统套房内，洒在大床上。乔宇动了动身体，浑身像是散架般酸痛，他抬手遮住了刺目的光线，缓缓撑开沉重眼皮。醒了。宋依依坐在床头，恨恨地盯着他。乔宇大脑一时空白。宋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宋依依抓起一瓶药砸到乔宇身上，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吃药吧。吃药？宋依依不耐烦了，你在装什么糊涂？我算是看出来了，上次我让你开个价，你不开，搞了半天，存的是这种下贱心思。现在你如愿以偿的再一次把伯爷勾上床了，还在装什么蒜？乔宇脸色一正，昨晚不是梦吗？原来是真的，难怪会那么真实。乔宇五味陈杂，苍白脸上浮现一抹绯色。不过在宋依依看来，乔宇这是故作害羞，在朝他炫耀得意。别装纯了，赶紧吃了吧，这可是伯爷吩咐的，让我务必亲眼看着你吃下去，这是避孕药。乔宇捏着那瓶药，正愣了一会儿。宋依依以为他是不想吃，你不会真的以为睡个2次，伯爷就对你青睐有加，愿意让你怀上他的种吧？乔宇心口被呲了一下，他倒了一颗药出来，干脆的吞了下去，水都没喝。宋小姐，这样可以了吗？宋依依这才满意，不忘警告他，乔宇，你别以为伯爷愿意碰你，就是真的看中你。这种事对男人而言，不过就是图个乐子，你别太当真了。上次那100万，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可以重新开个价。宋小姐，我和伯爷昨晚就是个意外，你不用放在心上，也不需要再用钱打发我。宋依依眸子一眯，所以你还在痴心妄想是吗？第21，15亿，买下它。宋依依正想给乔宇一点教训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叩叩叩。徐特助的声音响起，宋小姐，宝爷有事问你。他就在酒店门口的车里。宋依依立刻收回了手，双手抱臂，用耀武扬威的眼神看着乔宇说，宝爷找我，那我就先失陪了。等宋依依走了，套房门开着，徐正站在门口说，乔小姐，这是宝爷去店里替你买的女装，你可以先穿上。好，谢谢。徐正将手里的纸袋放在门口，转身离开了。乔宇裹着浴袍去拿那袋衣服，昨晚他的衣服都被撕坏了，没法再穿。一下床，双腿一软，差点没站稳。想起昨晚他有多大胆，脸就烫得厉害，冲了个热水澡。拆开那袋衣服时，才发现里面有干净的一次性内衣，内衣很合身。没想到他还记得他的尺码。薄寒时那人不算温柔，在人前高冷禁欲的像是高岭之花，可当他们独处时，薄寒时是个堪称完美的男朋友。他会在他痛经的时候煮红糖姜茶，给他买卫生棉，给他做好吃的饭菜，他要什么他都会给。不过那是6年前，当他还是他女朋友的时候。黑色迈巴赫车内，薄寒时靠坐在后座，修长指尖夹着一根点燃的烟，车窗半开。宋依依一上车就被呛得半死，想咳嗽又不敢大声咳，憋得脸通红，闻了好半晌的2手烟才适应。薄寒时似乎没什么绅士风度，丝毫没有掐烟的打算。男人只冷声问他乖乖吃药没？宋依依点头，吃了，很爽快的就吃了。伯爷放心，乔瑜要是敢耍花样，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男人夹烟的手指微微一顿，滚烫的烟灰落下来，男人眼底深沉了几分，似乎并不高兴。你可以走了。宋依依一怔，没反应过来，直到薄寒时声音更冷了几分。下车，他大老远赶来西周，圆满完成了宝爷交代的事情，连顺风车也不能搭。他讪笑着，宝爷，你马上是要回帝都吧？我也要回帝都，不如您顺路把我一起带回去。不顺路。显然宋依依并不聪明，他不懂薄寒时的心思，只能灰溜溜的下了车。车窗半降，薄寒时说，不管是谁把我的行踪透露给你，但我希望不请自来这种事不要再有第2次。宋依依不敢再多说一句，赶紧就跑了，但对乔瑜又多了一份嫉妒。他周旋在薄寒时身侧，不说多久
好歹也1年了。这1年来，博寒石的一根手指，他都没碰到过。在这个叫乔瑜的没出现之前，他真的以为博寒石不能人道。可这乔瑜也不知道是给博寒石使了什么迷魂计，1周之内勾了博寒石2次。车内，博寒石手中的烟抽了大半截，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叶承泽。男人眉心微拧，接起。昨天，博总在我眼皮子底下，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带走了我的未婚妻，是不是有失妥当？博寒石不想打太极，开门见山说吧，你想要什么？听了这话，电话那边的叶承泽倒是愣了，有些吃惊。博总的意思是，愿意拿东西跟我交换乔瑜？我可真是没想到啊，一个被穿过的破鞋罢了，竟然还能这么值钱。博寒石不怒反笑，笑意冷冽。我博寒石穿过的，哪怕是破鞋，也不容他人肖想。保总还真是菩萨心肠，乔瑜那么背叛你，你还能？博寒石眼底尽是杀气，可说出的话是虚情假意的客套。乔瑜若是成了叶家的人，我还怎么肆无忌惮的折磨他？哈哈，保总既然这样说，那我也就不兜圈子了。听说前不久 SY 集团刚拍下帝都城南的一大块荒地，准备打造高端住宅。帝都城南那边如今政策正扶持，要是开发好了，想必肥得流油我们西周叶家呢。虽然称霸西周，可西周毕竟只是帝都的一个地级市，我们叶家也想去看看帝都的繁华风光。不知保总可愿意将城南那块地按照友情价卖给我？叶承泽本想问可否将那块地送给他，可转念一想，帝都城南那块地 SY 集团是以30亿竞拍下来的，乔瑜那女人根本不可能值30亿吧？博寒石又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半价。叶少若是。博寒石话音未落，叶承泽像是捡了个大便宜，立刻答应，就这么说定了，成交。15亿，拿下城南那块地，会把业内所有竞争对手羡慕死。这一让便是15亿。乔瑜是有几分姿色，可那不过就是个二手货，他叶承泽随便找找就能找来一筐那样的女人。这博寒石是不是钱多烧得慌？乔瑜从酒店出来，一眼便看见那辆限量款的黑色迈巴赫，徐正站在车外，已经为他拉开了车门。乔小姐，上车吧。乔瑜不明所以的上了车，车内的烟味尚未散去，他一下就呛得咳出了声音。男人黑眸瞥了他一眼，微皱眉，冷冷的娇气，嘴上那么说着，可那只夹着烟的修长大手却还是将尚未燃尽的烟蒂丢到了车窗外，半降的车窗也彻底降到了底。车内空气很快恢复清新，可这举动一做完，博寒石就微微怔住了。读博的时候，他跟着导师做项目，经常熬夜，免不了抽烟缓解压力。那时候乔瑜来宿舍找他，每次闻到烟味就把他烟灰缸都气扔了。乔瑜不喜欢闻二手烟，所以博寒石戒过烟。有一阵子他一根烟也不抽，乔瑜也总是用接吻来检查他有没有偷偷抽烟。可后来在狱中那3年，曾经努力戒掉的烟抽得更狠了。乔瑜讨厌，那他就要做尽他厌恶的事情。包总，找我有事吗？乔瑜问。昨晚。乔瑜立刻打断他，昨晚只是个意外。博总放心，我不会用这件事来道德绑架你，更不会用这件事去破坏你跟宋小姐的订婚。博寒石眼底一抹讥讽划过，男人轻身过来，笼罩住他，黑眸直直地看进他眼底。意外。突然他打开了手机视频，视频里是乔瑜主动缠上他的画面，他脱他的衬衫，解他的皮带，吻他的喉结。第22与恶魔共舞。视频里的画面令人脸红心跳，乔瑜的大脑轰一下像是炸了一个平地惊雷，他伸手就要去抢手机。博寒石个高，手臂也长，男人抓着手机往上一举，乔瑜便扑进了他怀里。男人薄唇微勾，轻蔑又玩味，这也是意外。乔瑜脸红到滴血。我不是故意。男人打断他，正襟危坐的冷冷发话，不管你是故意还是有意勾引，你精心策划这一出，不就是为了再次缠上我，就像你当初那样？男人顿了顿，旧事重提。6年前，乔瑜和舍友打赌，若是他能吻到博寒石，舍友就要请他吃1个月的饭。西周乔家的大小姐，怎么会为了1个月的饭钱，跟同学打这种无聊的赌呢？乔帆在培养他的方面，的确很舍得花钱。培养自己的上位工具吗？自然很大方。等他上了帝都大学，乔帆说过，每个月给他打2000块的生活费。但乔帆作为西周的州长，
自然没空亲自去给乔宇打钱。于是，这打钱的任务就交给了丁雪梅。她这后妈总是克扣她那3瓜2枣的生活费，有时候丁雪梅可能2个月都不给她打1分钱。问就是忘了，她比谁都清楚，丁雪梅是怕她被乔帆培养得太出色，以至于碾压她那个怂包儿子，更怕乔宇以后嫁的人有权有势，报复他们母子。所以乔宇跟穷小子薄寒石谈恋爱时，乔帆震怒，可丁雪梅大概是真心为他高兴的。当时的乔宇为了那1个月的饭钱，四处赌大才子薄寒石，男生宿舍赌完，赌图书馆，赌学校小花园，最后赌到薄寒石的博导周思全都认得他。当时周思全是怎么调侃薄寒石的？周教授说，人家小姑娘这么有诚意，你这个大冰块就赶紧从了吧。在外人看来，乔瑜就是这样不择手段的得到了薄寒石，也许就连薄寒石也觉得他是死缠烂打吧。乔瑜睫毛颤了颤，强撑笑意，保总既然看穿了我的意图，那请问保总打算怎么处置我？昨晚那次是可以抵消我们6年前的恩怨，还是让宋小姐把薄总未婚妻的身份让给我？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因为他很清楚，他提的这2个要求无疑是天方夜谭，薄寒石不可能答应。男人冷笑，他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乔瑜，你把自己想得太贵。乔瑜扯扯唇角，婉儿，既然保总不愿意，那就算了吧。昨晚薄总也很愉快，不是吗？他的手搭在车门开关上，正准备离开，薄寒石再次发话，你以为我这里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保总想怎么样？叶承泽跟我做了笔交易，把你卖给了我，现在你已经不是他的未婚妻，不过你要是想做回叶承泽的未婚妻，也不是不可以。他自然是不想做回叶承泽的未婚妻的，做叶承泽的未婚妻，下场只会更惨。但薄寒石是什么意思？留在薄寒石身边，未婚妻的身份他自然是不配的。难道是？乔宇脸色一瞬苍白，自嘲道，难道保总是要我做你的情人吗？否则呢？像是6年前那样做正牌女友。乔宇，你配吗？心间刺痛，他吞了吞喉咙，问，如果我不想做叶承泽的未婚妻，也不想跟着薄总呢？薄寒石侧眸，那双深眸明明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却像是向他张开了报复的獠牙。他说，那就还钱，15个亿。乔瑜，你还得起吗？他知道叶承泽愿意放过他，薄寒石一定是花了不少钱，可他没想到会是这么一大笔巨额。他自嘲，那我还挺贵，15个亿，他的确还不起。不要以为我花15个亿是大发慈悲的帮你脱离叶承泽的魔爪，把你留在我身边，只是为了对付乔帆。乔帆在西州州长位置上多年，接触过的人，做过的勾当，你应该知道不少吧？当年薄寒石被迫入狱，乔帆把乔瑜当枪使，乔帆是幕后的始作俑者，乔瑜就是那把直击薄寒石心脏的猎枪，一个都跑不掉。乔帆再怎么猪狗不如，也是我的亲生父亲，薄总怎么会觉得我会帮着你对付自己的父亲？薄寒石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现在连人都是我的，你有的选吗？我帮薄总搞垮乔帆，6年前的恩怨就可以一笔勾销吗？他只想快点赎罪，然后带着母亲和小相思彻底逃离这一切。他怕最后引火焚身，这烈火烧到他身上无所谓，可若是烧到母亲和小相思身上，他会疯，那也太便宜你了。乔瑜，你想重新开始，过新的人生是吗？和那个谢医生，我希望保总也能开始新的生活。男人薄唇勾了勾，笑意凛冽似刀，语声却是风轻云淡的，可惜啊，别妄想什么新生活了，你就在地狱里待着吧。他走不出去，他也休想去过什么新生活。这场游戏是否结束，取决于他。乔瑜连退出的资格都没有。他脸色发白地看着薄寒石，他周身似乎没有一点温度，冷得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他是从叶承泽那个坑里逃出来了，可现在他似乎跌入了一个更深的坑。与恶魔共舞。黑色迈巴赫平稳地行驶在回帝都的高速上，徐正开车，江宇川坐在副驾，而薄寒石和乔瑜坐在后座，相对无言。车内气氛凝重而尴尬。江宇川打破沉默，寒石，今晚我在景色居订了包间，给婉婉接风，人多热闹，你跟乔瑜一起来吧，我还叫了老陆，大家刚好聚一聚。薄寒石没应声，不知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乔瑜犹豫了会儿，说，江学长，我就不去了，晚上我还有兼职。听到兼职这个词，
薄寒石不以为然，你究竟是真去兼职，还是去卖？第23，我和博总也是不正当关系。卖这个字眼很难听。乔宇脸色发白，车内气氛更是降至冰点。江宇川坐着和事佬，那就下次吧，等你有空。可是无论再怎么缓和气氛，乔宇和薄寒石之间仿佛都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乔宇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南初。电话那边的南初说，相思没事了，我们已经回帝都了，你回来没？叶承泽没把你怎么样吧？昨天发生了太多事，他一时间说不清楚，我回去再跟你说吧。这时相思的小奶音传进了电话，妈妈，我好想你啊，你快回来陪我。相思这一说话，吓得乔宇立马用手捂住了听筒，生怕被旁边的薄寒石听到什么。好在他这老款手机质量早就不行了，只要不开扬声器，听筒里的声音并不大。薄寒石应该是没听到什么。乔宇也自然的回了句知道了，我也想你。挂掉电话后，乔宇看着手机欣慰的笑了笑，还好他还有小相思。他一抬头，视线陡然撞进薄寒石深寒的黑眸里，男人的目光锐利至极，他有些心虚，握紧了手机。薄寒石傲慢地将目光移开，冷冷发话，你别忘了，现在你已经是我的人，有些不正当的关系趁早断掉。不正当的关系？乔宇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薄寒石是以为刚才那通电话是谢军打来的。他哭笑不得，薄总和我似乎也是不正当关系呢，是不是也该断掉？男人薄唇紧抿，眉心皱了皱，终于让他哑口无言一次。乔宇唇角牵了牵，车子开到帝都市区。徐正询问，伯爷，咱们现在是回集团还是回御景园，又或是送乔小姐回家？刚才路过江宇川的住宅，江宇川已经下车回了家。乔宇开口，徐助理，待会儿你在前面那个3号线地铁口把我放下来吧，我自己回去。他没脸皮厚道让薄寒石送他回家，而且兰初和相思没准就在家里，要是被薄寒石发现就糟了。谁准你走了？先回一趟御景园，我有事和你谈。乔宇不明所以，他不清楚薄寒石要跟他谈什么，但也没法拒绝。薄寒石要做什么？他除了受着，连反抗都显得多余。如今的薄寒石比乔宇强大太多太多。黑色迈巴赫驶过2排古老苍深的法国梧桐，开进一片独栋别墅区。这里是帝都最寸土寸金的地方，闹中取静。这里的房价一度被炒到破亿，是豪宅中的豪宅。车子越往里面开，越有种凝密深远的厚重感，这大概就是权贵所居之地的庄严之气吧。他和如今的薄寒石的确有着云泥之别。这还是乔宇第一次来薄寒石的新家。6年前，他们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出租屋里，乔宇用心布置着那里面的一切。当初的他以为他们不会败给永远。车子停在御景园的偌大草地上，乔宇跟随薄寒石进了屋。别墅的装修是美式复古风，气派又简约。客厅挑高极高，入目是一整面墙的书，新贵之气中又带着儒雅的绅士气质。不过只有乔宇知道，薄寒石和儒雅绅士这个词毫不沾边。相反，薄寒石骨子里带着最野蛮的血性，偏执、雷厉、决绝，强势的不容置喙，强取豪夺才是他的代名词。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乔宇一点也不意外。薄寒石本就是极具野心的，他也完全有能力在尸横遍野的商业圈厮杀出一片属于他的天地。喵！一只胖嘟嘟的大橘猫从高高的书柜上跳下来，吓了乔宇一跳。他定睛一看，这才发现这只橘猫眼熟极了，土豆。乔宇一蹲身，土豆便跳进了他怀里。6年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你以前可苗条了，现在怎么被养得这么胖？果然被富人养着。从前那只瘦不伶仃的小橘猫也有了几分雍容华贵之气。这泼天的富贵不仅养人，还养猫。这只橘猫是6年前乔宇在公园里捡到的，那时它一丁点大就被主人遗弃。乔宇不忍心看着它自生自灭，便跟薄寒石一起收留了这只小猫。因为乔宇和薄寒石都挺爱吃土豆的，所以给它取名叫土豆。等薄寒石从书房拟好一份合同下楼，便看见乔宇在逗猫。他和土豆似乎一点没生疏，还像6年前那般亲密。有那么一瞬间，薄寒石甚至有一丝错觉，仿佛他们厮守了6年的错觉。乔宇有些怅然，没想到你还养着他，我还以为你早就把土豆送人了。老陆替我养了3年，后来我出来接他回家，他对我很陌生，起初还挠伤了我是想过送人，只是他长得太丑，
默人要。乔宇下意识就反驳：怎么会？我们土豆这么可爱。说完，他咬了下舌头。我们土豆，说的好像他们还是情侣一般。乔宇连忙转移话题，他好像对我并不陌生。是吗？博寒石不置可否，却也并不意外。许是，土豆窝在他怀里，和他一起看了太多次他的照片吧。乔宇抱着猫，暗暗为刚才脱口而出的我们土豆而懊恼。博寒石将一份合同丢在桌上，看看吧，没什么问题就签字。乔宇拿起合同翻看，甲方博寒石，乙方乔宇。下面是各种要求乙方的霸王条约。第一，甲方需要时，乙方必须随叫随到。第二，协议期间，乙方不得与甲方之外的其他异性发生关系，精神亦或是身体都不可以。第三，乙方不得出入任何夜场、酒吧等高消费场所，从事卖唱、卖酒等一系列兼职。乔宇看到第3条就忍不住了。博总，这协议我签不了。博寒石走过来，站在他身后的位置，亲身查看合同，有什么问题？乔宇坐着，他一条手臂撑在他身侧，像是单手环住了他。这男人一靠近，乔宇便心跳加速，他坐直了身体，有些不自然。第3条，博寒石侧头看他，皱眉，你就这么喜欢去夜场兼职？第24，乔宇，求我很难吗？谁会喜欢去夜场做兼职？还不是缺钱。乔宇咬唇，保总是忘了吗？你把我的饭碗砸了，现在业内没有公司敢要我，我需要钱生活下去，若是连兼职都做不了，我明天就会饿死。博寒石就那样看着他，眼底似是不解。1个月前，他让卫视台把乔宇给炒了，他以为乔宇会来求他，哪怕是通过江宇川，旁敲侧击的来求他。可是乔宇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安静的离开卫视台，然后去找其他工作，哪怕四处碰壁，也不曾求他一句。乔宇，求我很难吗？我求保总有用吗？我求博总放过我，保总就会放过我了吗？不过这些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接受指示，求保总不要断了我最后的生路。若没有小相思，也许他早就想结束这无趣又痛苦的人生了。只是眼下小相思的手术费还没有凑够，他不能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男人沉默许久，直到乔宇以为薄寒石不会松口，他忽然说，明天带着简历去 SY 地产销售部报道吧。乔宇愣住了，没想到薄寒石会给他工作的机会，而且还是 SY 地产。他眼底终于有了抹笑意，谢谢保总。薄寒石微怔，他对着谢军笑得那么甜，对着他的时候却总是冷着脸。这还是重逢后他第一次对他笑，那么真诚，就因为他给了他一个工作的机会。别高兴得太早，售楼处干销售不是什么好差事，你要是业绩不达标，随时会被辞退。对那些买房的客户，你需要24小时待命。薄寒石冷水还没泼完，乔宇已经信誓旦旦，谢谢保总提醒，我会努力的。我没有提醒你，只是想让你知难而退。他没那么好心。乔宇只是淡笑，也并不反驳。看完合同，他握着笔，在签名处顿住了。薄寒石沉着脸，皱眉，又有什么问题？宋小姐不介意吗？宋依依不是他的未婚妻吗？怎么会容忍他身边再跟一个女人？那不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乔宇，现在我才是你的债权人，你欠我15个亿，除了把自己卖给我，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偿还方式吗？又或是我送你去坐牢？乔宇认怂，抓起笔，在签名处爽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薄寒石看他乖乖就范，唇角轻勾。乔宇回到家后，南初正带着相思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相思跑过来和乔宇腻歪好久。乔宇去切了水果，做了水果捞，打发了小相思去一旁继续看动画片。南初立刻揪着乔宇进了厨房打听这2天发生的事。所以说是薄寒石亲自去叶家救的你？乔宇也有点匪夷所思。是啊，也不知道他怎么忽然大发慈悲，可能是我在佛面前道歉，佛真的感受到了我的诚意。不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跟薄寒石签了卖身合同。乔宇脸一热，纠正他，不是卖身合同，是债务合同。南初一脸不以为然，有什么区别吗？卖着卖着就成薄太太了。宇，加油，我看好你。乔宇差点噎到，南初在说什么鬼话？我和薄寒石又不是普通分手，我当初可是亲手指证他是肇事者，将他送去里面坐了3年牢，而且他在里面还被人差点刺中心脏，险些死了薄太太这个位置。是谁都可以，但唯独我这辈子都不配。乔宇眼神落寞下去，眼底有一抹难言的痛意。
南初恨恨道：“要是没有6年前那些破事儿，你跟薄寒石大概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都怪那个老怪物乔帆，他怎么那么狠心？对了，相思要做介入手术，你钱不够，怎么不跟我开口？我好歹也是相思的干妈，这钱我该出一份。你开销也挺大的，借给我。你还有钱买包吗？我马上发工资了呀！而且包又不用天天买，相思做手术才是大事。”乔瑜不想为难南初，薄寒石已经答应让我去 SY 上班了，卖房应该是底薪加上提成的。我要是业绩好，很快就能挣够钱，你的钱你自己攒着应急用吧。而且你能帮我一次，也不能次次帮我。以前我跟你借的钱还少吗？我要是连养活相思的能力都没有，我为什么不把相思送回薄寒石身边？相思怎么舍得离开你？哎，不过你俩也真是，你养着他的孩子，薄寒石呢，还养着你的猫，你俩到底怎么想的？他说他本来是打算把土豆送人的，但土豆长得丑，没人要。南初头大，我的大小姐，这种鬼话你也信？那可是薄寒石，薄寒石养的猫，就是丑吐了也有人要，好吧？也许是他单纯舍不得土豆吧，毕竟他也养了土豆好几年。我真服了你们。乔瑜丝毫不敢肖想，薄寒石心里还会有他的位置。不提他了，你呢？你最近和陆之绿怎么样？提到陆之绿，南初脸色就变了。南初抓起一块苹果塞嘴里，支支吾吾，能怎么样？就那样吧。商业联姻，难道还能生出什么感天动地的感情吗？我和他，又不是你和薄寒石。其实大学的时候，陆学长这人我也接触过，嘴是毒了点，但心不坏。初初，你们好好过日子吧。陆学长不像是表面那样不靠谱，要是真不靠谱，薄寒石也不会跟他一起做事业。哎呀，聊你呢，你扯我。我妈最近催生已经够烦了，你还念经，伯母也是想让你们稳定一点吗？还是你依旧忘不掉苏今年那个名字还未说出口，南初已经捂住了他的嘴。别提这个人，咱们还是好朋友。相思抓着乔瑜的手机跑过来，妈妈，谢叔叔打电话给你了。乔瑜接起了电话，喂，谢医生，雨，我被医院调去 S 市的第一医院了，明天就要走了，我打电话跟你说一声。谢军也算是乔宇和相思的恩人，乔宇一直是感激的。怎么会那么突然？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清楚，可能1年，也可能雨，我这一走，归期未定，也不知道下次再见你是什么时候。明天你能来机场送送我吗？我想当面跟你告个别。第25他居然有孩子了。明天？乔宇有些为难，他明天要去 SY 地产报道。是啊，你能不能来送送我？我在帝都也没什么朋友，你是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了。谢军语气里带了恳求。谢军毕竟是他和相思的恩人，这3年来，相思每次发烧感冒的，都多亏了谢军。乔宇咬牙答应了。好，明天我去送你。你几点的飞机？早晨10点。那看来他只能晚点去 SY 地产报道了。挂掉电话后，南初狐疑，这个谢医生怎么忽然外调去其他医院？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医院之间的资源互换。不太可能吧？哪个医院会把年轻力盛的好苗子让出去？好奇怪啊，谢医生该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S 市虽然也是大城市，可比起帝都第一医院，可差远了。乔宇心里忽然起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但他很快打消了那个念头。谢医生平时为人很温和宽厚，不可能得罪人啊。白色保姆车上，宋依依正去赶通道的路上，结果手机里就跳进来一条银行信息：尊贵的用户您好，您尾号为6798的银行卡于14点23分到账100万元。100万？难道是乔宇把钱还回来了？宋依依眸色一冷，这女的还真有点手段，把她银行卡号都打听出来了。一旁的经纪人见她脸色不对，依依，你怎么了？菲姐，我让你查的那个乔宇，查到了吗？他究竟是什么来头？查到了，但我怕影响你演出的心情，就没告诉你，不如还是等你演唱会结束了再说吧。宋依依是个急性子，哪等的了？我现在就要知道。好吧，经纪人将收集到的资料递给他，这是乔宇大部分的信息了，我让私家侦探查的。宋依依一眼扫下去，他居然是伯爷在帝都大学念书时的初恋，难怪我说他怎么那么眼熟。之前他无意中在薄寒石的前家里见过他的照片，不过之前他只觉得乔宇长得面熟，这会儿才联想起来。菲姐，不过这个乔宇也是厉害，6年前竟然把薄寒石送进牢里。当时这个案子在西周闹得轰轰烈烈，因为这个乔宇
是西州州长的千金。宋依依手指攥着资料，将纸张抓皱。哼，他都已经背叛过伯爷了，难道伯爷还会娶一个将自己送进牢里的仇人？那肯定不可能。伯爷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而且他孩子都那么大了，伯爷不至于。你说什么？宋依依瞪大眼睛，他有孩子了呀，伯爷不可能娶一个单亲妈妈做薄太太吧？宋依依觉得不对劲，他孩子几岁？是6岁吧？你刚才说6年前他把伯爷送进牢里，那时候他们还是情侣。菲姐也反应过来了，不会吧？那孩子难道是……宋依依心跳咯噔一下，预感不妙，让那个私家侦探继续盯着乔宇，有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好。第二天一早，乔宇就赶去了机场，谢军早已在机场大厅等候多时。宇这边。乔宇拎着纸袋快步跑过去，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他。谢医生，我没来晚吧？这是我做的一点小饼干，你带在路上吃，我也没什么贵重礼物替你践行，这点小心意请你收下。谢军接过那袋饼干，笑着说，你能来送我，我就很开心了。你做的饼干一定很好吃，也不知道我何时才能调回帝都，恐怕我以后都吃不到你做的饼干了。乔宇没声响，只说，你要是以后想吃我做的东西，你给我打电话，我做一点抽真空给你寄过去也是一样的。谢军很感动，伸手抱住了乔宇。宇，你真好。乔宇一怔，连忙推开他。谢医生，这3年来，每次相思生病你都帮忙，我真的很感激你，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祝你一路顺风，平安喜乐。宇，如果我在 S 市安定下来了，能给你和相思一个家，你愿意带着相思来 S 市吗？离开帝都吗？他做梦都想带着母亲和相思离开这里，可是博寒石已经没收了他的船票，甚至连离开帝都的船只都截获了。谢医生，我不适合你，我上有不能自理需要看护的母亲，下有一个6岁的孩子要照顾，拖家带口的，实在配不上你。感情这种事，有什么配不配得上？我看得上你就足够了，除非你看不上我。乔宇淡笑，我这种情况哪还敢看不上别人啊？乔宇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江宇川。抱歉啊，我接个电话。乔宇转了个身，接起电话，喂，江学长，徐特助跟我说，你今早来 SY 地产的销售部报道，让我带着你熟悉熟悉这边的环境。我刚才去销售部怎么没看见你人？你还没到吗？江学长，抱歉啊，我上午有点事，就给耽误了，不过我马上就打车过去，很快的。那你速度快点，我怕待会儿寒石知道，会抓你把柄。乔宇一听到博寒石，就头皮发麻。好，我尽快。江学长，你能不能帮我瞒一瞒？我怕博总一不高兴，就把我给开了。好。挂掉电话后，乔宇看了眼时间，谢医生，也不早了，你快进去检票吧，免得待会儿耽误了。乔宇，再见了。谢军朝他挥手。谢医生，再见。谢军往后机室里走了几步，又大步折了回来，忽然抱住了乔宇。谢医生。谢军眼睛微红。宇，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我会回来的，等我回来。SY 集团总裁办，博寒石开完一个岳阳会议后，徐正端了杯咖啡进来。伯爷，刚才西周华通的代表人来了，现在转卖合同还没签，我们真的要把城南那块肥地低价让给他们吗？刚才陆总知道了，还问了我一嘴，我没敢说，就说不清楚。要是陆之律知道，把城南那块地15亿卖给叶家，是为了乔宇，他恐怕会去谢了乔宇。博寒石微拧眉，提醒道，这件事不用告知他。是。乔宇呢？他在一线岗位待得怎么样？第26。吃大醋。徐正道抽口凉气，乔小姐好像还没来。说完，徐正小心翼翼地打量起博寒石的脸色。男人脸色冷沉，上班第一天就迟到，谁给他的特权？也许是今天路上塞车吧。徐正试图为乔宇找补，男人眸光一凛，帝都的地铁也会堵车。徐正试图熄灭博寒石的愠怒，也许现在到了。伯爷，要不我再去销售部看看？博寒石的手机里忽然跳进来几条微信信息，是宋依依发来的。宝爷，我刚去机场准备去海城演出，碰巧撞到乔宇了，他怎么跟一个男的随便搂搂抱抱啊？宋依依发来好几张照片，照片里乔宇和一个男人在机场拥抱，似是告别，而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谢军。
他倒是差点忘了，那位谢医生恰好是今天去 S 市任职。徐正见薄寒石不说话，脸色却是越来越冷。宝爷，薄寒石将手机丢到一边，眼底结冰。不用了，通知销售部，若是乔瑜在半小时内还没报到，让他不用办理入职了。半小时，是薄寒石仅有的耐心。好，我这就去。乔瑜匆匆赶到 SY 地产的销售部门时，整个人气喘吁吁。他看了眼时间，10点半不到，幸亏这一路没堵车，不然11点也到不了公司。徐正站在销售部门口，左盼右盼，终于是把人给盼来了。乔小姐，你终于到了，宝爷快发飙了。他已经知道了。徐正抬腕看了眼时间，29分，你真是运气好，要是再晚1分钟，你就不用办理入职了。姑奶奶，你到底是干什么去了？有什么事比新工作还重要？说话间，徐正已经领着乔瑜进了销售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新入职的员工乔瑜，大家欢迎一下。乔瑜定了定慌乱的情绪，开口道：大家好，我是乔瑜，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啪啪啪，一阵热烈的掌声。徐正叫了销售部经理过来，陈经理，你先带乔瑜去办理一下入职手续，熟悉一下这边的环境。好嘞，徐助。乔瑜朝徐正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徐助理，那我先去办入职手续了，博总那边麻烦你。徐正会意的点点头，朝乔瑜比了个 OK 的手势。去吧。乔瑜跟在陈经理身后，去人事部办理了入职手续。SY 集团旗下涉及的产业很广，旗下拥有地产、风投、律所、娱乐、小到日化行业，这一整个园区都是 SY 自家旗下的公司。而 SY 地产的总办事处占了这3号楼一整栋楼。乔瑜，这栋楼主要是咱们地产公司，总部是在那边的1号楼，我们博总就在1号楼，整个园区是很大的，你1天2天的恐怕也熟悉不了，等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熟悉了。乔瑜礼貌笑着，点点头。陈经理，我们早晨需要打卡吗？销售部的工作时间相对其他部门来说比较自由，不需要打卡，但是像你今天这个点，再过一会儿咱们都该吃午饭了，这可不行啊。陈经理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提点着乔瑜。乔瑜谨遵教诲，不会了，以后我会早到的。陈经理打量了他一眼，高深莫测的笑了笑。乔瑜，你是徐助的亲戚吗？销售部的普通员工，可没见过哪位是徐助亲自领进来的。这意思是在打探他的关系硬不硬吗？乔瑜装糊涂，我和徐助的确认识，但亲戚谈不上，我们是校友。乔瑜扯了个谎，校友关系不远不近，职场嘛，都是看菜下碟的变色龙，没有后台。同事和领导随便揉搓你，太有后台，背后会说闲话，有点后台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合理的。别人既不敢欺负你，也不会疏远你。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1号楼里的皇亲国戚呢，我刚才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你说话。1号楼里都是集团的高层吗？陈经理点头，差不多都是。不过我们这种基层员工，跟1号楼不会有过多接触的，就像是徐助，我们销售部半年也不见得能见到他1次，更别提保总本人了。乔瑜暗暗松了口气，不用经常见到薄寒石，这点挺好。每次见到薄寒石，他都手心出冷汗，压力超大。我们销售部是很累的，要去售楼处招待客户，如果有意向客户，你连着1周不在公司都是正常的。要带客户去看房子，你看着瘦瘦弱弱的，能吃得了这苦吗？能，这干劲不错，继续保持。乔瑜第1天上班，老销售带着他了解了一下整套工作内容和流程之后，便带着他去了售楼处。马上要去的售楼处是环宇国际公寓的售楼部，刚开盘，就在公司附近那边，现在有不少客户。乔瑜，待会儿你可机灵点，争取来个开门红。好。等到了售楼处，乌泱乌泱的都是人，有销售，有客户。老销售赵飞带着乔瑜去了沙盘面前。乔瑜，我那边有客户要接待，你自己先看看沙盘，熟悉一下环宇国际的房型朝向，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行。乔瑜研究了会儿沙盘后，一旁的同事拽了拽他袖子，新来的，这个客户照顾一下。老头穿着普通的亚麻衬衫，戴着一顶黑色的小礼帽，浑身上下也没什么名贵配饰。老头先找的那位老销售赵飞，但赵飞正盯着另一位带着劳力士水鬼的中年客户，便将老头推给了乔瑜。乔瑜礼貌的温和淡笑，老先生想看看多少平的房子呢？我可以给您介绍介绍。你们这儿最大的是多少平？老先生虽然穿着普通，可说话气质却很威严。
乔瑜拿起一张房型图，递给他，这是我们的宣传册，您可以看看。最大的是300平的大平层，但我个人觉得300平的大平层并不适合您。老先生眼前一亮，哦，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销售对客户说，最大的不是最好的那小姑娘。你觉得哪种比较好？第27图，乔宇态度真诚，老先生，您可以看看180的。180的是一层大平层，而且的防率非常不错。刚才那个300的其实是超大复式，挑高很高，有6米。但是呢，上2层需要爬楼梯，我看您握着拐杖，想必平时腿脚并不太灵活。我觉得300并不适合您日常居住。老头眼里对乔宇有了几分欣赏，小姑娘倒是贴心，这都为我想到了。乔宇不卑不亢的，温婉淡笑，应该的。老先生，您再看看，买房是大事，多看看总是对的。又看了几分钟，乔宇给老先生倒了一杯水过来。老先生，您贵姓？我姓严。你叫？乔宇正了正胸前别的工牌。我叫乔宇。严老先生看看他工牌的名字，会意的点点头。乔宇是吧？那乔顾问，咱们签一下合同吧。乔宇有些震惊。老先生，你确定不再看看？不用了，我就买180的。乔宇怔中几秒后，连忙给他介绍，老先生，您看看，5栋、6栋都是180的，您想要哪栋的哪一层？你觉得呢？老先生询问乔宇的意见，显然已经信任他。6栋的13层吧，6是好数字，13也是好数字。老先生觉得有点新奇，怎么不是6栋的6楼呢？66大顺，岂不是更好？不知道老先生看没看过《道德经》？《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一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丫头有点意思。老头笑了笑，那怎么不给我推荐3楼？你不是说三生万物？3楼的话是矮层，看到的风景相对杂乱。老先生这样尊重的客人，一定很在意每天所看见的风景。13层是高层，放眼望去，底下全是好风景，每天看见好风景，自然心情就好，心情好，财运也就来了。乔宇嘴很甜，又勾句说到对方心里，那就听你的。6栋13层，带我去签合同吧。乔宇正要带老先生去找经理拟合同，徐正就匆匆赶了过来。乔小姐，你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我又没你电话，听销售部的人说你来了这儿。徐助理，你怎么来了？徐正看了一眼旁边有外人在，压低了声音，伯爷找你，你赶紧过去。乔宇有些犹豫，可我这边有客户要签约，伯爷要是发脾气了，我可帮不了你这客户，让同事帮你招待一下。乔宇只能跟客户说，严老先生，我现在有点事需要去处理一下，您看我让我的同事来招待您，可以吗？老先生还算好说话，答应了。那边赵飞见这单快要成了，他那位带着劳力士水鬼的客户又跑了，立刻跑过来说，乔宇，我来接待这位老先生，你去忙吧。乔宇被徐正拉走，立刻赶回了集团 SY 集团1号楼的总裁办理。徐正领着乔宇进来后，便识相的退出去了。这还是乔宇第一次来博涵时的办公室，和参观他的狱警员是一个感受，贵气简约却又壮观。一面墙都打空了，一整块大的落地窗，干净明亮，光线极好。只是男人的脸色似乎不太好。乔宇站在空调的出风口下，冷气吹得他浑身发寒。博总，找我有事吗？今天为什么迟到？博涵时坐在真皮转椅上，乔宇站着，可男人看他的眼神却带着居高临下的威慑力。博涵时一直都以为谢军是她男朋友，之前也提醒过他，让他断掉这关系。若是他知道他今早迟到是因为去机场送谢军，恐怕会发怒。乔宇佯装镇定，我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昨晚太兴奋了导致失眠，第2天早晨就起晚了，不过我以后不会了。他这个谎扯得毫无破绽，更是脸不红心不跳。男人黑眸就那样审视着他，是吗？没想到你还会分身术，一个在家里睡觉，一个在机场送男人。不等乔宇反应，博涵时将手机摔在他眼前，手机上是他和谢军在机场拥抱的画面。乔宇大脑一瞬空白，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你派人跟踪我，别太自作多情，你还不足以让我那么关注你。博涵时没必要骗他，但他说的话也相当刺耳。乔宇咽了咽喉咙，坦白，我是去送谢医生了，他要去外地任职，之前他帮过我一些忙，我作为朋友送他而已。
这不过分吧？薄寒石起身，站在他面前，黑眸沉沉地睥睨着他。他帮过你什么忙？男女之间在床上那种忙？他的羞辱，字字句句像锋利的匕首，插在他心脏上。乔宇攥紧了拳头，他抬眸看着薄寒石，扯了扯苍白的唇角。是啊，薄总不是知道谢医生之前是我男朋友？既然知道，何必再问？男朋友和女朋友发生点什么，那很正常吧？难道薄总连这个也接受不了？他话音未落，男人骨节分明的手指已经用力捏住了他的下巴。乔宇，是我太惯着你，所以你拎不清自己现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他和他签协议的那一刻，他以为他就该知道，这辈子再也不能想着谢军。乔宇解释，我只是去送他，什么也没做。是吗？薄寒石捏着他的下巴，将他抵在落地窗上。男人明显是不信，薄唇里吐出一个清冷又无情的字眼，脱。乔宇睫毛一颤，在这里吗？这面落地窗很大，很干净，很透明。乔宇自然是不愿意的，可他已经将自己卖给薄寒石，薄寒石提出的一切要求，他都没法拒绝。就算拒绝了，又能怎样？他一样逃不出他的掌控。乔宇眼角红了，真的要在这里吗？能不能去里面？这是他唯一的要求。他在薄寒石面前处于绝对的弱势。男人冷得没有情绪。乔宇，你没有资格提要求。第28，业绩被截胡。乔宇手指颤抖地落在职业装的衬衫扣子上，解开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隐隐看见美好的事业线，直到身上那件白衬衫掉落在地。乔宇上身只穿着内衣，他双臂紧紧抱住自己的胳膊，遮挡胸前的风光。他整个人仿佛是透明的，站在薄寒石面前，毫无尊严可言。乔宇声音哽咽，还要再脱吗？他看向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湿漉漉的水眸里写满了无助的求饶。他手臂一痛，薄寒石将他猛地扯进怀里，低头吻住了他的红唇，将他往里面的休息室里推。两人脚步一前一后，稍显凌乱。薄寒石将他带入休息室时，门一关，扯去了他最后的遮蔽。与此同时，男人在他柔软的唇上重重地咬了一口。乔宇，别再对我撒谎，要是有下次，你不会这么好运。一股血腥味一出，乔宇疼得皱眉。男人的领带绑住他的手腕，反剪在头顶。就这样人鱼人取了1个多小时，一场煎熬的贪欢终于结束。薄寒石去淋浴了，乔宇不敢多停留片刻，捡起地毯上的衣服匆忙穿上，便离开了办公室。他推门出去时，恰巧撞上江宇川和江晚。江晚明显一愣，显然是没想到乔宇会出现在这里。乔宇眼底一瞬慌张，朝江宇川点了个头，算是打过招呼，快速离开了，全程没说一句话。江晚看着他的背影，一脸懵，他怎么在这里？乔宇他来 SY 地产工作了。什么？韩石哥竟然会聘用他？江晚皱眉，他盯着乔宇的走路姿势，越发觉得不对劲。你在看什么？进去吧。哥，你不觉得乔宇走路姿势很怪吗？他不会是刚从韩石哥床上下来吧？江宇川心里下意识就抵触这件事，语气冷了不少。你别胡说八道，明明就是。兄妹俩这才进了办公室。薄寒石已经穿戴整齐，衣冠楚楚的金贵模样，看不出任何异样。可江晚却发现，男人骨节分明的修长手腕上少了一块腕表，应该是刚才洗澡之前摘了，忘记重新佩戴上。江晚不悦，鼓着嘴说：“韩石哥，你怎么会把乔瑜这种人招来集团工作？万一他又背叛你？”婉婉，你少说两句。乔瑜不是那样的人。江宇川出言制止。本来就是嘛，谁知道他会不会给其他公司当间谍？万一他把集团信息泄露出去，他又不是第一次背叛韩石哥了。江晚添油加醋，他就是讨厌乔瑜。薄寒石坐在转椅上，声音不孕不喜，冷冷的。乔宇他只是一个普通销售，就算有背叛的心思，也接触不到集团的核心事务。江宇川目光落在薄寒石那条斜条纹的领带上，他记得上午开会时，薄寒石佩戴的是一条黑底音标印花的领带。再想起方才乔瑜的落荒而逃，他不会是刚从韩石哥床上下来吧？脑海里江晚胡闹的话一闪而过，江宇川自己都未曾察觉到，他的拳头渐渐捏紧。宇川，你找我什么事？江宇川有些走神，一时没听见薄寒石在问他话。江晚扯扯他的衣袖，哥，你愣什么？韩石哥跟你说话呢。江宇川一怔，怎么了？江晚无语，哥，我的事儿你是一点也不上心。韩石哥，其实
今天我让我哥带我来 SY， 就是想问问你 SY 有什么职务适合我。婉婉刚从国外回来，这次不打算走了。我的意思是，先让他在家调整一下状态，倒个时差什么的工作也不着急找。但他就是犟，非要立刻找工作。博总，虽然婉婉是我的妹妹，但职位若是没有合适的，也不必因为我们的关系给他开后门。江宇川倒不想把妹妹也安排进 SY 集团，但拗不过江婉。博寒实问江婉，你读的什么专业？我去沃尔顿商学院读的商务管理， SY 应该有很多职位适合我吧。的确，商务策划和市场营销都可以去，不过要从普通员工做起。你愿意的话，随时可以入职。博寒时一向公私分明，倒不是因为江婉是江宇川的妹妹，所以同意她进公司，而是江婉的学历，进 SY 的商务策划和市场营销也都够格了。江婉扬唇一笑，哥，我就说吧，韩石哥会同意的，谁像你似的，老古董。韩石哥这种才叫举贤不避亲，这才是大老板的风范。等谈妥了，兄妹俩出了博寒石的办公室。江宇川还是不放心的嘱咐，你过来工作可以，但是婉婉在集团你还是低调一点，尽量避开谈论你跟我的关系，这对你、对我、对韩石都不好。哥，我要来 SY 工作，你应该高兴才对。我是来帮你和韩石哥的，可你怎么一副不乐意的样子？我又不是能力不够被你们强塞进来的，我的学历去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拿到 offer。婉婉，我就是觉得你去哪里都可以，更没必要来 SY。SY 业务竞争很厉害，你在国外待惯了，不见得能适应。江婉不以为然，挑眉高傲道，是吗？那个乔瑜都行，凭什么我就不行？哥，我有比他差吗？你干嘛总跟乔瑜比？乔瑜性格沉得住，你……江婉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你意思是我性格差，我按捺不住？婉婉，哥不是那个意思。不等他说完，江婉已经踩着高跟鞋赌气走了，只留给江宇川一个背影。江宇川叹息，自己这个妹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起来。乔瑜回到销售部，没过一会儿，同事赵飞就斗志昂扬的回来了。他一进销售部的大门，就对所有人说，今天下午的奶茶我包了呀，要喝什么尽情点。哟，赵飞，你这是卖了多大一套？这么大方，好小子，又签一单，你真有两下子。赵飞，我要喝星爸爸。赵飞走到乔瑜工位这边，拍拍他的肩膀，乔瑜，待会儿我给你发个大红包，你这一个月的奶茶我承包了啊。乔瑜有些狐疑，没多想，只想着无功不受禄。赵顾问，为什么忽然给我发红包啊？他才第一天过来上班，无缘无故拿同事的红包，不太好吧？赵飞笑道，多亏了你，那位严老先生很爽快的就买下180的大平层，等我拿到2个点的提成，请你吃大餐。乔宇愣住了，那个严老先生算是他的客户吧？第29刁难。乔宇平日里与人相处算是好说话的，可不代表他是任人捏的软柿子。赵顾问，我的确是新来的，不过严老先生算是我跟的客户，而且客户也是打算跟我签约的，后续我可能还要继续服务这个客户，如果换人，客户也会觉得奇怪。乔宇心平气和的和赵飞商量，可他话还没说完，赵飞已经态度强硬的打断他，乔宇，你既然知道你是新来的，就该知道客户是看中了咱们环宇的房子，而不是看中你。至于给客户服务，换谁都可以，而且我比你资历更深，会给严老先生的服务带来更好的体验感。赵顾问，可这是我签下的单子，您合同上签了谁的名字，就是谁的业务，现在合同流程已经走完了。乔宇，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可以去陈经理那边讨个说法，他知道职场潜规则多，以前在卫视台就见过不少，也经历了一些，可这样明晃晃的被人抢业绩还是头一次。那套房子价值2000万，赵飞说2个点的提成，那这单业绩有40万的提成，40万相思的介入手术，够做4次了。乔宇第一天进 SY， 不想惹祸上身，可这40万的提成实在能解决他太多燃眉之急。他起身就去了陈经理的办公室。赵飞轻嗤一声，满不在乎，第一天进来就这么狂。乔宇，别怪我没提醒你，做人要低调。办公室里，乔宇，你什么事？陈经理，我刚才跟着同事去了环宇国际的售楼处，有个客户愿意买下180的大平层，这是我跟的客户，客户也是要跟我签约的，但因为徐特助找我有点事，我就临时走开，让赵飞帮我招呼一下那位客户。可现在赵飞直接跟客户签了合同，我就想问问，
这业绩是算我的，还是算赵飞的？哦，是这样啊。那合同上现在写了谁的名字？赵飞。陈经理会意的点点头，思忖了一会儿说：“乔宇啊，我们部门的要求的确是合同上写谁的名字，这业绩就算谁的你都要跟客户签约了，还临时走开，这也是你的不对，下次要注意啊。”这也算赵飞给你上了一课。听陈经理话里话外的意思，乔宇知道这业绩是跑了。乔宇倒也识相，没有胡搅蛮缠。既然这样，那经理，我先去工作了。乔宇，你是第一天来咱们部门，有些规矩还是要懂得。规矩？乔宇不解，你现在还在试用期范围，你所跟的每一个客户本来也不属于你，哪怕客户是跟你签了合同，合同上也暂时不能写你的名字，必须等过了试用期，是这样吗？可是他上午签劳务合同的时候，明明仔细看过，没有这样说啊。还是说地产销售圈就是这样勾心斗角？乔宇回到了工位上，赵飞从茶水间倒了杯咖啡，落过乔宇，轻蔑地笑了一声。等赵飞走过去，乔宇旁边的同事坐着转椅靠了过来，他好心提醒乔宇，这个赵飞是陈强的亲外甥，他经常抢新人的业绩，陈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以后放聪明点，离他远一点。陈强？对啊，就是咱们陈经理，你可别再傻乎乎的去陈经理面前告状了，人家亲舅怎么可能会不帮外甥？小心给你穿小鞋。乔宇无奈笑着摇摇头，这人走到哪里都是有关系的硬。乔宇正垂头丧气，手机里跳进来一条微信：南初进 SY 工作第一天，感觉怎么样？乔宇：不怎么样，第一天到手的业绩被同事给抢了。南初：这都能忍？去上司那边讨说法呀。乔宇：经理是那人的亲舅，我刚才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去讨说法？我估计经理内心觉得我是个白痴。南初：就这也能叫世界500强呢？烂公司，跟个小作坊似的，一点都不讲规矩。那边南初喷完之后，转身就给床搭子发了自己和乔宇的聊天截图。你们集团也太没有规制度了吧。大概过了5分钟，陆之律的微信发了过来：卧槽，乔宇怎么来我们公司上班了？南初一脸无语：你也太土了，这消息都不知道，我们公司可没有这么不上道，谁告诉他没转正之前业绩不算？南初有私心的，问了乔宇以后，立刻点名道姓的告状，一个叫陈强的经理抢他业绩，那个叫赵飞。第二天一早，陈强和赵飞一同被开除。赵飞抱着收拾好的纸盒箱路过乔宇时，力气很大：你这婊子竟然去高层那边吹枕边风。乔宇一头雾水：赵顾问，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我没有去任何一个高层面前告状，你被开除，也许是你平日里树敌太多，谁背后参了你一折子？少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徐特助包的二奶吗？赵飞说话声音很大，吼得整个销售部都听到了动静。徐正已婚，有妻子，所以大家看乔宇的眼光也纷纷变了。我说呢，难怪他第一天上班是徐柱领来的，原来是徐柱的小情啊，难怪气焰这么嚣张，昨天直接去陈经理面前讨说法，这后台就是不一样啊。可惜了，一张脸蛋长得这么漂亮，做什么不好，偏偏做小三，上班第一天就有业绩，不会也是靠这种手段吧？各种刺耳的小声议论瞬间分沓而至。赵飞离开之前，他恶狠狠地放话：乔宇，你少嘚瑟，总有人能治得了你。自从上午的事情一闹，乔宇发现同事们脸上都对他笑嘻嘻，私底下都默契般的疏远他。SY 集团有一个超大的食堂，乔宇中午排队用饭卡买了饭以后，正准备端着去找位置，转身手中餐盘就被打翻在地，菜汁洒了乔宇一身。乔宇拧眉：你！一抬头，他就看见江婉毫无歉意地站在他面前。江婉趾高气昂：这不是乔宇吗？你竟然也配进 SY？ 韩石哥也就是懒得拒绝你，你还真舔着脸来这里工作。第30，一把刀抵在他脖子上。乔宇看着他，陈述一个事实：你打翻我的饭菜了。是，我故意的又怎么样？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贱人，我见一个撕一个。你当年那么对韩石哥，现在众叛亲离，就是你应得的报应。江婉一副为薄寒石打抱不平的义愤填膺模样，可他究竟是真的为薄寒石打抱不平，还是仅仅看乔瑜不爽？乔瑜看着地上洒落的饭菜，微微皱眉：这份饭菜25块，江小姐打算怎么还给我？现金还是转账？乔瑜，你有病！江小姐不打算赔，是吗？江婉觉得可笑，
一份饭菜而已，打翻了就打翻了，有什么好赔？啪！乔宇一个用力，抓过江晚手里端着的那份饭菜，朝他脸上直接盖去。啊！乔宇，你干什么？江晚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蛋，被饭菜和汤汁糊了一脸，他连忙伸手抹脸，可那些菜呀，油啊，越糊越脏。乔宇冷冷开口：“江小姐，我是对不起薄寒石，但我没有对不起你，我甚至不算认识你，你凭什么打翻我的饭菜？我只是不小心，你何必？那我方才也只是不小心，手滑而已，对不起，江小姐。”话落，乔宇已经径直离开了食堂，只留下江晚站在那儿，又气愤又凌乱。食堂里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热闹，一个美女被盖了满脸饭菜的模样，着实吸睛又滑稽。乔宇，江晚咬牙切齿，攥紧了拳头，一时间恼羞成怒。乔宇从食堂出来后，他本来就不饿，被江晚那样一搅和，更是没了食欲。趁着午休时间，在集团的园区里逛了逛。SY 集团的园区真的很大，总共有15栋小高层，应该是旗下各个公司的办事总部。他最后转到1号楼旁边，看着那栋最高的大楼，有些怅然。他和薄寒石的关系一如既往的恶劣，他从不奢望薄寒石能原谅他，可他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将关系缓和缓和？至少不是一见面气氛就冷得让人窒息。上午，陈强和赵飞被辞退，赵飞临走前对他的恶言恶语至今在脑海里回荡。是啊，会有人能治他的，那个人就是薄寒石。就在乔宇打算回销售部时，脖子上一凉，别动。那人站在乔宇背后，手持一把水果刀抵在他脖子的大动脉上。乔宇一惊，浑身僵硬。陈经理，你干什么？你在徐柱耳边吹枕边风，让徐柱开了我是不是？我快50了，现在集团以我涉嫌吃回扣和泄密的名义辞退我，这让我在业内直接成了黑名单，以后我还怎么找工作？没了工作，我的房贷、车贷怎么办？我老婆孩子谁养？乔宇神经绷紧，尽量放平口气劝说他：陈经理，我真的没有去徐特助那边告状，我跟徐特助真的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没有那个能耐让他辞退你啊！你真的误会了，你撒谎！这么多年，徐正亲自领过谁来销售部？你说你和他没关系，鬼才信！乔宇，你现在立刻跟我去总裁办公室，我必须要个说法。要是他们依旧辞退我就带着你一起跳楼。乔宇听出来了，陈经理是想威胁集团高层。陈经理，我可以跟你去高层那边讨个说法，但是你要明白，我只是个小人物，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那些高层根本不在乎，他们还会以你持刀挟持同事的行为立刻报警。要是警察来了，你肯定是要坐牢的。陈经理，你要是真去坐牢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该怎么办？你闭嘴！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按电梯去总裁办公室。乔宇稍稍迟疑了一下，若是把陈强带去总裁办，会引起很大的骚动。陈强已经没了理智，刀口朝乔宇皮肤里抵了抵，快点，按我说的做。乔宇只好照搬，他摁了26楼，进了电梯。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摄像头，好心提醒陈经理，这个点也许总裁和徐特助都去吃饭了，可能不在办公室里。你确定要去？他们总会回来的，吃个饭能多久？乔宇，你少跟我耍小心思，你再不安分，我立刻带你上顶楼。顶楼是天台。乔宇手心冷汗直冒。26楼，总裁办公室。徐正匆忙推门进来，宝爷，不好了，刚才保安室传来监控，销售部的陈强挟持了乔宇，正朝这里来，要报警吗？男人眉心一跳，暂时不要。陈强肯定是因为被辞退心怀不满，现在想威胁集团，让集团收回成命。若是听到警笛声，恐怕会激怒他。你现在立刻去通知这栋大楼里的其他人，让他们尽快离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好，我这就去。徐正转身刚出去，这层楼的电梯门叮咚一声赫然打开，陈强挟持乔宇从电梯里出来，迎面撞上徐正。陈强很激动，双眼赤红，徐柱，我正要找你，你赶紧去帮我跟博总说说情，让集团别辞退我。乔宇不是你情人吗？只要我能继续留在集团上班，我就放了乔宇。徐正解释道。陈强，你搞错了，乔宇不是我情人，你是从哪听来的风言风语？该说不说，销售部的人脑洞真够大的。乔宇要是他的小情，宝爷第一个阉了他。陈强压根不信，你们别装了。徐正，你现在就去找博总给我说情，不然我就跟乔宇同归于尽。薄寒石从办公室出来，镇定沉着地站在陈强对面。
他很明确地告知陈强，你已经被集团辞退，不管你再怎么挣扎，都是无济于事。首先，你被辞退，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乔瑜，乔瑜只是个普通员工罢了，他没那么大权力撼动集团的决策，辞退你，是因为你屡次吃回扣，将集团信息透露给竞争对手陈强。你今天被裁，是因为你触犯了集团利益，任何人都不能触犯集团利益，包括我都不能集团不把你告上法庭，只是裁掉你，已经给你留足了面子，你应该感恩戴德，而不是在这里犯刑事罪。薄寒石冷静而冷血，说出的每句话里都带着不容置喙和不可违抗的压迫性。乔宇感觉到架在他脖子上的那把刀轻微颤了颤。陈强外强中干，被薄寒石的气场彻底碾压后，有些底气不足，他恳求道：保总，我已经知错了，求您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不会再做错事了。每个人都希望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成年人的世界里，错了就是错了，而你走错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乔宇睫毛一抖，薄寒石这话似是在对陈强说，又像是在对他说。第31，从顶楼摔下去了。比如现在，你用刀挟持同事，这是罪加一等。陈强，你把刀放下，也许还有回头是岸的机会，但你若执意一错再错，谁也救不了你。陈强握在手中的刀锋，明显随着薄寒石的谈判，不再像刚才那般压迫着乔宇的大动脉。乔宇暗暗松了口气。徐正规劝道：陈经理，你先放开乔宇，有任何困难咱们可以好好谈。你看，薄总就在这儿，集团的决策虽然不能更改，但如果你个人有困难，薄总或者是我都完全有能力帮你。陈强的态度有所松动。忽然一阵手机铃声，陈强的手机响了，他一手握刀抵着乔宇脖子，一手接了电话：老婆，我被集团裁了，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小爱，你不能带小爱离开我，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电话被狠心挂断，陈强的情绪再次失控。不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老婆要带着我女儿离开我，她要跟我离婚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集团凭什么裁掉我？你们高层吃回扣的一大堆，凭什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徐正猛地一惊：陈强，你别冲动，我要让所有记者和媒体曝光你们。你们是大集团，最怕的就是负面报道。若是被你们裁掉的员工跳楼，这条新闻应该会让你们集团的股票大跌吧？薄寒石拧眉，冷声道：你既然知道 SY 是大集团，就该知道那些媒体舆论 SY 完全有能力控制，所以你这么闹，最后难堪的只有你自己。我不管，我老婆要跟我离婚，我没了工作，女儿的抚养权也不可能判给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既然我要死，还不如拉上垫背的。乔宇被他用力拖进电梯里，电梯门缓缓合上，乔宇脸色惨白，他自以为逃不过这一劫了。他用口型对薄寒石说：对不起。他眼里有闪烁的泪光，像是在跟他道别，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他对他说这3个字，以后他恐怕是没那个命来赎罪道歉了。薄寒石心脏处一瞬闷痛，都这时候了，他不求他救他，却再用对不起3个字跟他道别。伯爷，现在怎么办？男人拳头紧了，他命令陈强就是想闹，把集团的人都叫上顶楼，给足他面子，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闹，拖延时间，等他闹累了，把乔宇救下来。陈强如今就是想表演给大家看他所遭遇的不公，他不敢拉着乔宇真的跳楼。好，我马上去办。顶楼的风很大，吹得乔宇掌发凌乱。陈强拉着乔宇退到天台的边缘处，微微侧眸就能看见底下的万丈深渊。乔宇没有恐高症，可这里是27楼，这个高度往下看依旧让乔宇心跳加速。他深吸一口气，试图打感情牌：陈经理，其实我忘了告诉你，我也有个女儿，她有先天性的导管未闭，需要做介入手术，我正在筹钱给她做手术，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我知道你老婆要带着你女儿离开你，你一定很崩溃，但是你只有好好活着，才能把你老婆和女儿争取回来啊。陈强有些讶异，他似乎没想到乔宇这么年轻竟然有孩子，是和徐正的私生子吗？你跟着徐正还会缺钱？徐正不管你女儿。乔宇苦笑：陈经理，我都说了，我跟徐柱根本没有那种关系，你就是不信我女儿的父亲，是我在大学时的初恋，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也是因为我做了错事，所以我们分开了，现在我是单亲妈妈，我一直一个人拉着孩子。我昨天那么在意业绩的提成，就是因为想挣钱给我女儿做手术。你想啊，我要是真的是徐柱的情人，怎么还会在意那区区几10万的提成？
陈强似乎这才勉强信了，因为乔宇说的的确有道理，就算你不是徐正的情人，我现在也只能劫持你，算你倒霉吧。只有闹大，我才有机会得到裁员赔偿。乔宇咽了咽唾沫，陈经理，我也有过被裁的经历，而且那时候我找工作四处碰壁，其实我根本不是销售圈的，我以前是在卫视台工作的，我也是因为成了业内黑名单，才换了行业。你经历的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你真的不用这么沮丧。如果是担心在房地产圈子找不到工作，可以跨行啊，就像我这样。昨天是我第一天干销售，我跟你不一样，你这么年轻，完全有时间有精力跨行业，可我呢，已经快50岁了，跨行业谁会要我？陈强越想越无奈。就在博寒石抵达顶楼时，陈强的表演欲又发作了，他拽着乔宇往天台边缘推，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和他一起跳下去。男人黑眸沉沉的，就那样冷静地盯着他，说出的话格外无情。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拉着他一起跳下去啊！陈强似是没有想到博寒石会这么冷血，一时慌了。我是真的会跳下去。跳啊！还等什么？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一般都会脑浆涂地。你若是运气差点，没摔死，那就只能当个活死人了。你老婆大概率会更嫌弃你，谁愿意伺候一个植物人？博寒石看了一眼乔宇，继续冷声说，忘了告诉你，你劫持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什么？乔宇，6年前指证我是肇事凶手，亲手将我送入狱，我坐了3年的牢，全是拜乔宇所赐。你赶紧拉着他跳下去，帮我报仇。陈强不信，你骗我，他要是你仇人，你为什么还留着他在 SY 工作？把他留在 SY， 不过是为了我更方便的羞辱他，报复他不信的话。你问他。博寒石没撒谎，这些都是事实，博总说的都是真的。之前我找工作四处碰壁，就是因为博总陈经理，博总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拉我跳下去，会让他这个恶人更加开心啊。乔宇完美配合博寒石，陈强一时间完全不知所措。很快，天台上涌入了许多集团的同事，大家纷纷围观。楼下隐约传来警笛声，博寒石的手机响了，是徐正打来的。接完电话后，博寒石更加从容了。陈强拽着乔宇往后退，手里胡乱挥着刀子，我真的会跳下去。博总，你必须赔偿我100万，另外亲自写推荐信，推荐我去其他公司入职。博寒石冷笑，你哪来的脸？你将集团信息透露给对家，不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宽容，至于赔偿，1分没有。博总，做人不能太绝，你会遭报应的。那你就跳下去，让我尝尝所谓的报应。何况他如今本就待在地狱，还怕下地狱吗？陈强绝望地往后退，他双脚一崴，朝后蓦地掉下去。啊！一阵震惊恐声贯穿顶楼。第32，薄寒石被绿。乔瑜抓住了天台的围栏，掌心痛到烧灼。薄寒石朝他伸出手，乔瑜似是愣住了，没有在第一时间抓住他的手。男人皱眉吼道：“还愣着干什么？把手给我！”乔瑜费力地将另一只胳膊举高。男人宽大有力的手掌牢牢攥住了他的手，天台上的其他同事也去帮忙，很快将乔宇拉了上来。一场惊心动魄后，乔宇脸色苍白地跌坐在那儿，他出了一身冷汗，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刚才紧张到快要窒息。陈强是摔下去了吗？乔宇瞳孔放大，他下意识想回头去看。博寒石已经淡淡开口，警方在15楼的露台上搭建了安全气囊，他摔不死的，顶多落个残疾。乔瑜松了口气，没闹出人命已经算是万幸。很快，徐正将天台上看戏的人都疏散了，偌大的天台上只剩下博寒石和惊魂未定的乔瑜。乔瑜摔坐在地上，他想站起来，结果2条腿软的像是水一般，根本支撑不起任何重量。那只骨节分明的修长大手再次扶住了他，等他站稳，那只大手又很快收走。男人恢复一贯的冷漠，和方才救他时眼底不经意流露出急切的那个薄寒石判若两人。乔瑜调整好紊乱的呼吸，刚才谢谢保总救我，不用感激我，我救你也是有私心的。私心？男人单手超动，目光高傲。死是最简单的事情，甚至是一种解脱，所以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掉。你要是真死了，谁来赎罪？话落，男人已经转身离开了天台。乔瑜伫立在原地，就那样看着他的背影，从他的视线里一点点走远，直至消失。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男出
一接通，南初便担忧道：“谢天谢地，你还有命接电话？我听陆之律说，你被陈强挟持到天台上，那个神经病要拉着你一起跳楼，现在没事了吧？”我已经没事了。南初懊恼道：“早知道我就不跟陆之律告状了。我原本是想帮你出口恶气，谁知道那个陈强是个疯子。”乔瑜微怔：“你的意思是你拜托陆之律裁掉陈强和赵飞的？”“是，也不全是。你不是跟我吐槽赵飞那个烂人抢你业绩吗？我就把你跟我的聊天截图发给了陆之律。陆之律他不知道你去 SY 上班了，就跑去问博寒石，结果博寒石也知道这件事了，都怪我多嘴，害你遇到这么一遭。所以博寒石是因为知道赵飞联合陈强抢了他的业绩，所以才借此机会裁掉他们。当然，乔宇不敢自作多情，陈强和赵飞损害了集团利益，集团是否裁掉他们，只是早晚的事情。陈强挟持我，大概率早晚都要发生，所以这件事你不用自责了，你也是想帮我出口气。”安慰好南初后，乔宇在天台上吹风，冷静了好一会儿才情绪平复。陈强和赵飞离开销售部后，销售部的风气好了不少。接下来一周里，乔宇几乎泡在环宇的售楼处，可他最近似乎运气有点背，抓住的客户总是到了签合同的时候犹豫，一单没成，这销售看来是真的不好干。乔宇周一调休，南初翘了个班，跟他出来逛街。南初安慰他：“你才刚进销售部1个星期，第1个星期没业绩很正常的，别灰心，你以后肯定经常能开单，我说你行，你就行。”乔宇无奈笑笑：“不说这些有压力的了，你不是要买包吗？去专柜看看。对了，我这周6要跟陆之律他爸妈吃饭，他爸爱抽一个牌子的雪茄，这个商场有，我们先去把礼物买了。”“好啊，他爸妈催你要孩子吗？”提到这个，南初头都大了：“催死了，我就想着周6低头猛吃饭，他们说什么我都的敷衍过去。你要是喜欢孩子，也不是不能考虑，我看你挺喜欢相思的，也并不排斥孩子啊。”南初揉着额头：“得了吧，我给你孩子当干妈就够了，我自己可不想生，而且我和陆之律各玩各的，生个屁的孩子啊！”乔宇心疼地看着他：“咱俩感情真是一个也不顺，我不顺利就算了，你也不好，要是你幸福，我还能开心点。”南初搂住他的肩膀：“难姐难妹了，咱俩以后凑合凑合得了，我给相思当爹，你给相思当妈，不也挺好？要那些臭男人干什么？好啊，感情就是万恶之源，扔了最好。走走走，买才是女人的快乐。”到了烟草专柜，南初很快选好了雪茄，柜姐帮忙包装时，乔宇在柜台里看到一味中药材的名称，有点新奇，烟草店还卖沉香这种药材啊？柜姐笑着解释道：“这是沉香条，抽烟的时候插一根在烟里，可以减少喉咙的不适感，而且燃烧之后有淡淡的沉香香气，清肺润喉，能降低抽烟带来的身体伤害。”乔宇不抽烟，对这些自然不了解，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真的有用吗？有用啊，我们家好多客户买烟都会带一盒这个沉香条。自从和博寒石重逢后，他总是能闻到博寒石身上的烟味，有好2次见到他都是烟不离手。他以前抽烟嗓子就会不舒服，那时乔宇作为他的女朋友，有资格让他戒烟，可如今他是没这个资格了。南初问他：“你想给博寒石买？”乔宇也没隐瞒，点头说：“我打算买1盒送给他，就当做上周他救我答谢他的礼物。”柜姐拿了1盒给乔宇装进纸袋里，夸道：“是给男朋友买吗？好贴心，很少有女朋友会给男朋友买沉香条的。”小姐姐想得真周到，不是男朋友，是南初调侃：“是什么？未来老公？”乔宇脸一热：“少平，不然是什么？都分手了，还这么关心他？博寒石现在对你那么烂，让他抽烟抽死好了。雨雨，你是有多爱博寒石啊？他抽烟，你还要给他买沉香条，生怕他嗓子不舒服。”“我没有，你就是对他太好了。”南初没好气道：“不过现在的博寒石真的值得你对他这么好吗？”南初下巴一扬，示意乔宇看对面处，只见宋依依戴着一副大墨镜和口罩，全副武装的和一个小奶狗一前一后进了香奈儿专柜。“那是谁啊？”乔宇没认出来。南初挑眉：“宋依依啊，根据我做狗仔多年的嗅觉，那小奶狗绝壁是他养的小情人走，跟上去瞧瞧。”乔宇震惊，这都能认出来？第33打脸现场。说罢，南初拉着乔宇就偷偷跟了上去。
乔宇小声问：“我们这样跟着人家，不太好吧？他会不会告我们跟踪狂？”南初扑哧一声笑出来：“这都告？那我岂不是被人告的脸皮都长老茧了？这里是商场，我们光明正大的来逛街，商场又不是他家开的，凭什么不能逛？走，陪我进去买包。”乔宇正犹豫，就被南初拉进了某箱专柜。宋依依在挑刚到的新款，拿着包包在全身镜面前比划。站在他一旁的小奶狗似乎是个18线小演员，各种赞美依依姐长得漂亮有气质，背什么包包都好看。宋依依也够阔绰的，试了4、5个包，全丢给柜姐了，这几个都买了。南初拿着一只包假装在试背，在店里的另一边偷偷观察他们，顺便拿出手机咔嚓了几张照片。很快宋依依察觉到店里还有其他人，立刻不满道：“我来之前不是让菲姐跟你们说了，要清场？那边怎么还有2个闲杂人等？”柜姐陪笑道：“他们俩不知道怎么溜进来的。宋小姐，您别生气，我马上就去请他们离开。”南初和乔宇背对着宋依依他们，乔宇拉拉南初的衣袖，压低声音说：“要不我们还是赶紧走吧。”老实说，他也懒得和宋依依周旋。柜姐走到这边和他们商量：“2位，现在这个时间段被我们一位 Vic 贵宾包场了，麻烦你们先。”南初轻嗤一声：“Vic 有什么了不起？他一年在你家消费多少？200万、300万、500万？我怎么没听说过？有包场这一说？”柜姐打量了一眼南初，又看了看乔宇，全身上下没有一件是相家的东西。柜姐立刻傲慢起来：“这位小姐，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你应该不是我们家会员吧？”今天南初穿得很低调，毕竟是跟闺蜜出来逛街，当然不会穿得跟去参加慈善晚宴似的，既没穿相家的成衣，也没拎马家的包包，她就拎了个最便宜的龙箱，又大又能装，里面塞满了各种小设备，比如录音笔、小相机、防毒面罩，狗仔必备的那些。南初挑眉，笑得明艳嚣张：“我也是你们的 Vic， 你把他赶出去，我要包场。”这声音不大不小，恰巧传到宋依依的耳朵里。宋依依是个急脾气，哪能忍得了别人当着她的面踩在她脸上，冷嘲道：“哟，这是来了个什么贵妇，口气这么大？”柜姐觉得南初在装杯：“这位小姐，你说你是我们店的 Vic 用户，那您把会员信息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也好为你进行更好的服务。”宋依依也根本不信，压根没正眼往这边瞧，只做等柜姐把那2个不识趣的穷酸家伙赶出去。南初勾唇，对柜姐说：“如果我消费等级比他高，你把他赶出去，如何？”“行啊，不过我可提醒你，那位宋小姐在我们家可是顶级 Vic 贵宾，年消费在500万以上。”南初笑笑，年消费500万这个数字似乎并没有吓到他，他很淡定地掏出手机，找到会员信息，往柜姐眼前一亮：“请问这个消费等级包场够格吗？”柜姐吃惊不已：“年消费1000万以上，可他怎么觉着这位女士很面生呢？可是我没见过您啊，您如果在我们家消费这么多，我不可能没见过您啊，我又不一定非要在你这家店买，帝都那么多专柜，我来你家专柜的时候，你也不见得在啊，你没见过我，不是很正常？而且像我这种贵妇，我很少会亲自出门采购的，都是叫管家和助理过来买，或者直接让你们经理给我邮寄，这很奇怪吗？”说完，南初撩了撩长发，下巴微抬，目光傲气，一副贵妇样。乔宇差点笑场，可南初装的确有贵妇那味儿。柜姐陪笑道：“可是那位宋小姐先来的，要不您在这边坐一会儿，吃点下午茶等等，我时间很宝贵哎，不想等。”这下柜姐犯了难：“那我去和宋小姐商量一下，您这边稍等。”宋依依一听，立刻炸毛了：“我先包场的，而且我什么身份你不清楚？这店里要是有其他人偷拍我上了热搜，你负责得起？宋小姐，您息怒，我立刻想办法解决。你能解决的了吗？”宋依依气的直接摘下了墨镜，她气势汹汹地走到这边，定睛一看，笑了，搞了半天，我还以为谁呢？这不是星光娱乐的狗仔吗？这年头狗仔这么赚钱，一年能在乡家消费1000万，你那点工资，连这里一个包都买不起吧？别装了，赶紧滚蛋！我懒得拆穿你，你不就是想偷拍我吗？想拍快点拍，拍完别打扰我私人生活了。南初气笑了，宋小姐好大的脸啊，真以为走到哪里自个儿都是巨星呢？你戴那么大墨镜，
是生怕别人不认识你吗？宋依依眸光一敛，这才注意到南初身旁还站了个女人。乔宇，还是被认出来了。乔宇默默正过身来，只好对宋依依保持一个淡定的微笑。宋依依炸了，果真是你？好啊，你们两个就是合起伙来跟踪我是吧？你们是不是想去伯爷那边造谣我？我告诉你们。南初一脸无辜，连忙摇头摆手，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过来逛街，恰巧看见你了。少装！南初笑眯眯，凑过来神秘兮兮地问宋依依，不过你刚才说的造谣是指的什么？难道是那个小奶狗？我的天啊，你玩得好野！宋小姐，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不是伯爷的未婚妻吗？怎么会跟那个小奶狗搞在一起啊？宋依依脸气得涨红，你少胡说八道！不会吧？可是我看那个小奶狗一点也不帅啊。雨雨，那边的小奶狗有博涵石长得高吗？乔宇认真看了一眼，很诚实的评价，没有。博涵石188，那边的小奶狗顶多176高。南初煞有介事的提醒他，而且那个也没博涵石长得帅吧？怎么娘里娘气的，还画眼线，粉底液怎么抹的比我还白，跟个小玲似的。啧，宋大明星，你眼光不行啊！要是我怎么也包个超级男模？你这个一看就软趴趴的没力气，他应该不太行吧？这一顿羞辱把宋依依气的脸色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宋依依握紧了拳头，吼道：你根本消费不起这家店的东西，桂姐，他就是个骗子，给我把他赶出去！南初气定神闲的，一点也不怕惹了宋依依。你说赶我就赶我，桂姐，去把你们的萧经理找来。桂姐一愣，您认得萧经理？第34，让这个秘密永远烂死在肚子里。这个点，萧经理刚去午休，但事发突然，而且这两位客户都是重要的 VIC 贵宾，所以桂姐不得不给经理打了个电话。没一会儿，萧经理便匆匆赶来。一进来，萧经理便对南初恭敬道：陆太，没想到您今天会来，您以后来的话，可以提前跟我说一声，这样我也好招待您啊。萧经理，刚才你店里的员工一直质疑我是否是你们家的 VIC 贵宾，现在你来了，帮我证明一下。另外，我也想包场，麻烦你帮我把闲杂人等赶出去。经理陪笑道：陆太的身份乃需要证明，您都跟着陆老夫人参加过多少次高定秀场了？陆太是他们资历太浅，目不识珠，还请您海涵。刚才小瞧南初的桂姐，此刻尴尬又惶恐。陆太是帝都陆家吗？经理面色一凝，提点手下员工丽丽，还不给陆太道歉？陆太，是我有眼无珠，没认出您。您？南初倒也不是真想刁难一个桂姐，他摆摆手，算了，你把那位宋小姐赶出去，就当你给我道歉了。丽丽为难至极，这宋小姐是博总的未婚妻，陆太，我得罪不起您，也开罪不起宋小姐啊。我听说博总和陆总是好朋友，那您和宋小姐也只是有些误会，不如二位化干戈为玉帛，免得博总和陆总心生嫌隙。这桂姐有几分聪明，但不多。南初好笑道：我的确是陆家的儿媳，也是陆之律结婚证上的另一半，但这个宋依依，她究竟是不是博涵石的未婚妻，以后能不能嫁给博涵石，这可不好说。宋依依听了这话，像是被点燃的火药筒子，吼道：你说话就说话，阴阳怪气什么？我是宝爷未婚妻这件事是大家公认的，我不能嫁给宝爷，还有谁能？南初，你别太嚣张，你老公不就是因为是宝爷的大学同学，才能成为宝爷的合伙人吗？说好听点是合伙人，其实就是给宝爷打工的。你穷嘚瑟什么？南初丝毫不恼，你也说你这个未婚妻身份是大家公认的，那请问宝爷本人有承认过吗？宋小姐，我提醒你一下呀，不辟谣不代表是真的，也许伯爷只是懒得搭理那种绯闻。正牌未婚妻，除非他自己下场承认，否则谁说的准呢？我现在就打电话让宝爷过来。南初，你给我等着。宋依依做事就要掏出手机打电话，南初好心提醒他，你确定要叫宝爷过来？你想让伯爷会会你那小情人？说完，南初朝他晃了晃自己的手机，手机里可是拍到了一些见不得光的照片。宋依依虽然愤怒，却还不至于被怒意冲昏了头脑。小不忍，则乱大谋。他走近南初和乔瑜，咬牙威胁道：今天算你狠，不过你要是敢把照片爆出去，我就把乔瑜偷偷生孩子的事情给抖出去。宝爷若是知道乔宇背着他，
生下一个孩子打算套牢他。你猜，像伯爷这么痛恨背叛和威胁的人，会把乔瑜和那个本就不该出生的孩子怎么样？乔瑜眼底一震，你调查我，随便查查罢了。乔瑜，没想到你能耐挺大，不过你真是不怕死，瞒着宝爷干出这么大的事。他若知道，没准会失手掐死你，你最好让这个秘密永远烂死在肚子里。南初动怒，宋依依，你的把柄我手里可有一大堆，你要是敢搞乔瑜和孩子，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败名裂，那就走着瞧吧。宋依依冷冷笑着，恨恨瞪了他们一眼，转身离开了专柜。乔瑜并不担心宋依依会把这件事抖出去，因为宋依依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宋依依想成为薄太太，就不可能愿意承认薄寒石和别的女人之间有个孩子。她只是怕宋依依现在知道了相思的存在，会不会对相思不利。南初安慰她，鱼，你放心，宋依依不敢的，她要是敢搞你和相思，我就让她在圈内混不下去。就在乔瑜怔中之间，徐特助的电话打了过来。乔小姐，宝爷让你今晚去御景园。乔瑜愣了几秒，好，我知道了，挂掉电话，心里五味陈杂。其实他跟薄寒石已经有1周没见过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找他去御景园。乔瑜先去学校接了相思回家，又给小家伙做好晚饭后，才打算离开。走之前，他嘱咐小相思，不管谁敲门都不能开门，也不要发出声音。待会儿妈妈走了，你就把门反锁起来，去房间里玩平板或者是睡觉，知道吗？相思点点小下巴，知道了妈妈，我又不是第一次一个人在家，我会很乖的。乔瑜眼底满是愧疚，可他又没有办法。之前是因为晚上出去兼职，只好把相思一个人留在家里，而现在他又要去应付薄寒石。乔宇抱住他，眼底温热，相思，等妈妈挣够了钱，就带你和外婆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咱们仨以后再也不分开了。那妈妈，你快去吧，我会乖乖的，你放心吧。要是有事给我打电话。好。晚上7点，乔瑜到了御景园，可是他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他，更没人给他开门。薄寒石好像还没回来，他给徐正打了个电话，徐特助，我到御景园了，但是保总不在。徐正看了一眼还在应酬桌上的男人，乔小姐，麻烦你等一等，伯爷这会儿还在应酬，暂时走不开。挂掉电话后，徐正走到薄寒石身边，在男人耳侧说，宝爷，乔小姐到御景园了。薄寒石什么都没说，只是神色淡漠的继续应酬，根本没有离席的打算。徐正看出来了，伯爷这是故意耗着乔小姐。御景园里，乔瑜就坐在别墅院子的台阶上等着。帝都的夏夜倒是不冷，可这别墅的绿化实在是太好，院子里到处是蚊子，他手臂上、腿上叮的全是包。他点亮手机，看了眼时间，11点37分，薄寒石依旧没回来。他站起来想走，可又不敢走，只能又坐下来，继续漫长的等待。不知等了多久，他腿都坐麻了。一束汽车的远光灯亮起，打在他脸上，刺得乔宇睡意全无。第35文我，那辆黑色迈巴赫缓缓开进院子里，乔宇连忙站起身来，恭迎薄寒石大驾，不敢稍有怠慢。后座车门打开，男人下车，迈着长腿朝这边走来。他穿着一套质感极好的黑衬衫黑西裤，左手臂挽着脱下的西装外套，领带不再是一丝不苟地系在脖子上，而是扯松了。衬衫领口也解开了3颗纽扣，露出冷白的男性锁骨。平日里境遇又高冷严肃的薄寒石，此刻多了几分松弛感和慵懒的野性。他走到乔宇身边时，乔宇明显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不浓，却也不淡了，大概喝了不少。等了很久，从7点等到现在凌晨1点多，快7个小时了。但乔宇不敢抱怨，只淡笑着说，没多久。男人眸光微动，就那样看着乔宇，目光深沉的令乔宇下意识自省，他又哪里惹怒他了吗？薄寒石越过他，用指纹解锁，并说密码是2017年7月10日，下次你可以直接进来。2017年7月10号是乔宇在法庭上指证他的那一天。乔宇怔住了，他苦笑道，对不起，让你在那一天有那么糟糕的回忆，是他不好，我用这个做密码，只是用来时刻警告自己，你是我的仇人。至于回忆，你和我之间的回忆，除了你指证我这件事以外，其他的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薄寒石背对着他，俊脸隐没在昏暗里，声音冷得没有情绪。乔宇眼底微热，他扯唇说，忘了也好，薄寒石的人生应该是前途无量、意气风发的。
不该被那不堪的过去连累。就像是他，只是粘在他鞋上的淤泥罢了，擦掉就好了。别墅门打开了，乔宇跟着薄寒石进屋。今晚，薄寒石似乎很累，一进屋扯掉领带，便靠在沙发上休息。乔宇手里提了个礼品袋，始终没放下。他犹豫了半天，不知道是直接放在桌上，还是跟他说一句比较好。薄寒石自然也看见了，微微皱眉：“你手里拿的什么？”我跟南初逛商场的时候，刚好看见这个东西，觉得也许你能用得上，就自作主张的买了是沉香条。柜姐跟我说，这个塞在烟里起到清喉润肺的作用，你可以试试。要是不喜欢，就丢了；要是觉得还不错，继续买给我。啊！乔宇慌神，反应了几秒，薄寒石大概是不喜欢他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他连忙说，要是薄总觉得这个挺好用的，可以自己再买，或者是让宋小姐。为什么忽然送我东西？薄寒石的提问方式像是在审问犯人，尤其是他姿态放松的坐着，乔宇拘谨的站在那儿，乔宇压力就更大了。他一五一十的交代，我听南初说，薄总知道赵飞联合陈强抢了我业绩之后，就立刻让人事部开除他们，这算帮我。而且上次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薄总都救了我，这礼物也不值钱，就是我的一点心意而已。开除赵飞和陈强只是为集团清理门户罢了，与你无关。乔宇水眸微微垂着，点头。我知道，我不会自作多情的。他那样子，乖的不行，像是他做什么，他都不会生气一般。可他越是这般逆来顺受，他却越是觉得烦躁。一抹高大的身影笼罩住他，屋里只亮着一盏小夜灯。薄寒石站在他面前，看着他说：“既然想感谢我，就该知道这种小玩意远远不够。那薄总想让我怎么感谢？”薄寒石没说话。可下一秒，乔宇被推到沙发上，薄寒石欺身而上，两条大长腿跪在他身体两侧，桎梏住他整个人。吻我，一双漆黑的深眸直直地盯着他，那目光里深邃冰冷，没有一点爱意，却又说出那样令他脸红心跳的两个字眼。乔宇热着脸靠近他，仰头，唇瓣贴上他的，他动作里全是小心翼翼，不敢像是从前那样吻得很深，只浅浅地吻着他。可那蜻蜓点水般的动作，却像是故意撩拨。薄寒石大手插进他浓密的发丝里，扣住他的后脑勺，低头，反客为主，吻得很深，唇舌交缠。面对薄寒石，乔宇从来都没有招架能力，他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清醒沉沦，明知不会有未来。吻着吻着，乔宇眼角滑下一抹温热，他感觉身体一轻，薄寒石抱着他去了卧室。上次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和他发生了关系，可这次不一样，他是清醒的，各种情绪在心脏处堆积，快要爆发，隐忍亦或是心痛的眼泪将发鬓染湿。薄寒石却误会了，觉得自己在出卖身体，所以委屈不甘。他的确从未想过，他和他之间的鱼水之欢有一天会被当作交易。他是卖家，而他是买家。薄寒石的动作不温柔，甚至有些凶残。他说一次1万，别给我摆脸色，摆这种不甘愿的脸色，会让他觉得他薄寒石竟然也会强求一个不甘愿留在他身边的女人，而这个女人还是他的仇人。他在犯贱，一次又一次。乔瑜牵了牵唇角，努力对他笑，可当他看见他左胸口那道明显的疤痕时，却怎么也笑不出了。这就是他在狱中差点被刺中心脏的那个刀疤吧。他缓缓伸手抚了上去，将脸埋进薄寒石肩头，泪水四溢，好像他说再多的对不起都显得苍白无力。结束后已经是下半夜，薄寒石晚上喝了酒，胃疼得厉害。乔瑜套上衣服，下楼去厨房给他冲蜂蜜水。薄寒石靠在床头，调整着呼吸，试图让胃痛缓解一点。手机忽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不想接，掐断一次，下一秒又响起。男人微微拧眉，接了起来，谁？口气很不好，可那边的小奶音软软的，很亲切。叔叔，是我呀，相思，你怎么那么凶？薄寒石有些无奈和语塞，这大半夜的，这小鬼给他打什么电话？你怎么还不睡？虽然有些不耐烦，但薄寒石的口气却比刚才柔和了许多。那边的小奶包叹气，我本来睡着了，可做了个噩梦，就被吓醒了。我妈妈不在家，她工作还没回家，我不想打扰她，但是我又害怕，就想给叔叔打电话了。不过叔叔原来也没睡，我跟叔叔真是心有灵犀。第36半个月内，
搞定他。小相思话很多。薄寒石听了他许久的絮叨，直到乔瑜端着蜂蜜水准备进卧室，薄寒石对电话那边说：“早点睡吧，如果还害怕，就玩会儿游戏吧。”男人的声音很温柔，也很有耐心。乔瑜愣在房门口，没有进去。他是在跟宋依依打电话吗？电话里，相思念念不舍。好吧，那叔叔，我挂了哦。晚安，晚安。他们互道晚安后，薄寒石这才挂掉电话。挂完电话，他看着电话记录，唇角不自觉地牵了牵。这小鬼真是个自来熟，不过还挺可爱。薄寒石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明明不喜欢小孩子，却跟这个小家伙很投缘。乔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薄寒石似乎真的爱上宋依依了。情不自禁对着电话记录笑的时候，大概是一段新感情开始的最初模样。乔瑜尽量让自己忽视心底那抹落寞。进了卧室，蜂蜜水好了，他将蜂蜜水递给他，薄寒石慢慢喝着，胃疼缓解了不少。他想起白天在香家专柜碰到宋依依和小奶狗的事情，怕薄寒石入戏太深，以后若是知道宋依依背叛他，会再次绝望，重蹈覆辙。他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试探性的问：“最近和宋小姐感情还稳定吗？”男人端着蜂蜜水的修长手指一怔，他看着乔瑜那双渴求欲很深的目光，有些讶异。他这么八卦他和宋依依的事，难道是吃醋了？还不错。说完，他审视着他眼底的情绪变化，可乔瑜的眼底没有一丝失望，他反而是松了口气。那就好，不过女孩子还是需要陪伴的，如果你一直忙于工作，宋小姐也可能会失望。一个人失望久了，可能会……砰！男人将杯子重重放在床头柜上，打断了乔瑜的话：“我陪不陪宋依依，轮不到你智慧。”乔瑜不敢吭声了，转移了话题：“你饿了吗？我去给你煮碗面条吧。面条对胃好。”问完，他就收走了装蜂蜜水的杯子，又下楼去做面条了。薄寒石看着他单薄的背影，眉心拧了拧，对他又恨又气。今晚他才注意到，他脖子上已经空了许久，那银戒指他似乎真的不戴了。他那么关心他和宋依依的感情，是希望他和宋依依修得正果，然后他顺理成的脱身离开他。可惜他不会如他愿。乔瑜在御景园过夜了。第二天一早，他跟着薄寒石的车来公司，到了地下停车场，他先走一步，生怕被别人看见又要传风言风语。可有时候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上午工作时间，江晚作为策划部人员去探勘环宇售楼处的现场情况，一眼就瞅见了乔瑜。他拦住乔瑜：“今天早上我看见你从韩石哥的车上下来，昨晚你住韩石哥家了。”乔瑜不想惹事：“江小姐，你看错了，那不是我，你当我眼瞎呀？”乔瑜，你真的挺有本事，把我歌迷的五迷三道不说，现在又重新缠上韩石哥，你究竟使的什么手段？韩石哥有未婚妻了，你还缠着他，要不要脸？乔瑜笑了：“江小姐，如果你是薄总的未婚妻，你这么质问我，我不会觉得奇怪，可你并不是薄总的未婚妻，我缠不缠着薄寒石，都轮不到你那么激动。”江晚一下子被戳中了小心思，不免难堪。他恼羞成怒道：“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三当三的样子，不如你去劝劝薄寒石，让他放过我。”说完，乔瑜便离开了，去那边招待客户去了，那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激得江晚牙痒痒。江晚打出一个电话：“喂，你回国了是吧？”“当然了，都回来玩了1周了。”“找我什么事啊，江大小姐？帮我一个忙。”“什么忙？”那边的男生吊儿郎当的。江晚水眸一眯，一抹算计：“你不是最爱泡妞吗？我给你物色了一个妞，你泡不泡？有这种好事？别废话，到底泡不泡？”“泡啊，有妞不泡是傻逼啊。不过不会是个丑女吧？有言在先啊。我是爱玩，但我可不爱跟丑的玩，我可以给你发照片，你应该会满意的。”“行啊，江晚，你够意思。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半个月内睡到他，把和他的床照发给我，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强的，来软的，都无所谓。”那边里的男生不以为然：“半个月内，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在国外1周1个，半个月还不让碰的，不是性冷淡，就是故作矜持的，想放长线钓大鱼，假矜持的女人我见多了，装不到1周，原形毕露。”江晚笑笑：“不置可否，别那么自信，这女人可不一般，她很能装。切，那我更要会了，微信发我照片。”挂了。
江晚挂掉电话后，心情愉悦了很多。这个安景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华人圈认识的。按照安景成自己的话来说，就没有他搞不定的女人，无论矜持的还是 open 的，到了酒店大床上都一个样。当初乔宇嫌弃韩石哥是个穷小子，果断背叛了他。如今他缠着韩石哥，不就是看中了韩石哥的钱？安景成也有的是钱，难保乔宇不会另攀高枝。SY 集团总裁办公室，陆之律敲了好几次门，里面都没人应。他推门进去，就看见薄寒石拿着一根沉香条在发怔，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嗨嗨，陆之律咳嗽了2声，薄寒石这才回过神来，将那根沉香条随意丢在了桌上。什么事？没事儿，就是来找你聊聊天儿。你对着一根沉香条发什么梦？我敲好几次门，你都没听见。薄寒石表情有些不自然。你没到，没什么，只是没用过这东西。这玩意儿就是插在香烟里用的呀，用了这个，嗓子是会舒服点儿。不过烟味嘛，就差点意思。我最近刚好嗓子不舒服，你不用的话，这和我拿走用了呀。陆之律手刚伸到那盒沉香条上，薄寒石就已经拿走，将沉香条丢进了抽屉里。我最近嗓子也不舒服，你要用自己买，这么小气。第37S 事实 Y 是语。陆之律觉得不对劲，忽然想到了什么，恍然大悟，这不会是乔宇那女人送的吧？我想起来了，昨天南初拉着乔宇去逛商场，给我爸买雪茄，沉香条是乔宇顺手买的吧？薄寒石绷着脸，不承认。不是，好吗？不是就不是，你干嘛那么严肃？你呀，全身上下嘴最硬不过那女人，也就是顺手给你买个小玩意，你别心软了。像抽烟这种嗜好，顶多成瘾，可爱情一旦沾上，那是要入魔的。乔宇之于薄寒石是蛊毒，陆之律怕他重蹈覆辙，一蹶不振。男人脸色乌蓝，冷声道：我不会在一条河里跌倒2次，我没那么不长记性。乔宇也没那么大魅力。陆之律玩味的笑，在我看来，乔宇的确没什么魅力，但是你长不长记性难说。读研那会儿，谁不知道薄寒石谈了个小他5岁的小学妹，喜欢的不得了，连哥几个递来的烟也不抽了，就因为乔宇不喜欢烟味。薄寒石口袋里都是乔宇色的薄荷糖。当年啊，薄寒石都快直博毕业了，大好的前途全毁乔宇手里了。陆之律有时候真搞不明白，乔宇有什么好，好到让薄寒石念念不忘，哪怕是恨着，也恨了足足6年。对了，再过几天就是集团成立6周年了，周年庆你打算怎么办？你和宇川有什么想法？去跟策划部交涉吧，我随意。周年庆是6月6号，这不仅是集团的6周年纪念日，还是乔宇的生日。当年创立这个公司，是他打算送给乔宇的18岁生日礼物。他想规划一个属于他们未来的美好蓝图。SY S 是薄寒石的石， Y 是乔宇的宇。那个美好蓝图里，曾经乔宇是女主人，可后来6月6号那晚却成了他一生的污点。而这一切都是拜乔宇所赐。那么讽刺，环宇售楼处洗手间内，马上就是咱们公司的6周年庆了，这次售楼活动肯定会很火热。6周年，又是6月6号，666周年庆活动肯定很给力。要是我有钱，我这次就下手了。关于咱们薄总，一直有个传言，听说他在直博的时候谈过一个女朋友，而 SY 在最初创立的时候选择了6月6号这天，就是因为这是薄总送给他初恋女友的生日礼物。卧槽，这么浪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位初恋女友对于薄总而言，大概就是小说里白月光级别的存在吧。不过那白月光眼真瞎，这么优秀专一的男人都能抛弃，谁说不是呢？要是那位白月光没抛弃咱们薄总，有宋依依什么事儿啊？江晚在洗手间洗手，听着这八卦，心里的火星子直冒。等那蹲坑的2人从里面出来，江晚堵住他们，薄总的私事也是你们能随意谈论的。刚才你们的对话我已经录音了，你们要是还想留在集团，以后就乖乖闭紧你们的嘴巴。那2个女职员有些无语，这位同事，我们就是随便开开玩笑的，你怎么还上纲上线了？就是哪个公司没点茶水间文化，厕所八卦的，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合群？江晚苛刻道，别的公司我不管，但这里是 SY， 我是策划部的人，这里是售楼处，你们的对话要是被客户听见，影响很不好。
闭紧你们的嘴巴。还有，博总没什么白月光，你们少在这边杜撰小故事。那2个女职员看出江晚是个事儿逼，小声咒骂着，赶紧走了。他是不是吃错药啊？跟他有什么关系？火气那么大，更年期了吧？江晚擦干净了手，给安景城拨出一个电话。你到了没？到了，正准备勾搭呢。挂了。江晚看向镜子里，唇角勾了勾，眼底尽是凶意。白月光？若是这白月光脏了吗？售楼处大厅，乔宇正在给安景城介绍房型。安景城听了半天，用墨镜挠了挠额头说，美女，你这样干说，我什么也看不见啊。买房，我要看见货真价实的东西，这个要求很合理。这样吧，安先生，我带您去我们样板间看看。那走吧。环宇国际是7房，样板间那栋盖好了，还有好多栋还在盖。到了环宇国际的小区内，乔宇给安景城介绍，虽然还没彻底完工，不过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安先生刚才选的那一套180的，数量已经不多了，还剩3套，如果安先生觉得满意，可以尽快买下来，今年年底差不多也能交房了。行啊，我在你这儿买一套房，你几个点提成啊？乔宇实在没遮着掩着，大大方方说了2个点，那也才几十万，卖房子很累吧？其实还好，我比较能吃苦。到了样板房里，乔宇去开灯，在他身后的安景城忽然崴脚，哎呀！乔宇转身连忙去扶他。安先生，怎么了？安景城一脸痛苦，那个门槛绊了一下，好像崴脚了，脚踝好痛啊。那怎么办？我扶您去那边椅子上坐坐，真是抱歉啊。您疼得厉害吗？要不我送您去医院吧。安景城看他这么关心他，觉得这女人差不多也上钩了，他一个旋身，忽然将她壁咚。乔宇吃惊，安先生，你脚好了？安景城低下头来，那双含情脉脉的桃花眼直勾勾地看着他。看你，大热天的带我来看房，头上都是汗，我给你擦擦。说着，安景城拿起纸巾就要帮他擦汗。乔宇反应很快，拿过他手里的纸，连忙道：我自己来。接着，男人的手又抬起，要去帮他捋耳鬓滑落的发丝。乔宇吓得从他胳膊下方赶紧溜了出来。安先生，你看看这样板房，还合您心意吗？乔宇继续装糊涂，他很想拿下安景城这一单。相思的介入手术，实在不能再拖了。安景城随便看了2眼，最终目光落在他那张漂亮清丽的脸蛋上。乔小姐，你这么漂亮，做个普通女销售，可惜了，卖房这么累。你那么漂亮的脸蛋，也算稀有资源，卖房对你的漂亮而言，回报率太低，亏了。乔宇装傻，安先生，比我漂亮的人很多，我不算什么，而且我挺喜欢卖房的，您看，这房您要吗？安景城从钱夹里抽出一张名片和房卡，递给他。今晚你可以带着合同来悦榕庄酒店找我2个点的提成而已，你卖力一点，没准一晚上10个点都有了。安景城见他不语，靠近他，在他耳边暧昧道：乔顾问，你今天这条职业包臀裙很不错，很适合你，下了班不用换衣服，直接穿这套来见我就可以。第38，薄是宠溺。乔宇本不想得罪客户，可安景城说的话越来越过分，他弯了弯红唇，不卑不亢道：安先生如果是来找小姐的，来错地方了，这里是售楼处，不是夜场，这里唯一出售的东西只有房子。安景城觉得乔瑜在故作矜持，口气纨绔至极。那乔小姐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当然我不介意二手房的，有些二手房比新房有意思。乔瑜皮笑肉不笑，看来安先生很懂新房和二手房的区别。那不知道安先生是新钥匙还是旧钥匙？不等安景城回答，乔瑜忽然屈起膝盖，往上用力一顶，击中安景城命门。啊靠！安景城捂着命门，疼得脸色涨红。安先生，好好管管自己的钥匙吧。房呢？我不卖了，你要是想买，找其他同事吧。说完，乔瑜便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了。安景城弯腰抱着自己，在原地痛得直骂娘：乔瑜，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今天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卧槽，他妈的下手这么狠，干！与此同时，样板房对面的楼里，这边窗户刚好能看见对面样板房里的动静。江晚正拿着手机拍照，画面放大，拍了一堆乔瑜和安景城靠在一起显得极为暧昧的照片。他将这些照片全发在了集团大群里，群里立刻炸了。这么拼，为了卖房连自己都卖，女销售就是比男销售吃香啊！
快给我们男销售留点活路吧！我要是女的就好了，一个月至少能卖出10套房。各种难听的话都在群里炸开。这个群都是普通的销售和策划，里面没有集团高层，所以聊天说话比较放肆。不过八卦永远是传得最快的，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扒出照片里的女销售是乔瑜，这件事也会很快传到高层那边。等韩石哥看见这些照片，他还会觉得乔瑜那朵白莲花纯洁无瑕吗？江晚得逞一笑，退出微信，打开摄像头，打算继续拍摄，结果发现乔瑜从镜头里消失了，只剩下一脸痛苦的安景城。江晚立刻给安景城打电话，什么情况？乔瑜呢？江晚，你他妈是故意的吧？找这种泼妇让我泡，我要是真伤着了，我跟你没完，痛死我了！我告诉你，我们安家3代单传，要是到我这代绝了。你，乔瑜，一个别想跑！电话那边的安景城气到爆炸，大吼大叫：安景城，你疯了吧？敌友不分，自己没用还乱咬人，你他妈说谁没用？江晚直接掐断了电话，嫌弃的吐槽道：真是猪队友，一个女人都搞不定。但看着已经炸锅的大群，江晚又得意的笑了，只要能整到乔瑜，他就莫名爽。乔瑜以色交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 SY 集团上上下下，就连乔瑜去上洗手间都有人指指点点，那些同事对他避而不及。难怪我说他刚进销售部第1天就能卖出1套房，原来是靠出卖色相。像我们这种安分守己的，以后怕是没饭碗了。你跟人家学学，多调几个大客户，没准金龟婿都钓上了。你看我像狐狸精吗？我这一看就是良家妇女啊，我是做不来那种事。这倒是，我宁愿只拿底薪，也不愿意干出这种龌龊事。乔瑜面色如常的从那些碎嘴子身边走过，他没做过就是没做过，懒得解释。可乔瑜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开始被销售部孤立。他的工位椅子上会忽然出现一坨胶水，他的电脑屏幕上有用口红写的英文字母 Beach， 他放在工位下准备见客户穿的高跟鞋里面被倒满了水，甚至连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同事都故意不通知他，导致开会时他总是迟到。他们的手段很幼稚，可也很成功，成功的让乔瑜孤立无援。1号楼总裁办公室，徐正汇报道：宝爷，这件事我去查了，是那位叫安景城的客户骚扰乔瑜，在先安景城跟销售部投诉了乔瑜，说乔瑜作为销售顾问不敬业。其实是安景城对乔瑜进行性骚扰，结果被乔瑜踢了一脚，可好像是踢中要害了，伤得不轻。他在医院开了验伤单，说是准备起诉乔瑜。徐正差点忍不住想笑，男人眸光一顿，似是有些诧异。我还以为这些年他早就习惯逆来顺受，没想到还会踹人，语气虽然冷冷的，却能听出一丝欣赏。徐正多说了句：乔小姐估计也就在您面前。逆来顺受我听说。前阵子江晚故意把他的饭菜打翻了，不肯道歉，乔小姐直接把江晚打的那份饭菜盖在了江晚脸上，这行为怎么看都不是逆来顺受的主儿吧？薄寒石薄唇勾了勾，很快又冷下脸去。你没训斥，谁给他的胆子在公司这么横？徐正故意说：那我现在就去销售部把乔瑜叫来认错，给江晚道歉，给安景城道歉。男人冰冷的眼神狠狠剜了他一眼。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啊？其实有没有可能他平时话也这么多？徐正清了清嗓子，正色道：不过宝爷，现在乔瑜在销售部的处境很糟糕，他被孤立了，可能很快就干不下去了。如果被孤立就辞职的话，那他也太弱了。徐正干笑，心想又不是人人都跟您似的，在里面待了3年，出来还能成就这么大一番事业，寻常人哪有这魄力和忍耐力？这世界上有几个薄寒石？但徐正只敢在心里避避，不敢说出来。徐正察言观色，试探性的问：宝爷，我们要不要派人在群里警告一下乔瑜？像他这种得罪客户的行为，我们必须严厉批评。表面上是批评，可实际上是在帮乔宇证明清白。薄寒石冷哼，不仅话多，还自作聪明。可徐正摸摸鼻子，男人不冷不热的拿起一份合同开始翻阅。这么无聊的事，你爱做就做，别拉着我参与。声音不咸不淡，不赞同也不反对，那就是支持。明白了，这是我的意思，不是伯爷的意思。帮乔宇这件事与伯爷无关。薄寒石怎么有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
第39又心软了。徐正立刻就要去办，走到门口时，男人傲娇又高冷地说：“以后他在公司被欺负的事，不用跟我汇报，我不关心。明白？”他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等徐正离开办公室，薄寒时将手里的合同摔在桌上，莫心思看了，胸膛里有一抹躁郁挥之不去。他垂眸看着手指上烟蒂烫伤留下的浅灰色伤疤，眉心中是皱了皱。这段日子，这烫伤的疤痕一层又一层的叠，连他自己都快数不清。心软的次数。SY 集团园区内，10号楼的顶楼是个公共咖啡厅，咖啡厅转角木质楼梯上去是个小天台，人不多，极为清静。乔宇买了杯咖啡，上了小天台吹风。这几天他在销售部被霸凌的快要撑不下去了，不是没动过辞职的念头，可是离开 SY， 他似乎暂时找不到比地产销售提成还要高的工作，哪怕只成一单，相思的介入手术费也完全够了。手机响了起来，是幼儿园大班老师打来的。是乔相思的家长吗？是，我是乔相思的妈妈老师，有什么事吗？明天我们要举办一个亲子活动，您和孩子的爸爸能一起到场吗？大概下午2点左右吧。乔宇犹豫了下说：“老师，我一个人去可以吗？孩子爸爸可能去不了。”这样啊，那好吧，要是能来，尽量来吧。好，谢谢老师。挂掉电话后，乔宇长长的吐出口气。他时常在想，要不要告诉薄寒石关于相思的存在。可是薄寒石那么恨他，他真的怕薄寒石会认为他是在用相思来道德绑架他，又或者是抢走相思，惩罚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相思。他靠在天台上，思绪烦乱，拿出一部老款手机，打开默默翻着。这部手机薄寒石有个黑色同款，是当时买的情侣机，他这台是白色的。2台手机的手机号码都是特意挑选的，只是这台手机他后来再也没用过，也不用来打电话，只是一直续着费，怕停机太久手机号会被回收。这台手机里存了一堆他们热恋时的美好回忆，包括聊天记录。那时乔宇一不高兴了，就给薄寒石发短信，又不理我，不开心怎么办？小狗说汪汪汪汪汪汪。那时的薄寒石无论再忙也都会有回应。乔宇看着那条短信记录笑了起来，在笑什么？背后响起一道熟悉的男声。乔宇连忙将那台老手机收进口袋里，他转身便跟江宇川打了个招呼：“啊，没笑什么？看了一个笑话，江总也常来这里吹风。我还以为你被销售部那群人欺负，已经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想着辞职呢。看到你还有心情看笑话，证明抗压能力不错。”乔宇苦笑，是想过辞职，我心理素质没江总想的那么好。要是还有人对你做更过分的事，你尽管来告诉我，我去处理。乔宇摇摇头，这不太好，在公司我还是和江总装作不认识比较好。如果销售部的人知道我和江总的私交，恐怕又会说3道4我倒没什么，但这对江总来说名声不好。你是觉得对我名声不好，还是怕寒石知道我在帮你？乔宇实话实说，都有。他恨我，而你是他最好的兄弟，如果你帮我，他可能会因为我而迁怒你江总，为我这种人不值得的。江宇川心疼道，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你不必跟我如此见外。老实说，我更喜欢你称呼我江学长，喊江总，总感觉太见外了。乔宇没说话，只是无奈的笑笑。他一直都觉得和薄寒石身边的人保持距离是件好事。雨雨，你不必这么自责的。6年前你被判寒石，后来我们也都知道，你是因为你母亲2选1，一边是至亲，一边是挚爱。换作是我，也不见得比你做的更好，这不能怪你。我可能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让自己负罪感不那么深刻。薄寒石在里面那3年是真的，他在里面差点死了，也是真的。我的确对不起他，他恨我，实属正常。若当年换作是他这样对我，我大概也恨透了他吧。那年的薄寒石才23岁，风华正茂，跟着导师打赢了好几个有名的官司。他攻读的是双博士学位，法律和金融，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都是未来屈指可数的人物。可如今，他因为那段黑历史，再也不能作为辩护律师上法庭，为当事人讨回公道。薄寒石说过，他的亲生父亲死于一场阴谋，幕后黑手权势滔天。他读法律是为了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而双修金融只是为了挣足够的钱，有足够的地位，给他优渥的生活。所以乔宇一直认为薄寒石是更喜欢当律师的。
如今他失去了亲自给他父亲翻案申辩的资格，是他一手剥夺了他的资格，他怎能不恨他？他明知道，他当年的理想是打算成为一位出色的律师，而如今，薄寒石只能看着陆之律上法庭打官司。听南初说，陆之律每次出席庭审，薄寒石都会坐在庭审观众席。也许，陆律师身上有他曾经破碎的梦想，乔宇根本不敢奢求，薄寒石有朝一日会原谅他。他亲自碾碎了他的梦想，挥刀斩断了他曾经的无限可能。那是一个年轻人最宝贵的东西。雨，6年过去了，你其实还很年轻，一直活在负罪感里，你的人生会被毁掉。乔宇眼角微红，要是我的人生毁了，能让薄寒石释怀，那也挺好的。一报还一报必竟，当年我也亲手毁掉他的人生。寒石他现在有 SY， 已经走上金字塔顶尖，也许现在他所拥有的比他一开始为自己设定的路还要好。雨，你曾经的确对不起寒石，可你也要为自己而活。江总，谢谢你安慰我。江宇川拿出一张纸巾递给乔宇，乔宇接了过去，擦了下湿热的眼睛。镜天台的玻璃门后，薄寒石站在那儿，脸色阴沉。原来在销售部被欺负得这么惨，也没来找他吭一声，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攀附人选。呵，江宇川心软善良好骗，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第40，他偷偷生下一个孩子。薄寒石转身径直离开了天台，再也没回头。乔瑜吹完风就回到了销售部，旁边的女同事推推他的胳膊，没看出来你长得瘦瘦的，居然那么强悍。乔瑜有点懵，什么？你没看群消息吗？集团通报批评你了。不过我怎么总感觉是在帮你澄清谣言。乔瑜听得稀里糊涂的，这才打开微信群，公司的大小群都爆了。群管理员发的通报消息，销售部乔瑜因为正当自卫踢伤客户安景成，此鲁莽行为不予支持，但念在是初犯。通报批评一次，各位女同事如果遇到流氓客户，应该直接告知公司领导，集团法务部会为你们伸张正义。所有人。此消息一出，一群人议论纷纷。所以说，是安景成是骚扰乔瑜在先，乔瑜还把他给踹了。乔姐，6啊！天哪，我之前还误会他是为了卖房勾搭客户。Oh my god， 女性模范啊！乔姐，我低神。那个，我八卦一下，是不是踹了安信客户的命根子我也对这个表示很八卦，有没有人知道情况？安景成都气到把乔瑜给告了，那肯定是断子绝孙了吧？我靠，这么劲爆！乔姐牛逼！666666。乔瑜看完这些消息，愣了下。这通告表面批评，实际上就是为他澄清他和安景成的关系。难道是刚才江宇川叫人发的通告？乔瑜给江宇川发了条短信：江总，谢谢你帮我澄清。江宇川收到短信后也愣了下，他扫了一眼群里的消息，大概了解了，这则澄清通告不是他叫人发的，难道是寒石？江宇川正思忖间，办公室的门就被用力推开。哥，是不是你在帮乔瑜？江晚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语气有些蛮横。江宇川起身去关上门，这才训起江晚，我还想问你，安景成是不是你故意安排去陷害乔瑜的？你说什么啊？安景成来买房，乔瑜勾搭上他，关我什么事啊？安景成是你的朋友，要不是你撺掇，他能那么赶巧找上乔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哥，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外人骂我？乔宇在你心里比我还重要。再说，就算我让安景成在他那边买房，我不是照顾他生意吗？谁叫他爱攀高枝，总想勾搭男人，这能怪我吗？啪！江宇川一巴掌扇在江晚脸上，江晚捂着脸，震惊地看着江宇川。哥，你竟然为了乔瑜打我！他们父母早逝，江宇川如兄如父，一直都很宠爱江晚这个妹妹。可江晚气性高，脾气嚣张，总是恃宠而骄，久而久之，江宇川也发现渐渐管不住她了。可江宇川心底毕竟是疼爱这个妹妹的，打完他也慌了神。婉婉，江晚委屈的哭了，他瞪着江宇川说：哥，连你都被乔瑜迷惑住了，寒石哥围着他转，你也围着他转，你们迟早有一天会发现他的真面目。说完，江晚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江宇川正在原地，这是他第一次打江晚，从小到大，江晚犯再多错，他都没舍得动过手。皇城酒吧，江晚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酒，他做梦都没想到哥哥竟然会为了乔瑜打他。他一边哭一边喝，旁边有上来搭讪的臭男人。美女，
一个人啊，不如一起。他吼道：“滚！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也配搭讪我？切，不乐意就算。说话那么狠毒，小心嫁不出去。我嫁不出去要你管。我哥是 SY 集团的高层，只要我愿意，有的是男人愿意娶我。想到嫁人，他最想嫁的是韩石哥。自从那个暑假，韩石哥来家里找哥哥，他一眼便爱上了那个男人。可那时，薄寒石身边站着乔宇，乔宇那个贱人，凭什么能被韩石哥看上？江婉握紧了手机，赤红着双眼打了个电话给宋依依：“依依姐，我是婉婉，乔宇最近来 SY 上班了，经常借着工作机会勾搭韩石哥，这件事你知道吗？”电话那边的宋依依一听就气炸了，这个贱人，他是想利用他那个野种坐上薄太太的位置吗？野种？江婉一怔：“是啊，他背着宝眼，偷偷生下一个孩子。婉婉，这事儿你暂时不要声张，我是看我们谈得来，我才告诉你。”第41请薄寒石看电影，乔瑜竟然有了韩石哥的孩子，怎么会？乔瑜这个贱人，一定是他设计韩石哥，一定是。江婉得知这个秘密后，气得快疯了，他捏着酒杯，指节用力，发泄的似要捏碎。乔瑜一定是打算利用那个野种，让韩石哥跟他复合，甚至想借着母凭子贵，逼韩石哥娶她。他不会让乔瑜得逞的，那个野种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乔瑜根本不配生下韩石哥的孩子。江婉恨得快要把后槽牙咬碎，哗啦，他猛地挥手，将桌上的鸡尾酒全部扫落在地，气疯了。乔瑜忙了一天，晚上7点半才下班。帝都的夏夜，这个点天才刚黑下来，坐上公交车，路过商场大屏幕时，上面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是 SY 集团6周年庆的活动广告。6月6号，这要巧，这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不过他早就不过生日了，自从6年前薄寒石入狱，他生日那天是他们之间最后的美好回忆，也成了裹着蜜糖的刀片。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小相思，妈妈，你回来没有？在路上了，很快就能到家了。你想吃什么？我买了带回家。嘿嘿，干妈也在哦，你快回来，我们准备了惊喜给你。”电话里，小相思神神秘秘的说完，就挂掉了电话。乔瑜看着挂断的电话，宠溺淡笑。乔瑜刚打开家门，一片黑暗，他正摸索着去开灯，一道小奶音唱起生日祝福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相思一边唱着歌，一边捧着点了蜡烛的生日蛋糕，缓缓走到他面前：“妈妈，生日快乐。”乔宇低头看着那张可爱小脸，莫名的眼眶一热，许是太久没人给他过生日了，久到他连生日蛋糕的味道都忘了。锵锵锵，南初拿着2瓶香槟跑出来：“雨雨，生日快乐。”乔宇的眼泪止不住的夺眶，哭什么？过生日应该开开心心的，我和相思可是准备了一下午呢，快许愿啊！乔宇仰头止泪，他吸了吸鼻子，笑道：“我忽然不知道许什么愿。”小相思提议道：“妈妈，你快许愿，给我找一个大帅哥爸爸。”乔宇和南初扑哧一笑，乔宇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想了几秒，在心里默默许下3个愿望。许完后，他们切了蛋糕，3个人打打闹闹的，脸上都糊了一点奶油沫子。小相思舔着沾满奶油的小叉子，凑过来问：“妈妈，你刚才许的什么愿？有没有许愿找一个大帅哥谈恋爱？说出来就不灵验了。”南初调侃道：“别的小孩都怕找后爸，你这个小鬼倒好，天天催着你妈妈找大帅哥。”小相思不以为然：“后爸坏，是因为人品不好。我能看中的后爸，人品肯定很好。哟，你还给你妈妈物色上了。”乔宇拿着纸巾给相思擦小嘴上的奶油，莞尔道：“妈妈只要跟相思在一起，就很满足了。不谈恋爱，妈妈又不觉得委屈。何况她也不喜欢谈恋爱了，伤人伤己。”相思嘟着小嘴在乔宇脸颊上吧唧亲了一口，很认真地说：“妈妈，我还有个惊喜要给你，不过不是今晚。”“什么惊喜啊？”乔宇有些期待。“秘密，不过你肯定会喜欢的。”乔宇很配合地问：“那什么时候揭秘？”小奶包歪头想了会儿：“周六吧，应该行。周六，那位帅叔叔应该放假有空吧？”吃完蛋糕，南初回去了。相思先洗完澡，坐在自己的小床上玩着平板。等乔宇去浴室洗澡后，他抓起自己的小手表，就给一个被注明为帅叔叔的人打电话。电话拨通后，响了一会儿，
那边接了。喂，相思？小奶包一脸惊喜。哇，叔叔，这次我都没说我是谁，你怎么知道是我？电话那头的薄寒石轻笑着玩味，敢大半夜给我打电话打扰我的人也没几个，你算一个。这小鬼发短信打电话给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说来也奇怪，他竟然把这小鬼的号码给存了下来。说吧，怎么了？又做噩梦了？此时的薄寒石正在工作，但接到这小鬼的电话后，暂时停下了手里的工作，专注地询问着他。叔叔，这周六你有空吗？怎么了？男人微微挑眉。我想请叔叔看电影。薄寒石哭笑不得。你才几岁，就敢请男人看电影？小鬼，你不怕我是坏人？小相思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叔叔，你长得那么帅，怎么可能会是坏人呢？我妈妈说过，相由心生，你这么帅的，一看就是个大好人，绝世大好人。薄寒石长指挠挠眉心，一时无言以对，该怎么跟一个单纯无邪的小孩解释是否是坏人？和长得帅不帅没关系。叔叔，好不好吗？我请你看电影，喝奶茶。薄寒石自然是不会那般荒唐的去陪一个小孩看电影。你妈妈允许你这么做，我自己出来。我妈妈不知道，那我更不能答应你了。小相思皱眉，闷闷不乐道：叔叔，真的不行吗？我用我存的零花钱请你吃火锅也不行吗？干妈有句口头禅，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2顿。薄寒石忍俊不禁：小鬼，你为了出来玩，可真是愿意下血本。相思很认真地纠正他，不是为了出来玩，是为了跟你出来玩。叔叔，答应我好不好呀？小小年纪就这么会撒娇，这些也都是他妈妈教他的。薄寒石自然是不可能真答应他，若真是答应他，岂不是成了人贩子？但这小鬼过于热情，他竟然不忍心拒绝，他只好想了一招。这样吧，我给你发一道数字迷宫题，你要是解出来了，我就答应你。印象中这小鬼才6岁吧，最多也就1年级的水准。难点的数字迷宫题，他大概想破头也做不出答案。叔叔，搜你手机号，能加你微信吗？能。那我待会儿用我的号加你，你要通过哦。我的昵称叫我不想去上学。挂掉电话后，我不想去上学这个微信号很快便添加了他的微信。薄寒石点了通过。我不想去上学，叔叔。哈喽，快把题目发来。薄寒石有些后悔，甚至在想，万一这小鬼真把题目做出来呢？不能请教其他人，如果你作弊也一样不行。好的好的，叔叔，你别啰嗦了，快发来吧。真是人小鬼大。第42开场舞。 SY 集团很快迎来了6周年庆典。周五上午，乔瑜收到一份礼物，一打开是一条漂亮的小礼服，还有一双高跟鞋。一旁的同事纷纷围观，八卦起来。好漂亮啊，香家的裙子很贵哎。乔瑜，你的追求者出手也太大方了吧，不会是上次那位安先生吧？他还不死心。这最佳的银色高跟鞋我最近刷到过，带珍珠扣子的2万块一双。乔瑜，你桃花也太旺了吧。纸盒里摆着一张小卡片，今晚穿漂亮点，别给我丢人，爱你的出。乔瑜拆开一看，笑道：不是什么追求者送的，是我闺蜜送的。真假的？这是什么神仙闺蜜？乔瑜，你闺蜜很有钱吧？这香家小裙子和这家高跟鞋，说送就送，出手也太阔绰了。这种有钱闺蜜，你们都是哪里认识的？我闺蜜什么时候能暴富啊？我闺蜜连喝一杯20块的奶茶都要考虑半天，等她能买得起香家小裙子送我，我估计我该入土了。几个女同事有说有笑的打趣着。乔瑜给南初发了条微信，裙子和高跟鞋我收到了，今晚是 SY 的庆典，我只是个普通员工，没必要穿这么正式吧。我送都送了，你就穿嘛，这一身是我特地为你挑的，你穿上一定美爆了。这衣服鞋子这么贵重，送我可惜了，我们尺码差不多，你还是拿回去自己穿吧。别，你生日我刚好没买礼物，这就当做是你的生日礼物了。再说我也没用自己的钱买，陆之律让我陪他参加周年庆，我跟他要了出场费。你今晚也来我们公司？来啊，那个宋依依应该也会来，我记得他和 SY 有商务代言合作，就算薄寒石不请他来，他8成也会不请自来，你到时候可不能输了气势。他是薄寒石的未婚妻，他来是应该的。南初怒其不争，雨，你还看不出来，宋依依根本不是薄寒石的未婚妻，她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而已。薄寒石何时承认过她？
乔瑜不这么想，薄寒石那人，他了解，若是真的不喜欢宋依依，早就澄清了，更不会容忍宋依依周旋在他身边，就像当初他容忍他缠着他一样，是一种默许行为。那晚他亲眼看见，哪怕胃疼犯了的薄寒石，却还极有耐心地安慰电话那头的宋依依，让他别害怕，和他说晚安，语气温柔至极。宋依依对薄寒石而言，已然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晚上6点06分，周年庆典在6号楼正式开始了。6号楼是用来开年会和各种庆典晚宴的专用场地，场地偌大开阔。1周前，策划部的人就在着手布置了整个庆典晚宴，衣香鬓影，高级又优雅。庆典一开场，是由陆之律致辞。今天是 SY 集团的6周年庆典晚会，今晚本该由咱们博总上台致辞，但你们也知道，咱们博总话少，闷骚，属于实干派，所以就由我代致辞开场。不过保总说了，今晚的红包让你们拿到手软。陆之律说话情商一向很高，幽默风趣。此话一出，台下一片笑声，在热烈的掌声中，晚会气氛被瞬间点燃。台下，乔瑜和南初站在一起，乔瑜用肩膀挤挤南初。陆律师这么风趣，你怎么就看不见？南初翻个大白眼。他回了家，可就是另外一副嘴脸了。有些人看着热情，骨子里是冷的，可有些人看着冰冷，内里是热的。比如咱们博总乔瑜，你是懂互相伤害的。台上，陆之律继续发言，虽然今晚咱们保总没上台致辞，但今晚的晚会必须有保总开场。我们安排了一个小惊喜，待会儿全场熄灯，闪光灯打在哪位女士身上，谁就能和保总跳第一支开场舞。呜呼，啪啪啪，一阵激动的尖叫声和掌声淹没整个会场。台下站在角落里的薄寒石脸色冷峻清寒，他质问身旁的徐正，谁出的馊主意？徐正直冒冷汗，这大概是陆总和策划部的主意。薄寒石锋利的目光落在徐正身上，徐正连忙摆手，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反正不是我，真不是我，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徐正小声避避，您不是说庆典活动直接让陆总和江总安排吗？他们就随便让您跳个开场舞呗。男人周身的空气冷了好几度。这边游戏开始了，咔嚓，灯光一灭，整个会场彻底黑了。一束冷白色的圆形镁光灯打过来，在台下迅速跳跃着。南初的目光一直盯着那束灯光跳跃。就在那束灯光要打在宋依依附近时，南初想也没想的就冲过去，一把推开了宋依依。砰！最终那束闪光灯笼罩在南初身上以及被推倒在地的宋依依身上。可台下人太多，台上压根看不见摔倒在地的人。宋依依咒骂道：南初，你在搞什么？宋依依正要爬起来，南初一只手立刻将她的头摁下去，然后只见南初咧着嘴唇标准式的假笑，还回头对乔瑜眨眼，比了个 wink。 乔瑜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却对南初这番操作表示惊呆了。他居然把宋依依从那束光下面挤走了。等宋依依挣扎着要站起来，他竟然一只手把宋依依的脑袋给摁下去，像是把雨后刚准备冒头的春笋拍死在土里。这女人果真是一生要强，永不服输。南初踩着高跟鞋款款走到薄寒石面前，很优雅地伸出手：薄总，赏个脸呗。整个会场的焦点瞬间聚集到薄寒石和南初身上。薄寒石是个体面人，自然不会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甩脸子不干，而且只是一支舞，他没那么玩不起。陆太太跟我跳舞，不怕陆律师黑脸，只是一支舞而已，比起跟宋依依跳，我相信薄总更愿意跟我跳。男人薄唇微勾，握住南初的手，很绅士大方的陪他跳起了开场舞。就在众人羡慕南初幸运的时候，陆之律已经走到乔宇面前，发出邀请：乔小姐，赏个脸呗。乔宇本不想答应，可手已经被陆之律拽住，下一秒直接带入舞步。第43刺激吗？雨。乔宇嘴角微抽，他弯唇，皮笑肉不笑。陆律师，这是邀请，强买强卖又怎么样？怎么，你还想告我？我告不赢陆律师，也没那么无聊，因为一支舞告他。陆之律嘴很毒，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好。乔宇看了一眼那边的薄寒石和南初，似是看穿什么，勾唇道：南初和别人跳舞，陆律师是吃醋了？你闺蜜和你前男友跳舞，你不觉得这画风诡异？我和前男友的好兄弟以及闺蜜的老公跳舞，这画风也够诡异吧？50步笑100步，谁也笑话不了谁。
陆之律一向不喜欢乔宇，从大学时就不喜欢。你费尽心思进 SY， 不会还想跟韩石破镜重圆吧？陆律师都说是破镜了，既然是破镜，就算是重圆也还是会有裂痕，不可能恢复如初的。你清楚就好，6年前韩石在狱中差点被刺中心脏，我动用家里的关系才能送他去医院。那时候他浑身是血，意识不清，自己都快死了，却还喊着你的名字乔宇。这个男人在一心一意谋划你们的未来蓝图时，你却狠心的把他卖了。你应该明白，你是最没资格待在薄寒石身边和他谈感情的人。乔宇睫毛狠狠一颤，连心跳都停滞了一下。那时他已经背叛他，将他亲手送进狱中，可他在危难关头竟然还念着他，眼眶湿热难受。就在乔宇正神之际，胳膊忽然被一个力道猛地拉向另一边。南初在华尔兹回旋之际，群居飞扬的旋身又朝他眨了下眼，似是暗示什么。在乔宇还一脸懵的时候，他和南初已经对调，换了舞伴。他脚步凌乱，跌撞进一个熟悉的胸膛，一抬头，四目相对，那双澄澈慌张的水眸撞进那双漆黑深邃的眸子里，后者从容沉着，那只大手搂着他的腰，握住他的手，继续这支舞。乔宇眼睛红了，在陆之律告诉他那件事时红的。男人冷冷道：和我跳舞这么委屈？乔宇就那样抬头看着他，摇头，是在和陆律师跳的时候想哭。薄寒石嘴角弧度很小的勾了勾，这不是乔宇第一次和薄寒石跳华尔兹。在大学时有一次，他被南初拉去了联谊晚会，被薄寒石知道后，男人立刻赶到了现场。当时薄寒石赶到时，正好有一位男同学邀请乔宇跳舞，乔宇正要拒绝，薄寒石就已经强势介入。他站在乔宇身边，丝毫不给对方面子。他冷着脸说：乔宇不会跟你跳舞。当时那男同学搞不清楚状况，问他是谁，有什么资格替乔宇做决定。薄寒石霸道地说：我是他男朋友，至于我有没有资格替他做这个决定，你可以问乔宇。乔宇只记得当时他一个劲的猛点头，生怕薄寒石生气，然后他就被薄寒石拖进了舞池里。跳舞时薄寒石全程黑脸，似是还在生气他来联谊晚会。直到乔宇踮起脚，在他薄唇上落下一个吻，软软的哄他：男朋友别生气了好不好？薄寒石紧紧扣着他的腰。乔宇，以后你只能跟一个叫薄寒石的男人跳舞，一字一句霸道至极。当时乔宇不仅说好，还在他怀里转了个圈，然后搂着他的脖子，开玩笑地说：看，薄寒石，我又回到你怀里了。华尔兹又叫圆舞曲，你知道圆舞的意义吗？只要相爱的两个人，哪怕短暂分开，也会再次回旋，遇见，心动，最终合成一个圆。薄寒石，我爱你，永远。这些甜言蜜语，在如今的薄寒石看来，不过都是乔宇当时的鬼话连篇罢了，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他说永远爱他，却转身背叛他，背叛的人应该下地狱。音乐停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留在了过去。薄寒石冷漠地松开了他的手，利用闺蜜抢开场舞名额。乔宇，这又是你骗我上钩的手段。薄总如果非要这么觉得，那我无话可说，他的确是这件事里的受益者，不无辜。乔宇站在人群中，看着薄寒石渐行渐远的背影，一滴泪从右眼无声落下。他仰头用指腹拭去。会场里很热闹，可这热闹让乔宇感觉稚闷。他提着裙摆悄然离开主会场，准备去这层楼的小露台透透气。可经过消防通道时，忽然看见宋依依正在和小鲜肉打得火热。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忽然撞到一具胸膛。他一回头，就看见薄寒石垂着黑眸冷冷地看他。乔宇想也没想，伸手就捂住了他的眼睛。别看。男人微微皱眉，这又是什么把戏？乔宇咬唇，胡扯，猜猜我是谁的把戏？他真当他是瞎？不过他曾经的确是瞎，不然怎么会被他骗得团团转？想起这些，薄寒石就多了几分不耐烦。刚要扯下乔宇的手时，唇上一热，温软的唇瓣压在他薄唇上，女人气息如兰，软声低哄，闭眼。他不想让薄寒石亲眼看见宋依依背叛他的场面。6年前，薄寒石已经经历过一次深刻的背叛，若再经历一次，乔宇不敢深想后果，只卯足了劲，想带薄寒石离开这里。就在乔宇一边吻着他，一边想将他拉走时，男人将他猛地按在消防通道的墙壁上，
反客为主。他的呼吸很烫，滚落在他耳边。乔宇三番五次的勾我，你觉得很有意思？小坏蛋！忽然，楼道里的宋依依叫出了声：“宋姐，你胆子好大，这里可是博总的地盘，你不怕他撞见我们？”切，博寒石就是个伪的，我怕他，做他未婚妻，我跟守寡有什么两样？乔宇脸都吓白了，他连忙看向博寒石：“我们走吧。”他想拉博寒石走，男人很镇定的瞥了一眼里面，目光冷静至极。他低头看着乔宇，薄唇冷勾：“你是觉得在这里亲热比较刺激是吗？我只是怕你看到。怕我看到什么？怕我看到宋依依偷情。”乔宇做梦也没想到博寒石能这么冷静，冷静到好像一点也不在意宋依依背叛他。博寒石的气息笼罩下来，声音低沉：“他刚说什么？说我不行？他知道他行。”博寒石平时禁欲克制，像座冰山，可他离经叛道起来，比任何人都过分。他抵在他耳边：“青瑶，宋依依在里面偷情，我们在外面偷情刺激吗？”鱼第44，通过亲生女儿的考验，乔瑜被桎梏在男人胸膛和墙壁之间，浑身发颤，耳边那抹湿热酥麻感让他根本无法忽视。乔瑜死死咬住红唇，才没叫出来：“你是在报复宋依依吗？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宋依依对他的背叛？”博寒石的大手肆无忌惮，男人低着头，专注的在他身上点火，冷淡的回了句：“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别在这里，这里仅仅隔了一道门，宋依依他们很可能会听到外面的动静。”乔宇脸皮薄，他没有薄寒石那么有定力，冷静到看着自己未婚妻和小鲜肉偷情，却还能佯装风轻云淡。宋依依他们躲在消防通道那道门里面，而薄寒石和乔宇就站在消防通道的门外。大家都在主会场里，很少有人走到长廊尽头，可偶尔也有一两个人出来去上洗手间。乔宇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朝这边看，更不确定他们有没有认出他和薄寒石。不过好在薄寒石背对着那边，乔宇靠在他怀里，被男人高大挺拔的身躯挡了大半。就算有好奇心的朝这边看两眼，也只以为是集团的年轻员工，干柴烈火，处于热恋期，没人多管闲事。乔宇紧张地攥紧了他的衬衫，眼神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薄寒石就那样镇定自若地看着他，说出的话却让乔宇心跳一滞。你猜，是里面先结束，还是我们先结束？乔宇呆了。与此同时，门内，宋依依催促道：“好了，我出来太久了，要回去了。”宋姐，这就走啊？你不是说薄寒石是个伪的，你还回去干嘛？还不如今晚坐我的保姆车一起走，那破晚会也没什么意思。我离开这么久，那个乔瑜铁定趁着我不再勾引博野，我要不看紧点，薄太太的位置不保。你乖了，待会儿我先出去，你晚个几分钟再回去。小鲜肉虽然念念不舍，却也没有不识大体。乔瑜眼角余光瞥见那扇门似乎要被推开，慌了，他们出来了。薄寒石一手捧住他的脸，低头吻住他的红唇，另一只手倏然推开一旁弱电间的门。乔瑜眼前一暗，被带进了弱电间里。他被薄寒石按在弱电间门板上，抵住了没锁的门。昏暗中，只有一丝光泻进来，恰巧落在男人深邃的眉眼和高挺的鼻梁处。宋依依听到了动静，但不确定。她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到弱电间门口，冷声质问：“谁在里面？”压在门板上的乔瑜呼吸一滞，那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却忽然绕到他背后，拉开了他礼服的拉链。乔宇瞪大眼睛看着男人，把下唇咬得紧紧。门外，宋依依怕是狗仔躲在里面偷拍他，不出来我可踹门了。可里面依旧没有动静。宋依依推了推门，纹丝不动。他以为门是锁住的，刚才只是他搞错了。里面，乔瑜双手紧抱着胸口，不让礼服裙掉下来。就在他听见那道高跟鞋声要离开时，薄寒石的吻再次落了下来。乔宇的嘴唇被咬破，一股铁锈味在口腔里蔓延。他以为是薄寒石发现宋依依的背叛，动怒了，将怒意撒在他身上。乔瑜下意识安慰他：“宋小姐也许只是一时糊涂。”可这话说了，似乎更让人生气。男人那双漆黑的眸子沉冷地注视着他，不带任何情绪的反问：“就像你当初那样，背叛我也是一时糊涂？”乔瑜陷入了沉默，他给不出答案。宋依依如果是一时糊涂的劈腿，也许还有一丝被原谅的可能性，但他的罪孽呢？薄寒石早已给他判了死缓。乔瑜蹲在弱电间里，缓了好一会儿，才收拾好情绪。他走到露台上时，发现园区内正在放烟花庆祝，巨大的烟火盛宴
格外壮观。他靠在露台上，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江宇川，鱼，生日快乐！谢谢江总。你在哪呢？我看韩石也不在会场，你们是在一起吗？哦，我在露台上，外面放烟花了，我没跟博总在一起。江宇川口气一松：烟花呀？那你在那边等我，我马上过来。火光四射的烟火冲上半空中，像火树银花一般倏然绽放，整片天空都被照亮了，烟火绚烂，层出不穷。他在楼上，博寒石在楼下。男人将一根细细的沉香条插进烟里，点燃。手机响了一声，微信里跳进来一条消息：我不想去上学，叔叔，那道题目我想了半天，我实在想不出来。但是你明天能不能跟我妈妈见一面？这话后面跟着一个大哭的表情包。男人一手夹着烟，一手打字：见你妈妈。今天其实是我妈妈的生日，她身体不好。其实我是在一本杂志上面认识你的。我妈妈说你是她的偶像，她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你能跟她见一面。她说如果能跟叔叔你见一面，她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这要巧，这小鬼的妈妈竟然和乔宇是同一天生日。那祝你妈妈生日快乐。叔叔，你答应我吧，我妈妈真的很崇拜你。你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听着小鬼的口气，像是没多久好活了。叔叔，你就可怜可怜我妈妈吧，跟我妈妈见一面吧。见博寒石不回答，他又连发了几个嗷嗷大哭的表情包。小象思想，只要叔叔愿意见妈妈，一定会被他的大漂亮妈妈给征服。明天下午2点，我会路过国金商场，不过我只有10分钟。他和这小鬼也算有缘，他平时不爱做慈善，这次就当做慈善吧。若是这小鬼家里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他也不介意捐点钱。那边的小家伙很开心，立刻发了个撒花跳舞的表情包过来。叔叔你人真好，我妈妈说的没错，你长得这么帅，一定是绝世大好人。男人薄唇勾了勾，收了手机。他似乎能想象到那边的小鬼开心到在床上蹦迪，而事实上小相思也的确是开心的在床上蹦迪。其实呢，叔叔给他发的那道数字迷宫题他做出来了。之前老师说他很聪明，适合送去一些奥数的兴趣班，挖掘一下潜能。妈妈就把他送去了奥数的兴趣小班。叔叔出的这道题虽然对他来说有点难度，但他费了点力气还是做出来了。只是他想帮妈妈把把关，看看叔叔是不是真的大好人，所以想破脑袋想了这么一个借口。结果叔叔一听到他妈妈生病就答应了，这证明叔叔心地很善良，是个好男人，值得托付。第45他买的草莓冰激凌很甜。第二天周六中午吃过午饭后，相思就拉着乔宇出了门，前往国金商场。国金商场里有个大众书局，相思说想去那边看漫画书，乔宇没多想，便带着孩子去了。进了书店，相思一直看小手表的时间，一会儿说饿了要去买蛋糕吃，一会儿说渴了要去买甜筒。这期间趁着乔宇排队买东西的功夫，相思趴在扶手上密切关注着1楼大厅里，叔叔怎么还没来啊？正在他皱着小眉头一筹莫展时，他眼尖的看见那道熟悉的挺拔身影出现在视野里。他激动的连忙朝楼下挥手，扯着小嗓子大喊道：叔叔，我在这里。正在排队买甜筒的乔宇一愣，相思，你在叫谁啊？小相思大眼一眯，指着1楼，妈妈，其实我今天叫你出来是带你来见我的朋友，他长得很帅哦，和妈妈特别般配。你朋友？什么朋友？相思什么时候多了个陌生叔叔？乔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眉心猛地一跳，那不是博寒石吗？乔宇连忙收回视线，他抓着相思的小肩膀，再次确定，相思，你说的那位叔叔是那个穿着黑衬衫长得很高很帅的叔叔吗？是呀。妈妈，你也觉得他很高很帅？乔宇大脑一阵空白，隐隐晕眩。那个叔叔知道你是谁的女儿吗？相思摇摇头，不知道，我正准备让妈妈和他认识一下。妈妈，你不想认识他吗？博寒石乘着扶手梯马上就要上来了，现在博寒石应该还不知道相思是他的女儿。乔宇急中生智，相思，你在这儿乖乖站着，妈妈想去上个洗手间，你千万别乱跑，有事立刻给妈妈打电话。可是妈妈，叔叔说他只有10分钟，你可得快点儿，要是你来晚了，叔叔就走了。好，妈妈知道了，妈妈尽量。就
就在薄寒石乘着扶手踢上来时，乔宇转身进了洗手间。叔叔，相思咧着小嘴，笑着小跑过来。薄寒石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问：“你妈妈呢？”“我妈妈上厕所去了，她说待会儿就来。叔叔，你想吃甜筒吗？我有压岁钱，我可以买给你吃。”薄寒石对甜筒自然是没兴趣的，更不会无耻到去花一个6岁小孩的压岁钱。我不吃。哦，小相思撅着小嘴，张望着那边的甜品站，明显是想吃。薄寒石问：“你想吃？”薄寒石起身去排队。小奶包背着一个甜甜圈形状的小书包，站在他大长腿旁边，偶尔站累了，偷懒的靠在大长腿上。终于排到了。薄寒石问他想吃什么口味。草莓冰激凌。叔叔，给我买2个，我妈妈也爱吃草莓冰激凌。男人目光微正，乔宇也喜欢吃草莓味的冰激凌，不过爱吃草莓冰激凌的人应该很多，这不足为奇。薄寒石对店员说：“给我2个草莓冰激凌。”谢谢。买好之后，薄寒石将2个甜筒递给小奶包，相思一只手拿一个，舔了一口左手的。叔叔，谢谢你哦，这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草莓冰激凌。不远处的角落里，乔宇躲在墙后，像个小偷一般，偷偷关注这一切。他看见薄寒石纡尊降贵的弯下腰，将2只甜筒递给相思，也看见薄寒石宠溺的用大手揉了揉相思的脑袋。他陪着相思排队买冰激凌，相思背着甜甜圈小书包靠在他腿边的样子，真的像极了寻常爸爸带着女儿来逛街。他不敢过去，他怕他一出现，那样温馨美好的画面就破碎成渣。若是薄寒石知道相思的母亲是他，会承认他吗？他会把相思抢走，永远不让他见到相思吗？乔宇眼眶忽然热了。薄寒石一向高冷，周身充满了生人勿近的气息，可此刻他和相思坐在休息区的小凳子上，相思在舔冰激凌，吃的嘴上都是，而薄寒石的目光柔软又温柔。他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薄寒石了？久到他快忘了薄寒石温柔的样子。6年了，他不是没想过相思有一天和薄寒石相逢的场面，只是眼前这一幕比他想象中还要美好。乔宇捂着嘴，泪光在眼眶里打转。那边薄寒石抬腕看了一眼时间，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你自己乖乖坐在这儿吃甜筒，等你妈妈出来和她说一声。相思小嘴上糊了一圈奶油沫子，她瞪着大眼说：“可是叔叔，你还没见到我妈妈。”薄寒石又习惯性的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下次吧。”“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叔叔，你骗人。”男人沉吟，终是承诺，等你能做出我给你的题目，我们就再见面。相思小脸上有些失落，却也勉强答应了。那好吧，叔叔，再见，再见。薄寒石的背影在乔宇模糊的视线里越走越远，最终彻底消失。乔宇收拾好情绪，这才回到相思身边。相思，妈妈，你怎么才来啊？叔叔都走了。妈妈，你是肚子疼吗？乔宇摇摇头，厕所人太多了，排队排半天。妈妈，这是叔叔给你买的草莓冰激凌，你尝尝。乔宇蹲在那儿，直到相思又喊他妈妈，他这才缓缓伸手接过那草莓冰激凌。大学时他就爱吃草莓冰激凌，可是他又一直有生理痛的问题，每次来例假都疼得死去活来。薄寒石每次都禁止他吃，但被他馋烦了，又会给他去买。那时候薄寒石在外面租了个小公寓，只有40-50平，用的是房东配的小冰箱，冷冻层只有一点点大，冰箱不好，还会串味，没法放冰激凌。薄寒石抱着他说：“等以后我们搬进新房子，买个大冰箱，装满你爱吃的草莓冰激凌，好不好？”乔宇喉咙哽咽，他尝了一口冰激凌，很甜。相思仰着小脑袋问他：“妈妈，好吃吗？”乔宇点头的瞬间，滚烫的眼泪掉了下来。“妈妈，你怎么哭了呀？”乔宇强颜欢笑：“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开心而已。”“真的吗？”小相思觉得怪怪的，她怎么觉得妈妈很难过？第46，她真正的身份。小相思拉住乔瑜的手：“妈妈，我们回家吧。”乔瑜这才想起来问：“相思，你是怎么认识那位叔叔的？”“那次我住院，干妈送我那包零食里塞了本杂志，杂志封面就是那个叔叔。我一个人无聊，跑出病房，就碰到那位叔叔了。他怎么会去医院？叔叔说他爸爸也病了，他来医院看他爸爸。那你还跟他聊了什么？”小相思抓着草莓甜筒，大眼转了转，
想了会儿说没说什么了，就说了我的名字。叔叔夸我的名字好听。乔瑜松了口气。相思，你能不能答应妈妈，暂时别和那位叔叔走得太近？为什么啊？你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是好是坏也分不清。妈妈是担心你，这件事太突然了。乔瑜暂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只能先带着相思，躲着薄寒食。相思有些失落，但他还是觉得妈妈更对。小奶包点了点小下巴。那好吧，但叔叔真的很好。乔瑜微怔，他看着相思，一时陷入迷茫。相思和薄寒食其实也不过刚刚认识1个月而已，相思却那么喜欢他。当初谢军对相思也很是不错，可相思却没表现得这么喜欢谢军。难道真的是因为血缘关系吗？亲生父女，所以当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格外投缘。今天是薄风出院的日子，到了医院里，徐正去办理出院手续，薄寒食亲自帮薄风收拾着行李。薄风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么忙还亲自来接我出院，我早就没事了，自己可以回家的。您做的不是小手术，就算回了家也要继续养着。我看您别回去了，直接在我那儿住一阵子吧。住你那儿？我可不习惯，那么大房子就我一个人，周围连个邻居都没有，我会无聊死的。我还是回乡下去住。现在乡下的宅基地，你给我造的跟别墅似的，要什么有什么，很方便的。这天也热了，我得回去看看我院子里的菜，再不浇水估计要蔫了。薄寒食自然不放心，我让徐正给你找个保姆，这阵子您就别下地了，种菜浇水做饭的事情让保姆做就行，别家里来个陌生人，我不自在。寒食，我真没事了，我能跑能跳的，现在用不着找什么保姆。那我更不能放您一个人回乡下了，您去我那边住半个月，等您身体彻底好了，您想回去再说。寒食，就这么定了。薄风还想说什么，但被薄寒食直接驳回了。薄寒食身上自带上位者的不容置喙，说一是一，薄风也不敢再做推辞。对了，你最近有去看陆夫人吗？薄风口中的陆夫人不是别人，正是薄寒食的亲生母亲叶清河。当年陆家破败，陆承业突发心脏病亡故，陆承业的妻子叶清河那时刚生下孩子，因为遭受过大的打击，一时精神失常，这些年时而清醒，时而疯癫。那时乔帆和陆家有生意往来，在乔家做司机的薄风曾受陆承业多次照拂，心软善良的薄风不忍心把刚出生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便自己把孩子抱回来养大了。而那个孩子就是薄寒食。薄寒食其实姓陆，等到薄寒食18岁成年时，薄风才将他的身世如实告知他。提到叶清河，薄寒食眸色沉了沉，把您送回家，我就去看他。好，帮我给陆夫人带个好，车牌号为京 A99999的黑色迈巴赫，驶往帝都郊区一家疗养院里。薄寒食买了果篮和白玫瑰带过去，病房里空荡荡的，叶清河不在。薄寒食正准备放下东西去疗养院里找，只见叶清河被护工搀回来了。叶清河情绪很激动，我没骗你，我真的看见我的仇人了，她丈夫把我丈夫给杀了。我告诉你，你不能让他住在这里，他们一家都是坏人，坏人，你要赶走他。护工一边安抚他，一边哄劝道，知道了叶夫人，我待会儿就把那个坏女人赶走，你别担心了，你以后不会再碰见她了。那就好，那就好。护工一抬头就看见薄寒食站在病房门口，立刻笑道，薄先生，你来了，你妈妈大概是认错人了，情绪有些激动，你陪她说说话，安抚一下她的情绪。叶清河一看见薄寒食，伸手就抓住了他的衬衫袖子，程叶，你来看我了，你最近都多久没来看我了？你最近是不是好忙？护工轻轻叹了口气，这叶夫人真是病入膏肓了，前一秒钟还在说她丈夫死了，下一秒钟就把儿子认成了丈夫。薄先生，既然你来了，那你先陪着叶夫人，我就不打扰你们母子俩说话了。薄寒食微微颔首，护工走了，薄寒食握住母亲的手，扶着她进了病房。叶清河看见床头的白玫瑰，笑了，他抱起那束白玫瑰，你又给我带白玫瑰了，真漂亮，都老夫老妻了，你还记得我喜欢白玫瑰？薄寒食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像看孩子般看着他，你喜欢就好。陆承业在世时，下了班总是给叶清河买束白玫瑰带回家。后来陆承业走了，薄风可怜他们母子，将叶清河送来疗养院。那时薄寒食还年幼，虽然薄风挣得不多，但省吃俭用，也一直给叶清河续着疗养院的钱。后来
薄寒石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开始挣钱，好几次想把叶清河送去更好的疗养院，但叶清河习惯了这里的环境，突然换环境，很容易应激。就这样，叶清河便一直待在这家疗养院里。薄寒石陪了叶清河一下午，离开时，外面的天已经快黑了。他刚准备上车，忽然一道声音叫住他：“薄寒石。”他回眸，便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温情，乔宇的母亲。第47孽缘。乔宇10岁的时候，温情就被乔帆失手推下楼，摔成了植物人。薄寒石和乔宇恋爱期间，陪乔宇去看过几次温情。那时，温情还没醒，也不在这家疗养院里。这其实是温情第一次见到薄寒石本人。他推着电动轮椅过去，笑道：“真的是你？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他曾经在乔宇的手机里看过薄寒石的照片。薄寒石并未说话。温情又问：“你来这里是来看望家里人吗？”温夫人，如果没事的话，我先走了。言外之意是无可奉告。薄寒石的态度很冷漠，没有一丝要叙旧攀谈的意思。我有件东西要给你。温情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戒指，递给他。男人黑眸一怔，这枚戒指怎么在你这里？温情如实说，上次雨雨来看我，他说你有未婚妻了，他没资格再戴着这枚戒指，就把这枚戒指丢到了草丛里，我怕他后悔，就拜托修理草坪的环卫工人帮我在草坪里找，结果还真找到了。现在我把它物归原主。黑色迈巴赫车内，薄寒石坐在后座，手指摩挲着那枚早已被磨花的素银戒指，戒指的内圈刻着 SY， 这对情侣戒指是他们确立关系的那一天，薄寒石在一家老银匠店亲手打的，内圈镌刻的字母也是他亲手凿上去的。那时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之间会这般沧海桑田。温情对他说的话犹在耳边。6年前，雨雨不是故意背叛你的，是乔帆利用我逼迫他做假证薄寒石。你要怪就怪我吧，雨雨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你如果想要报复，就尽管冲着我来，我求你别报复雨雨。这几年他过得太苦了，这枚戒指雨雨弄丢了，如今又失而复得，回到你手里，或许你们之间还有一丝转机，如果你想的话。薄寒石低头看着指尖戒指，苦笑了下。转机？除非他从未遇到乔宇，从未爱过乔宇，那他自然是能做到不恨的。温情说，乔宇这几年过得太苦了，可他又何尝不是呢？3年的牢狱之灾，差点要了他的命，他无法再信任乔宇。开车的徐正想起一件事来，询问道：“伯爷，你父亲住在你那边，他还在恢复期，要不要我找个保姆或者做饭的钟点工过去？”薄寒石想了会儿，说他喜欢乔宇，让乔宇过去吧。啊，乔小姐过去做什么？徐正愣住了。男人拧眉，冷声道：“做饭。”徐正这下反应过来了，哦，做饭啊，我待会儿就通知乔小姐。是做饭啊，不是做别的。他差点想歪了。不过，难道不是伯爷自己喜欢乔宇，所以找个借口叫乔宇去御景园吗？去御景园真的就是做饭吗？他怎么不信啊？薄寒石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我让你查的事，查的怎么样了？徐正这才严肃起来，找到当年的证人了。他现在住在海市的胶宁县农村里，我们要过去一趟吗？明天一早跟我去趟海市。好。当年他的亲生父亲陆成业和乔帆其实是朋友，两人在西周共同创立了成业集团。可当公司走上正轨，越来越盈利时，陆成业却因为突发心脏病死在办公室里。若是过劳猝死，这没什么可疑的，可疑就可疑在这些年叶清河一直将这件事挂在嘴边。他说是乔帆害死了陆成业。如果他猜的没错，叶清河今天在疗养院里遇到的仇人的妻子应该就是温情。过了那么多年，哪怕精神疯癫，叶清河却依旧一眼就认出了乔帆的原配妻子温情。他当年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所以才觉得备受打击，精神失常。若陆成业只是因为突发心脏病过世，叶清河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薄寒石攥着那枚戒指，有些出神。徐正从后视镜里担忧地看了他一眼，安慰道：“伯爷，也许真相很简单，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复杂。现在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假设罢了。而且，就算乔帆真的是凶手，我相信，按照乔小姐的性格，她一定会站在您这边的。乔帆对乔宇而言，只是个猪狗不如有血缘关系的生父罢了。若当年害死陆成业的凶手真是乔帆，那他和乔宇还真是冤家路窄。乔帆害得他家破人亡，
乔宇害得他差点丧命，他和乔家人简直是孽缘。不过冤有头，债有主，谁欠他，欠多少，他会分文不差的索要回来。第48，薄寒石的嘴最硬。乔瑜接到徐正的电话，就匆匆赶到了御景园。他已经知道御景园的密码，但出于礼貌，还是先按响了门铃。门打开，乔瑜看见博风的那瞬间，两人明显都愣了下。还是博风先反应过来：“大小姐，你怎么会来这儿？是寒石让你来的吗？”博风眼底流露出欣喜，他以为寒石终于想通了，已经原谅乔瑜。博风连忙招呼他进来：“大小姐，别站着了，快进来，外面热。”薄叔和以前一样，还是对他很热情。乔瑜进了屋，心里不免自责：“博叔，我早就离开乔家了，你不用再叫我大小姐。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在乔家做事了。我也算是看着你出生，长大在乔家，也只有大小姐心善，对我们这些下人好。夏天也总是拿冰饮料给我们喝，还记得有一次，我因为生病耽误了乔州长的行程，乔州长差点要开除我，多亏了大小姐帮我说话。”乔瑜更加愧疚了，那些都是小事情，不足挂齿我害得薄寒石坐牢。博叔，你不恨我吗？我知道大小姐是有苦衷的，像大小姐这么善良的人，不可能说变就变的。其实换位思考，如果当时换作是我，或者是寒石，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得比大小姐更好。博叔，错了就是错了，你不用为我开脱。他宁愿薄叔恨他，也不想要薄叔这样体谅他，他会更内疚，更恨自己。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弥补犯下的错。大小姐，博风还想说什么，别墅的门再次被打开，两人的视线朝门口望去。薄寒石回来了，声音里带着不近人情的寒意：“我让你来这里，是来做饭的，不是来聊天的。”乔瑜连忙起身，问薄风：“薄叔，你晚上想吃什么菜？我随便吃什么都行。”薄寒石刚进屋，将袖扣解下来，丢在桌上，钻石袖扣砸在大理石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薄风没被人伺候过，乔瑜去做饭，他很不自在。“大小姐，我来帮你吧。”他刚起身，打算去厨房给乔瑜打下手，就被薄寒石制止：“爸，你坐下。”男人声音里带着一贯的强势、冷厉，不容置喙。薄风站在那儿，看看薄寒石，又看看厨房的乔瑜，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该帮哪头。直到乔瑜说：“薄叔，你刚做完手术，身体还没恢复好，坐那儿休息吧。”“哎，好。”薄风这才坐下。薄寒石回来后，别墅里三个人凑不出一句话，气氛稍显拘谨。倒是躺在沙发上的土豆无聊的喵了一声。薄风像是找到了什么话题一般，看向那只橘猫，问薄寒石：“我记得这猫是你和大小姐一起收养的，那会儿才一丁点大，没想到现在长得这么胖。”薄风话音未落，薄寒石已经起身，像是通知一般：“明天一早我要去趟海市。”“是出差吗？”“男人应了声。薄风脑子飞快转了一圈，说：“我记得海市的海特别蓝，下海最好看了，不如你带大小姐一起去吧。”“爸，我去海市是去办事，不是去旅游的。”“哎呀，你现在天天工作，也不休息休息，出差办事也不可能连看海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吧？工作固然重要，但也要劳逸结合。你以前不是跟我说大小姐喜欢去海边玩，你以后打算带她去看下海吗？”在开放式厨房做饭的乔瑜一听这话，切菜的动作顿住了。以前他们的确约定好要去看海，看下海，看东海，看橘子海，可是现在不是以前了，你记错了，我从没说过。薄寒石丢下这句话，沉着俊脸就上了2楼书房。乔瑜抬眸看着他的背影，有些发怔。薄风安慰乔瑜：“大小姐，寒石一向执拗，他就是嘴硬，你别跟他计较。”乔瑜无奈淡笑：“薄叔，你别那么费劲的撮合我们了，他有未婚妻了，他现在也不喜欢我了。”“未婚妻？我怎么不知道？他骗你的吧？”乔瑜不想去深究真假，不管宋依依是不是他未婚妻，他和他之间都没可能了。薄风是个心明眼亮的人，大小姐，你和寒石都是高等学历，都很聪明，怎么在感情上就是犯糊涂？他要是真有未婚妻了，怎么还会叫你来家里？他要是真讨厌你，都懒得看你一眼，何必把你叫来家里，给自己添堵？乔瑜沉默了。薄风走到厨房，将旁边切好的果盘塞在他手里：“我年纪大了，血糖高，
这些水果我没法吃，你给韩石端上去。他喜欢吃蜜瓜。乔瑜犹豫，博峰催促他，快去。他嘴硬，哄哄就好了。乔瑜端着蜜瓜上了2楼，敲响了书房门，进来。他推门进去，我切了点水果。伯叔说他血糖高不能吃，所以端来给你。我爸低血糖，没有高血糖病史。乔宇愣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伯叔说你爱吃蜜瓜，所以我不爱吃甜的。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博寒石语气冷冷的，当场揭穿，丝毫不给面子。乔瑜站在那儿如坐针毡，他硬着头皮说，那我还是端下去给薄叔吃吧。他转身想离开，回来。博寒石叫住他，我爸不爱吃蜜瓜。最终乔瑜把那盘蜜瓜端进了书房里，刚放下那盘蜜瓜，只听见博寒石不咸不淡的开口，明天一早你跟我去海市。乔瑜诧异的抬头看他，博叔只是随便说说，你不必，我只是不想被他唠叨。去海市也不见得有时间去看什么海。乔瑜低着头没说话。博寒石微微拧眉，你不愿意？我没有不愿意，但我来这里不是给薄叔做饭的吗？如果我跟你去海市出差，博叔的饭谁做？博寒石忽然站起来，居高临下的垂眸看他，男人的气场冷冽强大。乔瑜下意识往后退，他退他就进，直到他把乔宇逼得背脊撞到书架上，退无可退。男人黑眸沉沉地盯着他，乔宇，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会照做？我欠你的我认，所以我说你脖子上那枚银戒指带着碍眼，你就真的听话的扔了。一枚戒指从他掌心滑下来，在细细的银链子上晃了晃，落在乔宇眼前。第49，其实相思是你女儿。乔宇睫毛一颤，这枚戒指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明明你都丢了，是吗？博寒石冷笑了声，似是嘲弄，你究竟是在哪里找到的？我没那个闲工夫去找一枚没有任何意义的戒指，我去疗养院看一个亲戚，碰到你母亲了。这戒指是他拜托环卫工人找回来的。博寒石回身坐回去，将那枚戒指随意丢在了桌上，像是对待一个垃圾。乔宇努了努唇角，保总觉得这枚戒指没有意义，我便扔了，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出去把你的垃圾带走。男人看着电脑屏幕，目不斜视，口气冷到没有任何情绪。而他口中所说的垃圾指的是那枚戒指。乔瑜攥紧那枚戒指，离开了书房。博寒石坐在书桌前，手里握着一支笔。在乔瑜关门的刹那，那支笔被他面无表情的折断。他眼底阴鸷深沉，仿佛那支笔是乔瑜的脖子。乔瑜把相思托付给了南初，第二天一早便跟博寒石去了海市。车子开了4个小时，终于开进海市边缘。海市靠海，天气湛蓝，黑色迈巴赫从高架桥上行驶而过时，穿梭过一片海域。乔瑜坐在后座，目光下意识就被吸引过去。此时是下午，阳光正盛，午后金灿灿的阳光肆意亲吻着湛蓝深邃的海面，像是波光粼粼的绸缎。他看向车窗外的大海，博寒石看向他。6年前他过生日，许下一个愿望，一起去看海。当时他是打算等他放暑假的时候带他来海市玩，可后来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一起看海。前面开车的徐正看见这么壮观的海景，将车窗打开，潮湿的海风带着一丝热意吹进车内。乔瑜这才想起去掏手机，等他急急忙忙地去打开摄像头，车子已经开过去，那么壮丽的风景却没来得及拍照。乔瑜觉得可惜。一路缄默的博寒石忽然开口，待会儿吃饭的餐厅能看见海景。真的？乔瑜回眸，目光里闪着惊喜。博寒石依旧是那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却还是淡声应了他，徐正笑道，我们要在海城待个2天。乔小姐，你看海的机会很多，没准会看腻呢。那我们有时间去海边玩吗？这就要问宝爷了。乔瑜刚扭头想去问博寒石，男人已经靠在真皮座椅上闭目养神，显然懒得搭理他，一个字都不想多说。乔瑜朝他做了个凶狠的表情，无声的做完就扭头看向车窗外的风景。闭目养神的男人，薄唇微勾。到了市区，他们先去海景餐厅吃了顿午饭，之后又马不停蹄的赶路，前往一个叫胶宁县的地方。乔瑜不知道他们去乡下干什么，难不成 SY 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了农村？但他没多问，只当这次是随行博寒石，免费旅游。海市很大，
从市区前往胶宁县也开了足足3个小时。乔瑜在车上睡着了，车里的冷气很足，他冷得蜷缩起来，抱紧了自己，靠近角落里。橙色的傍晚余晖洒进车里，笼罩在他脸上。薄寒时拿起一旁的小毯子盖在他身上，乔瑜睡得更沉了一些。从胶宁县又开往最终目的地渔村。天色已经暗了，徐正说：“宝爷，到了，咱们是直接过去还是？”这会儿，乔瑜也醒了，他下意识张望了一眼四周，黑蒙蒙的天，这个村口小小的，有些逼仄。这是哪里？来这儿做什么？薄寒时吩咐道：“你就待在车里，我和徐正要去办点事。”等薄寒时和徐正下了车，朝村里走。乔瑜趴在车窗上，看着他们的背影，莫名的有股不好的预感。薄寒时说是出差，可却来了这种人迹罕见的小村庄。这个村里路灯暗淡，没几户人家亮着灯，大概是住在这里的人的很少，显得很荒。薄寒时的手机落在了车里，乔瑜不放心，拿起他的手机，下车跟了上去。薄寒时和徐正往村里走，走到村尾一户人家，伯爷，就是这里了，余泽人就住在这里。薄寒时上前敲门，里面忽然传来一阵打斗声，乔宇追到门口，气喘吁吁。薄寒时，你的手机！木门忽然被破开，一把锃亮的匕首划破黑夜，猛地朝薄寒时刺过去。小心！乔瑜冲上去，挡在了他身前，尖利的匕首插入血肉里，发出一道顿顿的扑哧声。匕首插进了乔瑜的左胸口，他缓缓低头去看，左胸口鲜血四溢。薄寒时长腿一抬，将那凶手狠狠踹倒在地。凶手反应很快，爬起来就冲了出去。徐正起身要去追，被薄寒时制止了。余泽仁也受伤了，先救人要紧。屋内，余泽仁躺在地上，身上也有血。徐正连忙去抬已经昏迷的余泽仁。薄寒时将怀里的乔瑜打横一把抱起，去医院。黑色迈巴赫快速行驶在高速上，前往距离最近的县医院。乔瑜左胸口插着一把匕首，浑身是血。余泽仁身上多处刀口，那画面看着也是骇人至极。县医院根本不敢收，派了救护车送去市医院。薄寒时上了乔宇那辆救护车，徐正开车紧随其后。乔宇躺在担架上，缓缓低头去看左胸口插的那把匕首，胸口撕裂的疼。我是不是快死了？他双眼通红的看着薄寒时。别胡说，乔宇，像你这种十恶不赦的罪人，不可能短命。乔宇哭笑不得，眼泪却从眼角大颗大颗的滚落。他咧着苍白的唇角，我都快死了，你就不能？算了，薄寒时，我有遗言，你过来一点。薄寒时一把握住他的手，男人眼角猩红，语气又凶又冷的怒斥：我不想听你什么遗言，也不会替你完成任何遗言。乔宇，你有什么没做完的事，就自己好好活着去做。乔宇悲痛地看着他，他从口袋里费力地掏出那枚戒指，他手心里都是血，将那枚戒指也染上了血色。我不是故意要扔掉的，你有未婚妻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面对你，我怕宋小姐看见我戴着这枚戒指会误会，我又怕睹物思人会有非分之想。薄寒时，我真的想忘了你，但你站在我面前，我很难做到无动于衷，我只能扔了它。对不起，我现在大概率也活不成了，你能不能原谅我？他每说一句话，那胸口的鲜血就随着他胸口的每次颤动往外冒得更肆意，说每个字眼都像是在刀尖上填写，伤筋动骨的疼。但若是再不说，他怕再也来不及了。他乞求地看着薄寒时，眼泪灼烫。我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其实香第50给了他，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其实香，就在乔宇打算告诉他相思其实是他女儿时，男人用干净的纱布摁住了他直冒鲜血的胸口，咬牙道：闭嘴！乔宇，你听着，马上就要到医院了，你不会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留着精力，保持意识清醒。乔宇疼得用力皱了下眉头，薄寒时紧紧攥着他的手，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威胁：乔宇，你听好，我还没原谅你，你欠我的必须你亲自偿还，一死了之，是最简单也是最痛快的方式，我不准你用这种方式来赎罪，那样太便宜你了，为你挡的这一刀，就算是偿还你在狱中所受的那一刀吧。不过薄寒时，我不一定有你那么幸运，能九死一生的活下来，你答应我，就算我死了，你知道了一些事，也别怪我，别再恨我
我希望你重新开始。可话还没说完，乔宇攥着那枚钻戒的手蓦然垂了下来，哐当，挂在银链子上的戒指滚落在地。博寒石怔住了，他浑身僵硬，只能眼睁睁看着乔宇昏死过去。雨雨，他想喊他，却发现自己哑然失声。男人的双眼猩红的像是滴血，他不敢动他，只在他身旁无助的沉声唤他：乔宇，你醒醒，雨雨，你醒醒，你不是想去看橘子海吗？我带你去，你醒醒。可乔宇还是无动于衷的躺在那儿。博寒石双手沾满了乔宇的鲜血，他低头茫然的去找那枚掉落在地的戒指。他捡起戒指塞进乔宇手里，可乔宇根本拿不住，戒指又掉在了地上，像是怎么也抓不住了。那种猛烈窒息的失去感，像是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席卷博寒石全身。博寒石跪在那儿，双眼猩红，面色麻木，一滴泪滚落下来，砸在乔宇手背上。救护车终于抵达市医院，乔宇和余泽仁都被推进了手术室里。博寒石站在手术室外，一言不发，直到护士拿着手术单过来问谁是伤者家属。我是。博寒石握着笔，在手术单上快速签下名字，指尖微颤。他现在怎么样？护士很诚恳地说，还不清楚，匕首插进左胸口，很可能伤及心脏，现在还不好说。男人颓然的跌坐在座位上。手术期间，博寒石始终垂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徐正看不清他的情绪，去旁边的自动贩卖机买了瓶矿泉水递给他：博爷，喝点水吧。手术时间越长，代表乔小姐越安全，乔小姐一定会吉人自有天相的。博寒石接过水，没拧开，只捏着瓶子低声说：以前我不是没想过，让他也尝尝一把刀插进胸膛的滋味，但他今晚居然会挡在我面前，替我挨那一刀。所以，博爷是后悔报复乔小姐了。博寒石摇头，不确定地说：我不知道，我明明恨透了他。博寒石一向是坚定明确的，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的目标精准清晰的可怕，在尸横遍野的名利场上，他是野心勃勃的野心家。雷厉风行和霹雳手段是他的代名词，他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无比正确，让对手胆寒。可偏偏是在乔宇身上，他恨他入骨，又心软成疾。徐正从未见过这样矛盾的博寒石，像是心里某个坚定的信念被乔宇忽然动摇。今晚乔宇替他挡的那一刀，足以令博寒石心里那座坚不可摧的城池坍塌颓垣。乔宇做了个很长的梦，梦里仿佛是沼泽地，他挣扎的越是厉害，就陷得越是深。胸口处传来顿顿的痛感，并不真实。他身处一片白茫茫的光芒中，身后小相思在喊他：妈妈，你别走。他下意识回头去看，小相思朝他跑过来，他想抱住他，可相思却像是看不见他一般，从他身体里穿了过去。他怔怔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他的躯体渐渐变得透明。此时手术室里不好了，病人血压降到40了。滴，他是快死了吗？可他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呀。相思和南初给他过生日那天，他对着生日蛋糕许了3个愿望，希望博寒石能放下仇恨。他想攒够钱，带相思和母亲离开帝都，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永远在一起。还有，希望博寒石能幸福。可到死了，博寒石似乎还是没原谅他。相思和母亲孤苦伶仃的，又该怎么办？乔宇觉得悲哀，四周忽然一片漆黑。他看见博寒石站在他面前，冷着脸，一字一句的决绝道：乔宇，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画面再一转，他看见博寒石拎着相思的后衣领子，凶狠的仿佛修罗。你以为我会接受你生下的这个孽种吗？他就是个错误，他不该来到这个世上。博寒石忽然松手，相思尖叫着掉进了不见底的黑洞里。不要，他不能死，他要救相思。整整4个小时，漫长的手术终于结束。手术室的门忽然打开，走出来3个主刀医生。匕首已经取下来了，万幸，匕首虽然插得深，但是距离心脏还有1厘米的距离，没有伤及心脏。患者现在已经脱离高危。博寒石全身的神经像是紧绷的琴弦，在刹那断裂，彻底松懈下来，失去了所有支撑的力量。他起身时，高大挺拔的身影轻微晃了晃，手心发麻。乔宇虽然脱离高危，但因为伤势比较重，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博寒石在他床边一直守着。徐正买来宵夜：博爷，
你晚饭没吃，多少吃点吧。薄寒时没心思吃东西，只问于泽仁怎么样了。我刚去问了医生，他没有乔小姐伤势严重，应该问题不大。你去盯着于泽仁今晚的杀手，应该是仇人派来灭口的。徐正思忖道，会不会是乔帆派来的？薄寒时看了一眼还在昏迷的乔宇，等乔宇和于泽仁都醒过来再说。这件事暂时不要声张。医院这边，你去打点一下。好。等徐正离开，薄寒时轻身将那条串着戒指的银链子重新戴在了乔宇脖子上。温情说，将戒指还给他，是物归原主。其实温情说错了，乔宇才是这戒指的主人。有些东西曾经给过他，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就像是曾经那些不经意间细碎的片刻心动，不知深浅的喜欢，每一次都是迷迭深陷。第51，在劫难逃。手术后，乔瑜昏迷了1天1夜，直到第2天夜里才苏醒过来。薄寒时趴在病床边，似乎睡着了。乔瑜一时忘了身上的伤，正挣扎着想撑着双臂坐起来去够旁边的薄毯，动作撕扯到左胸口的伤口，痛得倒抽了口凉气。薄寒时浅眠，很快被吵醒，他将乔瑜按回病床躺下，皱眉冷道：“乱动什么？你一直守着我。”他一口否认了：“没有，之前都是徐正守着你。”“真的吗？”可他眼下有灰青色，像是没怎么睡，之前并没有。薄寒时将他的手机递给他：“你昏迷期间，手机一直在响，我替你接了。不会是相思打来的吧？”乔瑜心跳一滞：“是谁打来的？”“你那个闺蜜南初，我把你受伤的事告诉她了。”这么说，她应该不知道电话那边还有相思。乔瑜暗暗松了口气，他正想给南初打个电话报平安，薄寒时冷不丁问：“为什么要替我挨刀子？”为什么？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但当时事发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就冲到了他身前。那瞬间，他没想过任何后果。“我欠你的，你在狱中不是也挨了一刀？这一刀，算我还给你。”他低着头看手机，话说的风轻云淡，仿佛这只是举手之劳。“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乔瑜始终没抬头，只是淡淡的弯唇说：“我没这么想，而且，这本来也不是你挨一刀，我挨一刀就能一笔勾销的事情，欠你的，我会尽力偿还。你拿什么还？你的命？”他语气里带着嘲弄。乔瑜扯扯苍白的唇角：“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条命给你。反正他早就不想活了。不过死之前，他希望薄寒时能接纳相思，善待相思。他的确欠他，可相思并不欠他。男人拧眉，目光深寒地看着他，心里没来由的烦躁。你真以为你的命那么值钱，可以抵消一切恩怨？那保总想怎么样？你这条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也看不上我不需要你以命抵命，尤其是这种一厢情愿替我挨刀的蠢办法。别再有下次。”乔瑜抬头看着他：“保总是在关心我吗？”“关心？你觉得我会去关心一个害我坐牢的凶手？”“乔瑜，你记住，你欠我的永远都还不清，也别想还清。”男人起身，转身出了病房。乔瑜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微微出神。薄寒时的确很了解他，比起偿还的代价，乔瑜更怕的是一直欠着他，还不清，没有办法去偿还的亏欠，就像是心里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每天都在不断的自我凌迟，钝刀割肉，远比给他痛快的一刀更折磨。医院楼下的小花园里，薄寒时坐在长椅上，修长指尖夹着的猩红烟蒂，明明灭灭，燃烧的烟味里夹杂着一缕淡淡的沉香，沁人心脾。6年前，他口口声声说爱他，和他许下永恒，可一转身，却能毫不犹豫地背叛他。如今，他能毫不留恋地将他们的定情戒指丢了，也能毫不犹豫地挡在他身前替他挡刀。他快要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乔瑜，也许每一刻都是真实的，也都是真心的。可乔宇的真心又值多少钱？一边说爱他，一边背叛他，这就是乔瑜，翻脸比翻书还快。就在他正神之际，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陆之律。他掐断一次，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可那电话又孜孜不倦地打进来。一接通，陆之律气冲冲地问：“好家伙，这个点不接我电话，你不会已经跟乔宇滚上床单，又开始厮守终生了吧？”电话那头的声音大到炸耳朵。薄寒时将手机拿远了点，皱眉冷道：“狗叫什么？就算睡了也不是1次2次了。”陆之律大无语，之前是谁信誓旦旦地说
不会在同一条河里跌倒2次。薄寒石啊，薄寒石，你这已经是跌倒无数次了吧？我听说了，乔瑜替你挡了一刀，所以现在你又开始心软了是吗？我没想过他会冲在我面前。陆之律始终不信乔瑜，如果这是他的手段呢？一次背叛，终生不用这话，不是你薄寒石的至理名言吗？当初若是别人在法庭上指控你，把你送进去3年，按你的性格，你早就把对方大卸8块，怎么偏偏到了乔瑜身上，你就犯浑？他轻嘲道，如果替我挡刀，也是他铤而走险的手段之一，那他成功了。现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他替我挡刀的画面。电话那边的陆之律恨铁不成钢的叹息，心软不是病，但软起来真他妈要命啊！乔瑜这个渣女，她手段真是高明，一边虐你虐得体无完肤，一边为你冲锋陷阵。他是你的劫吧？是在劫难逃。他握着手机，声音很冷很淡地说，不会了，从海市回去，我会跟他结束所有关系，纠缠不清，只会越陷越深，最后连自己都被吞没。抽完最后一根烟，指腹用力掐断了猩红烟蒂，烟头灼烫皮肤的痛意令他有了几分清醒。薄寒石回到病房时已经是凌晨，他手里拎着几个白色塑料袋进来，丢在乔宇面前，随便买了点吃的，里面有粥，有茶叶蛋，有牛奶，还有奶黄包。你还记得我喜欢吃奶黄包？薄寒石自然是不承认的，店家随便拿的。好吧，那就是店家随便拿的。乔宇不反驳，默默吃起东西来。喝了几口粥后，他抬头问他，你吃了吗？薄寒石并不回答他，却是说，我问了医生，他说1周后你就可以出院，如果你不想待在海市，也可以转院回帝都的医院，住院费包括一切治疗费用，我会让徐正打给你。乔宇点点头，好，如果你急着回帝都工作，可以先走，不用管我。他很温柔，甚至体贴，可薄寒石就是不喜欢他这样，像是情绪平和没有一丝生气的假人，无论他说什么，他都是这副乖顺模样。不过这与他无关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的协议作废，以后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管你。第52薄寒石，再见了。乔宇抓着奶黄包咬了一口，那股奶香味很浓郁，甜但是不腻，软软糯糯的口感。他答非所问的忽然说了句，这奶黄包真的挺好吃的，你要不要尝一个？他平静的像是没听见他说的话。薄寒石眉心皱了皱，眸色更深了。他重申了一遍，乔宇，你自由了，这不是他一直想要的吗？现在他如他所愿，放过他，他应该开心才对。他咽下那口包子，感觉喉咙干干的，又喝了口粥，才抬头问，我其实没听明白，你是说你不恨我了，还是不报复我了？但乔宇敢肯定的是，薄寒石一定不是因为他替他挡了一刀，所以选择原谅他。男人深长玉立的挺拔身影被笼罩在光影之间，有几分寂寥。我做不到不恨你，至于报复，你替我挡了一刀，6年前的恩怨两清。几个月前的乔宇做梦都想和薄寒石两不相欠，现在薄寒石真的放过他了，他明明该高兴的，可为什么胸口处一阵钝痛，那股钝痛像是波浪，一圈圈的逐渐扩散，越来越痛了，痛得快要窒息。他忍住那股痛意，笑着问，我以后还能在 SY 的销售部继续上班吗？薄寒石明显愣住了，他似乎没想到乔宇脱口出会问出这个问题，不过想想也在情理之中，他最在乎的不就是生计和钱，他连宋依依的钱都敢收，随便你，但你如果要留在 SY， 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他厌恶他，已经厌恶到连看见嫌脏了眼吗？乔宇垂着脸，神色木讷地看着那碗粥，浓密的睫毛掩盖了眼底的情绪。他低声应道，好，我会尽快去找别的工作，等我找到新工作了就辞职，但在我找到新工作之前，我会尽量躲着你的，如果真的撞见了，还希望你忍一忍。男人薄唇紧抿，脸色沉寒，没说话。乔宇想起一件事来，对了，那15亿不用还了，你欠我的，又何止那15亿？乔宇强颜欢笑地咧着唇角，娃儿，薄总真大方，我不大方，你也还不起。说的也是，就算把它卖了，也卖不到15亿。乔宇机械的点头，你说的我都明白了，反正我现在已经醒了，薄总如果改时间，可以现在就走。他知道他不想再多看他一眼，哪怕是1秒钟。而乔宇向来喜欢体面，他不想失去他，还要失去尊严。
我已经让徐正帮你找了护工，明早会来照顾你。你有任何需求？博涵实话还没说完，乔宇已经打断他，我知道的，你快走吧。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不会缠着你，你也知道，我没有你现在的手机号码。他语速很快，一口气说完，像是迫不及待地赶他走。果然，恢复自由身了，就是不一样，连装都懒得装了。6年后，他们明明重逢了，甚至上过几次床，做过最亲密无间的事情。可说来也是可笑，他联系他，一直是通过徐正，他没有他的手机号码，他也没有他的。在这点上，乔宇和他还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他清楚他右胸口上有一颗浅浅的褐色小痣，也清楚他身体的任何敏感点，却没有他的手机号。这大概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吧。博涵石就那么冷冷地盯着他，乔宇忍着眼眶的酸胀，很冷静地问：对了，博总说的再也不管我，是真的吧？以后你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那我就放心了，以后我结婚生子就不通知博总了，一个合格的前任就该像死人。刚放他自由，就已经想着和别人结婚生子了，是那个谢军还是江宇川？但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男人绷着俊脸，却最终蓦然开口：我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听见你任何消息，所以你最好离江宇川远一点。江学长，他之前的确和江学长关系不错，但其实博涵石误会了，他和江学长曾经走得近，其实也是因为他。如果他们分开了，他不可能去找江宇川的，他会极力避开关于他的圈子。博总放心，等我攒够钱就离开帝都，离你们都远远的。博涵石没多想，只以为乔宇在放狠话。帝都那么大，如果不是特意约见面，很难见到的，所以他在不在帝都都没什么两样。乔宇点亮手机屏幕，凌晨2点了。博总，我困了，想睡觉了。博涵石不傻，听得出乔宇这是在下逐客令。他拎起椅子上的西装外套，抬起长腿，大步出了病房。乔宇坐在病床上，看着他的背影，挥手说：博涵石，再见了。博涵石的步伐没有停留，只丢下句再见就算了。好，那就再也不见。男人挺阔的背影消失在乔宇模糊的视线里，已经走远了吧？乔宇低头继续吃宵夜，他大口喝粥，将奶黄包塞进嘴里，大口的嚼，呛到了，眼泪就那么肆无忌惮的夺眶而出。乔宇，你哭什么？这不是你做梦都想要的自由吗？现在你自由了，只要挣够了钱，随时都可以带着相思和母亲离开帝都，这不是很好吗？可眼泪怎么那么不听话？他越是不想哭，就流得越汹涌，那些眼泪都掉进了粥里。甜甜的南瓜粥忽然变得索然无味，胸口好痛啊！他用力抓着胸口的衣服，分不清是心理上的痛意，还是真的伤口疼。这种失去的感觉，他经历了2次，第一次是6年前，第二次是现在。博涵石也真是会折磨他，连分手都要他体验2次。不知道别人失恋是什么样子，他怎么难过的快要无法呼吸，整个人像是往下坠，下面没有着陆点，强烈的失重感让他心脏停滞，快要窒息。胸口的衣服被他抓到发皱，他整个人都在发抖，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被子上，浸湿成一团，连哭都是无声的。他没资格矫情，也没资格后悔，更没资格追出去。是他先背叛这段感情的吗？他认，可是他能不能犯贱一次就一次？他太想追出去了，哪怕就是站在很远的地方目送他离开也好。第53，不要命。医院楼下对面马路上停着一辆黑色迈巴赫，驾驶位的车窗降下2/3，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夹着烟随意搭在车窗外，那冷白的修长指尖一点猩红格外晃眼。风吹一半，他抽一半，猩红烟火在风中明明灭灭，就像是他的情绪被挑起又被理智强压下去，如此反复。男人阴郁的脸庞隐没在白色烟雾中，雾气遮挡了他目光的锐利，只剩下一片落寞。他抽出最后一根沉香条，插进烟里点燃，这清浅的沉香味和乔鱼真的很像，明明若有似无的，却让人一下就上瘾了，说不清哪里好，就是忘不掉。不过这是最后一根了，乔鱼送的，以后他不会再用沉香条，上瘾的都可以戒掉，没什么难的。烟是这样，沉香条是这样，乔鱼也是，指尖那根烟
快要燃尽。薄寒石用指腹摁灭那点猩红，皮肤被烧灼的痛意，钻心蚀骨。烟蒂被丢到窗外，他在医院的对面，又逗留了半个小时。发动车子之前，他朝医院大门口看了一眼，可他又自嘲地笑了。是他决定放乔瑜自由的，可现在怎么还会期待乔瑜追出来？他一直都知道，在感情里，他运气一向很差，不该抱有那种侥幸。一抹身穿蓝白条病号服的纤瘦身影从医院大厅跑出来。与此同时，马路对面的黑色迈巴赫发动引擎，驶入黑夜中。他想追上去，问个明白。他甚至想再无耻一点，问他，如果当初他是一时糊涂，可以给他一个弥补的机会吗？但这个无耻的想法，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也仅仅是想法。他问不出口。左胸口的伤口因为一番折腾，已经裂开，疼得他额头直冒冷汗。病号服沁出了斑驳的血迹。乔宇转身想回病房，眼前一黑，晕倒在医院门口。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早晨。医生骂道：“你是真不要命啊！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还敢拔掉输液管，一个人跑出去？你的伤口撕裂，差点感染化脓，要不是晕倒在我们医院门口，你这条命难说。”乔宇扯唇，自嘲道：“就是因为在医院门口才敢晕倒的吗？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乔宇，你知道你自己得了什么病吗？病？我这不是受的外伤吗？医生面色很凝重，他翻着几张片子说：“今早你的全身检查报告出来了，从你的肺 CT 上来看，不排除有肺癌的可能性。”乔瑜大脑一瞬空白。肺癌？你平时有没有经常发烧感冒，或者是有一些不规则的胸痛？乔瑜细细回想，脸色一瞬煞白。医生说的这些症状他都有，但当时他只以为是疲劳过度导致的。昨晚的胸痛是因为肺癌吗？医生打量了他一眼，安慰道：“你还年轻，要积极做治疗。今天下午我会安排呼吸科和胸外科给你联合会诊，确定一下病情。”乔瑜靠坐在病床上，目光呆滞了好一会儿。他似乎正在努力消化这个噩耗，可显然难以消化。你好好休息，别多想。直到医生快要走的时候，他忽然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怔了怔：“现在还不好说，你心理负担也不用太重，等下午联合会诊后再说吧，也许不严重呢。”医生走了，他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难出。他缓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接起电话：“喂，鱼，你怎么样了？你怎么那么傻呀？薄寒石那么对你，你干嘛替他挡刀子？他的命是命，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吗？”蓝初在电话那边，干着急。乔宇很平和地安慰他：“我这不是还好好的接着你电话吗？我没事，除了有点疼之外，其他都好。你还知道疼啊？你怎么敢冲上去的？我真服了你。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现在想想后悔了，哈哈。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冲上去。”他的语气显得很轻快，听起来像是心情不错。可南初了解他，心疼的吐槽道：“你嘴上那么说，身体不知道多诚实。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照样冲到薄寒石前面去。我还不知道你薄寒石呢，他有没有守着你，照顾你？”他回帝都了。南初心太炸了。什么？你可是替他挡了一刀哎！往大了说，你现在可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怎么能丢下你自己跑了？他给我找了护工一样的，而且护工比他会照顾人，不是吗？我真是气死了。你是欠他，但现在也差不多还清了。鱼，你在他面前不要总是那么卑微好吗？你要是不爱他，他又算老几？乔鱼不想谈这个话题了。他问：“相思呢？我这几天不在帝都，他乖不乖啊？”相思乖啊，你不用担心，我这几天住在自己的小公寓，他一放学我就去接他，我俩过得不知道多潇洒。真是麻烦你了，害得你没法回兰亭别墅。你说什么呢？什么麻烦呀？咱俩什么关系？再说，就算不是因为相思，我也经常离家出走住自己的房子。我跟陆之律，你又不是不清楚，各玩各的。我才不想回兰亭别墅，那里也能算是我家。乔瑜叹息：“初，你以后别那么任性，要跟陆律师好好的。”你怎么了？好好的说这些，跟交代遗言似的。不对，你不会受伤很严重吧？我现在带相思来海市找你。别，我还有力气跟你打电话。能有什么事你别折腾了，我过几天就能好透了。出院了，刀子都插进你胸口了，这可是重大外伤，你别因为放不下相思就匆匆忙忙的赶回来。你要多住一阵子院，好好养一养，知道吗？
乔宇应了一声，我知道了，相思在你旁边吗？我想和他说说话。很快，相思被叫过来接电话。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好想你。乔宇温柔地笑了，再过几天就回来了。妈妈也好想你。听到小相思的声音，忍了那么久的情绪，乔宇忽然忍不下去了，他极力克制着，吸了吸鼻子，母女连心。相思还是听出来了。妈妈，你是哭了吗？乔宇没否认。是啊，一个人在外地出差，好几天见不到相思，妈妈有点难过。妈妈，你别哭，我叫干妈带我去找你。不用，相思，你好好上学，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也是个小大人了，以后不能随便翘课，知道吗？相思努努小嘴，有些失落。那妈妈，你赶快回来，我想吃你做的土豆排骨了，干妈做菜好难吃啊。听着相思的吐槽，兰初在那边气笑了。哎，小鬼，你说谁做菜难吃呢？你这叫血口喷人。我做菜不好吃吗？昨晚的面条不好吃。小相思翻个大白眼。干妈，你除了泡面泡的好吃，还会做什么？喂，我还会点外卖啊。我给你点的儿童套餐不好吃吗？乔宇在电话这边听着两人说俏皮话，笑着笑着就哭了。第54，他究竟是谁家的孩子？下午，呼吸科和胸外科很快进行了联合会诊，最终乔宇确诊为肺癌。联合会诊的医生来病房给乔宇做了一番面诊，安慰道：你还年轻，现在也不是晚期，只要积极做化疗，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如果我不做化疗，靠自身抵抗力和免疫力，还能活多久？乔宇问这话时，问得很平静，平静到让医生诧异，但医生还是回答他了，看情况，半年到1年都有可能，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奇迹，多活个3、5年那种也有。半年，那时间不算紧促，足够他交代好后事。医生，我的刀伤还要恢复多久能出院？你身上的刀伤看似严重，实际上是外伤，术后伤口恢复得快的话，1周就可以出院了，回家自己注意不碰水就行，然后去医院1周换1次药。乔宇点点头，谢谢医生。那你肺上的问题，我觉得你需要通知一下你家里人。家里人？他只有2个亲人了，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相思，他们老的老，小的小，若是把这件事告诉他们，除了让他们担心难过，帮不上一点忙。乔宇没打算告诉任何人，如果治疗的话，存活几率有多大，这个也不好说，具体看个人体质和病情扩散情况。但你这么年轻，我们还是建议你积极治疗。你是对治疗费用有所顾虑吗？医生，你说的，我会好好考虑，但我现在还没想好。好吧，这是你的胸 CT 和诊断报告，你收好，我们还是希望你尽快治疗的。毕竟你也知道，这种癌症如果扩散起来，发展是很快速的，越早治疗，存活几率就越大。医生走后，乔宇抓着那些诊断报告和 CT， 脸色苍白。他不怕死，或者说，在6年前，他就已经像个行尸走肉般的活着了。要不是因为怀孕，要不是因为那么可爱的相思，他早就……其实他和谢军第一次认识，并不是因为相思，那是谢军在急诊值班，要不是抢救及时，他可能早就交代在3年前了。现在还能苟活那么久，算是运气好，他知足了。唯一的遗憾，只是不能陪着相思长大。外面是艳阳天的傍晚，那半边天被橙色的晚霞笼罩，像一团火，漂亮极了。他的病房在8楼，这家医院靠着海，在这间病房里，能眺望到远处波光粼粼的橘子海，好美啊！如果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去看看一直想看的橘子海，让双脚沾沾海水，在海边捡捡贝壳，玩玩沙子。乔宇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头看着诊断书，双眼中是泛了红。1周后，乔宇出了院，正在回帝都的路上，南初忽然打来电话，他接起，很自然地说：我快到了，待会儿你也不用来接我了，我在高铁站打个车去你那边，我刚好请你吃顿饭。雨，我对不起你。乔宇微怔，怎么了？你背着我给相思吃垃圾食品了？偶尔吃点没事的。不是，那怎么了？陆之律发现相思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忽然来天丽雅苑找我。昨晚我接了相思，正准备上楼，在楼下就和他碰到了。他问我这孩子是谁的，我他妈说相思是我在外面的私生女，他不信。乔宇心跳一滞，那陆律师现在知道相思的身份了吗？我还没招供，但我怕他已经猜出来了。啊，我先不跟你说了，他又来了。
乔宇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南初那边已经匆匆忙忙地挂断了电话。乔宇怕出事，下了高铁，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去天丽雅苑。天丽雅苑公寓里，陆之律和乔相思大眼瞪小眼，对视了足足3分钟。还是小相思先开的口：“叔叔，你一直这样盯着我，像个变态。虽然我长得很漂亮，但我脸上没有花吧？你干嘛一直盯着我？”陆之律嘴角微抽，他拧眉看向一旁的南初，吓唬道：“这孩子究竟是谁家的？嘴巴这么多，再不交代，我可就把他给毒哑了。”相思一点不怕陆之律，一双大眼直直地看着他：“叔叔，毒哑小孩是犯法的，你想去坐牢吗？”“呵，你还知道犯法？我又不是3岁，我都6。”就在相思要说出自己6岁时，南初忽然把相思拽到自己身后，抢话道：“陆之律，我都说了，相思是我在外面和小奶狗生的。你要是觉得不甘心不公平，你也大可以去外面找个女人给你生孩子，我不会多说一个字。或者你要离婚2个字还没说完，陆之律已经豁然起身。男人迈着长腿，朝南初步步紧逼，他锐利的目光审视着南初身后的小孩。小鬼，你刚才说你几岁？相思正要开口，南初一把捂住了他的小嘴。7岁。陆之律不信，依旧质问相思：“你刚才说你不是3岁，是6岁。”相思扒拉开南初的手，张着大眼很镇定的撒谎：“我周岁是6岁，虚岁7岁。叔叔，有什么问题吗？”呼，南初在心里默默吹口气，这小鬼莫非真是遗传了薄寒时的高智商，反应竟然这么快。但陆之律又不是傻子，他盯着相思，指着南初问：“她真是你妈吗？”相思水漉漉的乌黑大眼里天真无邪，他很认真的点点头：“是啊。”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干妈要他骗人，但他觉得干妈是为了他好，毕竟这位叔叔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人。陆之律弯腰审视着相思，邪笑道：“小鬼，小小年纪就撒谎骗人，不怕变成长鼻子？叔叔，你少吓唬小孩了，匹诺曹只是个童话故事而已。再说我也没骗人。”呵，伶牙俐嘴，别说，这小嘴的毒舌能力倒是和南初有几分相似。他瞅着这小鬼，总是觉得莫名眼熟，难道真是南初在外面生的孩子？但这孩子看起来6、7岁的模样，那时候南初也不过17、18岁。南家对南初管教极为严格，南初不可能有生私生子的机会。陆之律眯着黑眸盯着相思，像是要盯出什么来。他那审判的眼神让南初心里发毛，他不会已经猜出来了吧？他决定先发制人。算了，我告诉你真相吧，其实这孩子是第55去母留子。其实这孩子是我和苏金年的女儿。苏金年，听到这个名字，陆之律镜片背后的黑眸里现出一抹寒光。南初扯淡，我和苏金年高中就早恋了，这你应该清楚。高考完的那个暑假里，我和苏金年偷尝禁果，结果我意外怀孕这件事被我妈知道了，我妈当时逼着我去打胎，到了医院我吓跑了，我妈心软，架不住我求她，就把这件事帮我瞒了下来。那个暑假我借着和我妈出国玩的机会，偷偷把这孩子给生了下来，但我妈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和苏金年分手。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南初一边说，一边偷偷打量陆之律的脸色。男人的脸越来越黑，不，准确来说是越来越绿。看这架势，他是信了。乔瑜呀，乔瑜，我的好闺蜜，为了你，我可是豁出去了。南初硬着头皮继续撒谎：“你不用去问我妈，我妈是不会承认的，毕竟这是她女儿的丑事。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想离婚。”陆之律冷笑：“编这么多，其实你的目的是想离婚。”他发誓他没有。男人长腿逼近他，周身气压低的吓人。“你想离婚是吧？为了苏金年？”南初没想到他会惹怒陆之律。我不想离婚，我们不是一向都玩个的。你生什么气？你应该不介意我有个私生子吧？你放心，我不用你帮我养女儿，我自己养。南初拉着相思往后直退，可他终究是低估了一个男人在婚姻里对自己的领地占有欲有多强。我不介意我们各玩各的，但不代表我陆之律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在外面搞出个私生子来。我是太放纵你了，才让你觉得无论你做多出格的事情，我都不会介意是吗？陆之律私底下一向玩世不恭，只有站在法庭上才会变得严肃正经，可像今天这样咄咄逼人、冷厉强势的模样，
南初还是头一次见，他平时在陆之律面前一向高傲嚣张，像今天这么理亏，这么怂包，也是头一次。对不起。可显然，陆之律并不接受他的道歉。男人只冷声问：“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也不知道，还给乔瑜。下午就还了。陆之律脸色冷沉的可怕。南家跟陆家联姻，无非就是想让陆家注资我们结婚2年。陆氏给南氏注资上亿，我娶了你，我们是夫妻，所以哪怕没有感情，在外面我也给足了你面子。可你呢，南初，你给过我面子吗？南初一时愧疚，他甚至想开口解释，可下一秒他又说：“你的过去，我没介意过。2手房嘛，贪图地段好，我认了，但这个野种，我不会认。2手房，他是指他和苏金年那一段吗？”南初明艳生动的脸一瞬失了血色，他勾唇道：“我也没让你认，你放心，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养。你以为你自己养，这件事就结束了？那你想怎么样？”陆之律一字一句地说：“离婚吧。”南初站在那儿，身形微晃，他嗓子里像是塞了棉花一样，怔中了好半晌，才发出声音：“你是认真的吗？”这2年，陆之律对他很纵容，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不会过问。可这次，明显是挑战到他的底线了。在你对我隐瞒这件事，跟我结婚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的局面，各玩各的可以。我尊重你，别太过分，可你未免太出格了。说完，陆之律摔门而去。南初愣在原地，怔了好久。这是陆之律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和他吵架，不过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他那种人，要么不认真，一旦真的决定了什么，把离婚2字说出口，就一定不会是过过嘴瘾。向思拉拉南初的袖子：“干妈，我们要不要和陆叔叔解释一下？”南初骨子里也一样高傲，他一开始只是想帮乔瑜把相思的身份隐瞒下来，便顺口撒了个谎。他以为陆之律不会在意的，可他没想到陆之律会这样大动干戈，甚至要和他离婚。乔瑜气喘吁吁地赶道：“到底怎么回事？陆律师呢？他走了吗？”相思一看见乔瑜，跑过去撞进乔宇怀里：“妈妈，干妈和陆叔叔吵架了，陆叔叔要跟干妈离婚。”乔瑜一愣：“什么情况啊？初初。”南初背对着他们，抬手擦了下眼角的湿润。他收拾好情绪，转过身来，无所谓地说：“离就离，谁怕谁？我和他又没感情。”乔瑜知道事情原委后，自责的不行：“我去找陆律师解释，相思不是你的孩子，他误会了，所以才要跟你离婚。”南初拉住他：“不用了，离就离吧。我本来也没想和他好好过，原本就是商业联姻。如果是他提离婚，我爸妈就没办法挽回了。如果我提离婚，这辈子我都离不掉。其实借着相思能离婚，也挺好。”乔瑜看着他，担忧道：“我怎么觉得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真的对陆律师没有一点感情吗？”“没有，我对他能有什么感情？你忘了，我喜欢的是苏金年。初初，你别因为在气头上，就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如果陆律师和你爸妈摊牌，你爸妈知道你们离婚的原因，这件事也一样会被抖出来。你爸妈能愿意吗？陆之律要是想跟我离婚，是不会通知我爸妈的。雨雨，有件事你说对了，陆之律和薄寒石是一类人，做了决定就不会任由别人插手。我总说陆之律不靠谱，可现在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老实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正发火的样子。以前我总觉得陆之律这人没什么底线，无论我做什么，他都无所谓。”乔瑜无奈淡笑：“你呀，总说我傻，其实你才傻。你不会真的以为陆律师这样的男人会允许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有一个6、7岁大的孩子？他又不爱我，商业联姻有什么不能接受？你这相当于一脚踩在了他脸上，就差跟所有人宣告你在他头上种了一大片草原。你说他能不生气吗？再说他要是真的打算离婚，陆氏一定会终止对南氏的注资。初初，这不是小事，你能承担得起离婚的后果吗？”离婚，南初倒是不怕的，大不了一拍两散。可是，一想到南氏还需要陆氏的资金扶持，南初就头疼了。他垮着小脸：“难不成我要去跟他去求和？”乔瑜知道他放不下身段：“我去跟陆律师解释，还是别了吧。万一他嘴贱，告诉薄寒石，我在海市这1周想明白了很多事。相思是薄寒石的女儿，不管我再怎么隐瞒，有一天薄寒石一样会知道。我也没权利剥夺他们父女相认是福是祸，都躲不过。而且总不能因为这件事害得你跟陆律师离婚吧？
那我岂不是罪人？南初总觉得乔瑜怪怪的，但说不上哪里怪。那你有没有想过，博寒石在帝都手眼通天，他可以随时抢走相思的抚养权，你争不过他去母瘤子这种事，在他们的圈子里还新鲜吗？第56，他得过抑郁症。去母瘤子，乔瑜不是没想过，甚至他已经做好了打算。只要博寒石能让他偶尔去看看相思，相思跟着博寒石会比跟着他要过得更好。乔瑜自嘲道，相思如果跟着博寒石，不可能连10万块的介入手术都做不了出。我养不了相思了，他现在需要更好的物质条件，我给不起。如果他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会拼尽全力跟博寒石争取抚养权，哪怕争不过也要争。可是相思跟着你，他的精神世界会更丰富。他才6岁啊，孩子可以没了爹，但孩子一旦没了妈，就真的没了家。博寒石他有什么？除了钱，他还能给相思什么？万一他娶了宋依依，相思和博寒石相处得很好，相思也很喜欢他。什么？他俩怎么？乔宇把博寒石和相思认识的经过说了一遍。南初呆住了，这血缘关系这么强大。是啊，我也没想到相思会那么喜欢博寒石，不过这样也好，提前适应了，到时候分别，相思也不会哭得太惨。他要是哭个没完，乔瑜会狠不下心来。南初诧异地看着他，鱼，你真的决定把相思的抚养权给博寒石？我不想又能怎么样呢？博寒石迟早会知道相思的存在，也迟早会把抚养权拿走。我争不过他的，争不过，所以只好认命，就像他花了1周时间来接受自己可能只剩下半年的寿命一样，忍一忍，什么都会过去。相思还小，再过几年，他就不会那样牵挂妈妈了。南初总觉得乔瑜这趟从海市回来，眼底的寂寥像是哀莫大于心死。他想到3年前那次大半夜的急诊抢救，心跳咯噔一下。他抓着乔瑜的手问，鱼，你最近和博寒石发生了那么多事，是不是心情不好？乔瑜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只是笑笑说，我抑郁症早就好了，你别那么紧张。而且3年前那次进急诊，是因为睡不着吃安眠药吃多了，不是你想的自杀。真的啊？你心里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别自己一个人憋着。你知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千万不能有事。乔瑜看着南初关切的眼神，欲言又止，最终只说了一个字，好。算了，他的地狱他自己承受，何必拖着南初也伤心难过。不夜港酒吧，陆之律坐在卡座上，一杯接一杯的喝着酒。博寒石到的时候，看见桌上堆着白的红的啤的，被他喝了个遍。就在陆之律准备喝下一杯时，手里的酒杯被人劈手抢走，掷在桌上。魏川孔，我可不送你去医院。男人在陆之律身旁的卡座上落座，陆之律兀自端起酒杯，仰头又是一饮而尽，邪笑道，博寒石，你他妈真不厚道。当年你刚从里面出来，我和川儿给你接风洗尘，你那晚喝到胃出血，是谁送你去的医院？你在里面待了3年啊，3年没碰酒精，一出来就喝了3瓶56度白的。说狠，哥们你比我狠。陆之律自认没博寒石那么狠，可今晚谁也别想拦着他寻酒作乐。博寒石倒了杯伏特加，轻抿一口，骨节分明的长指握着酒杯敲了敲，说吧，遇上什么事了？能让陆之律喝成这样的事，不多见。陆之律吞了口烈酒，咬咬后槽牙，我要离婚了，这事儿头一次听，倒是新鲜。博寒石挑挑眉，姿态慵懒地握着酒杯，碰了下陆之律的酒杯，又品了口酒，烈酒辛辣，入喉刺激。男人眉心皱了皱，仿佛在他听来，陆之律只是在说今晚有点冷一样。他这过分平静的反应，是不是多少有点不尊重兄弟了？兄弟，你还是不是人啊？我说，我要离婚了。博寒石淡淡的瞥他一眼，很直白的说，没结过婚，不知道离婚什么感觉。可，陆之律差点呛到，你这是什么安慰人的方式？不过，听起来，你好像比我还惨，至少，我还有个坟墓能躺躺，不像你，孤家寡人，直接暴尸荒野。我看你也不太伤心，我还有点工作，要不我先回集团。博寒石起身，做事要走。陆之律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别介，你走了，我跟谁倒苦水？你提的，还是他提的？我提的。他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提离婚，原因，男人一张高冷扑克脸，不像是在关心他，倒像是例行公事。陆之律好笑道，你怎么跟民政局办离婚的工作人员一样官方？你对南初究竟有没有感情？博寒石话少，可问的每个问题都直击要害。陆之律一时间被问愣住了，
他好像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初只觉得兰家在帝都也算名门，虽然比陆家是差了许多，但也还算登对。兰初呢，帝都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名校毕业，人也长得漂亮，到了长辈面前，嘴巴也够甜。你又不是不知道，当时我家里催得紧，我看合适，就想着凑合得了，结果我他妈结婚2年，过得跟和尚似的。这就算了，他现在不知道从哪儿忽然带回来一个6、7岁大的孩子，跟我说这孩子是他和他初恋的女儿，给我气的。我二话不说提了离婚。陆之律越想越生气，又灌了一大口酒。薄寒石指腹点着卑鄙，思忖了几秒，悠开口：“初恋啊，不就是那个叫苏金年家伙，到现在也没回国。他要是回来，我好来看看那家伙长什么样，能让他牵挂这么多年，我倒要开眼。你没戏了，离了吧。”陆之律震惊地看着他：“你还是我兄弟吗？你就算再好，能干得过人家初恋？”陆之律捏着酒杯，黑着脸，却不得不赞同：“也是，你是过来人，你最知道初恋的威力有多大了。互相伤害这事儿，他没输过。”薄寒石咬了咬牙：“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陆之律手机响了，他瞥了一眼屏幕，有些不耐：“谁啊？”这个点打电话给我，但他还是接了。电话那边传来一道熟悉的清丽女声：“陆律师，我是乔瑜。”乔瑜端着酒杯的薄寒石闻言，黑眸一正。第57，这就心疼了。乔瑜，你找我什么事儿？难道是南初找他当说客？但他一向不喜欢乔瑜，南初不至于蠢到让乔瑜来当说客。陆律师，你现在有空吗？没有。陆之律很果断地拒绝了。电话那头的乔瑜沉默了几秒，很认真地说：“陆律师，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我找你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见一面，当面说清楚。”很重要的事。陆之律瞥了眼身旁的男人，忽然起了玩心：“知道不夜港酒吧吗？我现在在不夜港喝酒，你可以过来找我。”挂断电话后，陆之律手臂勾上薄寒石的肩膀：“乔瑜待会儿要来，你就不好奇他要跟我谈什么重要的事情？”薄寒石丢开他的手，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既然你跟他有重要的事情谈，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陆之律一把抓住他：“别装了，我知道你想知道，你不准走。我现在喝醉了，你要是走了，他万一觊觎我身子，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薄寒石气笑了：“你以为乔瑜是瞎子？你没听说过呀？玩得好的闺蜜选男人的眼光都一样，万一他也看上我了呢？南初似乎也并不喜欢你吧？”薄寒石，你丫够狠。15分钟后，乔瑜出现在不夜港酒吧里，陆之律打了个响指，朝他挥手：“这边。”乔瑜闻声望去，视线落在薄寒石身上时，目光明显一正。乔瑜硬着头皮走过去，先是跟薄寒石打了个招呼：“抱歉，我不知道你也在。”他答应过他，尽量不出现在他面前，可这才几天，便破了誓言。男人表现得很漠然：“你又不是第一次言而无信，习惯了。当初说好了永远在一起，就只是说说而已。”他那语气，仿佛在说：“乔宇啊，你就是个惯犯。”乔宇左胸口的伤口隐隐作痛，他还是忍不住地解释了一句：“如果我知道保总也在，就不来了。”薄寒石捏着酒杯的修长手指微微用力，砰一声，将酒杯用力掷在桌上，似是不满：“我去趟洗手间。”他目不斜视地路过乔瑜，视他若无物。陆之律抽了根烟，一条长腿架在凳子下的横撑上，漫不经心地问：“说吧，找我什么事？”乔瑜本想跟他解释，相思其实不是南初和苏金年的女儿，而是他跟……可好巧不巧，薄寒石也在。他还没想好怎么跟薄寒石坦白这件事，显然今天不是个好时机。陆律师，那个孩子不是南初生的，你误会了。陆之律随口质问了一句：“哦，不是他生的，难道是你生的？”乔宇脸色一白，被问愣住了。陆之律满脑子都是离婚的烦心事，再加上又喝了不少酒，他没注意到乔瑜的异常，只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你回去告诉南初，他想求和，自己来，找别人来游说算什么？但那个孩子，我是不会接受的。”乔瑜深呼吸口气，镇定下来。那个孩子不是他和苏金年生的，是他在福利院收养的孩子。南初赞助那个孩子好几年了。陆律师，你真的误会了。你说不是就不是，既然不是，他何必撒谎？陆之律吐了口烟，乔瑜闻不得烟味，一闻到就呛得猛咳嗽，左胸口的伤口因为咳嗽震颤，
好像撕裂了，一抽一抽的疼。他用力按住伤口，陆之绿手里的烟忽然被人劈手抢走，薄寒石将烟蒂直接摁灭在烟灰缸里，动作利落又干脆。喝那么多酒，还抽烟，你不难受？不难受啊？干嘛？这就心疼了？陆之绿故意把话说的模棱两可，不知道指的心疼对象是他还是乔瑜。薄寒石回来了，乔瑜也不好多做停留。陆律师，话我就说到这儿了，听不听是你的事，但你真的误会南初了。行了，你走吧，我和南初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他如果真想解释，让他亲自来找我。乔瑜也没多说什么，转身就离开了酒吧。帝都的夏天总是变得很快，半夜下起了雷阵雨。乔瑜站在酒吧门口的长廊里，正在拿着手机打车。他身后的酒吧门口不断的有人出来，那些人喝得很醉，走路看不清人，接二连三的撞到乔瑜身上，似乎扯到了伤口。他疼的脸上毫无血色，捂着左胸口，慢慢的蹲了下来。一辆黑色迈巴赫从酒吧门口驶过，车内男人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没管，车子又往前开了一段路。豆大的雨点砸在挡风玻璃上，很快被刮雨器刮走。这一段路是热闹市口，又有酒吧，这个点下大雨是不可能打到车子的。他下意识又朝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只见乔瑜一手撑着伞，一手捂着左胸口，在风雨中走。他身形消瘦，纤细的仿佛风一吹就能将他折断。薄寒石眉心皱得很深，方向盘一转，黑色迈巴赫折了回去。乔瑜正低头往前走，打算走到前面的地铁口去坐地铁。忽然一道刺耳的喇叭声贯穿雾蒙蒙的雨夜，他抬头便看见一辆黑色迈巴赫停在他身旁，车窗降下，露出男人英俊清寒的脸庞。上车，只有2个命令的字眼。乔瑜攥紧了手里的伞柄，不用了，我走到前面的地铁口就能坐地铁了。后面的车子开上来，司机探头出来大吼，前面的，你走不走？别他妈站着蛋儿！男人不为所动，那双漆黑的深眸就那样直直地看着乔瑜。薄寒石是多霸道的人，乔瑜永远无法拒绝他。收了伞，乔瑜正准备坐进后座，男人忽然冷声道，我不是你司机，坐前面。乔瑜拉开副驾驶车门，坐了进去。黑色迈巴赫行驶在朦胧雨夜里。地址啊，送你回家。乔宇不想麻烦他，你把我放到前面的地铁口就行，我不想欠你人情。乔宇一时没反应过来，你不欠我。男人目光落在他受伤的左胸口处，意有所指。乔宇穿了一件白 T 恤，伤口处已经渗出了淡淡的血迹。先去医院。男人骨节分明的大手握着方向盘一转，往医院方向开去。到了医院，医生给乔宇换了药，对站在门口的薄寒石说，你是她男朋友吧？过来帮忙按一下棉花球，这边没创伤贴了，我去清创室拿一下。医生，我自己可以。乔宇话还没说完，薄寒石已经迈着长腿进来。女医生吩咐，出血有点多，按久一点。乔宇的白 T 已经脱掉，身上只穿着一件内衣，他下意识捂住胸前风光，又不是没看过，挡着怎么止血？薄寒石坦荡笔直的视线有些灼人。乔宇垂下手臂，将脸微微偏开，耳根发热。男人握着镊子，夹着棉花球摁在他出血的伤口上，微微用力。乔宇疼得闷哼一声。薄寒石诞生倾巢，现在才知道疼。冲上去之前没考虑过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吗？因为是你，所以没考虑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乔宇看着他，轻声说了这么一句。薄寒石握着镊子止血的动作微微一顿。第58，陪我去看海，我就把秘密告诉你。此时医生拿着创伤贴回来了，来，把这个贴上。你这个伤口有点深，真正愈合还需要很长时间，千万不能碰水。乔宇点头了一声。医生嘱咐薄寒石，如果你女朋友要洗澡的话，帮她用防水贴起来，不过最好还是擦身，这阵子就忍忍吧。医生，他不是我男朋友3个字还没说出口，薄寒石已经转身离开。乔宇穿好衣服跟上去，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医院也来过了，我现在真的没事了，我可以自己回家。男人走在前面，步伐忽然停顿，乔宇差点撞上他。他转身看着他，口吻强势，我说了送你回去，就会做到我不是你。说一套做一套，我只是怕麻烦你。乔宇垂着视线，有些落寞。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那么接下来他做任何事都是错上加错，这就是报应。从前的乔宇在薄寒石面前
哪用得着这么卑微？他可以任性的朝他撒娇耍赖，只要不是背叛，薄寒石对他就像是没有底线，是他亲手抹杀了他对他的宠溺。到了车里，乔宇抱了住址，车子开了一路，气氛缄默至极。快到小区门口时，乔宇突然问：如果我死了，你还会恨我吗？薄寒石怔了下，随即嘲弄道：人都死了，我恨不恨你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死人是不会知道活人怎么想的。乔宇扯唇，好像说的也有道理，他只是贪心的希望死而无憾罢了。不过转念一想，死而有憾又能怎么样呢？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但乔宇就是忍不住的想贪心一下，反正没多久好活了，他只想肆无忌惮一次。薄寒石，我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算是我的秘密吧，我可以告诉你，但前提是你必须陪我做一件事。乔宇难得大胆，一双水眸直勾勾地看着他，他的口气甚至带了几分强势的威胁。乔宇，你是在跟我谈判吗？薄总觉得是，那就是。薄寒石轻笑，不屑一顾，可惜你的秘密我没兴趣，也关于你。下车，薄寒石压根不搭理他。车子已经到了小区门口，乔宇咬了咬唇，最后一搏，我只有一个心愿，陪我去看一次秦海。看完秦海，我会把那个秘密告诉你，并且以后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乔宇解开了安全带，蓦然轻身过来，红唇贴在了他薄唇上，一个主动的吻，清浅却撩人。薄寒石怔住了，他红唇轻启，你考虑一下。话落，乔宇打开车门就逃之夭夭。外面下着雨，他甚至来不及撑伞，顶着风雨就冲进了小区里。他怕再慢一步，薄寒石会抓住他，活剐了他。他小跑进楼道里，靠在墙壁上，气喘吁吁，缓了好久。他刚才真是不要命，竟敢在薄寒石头上动土。不过这种不知死活，偶尔发疯的感觉还真是爽快。人之将死，做事也疯。他压抑了太久，不想再压抑了。剩下的日子里，他只想疯狂一把，体验一把当赌徒的爽感。至于薄寒石，管他答不答应，万一呢？黑色迈巴赫在雨夜里飞驰，到了御景园里，薄寒石没撑伞，大步进了屋，一身风雨。薄风已经回了乡下，御景园里又是一片孤寂。门一打开，土豆小跑到他脚边，喵！薄寒石抬手摁亮一盏小夜灯，抱起橘猫往沙发边走。沙发上，一条女士内裤横陈，明显是土豆叼来的。男人长指挑起，眉心皱了皱，冷声质问土豆：你是狗？这也有？土豆无辜地瞪着大眼，喵！土豆，我一天没吃猫粮，嘴巴寂寞。他刚想把这条女士内裤扔进垃圾桶，定睛一看，这应该是乔宇之前在这边过夜留下的，毕竟他没带过其他女人回来，所以只会是他的。男人骨节分明的长指将那蕾丝内裤捏成一团，又丢回沙发上，没扔。土豆又跳进他怀里躺着，男人大手撸了撸猫，脑海里鬼使神差的浮现今晚乔宇在车里吻他的画面，陪他去秦海。哼，做梦。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海市的一家座机号。薄寒石接起，喂，你好，这边是海市市医院，请问您是乔宇的家属吗？薄寒石反驳，我不是，可当时乔宇来我们医院治疗，留的号码就是您的呀。他出院了，你知道吗？他的病。薄寒石以为医院的工作人员是要嘱咐他伤口的护理事项，便直接打断了，我不是他的家属，不用再打电话给我，他的事我不想知道，也不想关心。说完便果决地挂断了电话。嘟嘟嘟，医院那边听着忙音，一脸懵圈，这人也太无情了吧，就算是普通朋友也该关心一下癌症患者呀。这个乔宇再不治疗真没几天好活了。旁边同事安慰他，算了，他家里人都漠不关心，我们操心什么这种事，每天都有，我们管不过来的，也只能通知一下，听不听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唉。第59，他有爸爸了。乔宇回了家，小相思从卧室跑出来，好奇地问妈妈，刚才送你回来的车好帅啊，是谁啊？乔宇站在玄关处换鞋的动作一顿，你看见了？我玩了会儿游戏，然后一直站在窗户前等妈妈，就看见妈妈从那辆车上下来了。是帅叔叔吗？乔宇洗了手，抱过他，笑着打趣，我们相思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我只是关心妈妈的感情生活。乔宇看着相思可爱的小脸，忽然承认，
是你喜欢的那个帅叔叔送我回家的。相思双眼瞪大，不敢置信。真的吗？妈妈，你要跟帅叔叔谈恋爱了吗？相思，你想不想和那位帅叔叔一起生活？妈妈，你要和帅叔叔结婚吗？会不会太快了？我觉得妈妈应该多了解一下帅叔叔。不过妈妈要是真的想跟帅叔叔结婚，我也是赞成的，和妈妈一起去哪里都行。可他的意思是，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他。乔瑜眼底一瞬暗淡。相思，你想不想去找爸爸？想啊，但是爸爸不是不在了吗？他还活着。我也是，最近才发现。乔瑜不打算再瞒着相思，他迟早都会知道。啊！相思哈着小嘴，大脑 CPU 快烧糊了。那妈妈，我们是去跟帅叔叔一起生活，还是去找爸爸？小包子两手扶额，皱着小眉头，快纠结死了。妈妈，爸爸怎么突然活了？他是诈尸吗？乔瑜原本很难过，被他这么一说，差点笑出声。他拉过小相思的手，问道：如果我说相思喜欢的那位帅叔叔就是爸爸，相思会开心吗？小相思都惊呆了，小嘴哈得更大了。他伸着小手摸了摸乔瑜的额头。妈妈，你是不是不舒服？再说胡话啊！妈妈，你认真的吗？真的啊！相思再三确认，不敢置信。可乔瑜的表情却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是真的。开不开心？我和他说好了，再过几天他就会来接你回家。相思在震惊中消化着这个消息，小奶包子激动的不行。我有爸爸了。你有爸爸了。乔瑜看着孩子，淡笑，笑意里染了抹苦涩。相思有爸爸了，可他却要失去相思了。当晚，小相思兴奋的根本睡不着，洗完澡穿着粉色小睡衣在床上蹦迪，蹦了会儿又跳下床，从储物间里把行李箱拉出来。乔瑜热了杯牛奶端进来，就看见相思在倒腾衣柜。相思，你干嘛呢？小相思把衣服丢进行李箱里，忙得不亦乐乎。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们？我先把衣服收拾好，等爸爸来了，我们直接就走。乔瑜将牛奶递给他，把他手里的衣服拿过来。你先喝牛奶，衣服我来收。妈妈，你把我的派大星也带着。好，这个大的派大星毛绒玩偶是相思过生日的时候乔瑜给他的买的礼物，相思喜欢的不行，每晚都要抱着睡觉。乔瑜把派大星放进行李箱里，相思坐在床边喝牛奶，小嘴上糊了一圈奶沫子。他晃着小腿问：妈妈，你还没回答我，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大概下周吧。乔瑜背对着他收拾东西，行李箱里相思把他的衣服也丢了进去。乔瑜瞬间红了眼，他默默地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提前嘱咐他：相思，到了爸爸家要听话，别总是抱着平板躺在床上玩游戏，对眼睛不好。妈妈，爸爸家什么样子？很大，是个别墅，有一面墙的书，还有泳池和草坪。哇去，爸爸是土豪，那他没有好几个老婆吧？如果他有好几个老婆，好几个孩子，妈妈，我觉得我们还是别去找他了。听着相思的童言无忌，乔瑜笑了。没有，他就你一个孩子。至于薄寒石，不应该叫土豪，毕竟如今的薄寒石之豪不土，是真正白手起家的第一代豪门，金贵无双。相思缠着乔瑜，给他讲了一整晚关于爸爸的事情。12点多的时候，小奶包子终于困了，躺在乔瑜怀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嘴里还在念叨着：妈妈，我们去了爸爸家，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乔瑜捂着嘴，差点绷不住。原来相思这么想去爸爸家，是觉得他太辛苦，心间刺痛发麻，那股酸楚和不舍堵在胸口处，快要泛滥。他低头亲了亲相思的额头，轻轻拍了一会儿他的背，终是起身将行李箱收拾好。行李箱里只装了相思一个人的东西，他极力的安慰自己，相思是去过更好的生活，他应该开心。薄寒石应该会把她当小公主一样疼着宠着，不会比他给相思的爱少。他拿出日记本，日记本里有一页写着3个愿望，他在第2个愿望上划了一个叉，带着相思和母亲离开帝都。这个愿望不可能完成了，眼泪砸在日记本上，将字迹氤氲的模糊。这一夜，乔瑜彻底失眠。这段日子，乔宇因为受伤的缘故，请了一阵子的事假。等他回了 SY 的销售部，明明1号楼和3号楼靠的也不是很近，中午吃完午饭准备回部门时，却还是在偌大的园区里碰到了薄寒石和陆之绿。他们似乎也刚从外面吃完饭回来。
陆之律玩味道，真是冤家路窄啊！咱们园区这么大，乔宇你就是有本事和我们狭路相逢。说完，还竖起大拇指，语气带着阴阳，明显是内涵他。制造偶遇，他勾唇，淡淡回击：我如果要制造偶遇，干嘛不趁着博总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毕竟，我打算偶遇的对象只有博总，我对陆总没兴趣。呵，这才多久没见，嘴巴就变利索了。也许是一直这么利索，只是以前陆总没发现而已。乔宇现在一无所有，根本不惧怕再失去什么，反正没多久好活了，想怎么发疯就怎么发疯。陆之律盯着他，莫来由的想起那小屁孩来。他忽然发现，乔宇对起人来的样子，怎么那么像那个小孩？不对，是那个小孩像乔宇。再仔细一看，他们两个的眼睛像到离谱，星月形的双眼皮，眼尾弯弯的，眼睛大而圆，都是杏眸。那小鬼6、7岁，卧槽，不会是第60喜当爹？陆之律想入神了，博寒石胳膊肘撞了一下他，被乔宇对自毙了。走了，陆之律这才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乔宇已经走远的背影，忽然拉住博寒石的手腕。寒石，博寒石视线落在陆之律抓着他的手上，微微皱眉，多少有点嫌弃。你还嫌我们绯闻不够多？什么？喂，我有正事跟你说。男人已经甩开陆之律的手，迈着长腿兀自朝1号楼走去。SY 集团一直有个传闻，传得风言风语，因为博寒石和陆之律时常在一起工作，两个顶级养眼的大帅哥在一起久了，关系又好，难免会让人遐想非非。有人说博寒石是陆之律心间的白月光，但因为博寒石是个直男，两人同窗多年，陆之律一直试图掰弯对方，但无奈对方压根不接招，于是爱而不得的陆之律心灰意冷，这才娶了门当户对的南家千金，从此默默守护着博寒石。这传言要多离谱就有多离谱。 SY 的员工甚至心疼南家千金，觉得南家千金和陆之律行婚太不容易了。可事实上呢，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南初本人，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偷登上 SY 的论坛，磕起自己老公和博寒石的 CP， 禁欲克制的高岭之花 vs 纨绔邪肆的情场浪子，磕的南初姨母笑。回了办公室，陆之律大脑还在飞速运转着，他把那天的细节全部回忆了一遍，眉心狂跳。那孩子绝不可能是南初的，南初眼尾微微上扬，是典型的桃花眼。那孩子稚嫩的小脸和乔宇的脸重合在一起，相似度至少有50%。陆之律拿起车钥匙，倏然起身，大步朝电梯口走。星光杂志社，卧槽，楼下来了辆库里男，好帅啊！我刚才看见车里的人了，大长腿，顶着一张嚣张邪肆的狼狗脸，是哪个男明星吗？没见过，可能是个胡咖，长那么帅还胡，可惜了。一群人趴在窗户边眺望着楼下，南初正想过来凑个热闹八卦一下，结果手机就响了，来电显示有名无实的正牌老公一。南初没有立刻接电话，而是盯着这来电显示，愣了几秒。按照陆之律那么傲慢的性格，竟然会在提了离婚大吵一架后主动给他打电话，这是求和吗？南初清了清嗓子，慢悠悠地接起电话，喂，找我什么事？你是后悔提离？话还没说完，陆之律已经打断他，我在你杂志社楼下，下来，我有话问你。他竟然跑来他工作的地方，你是抓我去离婚的吗？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不是离婚，南初松了口气。要是真离婚，他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爸妈，还有南氏的资金流问题。3分钟后，南初下楼了，陆之律就站在那辆显眼的库里南车旁，人够帅，车也骚包。南初立刻把他拉到了角落里，你别告诉我，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在我杂志社门口当车模？那个小孩究竟是谁的孩子？我不是说了，是我和苏。陆之律沉着脸打断他，还撒谎？乔宇都跟我说了，那孩子不是你生的。南初诧异，立刻恳求道，雨雨找过你了，你可千万别把这件事抖出去，算我求你了。要是你告诉博寒石，博寒石一定会抢走孩子的抚养权。陆之律眉心一跳，所以那孩子真是乔宇的孩子？南初捂住嘴，可已经来不及了。陆之律，你特么炸我！陆之律很笃定的判断，所以那孩子6岁。南初整个人都凌乱了，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陆之律，我没求过你什么，这件事你能不能暂时保密？男人目光沉沉的盯着他，我凭什么帮你们保密？乔宇又不是他朋友，相反，博寒石才是他兄弟。
他这人私心重，向来帮里不帮外。南初咬牙，硬着头皮制服 play。陆之律不为所动，南初豁出去了，不限次数。男人薄唇微勾，笑意邪肆，成交。南初垂头丧气的往杂志社里走，默默把通讯录的备注改掉。陆之律从有名无实变成了有名有实。是的，结婚2年，他们至今没有夫妻之实。妈呀，他对乔宇绝壁是真爱，为了乔宇冲锋陷阵。南初拍着额头，头疼不已。下午开高层会议时，陆之律一直不在状态。博涵实握着笔，在桌上敲了好几次。陆总，西周池原县的旅游开发案你有什么想法？陆之律回神，池原县有历史背景，我觉得可以尝试开发旅游项目，但对其投资需要考虑成本，回报率可能要再次进行评估。等会议结束，高层都走光了，博涵时看向陆之律，你怎么回事？我没怎么，这还没怎么？刚才他敲桌面最起码敲了3次。男人挑眉，戏谑，因为和南初离婚的事闹心成这样，我看你们不如不离治愈那个孩子。你喜当爹也不是不行，反正你不打算要孩子。提到那个孩子，陆之律在心里唏嘘，不是我喜当爹，是你喜当爹啊。人一旦心里藏了秘密，就浑身难受，尤其还是这种大秘密。陆之律看了他一眼，试探性的问，你呢？喜欢孩子吗？博涵时微怔，提到孩子，他忽然想起相思了。他本想说不喜欢，甚至是讨厌，但想起相思那小孩，他只敷衍的丢了2个字，一般。一般？那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陆之律跟着他出了会议室。博涵时步伐一顿，冷冷的对了一句，怎么，你要生个女儿给我养？陆之律背对的无 fuck 说。他好笑道，我他妈又生不了，我要是女的，我给你生10个8个的，我谢谢你。不需要。陆之律又扯回正题，说真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个孩子，第61母凭子贵的心思，你最好别有。博涵时很客观的回答，没有如果，我没孩子，就是如果，人生总有万一。男人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没有那种万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如果，算了，你这人的字典里确实没如果。陆之律看着博涵时走远的背影，叹息一声，其实他刚才是想告诉他真相的，可转念一想，乔宇那厮若是想母凭子贵，陆之律眼神冷了下去。下班后，乔宇从园区刚出来，正准备走到旁边的地铁口，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库从他身旁划过，停下，车窗降下，车主按了按喇叭。乔宇抬头望去，是陆之律。陆总找我有事？上车，我有话问你。乔宇不想跟他有过多牵扯，我没话要跟陆总说，我现在要去赶地铁。他往前走，那辆库里南就跟着他，根本不罢休。陆之律这种人，要是盯上你，甩不掉。乔宇到底是上了车，没什么好气的说，陆总如果是要刁难我，真的不必浪费功夫。我知道陆总看我不爽，不过我应该很快就会辞职了。在我离开 SY 之前，你辞不辞职，我不关心你在 SY 的去留，不是我说了算，甚至不是你说了算，你应该懂，这事儿得韩石说了算。乔宇没反驳，但也不认同，他辞职了，找个地方躲起来。博韩石难不成还能将他抓回去上班？他都快死了，想不想工作，在哪里工作，他自己说了算。博总说了，他以后不会再管我了，也不会再插手我做什么，言外之意是，他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涉及博韩石本人就行。陆之律轻蔑淡笑，也许你在海市替韩石挡了一刀，他一时心软，所以放过你，但乔宇，你胆子真不是一般大，竟敢在背叛韩石之后，还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韩石要是知道了，你猜他是把你活剐还是鞭尸？你知道了。乔宇有些诧异，但也不算意外，他已经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所以被陆之律发现，他也还算镇定。陆之律问得很直接，那个孩子真是韩石的？乔宇只跟一个男人睡过，那就是薄韩石，不是他的，又能是谁的？陆之律这么问，明显是想旁敲侧击。这些年，他有没有勾搭其他男人？他嘲弄勾唇，故意刺他，不是薄寒石的，难不成是陆总的？陆之律明显被激到了，脸色瞬间阴沉。乔瑜觉得很爽，陆总问完了吗？问完我下车了，这条路离 SY 不远，要是有其他同事看见我从陆总的车上下来，陆总和我身上长着10张嘴也说不清了。乔瑜，你不会是在指望靠着那个孩子母凭子贵吧？我警告你，这种心思
你最好别有。他目光笔直地迎上他，摆烂地说，就算我有这种心思又怎么样？怎么？陆总也要把我活剐？反正一样要死，谁活剐他没所谓。他眼神很冷。陆之律第一次发现6年前那个躲在薄寒石身后看起来乖顺温柔的乔瑜，似乎远比他想的还要刺头。乔瑜不是没有爪牙，而是他的爪牙不对薄寒石张开。他像是第一次认识乔瑜一般。我想不想母凭子贵，这是我的事，我能不能母凭子贵，这得看薄寒石怎么想。至于陆总，应该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南初身上，对南初好一点。说完，乔瑜便下了车，车门砰一声被甩上。陆之律看着乔瑜的背影，气笑了。乔瑜这是在教育他，少管闲事吗？他手机响了起来，是南初打来的。陆之律，你没有食言吧？希望你有点契约精神，别把我和鱼鱼给卖了。南初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怕陆之律这人临阵倒戈薄寒石，所以特地打了这个电话来嘱咐。陆之律冷嘲道，你那闺蜜现在正想着母凭子贵，我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寒石，就等于在给他推波助澜。怎么可能？鱼鱼不是那种人。乔瑜是哪种人我不清楚。当初他和寒石谈的时候，寒石胃不好，他能在大雪天风雨无阻的给寒石送饭，谁看了不说一句恩爱？可就是这样的死心塌地，也能扭头在法庭上毫不犹豫的污蔑寒石是肇事者。乔瑜比你想的疯，他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谁能保证他是不是想母凭子贵？南初始终是站在乔瑜这边的，就算鱼鱼想母凭子贵又有什么错？只要薄寒石愿意，谁也挡不住。乔瑜是你姘头吧？你对他滤镜那么厚。南初嘴角微抽。乔瑜回了家，相思，妈妈回来了，给你带了巧克力蛋糕，吃不吃呀？卧室里的小相思刚想用平板给薄寒石发微信，就听到妈妈的声音，他放下平板跑出去，吃，我来了。乔瑜洗了手，拆开小蛋糕，递给相思一个小叉子。相思大眼亮晶晶的，哇，妈妈，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竟然有小蛋糕。相思喜欢吃蛋糕，冷饮，但是孩子肠胃虚弱，乔瑜平日里就不怎么给他吃垃圾食品，但可能相思很快就会被薄寒石接走。他想让相思记住，妈妈是很宠他的，也是很爱他的。不是什么日子，妈妈就是觉得之前为了挣钱，总是没时间陪相思，所以买个小蛋糕，补偿一下我的小可爱。相思咧着小嘴挖了一勺，送进嘴里。乔瑜温柔地看着他，好吃吗？好吃到冒泡。说着，小奶包又挖了一勺，递到乔瑜嘴边。乔瑜张口吃下。这些年，乔瑜总是把相思一个人丢在家里。之前在卫视台工作的时候，收入还可以。那时候相思也还小，他必须要工作挣钱，可相思也不能没人带。当时他就找了个保姆带相思。第一个保姆趁着乔瑜不在家，掐相思，掐的相思身上好几处青紫淤痕。乔瑜知道后，问保姆为什么。保姆说，这孩子太皮，欠管教。乔瑜什么也没说，直接给了保姆一耳光，揪着保姆的头发往墙上撞。当时那保姆吓坏了，他似乎没想到，看起来柔弱温柔的乔瑜下手会这么狠。乔瑜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失控。都说为母则刚，乔瑜也不例外。相思就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红线。第一个保姆被他赶走后，他又找了第二个保姆，在家里装了监控。相思那时太小，很黏他，抱着他的大腿哭着说，妈妈，你别去上班了，陪陪相思。乔瑜也想陪他，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出去工作，连相思的奶粉都买不起，更别说疗养院里还有个母亲等着他养。这6年来，乔瑜自认亏欠相思，他怕到时候离别太痛苦。想了想，还是柔声对孩子说，相思，如果以后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记得，妈妈很爱你，真的很爱你。相思撅着小嘴看着他，我知道妈妈很爱我，但我不想妈妈离开我。妈妈，你要一直在我身边。乔瑜看着他，一时无言，看着他可爱无邪的小脸，真的很想承诺他，一直陪着他。可是命运似乎总是捉弄人，好像活得越是努力，就越是折磨谁。他的人生已经烂透了，但是相思不能和他烂在一起。晚上，他给徐正打了个电话，第62答应陪他去看海。接到乔瑜的电话，徐正有些意外，乔瑜几乎从不主动打电话联系他的。乔小姐，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情吗？此时，相思已经睡着了。乔瑜站在阳台的窗户边，徐特助，麻烦你帮我问问博总，我跟他提的事，他考虑的怎么样了？
什么事？乔宇也没隐瞒，很坦然地说了，陪我去看秦海。我就告诉他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他会感兴趣的。好，我去问问，问到了我打电话给你。谢谢了。18岁的乔宇和薄寒石一起过生日那晚，吹了蜡烛，吃了蛋糕，也许了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能和薄寒石一起去看秦海，看海边日出。第二个愿望是希望母亲能醒过来。第3个愿望是希望能和薄寒石修成正果。年少许下的愿望总得争取实现一下吧，不然就这么死了，多可惜。第2个愿望在3年前实现了，母亲苏醒过来了。第3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那头的徐正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直接给薄寒石打个电话。这么晚了，他本来是不敢去叨扰的，但事关乔瑜，他又不敢耽误。电话打过去，响了会儿，被接起。喂，伯爷，刚才乔小姐打电话给我，她让我问问您，陪她去秦海的事情，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告诉她，我不会陪她去。可是乔小姐说，那个秘密，您会感兴趣的。又是这套。薄寒石抬手摁了摁眉骨，声音冷沉的没有情绪，让他死了这条心吧。挂掉电话后，男人进了浴室洗漱。淋浴过后，浴室里的镜子蒙上一层淡淡的雾气。薄寒石抬手将雾气抹去一部分，那光亮干净的一半镜子里，正好照出他左胸口那道刀疤。说起来也巧，乔瑜替他挨的那一刀，也是距离心脏1厘米。他送他沉香条，替他挡刀，就只是为了让他去陪他看海。从浴室出来，土豆跑上来蹭到他脚踝边，喵，他嘴里又叼了东西。这家伙还真是什么都要叼一叼，玩一玩。要不是他宠着，这猫早就被他炖了。薄寒石微微拧眉，蹲身将那东西从他嘴里抽出来，是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大雪天，乔瑜和他在小区里打雪仗。画面里，乔瑜拿着一个大雪球抵在他右脸上，而他呢，手臂紧紧圈着他，手指捏着他的脸。雪天很冷，可照片里的氛围却温馨极了。他看着照片，伸手撸了撸猫，你把这个叼来，是提醒我扔掉它。喵！土豆，我没有，我不是你胡说。这一晚，薄寒石失眠了，脑海里反反复复都是乔瑜替他挡刀的画面，还有他说的那句陪我去看秦海，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他起身坐在床边，心里躁郁，冷静了好半晌，钟氏拿起电话打给徐正。凌晨，徐正已经睡了，被电话吵醒，迷迷糊糊的，喂，宝爷，告诉乔瑜，我会陪他去秦海，时间他定不过，他最好是真的有秘密要告诉我。男人口吻阴质冷厉，话落就挂断了电话。那边的徐正握着手机缓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连忙坐起来给乔瑜打电话。老公，这大半夜的谁打电话给你啊？睡在一旁的妻子徐淼被吵醒。我老板。徐淼皱眉，嘟哝道，不会吧，你老板还在和他女朋友闹呢？都多久了？不是我说，他是有多直男啊，追那么久，人妹子还没答应他。徐正无奈叹气，这两人真是的，吵架冷战，还要我在中间传话。就是啊，你老板嘴巴真是比钢铁还硬。开口问下妹子的手机号，很难吗？下次我要是碰到你老板，一定教他几手把妹手段。看着人模人样，长那么帅，搞半天是个哑巴。徐正想了下，觉得徐淼说的不对，他要是个哑巴倒好了，他不仅不是个哑巴，还各种说反话，那还不如毒哑算了。乔瑜跟徐正说了，这周六他会在秦海等薄寒石，到时候他会把相思也一起带去，不管薄寒石是否要带走相思，他都希望在他带走相思之前，相思能有一个一家3口的美好回忆。相思还小，他不想给相思留下什么阴影。他低头看着已经睡熟的相思，摸了摸孩子的头，轻声喃喃，周六你就能见到爸爸了。相思一直很想要爸爸，现在的孩子早熟，也都很机灵。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有人问相思，他爸爸是做什么的？怎么从没见过他爸爸来接他放学？从那以后，相思对这个话题就很敏感，好几次和班里孩子发生矛盾，都是因为同学提了爸爸。有一次，相思跑回家，朝乔瑜大哭，他说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就我没有爸爸？乔瑜当时抱着他，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束手无策的心疼他。不过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会有爸爸，爸爸会去参加他的家长会，会去接他放学，会把他举在头顶，他会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幸福。第二天一早，乔瑜做好饭以后，
去卧室亲了下小包子的小脸。相思，妈妈去上班了，有事给妈妈打电话。相思闭着眼，迷迷瞪瞪的点着小下巴。孩子最近放暑假，乔瑜会做好3餐放在冰箱里，相思饿了就会把饭放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吃。家里有监控，乔瑜会时不时看一下，联系相思。等他走了，睡在小床上的相思忽然掀开被子，拿到平板给帅叔叔发微信。妈妈说再过几天帅叔叔就来接他们回家了，可是要过几天啊？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帅叔叔却还没来，他都等急了。他点着语音说了句：叔叔，我想你了，我能去找你玩吗？说完发现不对，这不是叔叔，这是他爸爸。他撤回了消息，又重新发了条语音：爸爸，我想你了，我能去找你玩吗？第63，相思去找爸爸了。SY 集团1号楼会议室里，博寒石和陆之律刚和一个合作方谈完，合作方刚走，博寒石收到一条微信语音：我不想去上学，5秒钟语音，后面还跟着一个背着小书包欢快蹦跶的可爱表情包。看见消息，男人唇角不自觉地牵了牵。陆之律凑过来：谁的消息啊？难得看你笑一下乔瑜的吗？提起乔瑜，博寒石脸色又冷了下去。不是。陆之律看到了他的手机屏幕，把微信昵称给读了出来：我不想去上学。不会吧，你最近泡上学生妹了？成年没有啊？男人剜了他一眼：这只是个孩子啊，你也孩子都不放过。陆之律看他的眼神像是看变态一样。博寒石没好气的点开语音，语音里传来一道奶声奶气的小包子声音：爸爸，我想你了，我能去找你玩吗？博寒石和陆之律皆是一愣。博寒石愣住，是因为相思叫他爸爸。陆之律愣住，是以为博寒石已经知道了他有个孩子。这孩子，你女儿？不是，只是我偶然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他爸爸已经过世了，大概是想让我做他爸爸，所以才这么叫。陆之律又问：这孩子叫什么呀？相思，在南初家碰到的那个小鬼也叫相思。这世界真是魔幻。陆之律倒抽口凉气，双眼瞪大：这他妈就是你的孩子！他内心在狂叫，但面上终究是忍住了。怎么了？没怎么，他不是说想找你玩，你不回他消息。博寒石淡笑：我看起来很闲吗？万一人孩子真跑来找你，你最近说话怎么总是那么不着调？南初又怎么你了？博寒石迈着长腿径直回了办公室。陆之律内心低皱，那可是你嫡亲嫡亲的女儿。这边小相思发完消息后一直在等着爸爸回复他，可是等了老半天，爸爸也没搭理他。难道是工作太忙了没看见信息？相思叹气，小肩膀摊下来。他忽然想起什么，爬下床找到那本杂志，仔细看了半天，封面上写着 SY 集团博寒石。难道爸爸在 SY 集团工作？他立刻把杂志塞进甜甜圈书包里，把自己打电话的小手表也带上，又把平板塞进去。他又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牛奶，几袋小饼干，最后还把猪猪储钱罐里的钱也掏了出来，准备出门前，他一身装备在镜子面前照了照，觉得很满意，这才拧开门锁离开了家。相思拦了辆出租车，司机诧异地看着他，问：小朋友，你就一个人啊？你是走丢了吗？我没有走丢，司机大叔，我要去 SY， 你送我过去，我有车费。SY 是那个 SY 大楼吗？应该是的。司机懵了，应该？小朋友，你到底去哪里？我要是把你搞丢了，帽子叔叔可是会找我的。就去 SY 大楼。大叔，你放心吧，我不会走丢的，我不是3岁小孩。那你几岁？6岁了，等放完暑假我就上1年级了。司机被逗笑，哈哈，那你挺厉害的，快成小学生了。哼，司机大叔，走吧，我去那里找我爸爸，不会走丢的。那我送你过去吧，不过你要是找不到你爸爸，我就打电话给帽子叔叔，让他把你领回家。司机大叔，谢谢你。这一路上相思都很激动，他没打招呼就去找爸爸，爸爸一定会很惊喜。很快到了 SY 集团门口，相思付完车钱，背着小书包从车里跑下来。他跑到门卫处，张望着小脑袋询问门卫大叔：我要进去找我爸爸，可是这里看起来好大，好多楼，你知道我爸爸在哪栋楼吗？门卫坐在门口的房间里，朝窗外看了一眼，没看到人。谁在说话？大叔拉开窗户，左看右看，
没看见人影。相思扒拉着窗口，仰头看着那一脸迷糊的门卫，拧着小眉头说：“大叔，你低头，我在下面了。”门卫一低头，这才发现一只矮萌矮萌的小包子。小朋友，你吓我一跳。小相思眨巴着乌黑无邪的大眼。大叔，你还没回答我，你爸爸叫什么？在这里上班吗？相思从书包里翻出杂志，指着封面的英俊男人说：“这个就是我爸爸。大叔，你见过我爸爸吗？这不是我们博总吗？可是，博总未婚未育啊，哪来的孩子？这孩子看起来也不小了，最起码5、6岁。”门卫说道：“小朋友，你是不是找错人了？这个人是我们大老板，他没孩子的。我没找错，他真的是我爸爸，我有他微信。”门卫也懒得跟一个小孩掰扯，便说：“你既然有他微信，就给他发消息，让他出来接你吧。”说完，便悠闲坐下，喝了口茶。他笑着摇摇头，现在的小孩真是逆天，一张嘴就能扯出一个没有边际的谎。相思小眉头拧紧，他看了一眼大门拦车的拦车杆，趁着门卫不注意，他背着小书包，猫着小身子，偷偷从窗户下面溜走。他从拦车杆下面钻进了园区。1分钟后，门卫大叔一边品茶，一边刷视频，顺便问了下窗口外的孩子：“小朋友，你爸爸回你微信了吗？”过了几秒，蓦人回答：“小朋友。”还是没人应。门卫一起身，往窗下一看，人没了。他再往园区内一看，那孩子已经溜进去了。这熊孩子，你站住！相思直接钻进了最靠前的一栋1号楼。像爸爸那么厉害的人，一定是在1号楼里。在小朋友的世界里，数字1代表最强、最厉害。相思在前面跑，门卫在后面追。他蓦地撞上一个人，来了个后仰摔。相思感觉屁股都摔开花了，手里的杂志也摔在了地上。奶冒出来的熊孩子，没长眼睛吗？相思一抬头，就看见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年轻阿姨。她爬起来：“阿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江晚嫌恶地看了一眼熊孩子，正想收回目光时，忽然看见地上那本杂志，他正准备去捡，相思更快一步地捡回来，抱在怀里。江晚问：“这是你的杂志？”相思点点头：“你谁家的孩子？怎么跑来集团了？”“我来找我爸爸。”江晚看着这个小孩，总觉得眼熟，不免多问了几句：“你爸爸是谁？”相思指着杂志上的男人说：“他是我爸爸。”“阿姨，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你说什么？”“第64爸爸，快来救我！”江晚第一反应是嗤笑：“小孩，你知道你指的这个人是谁吗？”“知道呀，我爸爸。”看他一脸笃定的样子，江晚就无语。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小屁孩，撒谎不打草稿纸，说的就是你这种熊孩子。很快，保安追过来了。江晚吩咐道：“保安，把他赶出去，他在这里妨碍我们办公了。”“是，刚才门卫没注意，一晃神给他溜进来了，我这就带他出去。”就在保安拖着相思离开之际，相思扯着小奶音大喊：“我爸爸真的在这里，我没说谎。”江晚正准备转身上楼去找江宇川，脑海里忽然闪过宋依依给他发的消息，这就是那个小杂种，竟然都6岁了。江晚回忆起那份资料里的照片，眉心猛然一跳，他扭头再次看向那熊孩子，好像还真是那个叫乔相思的小杂种。他叫住保安：“慢着！”保安这才松开相思。相思连忙跑过去：“阿姨，你信我了吗？”江晚蹲身，和相思平视，温柔一笑。他对保安说：“这孩子我认识，我带他去找他爸爸。你走吧。”等保安走了，相思迫不及待地问：“阿姨，我爸爸在哪里？”“你爸爸呀，是我的朋友，他不在这里。”“你找错地方了。”“啊，那他在哪里？”“阿姨，你能带我去找他吗？”“好啊，走吧，我带你去。”江晚伸手握住他的小手，朝停车场走。他不信，这是乔宇为韩石哥生下的孩子，如果是，那他就更不能这熊孩子见到韩石哥了。乔宇工作了一上午，准备去食堂吃饭时，想起了家里的相思，他打了个视频过去，可想了好久，没人接。他觉得不对劲，就去看家里监控，结果家里角落都看遍了，也没看见相思的人影。他发现相思的书包也不见了，难道他一个人跑出去了？乔宇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他给相思微信打电话，不接；打家里的座机电话，不接；打手表电话，依旧是不接。他又立刻给南初打电话：“喂，雨雨，初，相思有没有找你啊？”“没有啊。”“怎么了？”乔宇更急了：“
声音里已经带了哽咽。他不在家，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而且我刚才打他电话没人接。你先别急，也许相思只是跑去楼下吃面条吗？你不是说他跟楼下面馆的老板娘很熟，总是去吃牛肉面？对，我现在就赶回去看看。现在还没到24小时，没法找帽子叔叔，我马上开车来接你，陪你一起去找，比你打车要快。好。星光杂志社距离 SY 不远，大概10分钟车程。南初很快就到了，乔宇甚至忘了跟经理请事假，直接早退了。回到小区楼下，乔宇冲进面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又去小区监控室里查了下监控。监控里只见相思背着小书包，确实走出了电梯，出门了。初，你说他能去哪儿啊？乔宇已经不冷静了。南初想了想，说他不会是去找博寒石了吧？乔宇一愣，还真有这个可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徐特助。乔宇正要拨出电话，南初摁住了他。我们现在还只是猜测，相思不一定真的去找博寒石了。万一他没去找博寒石，我们岂不是不打自招？而且博寒石要是知道你把相思弄丢了，他万一捏着这个把柄在法庭上和你抢抚养权，这是致命的。不如这样，我们先回 SY， 我找陆之律帮我们去调监控。SY 集团监控室里，乔宇和南初正拼命查监控，一旁的陆之律得知事情来龙去脉后，为乔宇捏了把汗。这事儿要是被寒石知道，活寡还是轻的。南初用胳膊肘顶他胸膛，都这时候了，你还怪乔宇？少说两句。其实不用陆之律指责，若是相思真的走丢了，找不回来，都轮不着博寒石来活寡他，他会愧疚到自杀。陆之律说归说，还是认真帮忙的，看他们翻监控翻的麻烦。他说，你们在这边查，我去问问门卫有没有见过相思。5分钟后，陆之律回来了。相思的确来过这里，但被一个女人带走了。按照门卫的描述，那女人8成也在我们集团工作。监控里，乔宇一眼看见了江婉，是江婉，她带走了相思。南初咬牙道：妈的，又是这女人搞事情，打电话给江宇川吧。江婉可是他的好妹妹，他不管教，谁管教？这边，江婉把相思带去了医院。相思抿着小嘴，发现不对劲了。阿姨，你带我来医院干嘛？你不是说你是韩石哥的女儿，我带你来做个亲子鉴定啊。不是什么人都能直接冲到韩石哥面前攀关系的，尤其是这种小野种。相思皱着小眉头，气鼓鼓的看着他，你骗人，送我回去。下车吧，小鬼。江婉把相思从车里粗鲁的拖出来，相思抓着他的手背，在他虎口处用力咬了一口。江婉吃痛，缩回手。相思趁机就跑了，他连忙用小手表拨出了一通烂记于心的号码。爸爸，快接电话啊！就在江婉伸手抓住他的后衣领子，拖小鸡似的把他拖回来时，电话接通了。相思连忙大喊：爸爸，我是相思，快来救我，我被绑。绑架2个字还没说完，江婉连忙顿了挂断键。你叫谁爸爸呢？你以为韩石哥会信你是他女儿？相思奶凶奶凶的瞪着他，臭阿姨，你放开我，等会儿我爸爸来了一定教训你。江婉像是听见什么笑话一般，呵，你知不知道我和韩石哥的关系？就凭你还想让他教训我？相思咬着小牙疯狂瞪他。江婉脸一冷，拽着他就进了医院。给我进去。到了医院大厅里，相思立刻机智的叫起来，救命，这个坏女人是人贩子，她打我，叔叔阿姨救救我。这小鬼嗓子洪亮的一塌糊涂。这下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目光全都聚集到了江婉身上。你胡说八道什么啊？小相思泪流满面，哭的眼睛鼻子都红了，看起来像个小可怜。他索性瘫在地上揉着眼睛大哭，你个骗子，骗我说带我去找我爸爸，把我拐走，等我爸爸来了你就倒霉了。江婉看看四周，医院大厅里的人目光可疑的落在他身上，他正想拽着这小鬼离开，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哥哥，第65虐渣，父女相认。江婉预感不妙，但又不能不接江宇川的电话，若是不接，等于坐实了绑架罪名。踌躇了几秒，他接起电话，口吻很镇定的开口，喂，哥，婉婉，你把乔瑜的孩子带去哪里了？我没有啊，别撒谎了，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你别做傻事，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在第一医院。乔瑜一行人匆匆赶到医院，
相思一看见乔瑜，立刻挣开江婉，朝乔瑜跑过去。妈妈！乔瑜紧紧抱住她，那些紧张到窒息的不安情绪随着眼泪四溢。你怎么能一个人跑出来？妈妈都快急疯了，还好找到你了。你有没有怎么样？母女俩都哭了。相思一边帮乔瑜擦眼泪，一边认错。妈妈，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乔瑜用力抱住她，还好相思没事。那种浓烈的恐惧感终于缓缓散去。乔瑜抬手擦干了眼泪，他慢慢站起来，目光落在江婉身上，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又冷又怒。他刚要走上去，江雨川握住他的手臂。雨，江婉一时冲动，我来教训他。你，他劝阻的话还没说完，乔瑜一把甩开他的手。江婉瞪着他，心虚道：我又没绑架他，我只是带他来医院做个亲子鉴定，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韩石哥的女儿。你干嘛一副要杀了我的眼神？哦，我知道了，这个小杂种根本就不是韩石哥的孩子，所以你恼羞成怒。啪！乔瑜狠狠甩了他一耳光。这一巴掌是因为你绑架相思。江婉脸被打偏过去，他捂着脸委屈至极。我没有绑架他，你少血口喷人。啪！又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是因为你骂相思是小杂种。乔宇，你别太过分。哥，这个女人竟敢打我，你不帮我。就在江婉害怕的要躲去江雨川身后时，乔瑜又是一耳光扇过去。啪！不过这一巴掌没打到江婉，而是落在了江雨川脸上。一旁的陆之律和南初都愣了下。你这闺蜜疯起来真是让人震惊，她连老江都打。南初不以为然，谁叫她不好好管教江婉，刚才还想拦着乔瑜，活该。乔宇红着眼瞪着面前的男人，冷声说：你既然这么愿意替她受着，那这一巴掌就打你纵容你妹妹绑架别人的孩子。雨，江雨川眼神一瞬暗淡。江婉还在叫嚣：乔瑜，我都说了我没绑架她，我只不过是带她来做个亲子鉴定罢了，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乔瑜绕过江雨川，直视着江婉，一字一句道：你如果再敢动相思一下，我会杀了你。你如果觉得我在开玩笑，那你大可以试试。他甚至笑了下，像个失去理智杀红眼的疯子。江婉没来由的怕他，不甘的死死瞪着他，却不敢再说一个字，只能紧紧咬着嘴唇。小相思背着小书包站在一旁，觉得妈妈不太对劲，她小跑过来牵住乔瑜的手。妈妈，我饿了，我们回家吧。乔瑜手心冰冷发麻，相思软软的小手逐渐暖化他。好，我们回家。乔瑜回握住相思的小手，一转身彻底愣住了。博寒石站在那儿，黑眸直直地盯着他，似要看穿他。相思最先反应过来，他下意识朝博寒石跑了过去。爸爸！乔瑜手心蓦然一空，他失去相思了。第66，求你别用相思报复我。乔瑜看着相思的小背影，欢快地跑向另一边。这一幕他在脑海里幻想过很多次，也做过无数次的心理防线，可当他真的发生了，胸口依旧痛到快要窒息，心脏像是被一层厚厚的密不透风的塑料袋裹住，闷闷的快要晕眩过去。好不容易透风了，能呼吸到一点点稀薄的空气，却发现是千万根细密的针头扎破了塑料袋，又疼又无助。小小的身子撞到薄寒石大腿上，相思昂着小脑袋看他，咧着小嘴问：爸爸，你是来救我的吗？小家伙两只小手抱住了他的腿，薄寒石这才缓神。他低头看着这张可爱小脸，难以置信，他和乔瑜竟然有个孩子。相思对上薄寒石复杂的眼神，不解：爸爸，你怎么不说话？是看见我太惊喜了吗？是啊，又惊又喜，各种情绪都被打翻了。他仔细端详着眼前这张小脸，之前怎么没发现他和乔瑜那么像？他看着相思，问他：你说你6岁？他的声音已经哑了。相思点头，嘟着小嘴说：对呀，我6岁了。爸爸，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你怎么又问？你说你妈妈帮你取相思这个名字，是因为想念你爸爸。是啊，他很想你哦，我也想你。第一次见面时，相思说他6岁，没有爸爸，爸爸过世了，他妈妈很爱爸爸。第二次见面时，相思说6月6号是他妈妈的生日，他和他妈妈都爱吃草莓冰激凌。当时他竟然没有去深想，乔瑜真是隐瞒了一个好大的秘密。这2天陆之律不停地暗示他，所有人都知道了，和乔瑜关系近的关系远的
都知道了，唯有他是最后一个知道。薄寒石忽然笑了，乔瑜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瞒着他，好不辛苦。爸爸，你眼睛怎么红了？是见到我太激动，所以哭了吗？薄寒石看着相思，甚至有片刻说不出话来。这是他和乔瑜的女儿，竟然有6岁了。他缓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恢复冷静。男人一如往常，抬手揉了揉相思的小脑袋。你先站在这里，我过去跟你妈妈说几句。我不能一起过去吗？爸爸，你要跟妈妈说什么呀？我都不能听。薄寒石淡笑，深邃眼底满是宠溺，说一些小孩不能听的甜言蜜语。哦，我懂了，那我就乖乖站在这里。小奶包一脸了然。可当薄寒石走向乔宇，抬眸的瞬间，眼神陡然变了，深沉、冷炙、阴沉。乔宇明白，他恨他。薄寒石眼角猩红的看着他，费尽心机的瞒了我6年，你很辛苦吧？乔宇眼眶里有泪花，脸上却是强颜欢笑，瞒来瞒去，不还是被你发现了？事已至此，薄总，说吧，你是想让我母凭子贵呢，还是去母瘤子呢？他说着狠话，激怒薄寒石，可还没激怒薄寒石，倒是先把旁边的姜丸给激到了。寒石哥，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诌，也许那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我今天带这个孩子来做亲子鉴定。乔宇激动的不行，他分明是做贼心虚。寒石哥，你千万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你们分开6年，谁知道那是谁的野种？婉婉，你说够了没有？江宇川出言制止，他刚才都承认了，他就是想母凭子贵。寒石哥，你千万不能被他骗了，那个孩子不是你的。乔宇，今天是江婉的错，我会回去好好教育他。话落，江宇川把江婉强行拖走了。江婉一路走，一路回头，大声道：寒石哥，乔宇就是个骗子，满嘴谎言，你千万不能信他的。一旁的陆之律摸摸鼻子，对南初说：我们也该走了。我不走。谁知道薄寒石会怎么对玉玉？她可是他孩子的妈，他还能怎么对她？你现在真的很亮。南初勾了下耳边发丝，亮？我一直都知道我很亮啊。看他自恋的样子，陆之律轻笑出声：你笑什么？我是说你和电灯泡一样亮。陆之律直接把他拉走了。吃瓜群众都走了，只剩下乔宇和薄寒石2人对峙。你应该清楚，你没有资格母凭子贵。乔宇扯唇，那薄总是想去母瘤子，或者薄总对相思也无所谓。既然薄总没所谓，那我就带相思回家，还像以前那样。说着，乔宇便想转身带相思离开。他后悔了，他发现他根本舍不得相思。薄寒石一把扣住他的手腕，黑眸冷冷盯着他：你能给相思什么？今天为什么江晚能带走他？他的质问一针见血。乔宇脸色瞬间失了血色。我第一次见到相思的时候是在医院，当时他说他妈妈去挣钱了，他一个人待在医院里。如果当时他碰到的不是我，而是一个人贩子，乔宇，你觉得你有那个能力承担后果吗？薄寒石的一字一句都在诛心。乔宇困难地咽了咽喉咙，他恳求地看向薄寒石：我知道我抢不过你，也争不过抚养权，但我有个条件。说，相思可以跟你走，但我必须有探视权。法律上你的确有探视权，但你应该知道这件事，看我心情。男人眼底冷得快要结冰。这个结果乔宇不是没预料过，可这是他想到的最差结果。他哽咽道：我养了相思6年，他早就习惯我了，忽然离开他会哭闹的，他还小，迟早会适应的。我会给他请最好的保姆、育儿师，全方位的照顾他，这点你不必担心。话落，男人便朝相思走去。乔宇拉住他的手，死死攥住。他哭着求他：薄寒石，算我求你了，是我对不起你，你恨我，要报复我，冲着我来就好，别用相思来报复我，好吗？我身为相思的亲生父亲，却是最后一个知道他的存在。乔宇，不仅仅是我在报复你，你也在报复我。他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拨开，根本不给他挽留的余地。男人大步走到小包子面前，弯腰将他一把抱起：走吧，爸爸带你回家。相思愣了，他坐在薄寒石手臂上，迷糊地问：那妈妈呢？妈妈她待会儿还有点事，暂时不跟我们一起。真的吗？相思扭头看向不远处的乔宇，妈妈身影单薄地站在那里，红着双眼目送他们离开，眼底满是浓郁的不舍。妈妈看起来好难过。徐正打开迈巴赫的后座车门，薄寒石和相思上了车，车门关上，
迈巴赫发动引擎，乔宇追了出来。相思趴在车窗上，发现不对劲了。他忽然说：“妈妈不走，我也不走，我要下车，我不去爸爸家了。”薄寒石不为所动地坐在后座，目光冷得没有情绪。小相思扒拉着车门要下去，他一把将孩子抱过来，吩咐徐正落锁。咔嗒，车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黑色迈巴赫驶入车流里，相思挣开薄寒石，趴在车窗边，两只小手猛拍窗户。我要下车，爸爸停车，开门，我不去爸爸家了，我要妈妈，开门，嗷呜呜呜。开车的徐正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伯爷，乔小姐还在追，我们要不要停下来？可后座的男人始终没发话。乔宇拼命地追，眼泪一半流下来，一半被风吹走。相思，相思。车内，小相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去爸爸家了，呜呜，我要妈妈。爸爸，我不要你了，我讨厌你，我恨你。徐正是结了婚的人，他忍不住提醒伯爷，我看我们还是停车吧，就算要带走相思，也至少跟孩子说清楚。如果是这样强迫带走，万一以后相思恨你怎么办？第67，获得探视权。车内，相思哭到喘气，小脸煞白。薄寒石忽然意识到不对劲，立刻将孩子抱过来。相思，你怎么了？爸爸，我……小家伙用力按着胸口，张着小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仿佛呼吸困难。折回医院，那辆车牌号为京 A99999的黑色迈巴赫渐行渐远，泪水模糊了乔瑜的视线。就在他心灰意冷之时，那辆黑色迈巴赫又重新出现在他视野里，那是去医院的方向。难道是相思出了什么问题？乔瑜立刻追回医院。医院里，相思被推进抢救室里。乔瑜匆匆赶到后，立刻对医生说：“医生，乔相思一直有动脉导管未闭的问题，她都这么大了，之前既然知道孩子有这个缺陷，怎么没做手术？”就在乔瑜语塞之际，薄寒石冷静开口：“那就现在立刻做手术，今天不一定能排得到。”很快，徐副院长来了，他先朝薄寒石打了个招呼：“保总，你好。”“你好，徐院。”刚才在来医院的路上，薄寒石就给徐副院长打了电话。徐副院长得知情况后，便说：“赵医生，这是 SY 集团的薄总，里面的孩子是他女儿，能立刻做手术吗？”院长都出面了，赵医生哪敢不从？虽然他也不认识什么薄总，但徐院的面子是要给的。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各位，先失陪了。等赵医生和徐副院长离开，乔瑜站在手术室门口，声音沙哑道：“我想守在这里，等相思平安做完手术，这不过分吧？”薄寒石没赶他走，就算是默认允许，但下一秒，男人却冷声质问：“既然早就查出了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一直没做手术？”乔瑜的难堪像是被扒光，完全暴露在他面前一般。因为缺钱，他扯唇，坦白承认了。所以现在你应该明白，相思跟着谁才是最好的选择。薄寒石字句珠玑，乔瑜的心像是被捅出一个大窟窿，鲜血淋漓，他眼角红了。是啊，薄总一句话的事情，就能让相思立刻做手术。相思跟着你，会比跟着我过得更好。但有一件事，保总应该也清楚，相思暂时还离不开我。要是保总强行带走他，就会像刚刚那样，你在用相思要挟我。男人黑眸里射出寒光，危险至极。乔瑜承认，他的确是小人了一次。保总怎么想我不重要，但我相信保总也不希望相思会因为爸妈不在一起而难过，甚至留下什么童年阴影。我虽然舍不得相思，但我和薄总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我希望相思过得好，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好，还有精神上的。男人目光一沉：“你是在指责我给不了相思足够的父爱？我当然是希望保总能给相思足够的父爱。我仅仅是提醒一下保总，相思做完手术后会很虚弱，薄总那么忙，就算要照顾，大概率也是找护工，但我会比护工更适合照顾相思。”乔瑜，你以为相思真的离不开你？至少目前是。男人周身的气压极低，气氛冷凝，彼此僵持几秒后，薄寒石终是松了口。在相思出院之前，我希望你能跟他说清楚我们的关系，让他接受这个事实。好，一言为定。你还有什么要求？男人冷着脸，却还是退了一步。乔瑜想了想，说：“相思虽然很开朗，但是突然换环境，也会让他感觉不安。我希望薄总能多抽时间陪陪他，给他讲讲睡前故事。薄总应该也能感觉到，相思他很喜欢你，他也一直很渴望爸爸能帮他去开家常会，所以以后开家长会，我希望薄总尽量不要缺席。还有。”他语气顿了顿，深吸一口气，
又说，还有就是，我知道博总你不想看见我，但是我依旧想请博总允许我一周见一次相思。我和相思相依为命了6年，说割舍就割舍，我真的做不到。一周1次，太频繁，这会导致他更依赖你。那就半个月1次，成交。他答应的还算爽快。乔宇眼眶红红的，听到这个答案后，脸上凝重的情绪轻松了不少。他还有大概半年的时间，这半年里，他会努力做好相思的思想工作，让相思渐渐适应没有妈妈的生活。手术室的红灯还亮着，博寒石和乔宇坐在外面的等候椅上，中间隔了2个座位出来。他们明明有个女儿，有过那么亲密的关系，如今却又那么远。相思喜欢吃草莓冰激凌，但是她肠胃又不太好，所以博总要限制她吃冷饮的次数。她喜欢拍大星，晚上喜欢抱着拍大星的布偶睡觉。她一出生就有动脉导管未闭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就算做完手术，也不能做太多剧烈运动。她一直想去坐海盗船，这也是我没带她去玩海盗船的原因。还有啊，乔宇哽咽了一下，他对相思有太多的不舍了。相思是他这6年来全部的支柱，要是没有相思，他可能早就死在3年前了。乔宇吸了吸鼻子，伸手用力抹掉眼泪，继续说，他不爱吃蛋黄，博总别逼他吃，吃蛋黄他会吐。他的叮咛很细致，细致到让博寒石心脏处忽然刺痛。男人不动声色地握了握掌心。乔宇又在逼他心软，在海市的时候，他就跟他结束所有关系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就连一旁的局外人徐正听了这些话，也觉得心里刺挠得慌。气氛缄默了好半晌，博寒石终是说，关于相思的喜好和习惯，你可以整理好发给徐正，我会看的。乔宇弯唇，好。博寒石不像他，博寒石一直是言而有信的，他说会看就一定会看，这点乔宇信他。乔宇也信他会对相思很上心，这点他不用担心。只是我不清楚博总以后还会不会谈恋爱结婚。如果博总以后结了婚，有了第2个孩子，我希望。男人直接打断他，我不会结婚，也不会再谈恋爱，更不会有第2个孩子。那宋依依。第68搂着他的脖子，我和宋依依没关系，她也不是我的未婚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博寒石难得解释了，其实他没义务对他解释什么。乔宇点点头，那就不存在偏心的问题了。我相信博总会是一个好父亲，不仅是个好父亲，曾经也是个非常合格的男朋友，只是他自己不珍惜罢了。彼此再也无话。介入手术不算什么大手术，但手术时间也不算短。乔宇左胸口的伤口一直没恢复好，再加上刚才追车跑得太剧烈，此时伤口已经撕裂，疼得钻心。徐正看他脸色不对，好心的问了句，乔小姐，你是伤口疼吗？可能是刚才跑得太快，有点扯到了。没事的。乔宇伸手用力压着伤口，让伤口的痛意不那么明显。忽然坐在一旁的博寒石站起身，去医生那儿看看。不用了。话音还未落下，乔宇身体一轻，博寒石把他抱了起来。乔宇看着他愣了几秒，他这个举动对乔宇而言过于意外，甚至受宠若惊。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可以走。我说过不想欠你人情。男人一张俊脸依旧冷得掉冰渣，可将他打横抱起的动作里却多了几分耐心和温柔。博寒石抱着乔宇去了胸外科，徐正看着他们的背影摇头叹息，真是口嫌体直的家伙。医院里人来人往，乔宇像个残废一样被博寒石打横抱在怀里。两人的长相又非常抢眼，尤其是博寒石，个高腿长，气场强大，路人不免多注视了几眼。乔宇被目光洗礼的有些不自在，耳根发烫。那个，你还是放我下来吧，我真没事。男人只低头冷冷瞥了他一眼，对他的要求置若罔闻。这男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强势，搂着我脖子，你想摔下去？乔宇只好乖乖的搂紧他的脖子，像是这样的公主抱，还是在6年前。乔宇记得他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特意穿了一双高跟鞋，结果高跟鞋走了几分钟路就磨脚的不行，脚后跟都磨破了，血肉模糊。那是在商场里面，也是大庭广众之下。博寒石二话不说就把他抱了起来，他抱着他上了商场的5楼，去专柜买了双舒适的运动鞋。那时的乔宇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明晃晃的放纵偏爱，那句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年少遇到太惊艳的人，容易误终生。
乔宇缓缓抬眸，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一眼沉沦，像是要把他的脸牢牢记在心里。虽然没有以后了，但这一刻已是足矣。胸外科医生帮乔宇检查完伤口后，询问：“你这个伤口多久时间了？”恢复了快半个月了。都半个月了，怎么还这样？你是不是回家碰水了？伤口如果反复撕裂的话，是很难愈合的。你要是一直没法愈合，就要住院挂水了。乔宇不想住院，他没多久好活了，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医院里。医生，你帮我清理一下，换个药吧。如果伤口恶化，我再来住院也行，但你要重视这个伤口。现在愈合的还是有点慢，我开点吃的药给你吧。好。等清创完，换了药，博寒石和乔宇回到手术室门口时，相思的手术也结束了。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摘掉口罩说手术很成功，因为是微创手术，孩子年纪又小，所以恢复会很快的。乔宇问：“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等麻药进过去吧，估计要明天了。谢谢医生。相思被推进了病房里，乔宇守着他，博寒石站在一旁，显得毫无用处。博总，这里有我守着，你要是有工作上的事，可以先走，有任何情况我会打电话给徐特助的。原以为男人会头也不回的离开，结果博寒石朝一旁的沙发上一坐，一点离开的打算也没有。相思是我的女儿，我不会没有责任心的把她一个人丢在病房里。这话是在指名道姓的骂她吗？他咬了咬唇，觉得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当时博总砸了我的饭碗，没有公司愿意聘用我，我只好晚上去兼职，要不是生活所迫，我不可能把相思一个人丢在医院的。你这是在怪我砸了你的饭碗？我没有，我不想狡辩，只是说明一下情况。呵，倒成了他不对。两个大人都留在病房里，守着一个还没醒的孩子，这两人还横眉冷对的，半小时不会说一句话。徐正感觉这气氛诡异的离谱，他硬着头皮打破僵局：“博野，乔小姐，中午你们都没吃，现在都下午了，你们该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给你们。”乔宇怕徐正走了，这病房里只剩下他和博寒石，只会更僵。他立刻说：“我不饿。”说完，肚子就咕咕叫起来。乔宇尴尬，这肚子还真是一点面子不给他。博寒石起了身，对徐正说：“一起去。”哦，好。等博寒石和徐正离开病房，乔宇才松了口气。他伸手摸了摸相思的小额头，又将点滴调慢了一点，轻揉着相思打点滴的那只小手臂。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难出。他走出病房门口才接起电话：“喂，雨雨，你和博寒石谈的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刁难你？”“没有，我们谈的差不多了，相思的抚养权归他，我半个月可以去看一次相思。”电话里的难处炸了：“什么？才半个月看一次？博寒石还有良心吗？我觉得这样也好，总是去看望的话，我真的会越来越不舍。相思本来就是你女儿啊，而且这6年来是你一个人亲手把相思养大的，博寒石凭什么限制你去看相思的次数啊？抚养权都给他了，他还这么霸道，太不是人了吧？”乔宇不争取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他去争取，甚至他要做到和相思慢慢断掉关系。他不想到时候相思为他难过。还有半年了，他迟早要放手的。这些南初并不知情，乔宇也没打算解释，就先这样吧。刚才相思做了介入手术，我还在医院守着呢，先不跟你说了。那等相思醒了，你告诉我，我去看她。好。半小时后，博寒石和徐正把饭买回来了。徐正将装饭的袋子递给乔宇，随便买了点。乔小姐将就吃吧。好。那你们呢？我们刚才在店里吃过了。徐正因为集团有事，先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博寒石和乔宇了。又是过了2个小时，乔宇有点犯困，趴在病床边瞌睡起来，好几次，脑袋差点栽在床上。博寒石看不下去，起身让开了沙发的位置，去沙发上睡。可是这个点滴，我来盯着。乔宇自知拗不过他，他一起身，博寒石走过来看点滴，顺便抬手调了下点滴速度。他忽然看见他冷白的手指皮肤上有明显的烫伤痕迹，似乎还是新伤。你的手。第69。撮合爹妈，你的手是抽烟时烫伤的吗？他食指和大拇指的侧面有很深的烫伤印记，看起来像是新伤旧伤叠在一起。之前乔宇也看到了，但当时刚重逢，他们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张，就没敢问。虽然现在他们的关系也不好，但好歹能平静地说上几句话。
不是。薄寒石漠然地将手收回去。乔瑜看他并不乐意告诉他原因，便也不再问。识趣是乔瑜现在运用的最好的技能。到了晚上，薄寒石买饭回来，乔瑜将一支烫伤药膏递给他，我刚才去医生那边开的，你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丢了吧。饭言简意赅，大概是因为不想跟他多说一个字。乔瑜正准备将那支烫伤药膏放回桌上，去接薄寒石手里的盒饭，男人突然从他手里将烫伤药膏抽走。他接受了。乔瑜接过盒饭，依旧是问：你吃过了吗？他只淡声应了一声，便道：我出去抽根烟。薄寒石和乔瑜守了相思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相思醒过来时，看见两人关切的眼神，苍白的小嘴咧了咧。乔瑜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询问：相思，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小家伙摇摇头，因为刚醒过来，小奶音有些哑。妈妈，爸爸，你们能不能不要分开？刚醒来就操心他们大人的事情。乔瑜多少有点内疚。相思，你刚做完介入手术，先好好养病，我和爸爸现在不会离开你，会一直陪着你。真的吗？等我病好了，也会一直陪着我吗？小奶包澄澈乌黑的大眼，不确定地看向薄寒石，那干净无邪的眼神里，有明显的渴望和期待，一下击中他心脏处最柔软的地方。薄寒石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爸爸，你不会让妈妈离开我，会跟我和妈妈一直在一起的，对吗？男人缄默了几秒，乔瑜立刻说：相思刚醒，你去叫一下医生吧，让医生过来看看情况。薄寒石被乔瑜顺利支开，小相思眼底落寞，垮着小脸严肃地说：妈妈，你不会跟我去爸爸家，对吧？相思，妈妈很爱你，爸爸也很爱你，不管爸爸妈妈是否在一起，我们都会爱你，而且会加倍的爱你。哼，大胖的爸妈离婚也这么说，可过了没多久，大胖爸爸就重新找老婆了。大胖的后妈有了自己的小宝宝，再也不喜欢大胖了。大胖的妈妈说会一周来看一次大胖，结果呢，1个月了都没来看他。哼，你们大人就会骗人。大胖是相思在班里最好的朋友。小家伙说着说着，委屈的眼睛红了，眼泪滚滚。乔瑜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试图安慰他：你爸爸说了，他不会结婚的，也不会再谈恋爱，更不会再跟其他女人要小孩。你爸爸是很言而有信的人，他只会宠你一个小孩。小家伙扯着小嗓子问：既然爸爸没有其他喜欢的人，为什么不跟妈妈结婚？相思，爸爸和妈妈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你依然是爸爸和妈妈的小宝贝啊。爸爸不会结婚，妈妈也跟你保证，妈妈不会开始新的感情，更不会丢下相思不管。骗子，大骗子！之前妈妈明明说好要跟我一起去爸爸家，原来妈妈就只是想丢下我。我不要你们了，你们都是骗子！小家伙越说越激动，呛到口水，咳嗽个不停。乔瑜连忙帮他顺着气，柔声低哄：妈妈不会丢下你的，妈妈那么爱你，怎么会舍得丢下你？相思，是妈妈不好，妈妈再也不说这些了好吗？薄寒石从病房外进来：我和你妈妈会永远陪着你。男人从容坚定的声音像是一剂安定剂。听到爸爸这么说，相思的哭声戛然而止，小奶包鼻涕吹出一个泡。爸爸，你说真的？真的。相思招手：爸爸你过来。薄寒石走到病床边，小家伙握住乔瑜和薄寒石的手放在一起，用小大人般的口吻教育他们：那你们和好吧，以后不准吵架了，知道吗？相思。乔瑜欲言又止，薄寒石反手握住乔瑜的手，对孩子说：现在我们和好了，你也不准哭了。相思把鼻涕泡泡吹炸了，立刻不哭了。乔瑜看向两人十指相扣的手，微微出神。他知道薄寒石只是骗骗相思而已，现在的确是哄好了，可再过几天又该怎么办呢？过了会儿，医生来了，给相思做了检查，没什么问题，术后要注意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差不多住院1周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不要剧烈运动，虽然不是大手术，但也是在心脏上的手术，术后需要静养，不能情绪激动。医生嘱咐好以后，便离开了病房。小相思大眼咕噜咕噜转了2圈，看看爹，又看看妈，然后抿着小嘴说：医生伯伯说喽，情绪不能激动，你们千万要好好的，不要惹我激动，知道吗？薄寒石，乔瑜，他又人小鬼大的皱着小眉头，叹息道：哎，你们2个大人怎么回事啊？让一个6岁小孩为你们操碎了心，真是的，也太不懂事了。就这样，在相思的极力撮合下，
一家三口才有了点真正一家三口的样子。相思比较好动，躺在病房里无聊，乔宇把手机给他玩了。小家伙一拿到手机，就打开摄像头前置。爸爸妈妈，我们还没合照哎，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吧。相思为了撮合他们，还真是够卖力。乔宇尴尬地看向薄寒石，一开始还担心他不给面子，结果男人很干脆的就靠到相思左边。他甚至问怎么拍。小相思招呼还在愣神的乔宇，妈妈你过来我右边。哦好。乔宇除了无条件配合，别无其他。薄寒石在左，乔宇在右，相思在他们中间。小家伙将手机横过来，因为手太小，一只手抓不过来，让薄寒石帮忙。爸爸你抓着手机，我要比耶。薄寒石被一个6岁小孩安排的妥妥帖帖。乔宇不敢置信，像是一场幻觉。先是咔嚓了第一掌，相思看了看，不满意，你们两个怎么都不笑，重来。薄寒石严肃惯了，忽然让他面对镜头笑，这有点难。小相思扭头小脸，两只小手指提起自己的唇角，对薄寒石咧着白白的小牙齿，爸爸 smile。 男人僵硬的将嘴角弧度牵了牵。相思又发现乔宇苦着脸，无奈的叹气，你们两个像是被强迫的，我想哭。第70一家三口温馨相处。小奶包小脸一垮，乔宇立刻弯唇，这不是笑了吗？快拍，我刚才只是没想好怎么笑。小奶包立刻又精神了。一家三口在镜头里看起来温馨极了，爸爸英俊，妈妈温柔，孩子可爱。拍了好几张，相思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久，这孩子仿佛狠狠捏住了两个大人的命门，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极为配合。折腾了一下午，晚上乔宇喂相思吃了一些鸡蛋羹和小米粥，因为还挂着营养液，所以相思也不算饿，吃的不多。吃完，小相思就拍拍病床另一边的位置，爸爸你也过来，我困了，你给我讲睡前故事吧。薄寒石坐到他身边去，相思靠在他怀里，你想听什么睡前故事？小奶包嘴巴很甜，爸爸说的我都爱听。薄寒石轻笑，那我说个笑话吧。相思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爸爸你还会说笑话？薄寒石看起来严肃高冷，像是高岭之花，根本不像是会说笑话的人。有一天，公主被大魔王抓走了，大魔王说，你尽管叫破喉咙，没有人会来救你。公主便大声喊，破喉咙破喉咙，没有人说，公主我来救你了。说完，薄寒石低头去看小家伙蒙圈的小脸，不好笑。男人一脸认真的询问。小相思头顶飞过3只乌鸦，咕咕呱。过了1秒，小家伙捧场大笑，哈哈哈哈，爸爸你说的真好笑，但是太冷了。一旁的乔宇也忍不住笑出声，这个笑话他也听薄寒石讲过，当时他和相思的反应一模一样。妈妈你也觉得好笑？乔宇憋笑，好笑，但是好冷。小相思鼓励道，爸爸你真棒，还会说冷笑话，你说的太好了，下次亲子活动的时候家长表演，爸爸你可以说冷笑话，他们一定会被你逗笑的。因为相思表情过于认真实诚，薄寒石信以为真，有这么好笑？小家伙用力点头，因为你本人真的够冷。扑乔宇笑出声，男人黑眸沉沉的看了乔宇一眼，乔宇立刻收了笑意，相思你别逗爸爸了，他能给你讲冷笑话已经不错了，至少还冷，对吧？又不好笑又不够冷，才真的无趣。相思也赞同，爸爸虽然你冷笑话讲得很好，但是咱们还是讲故事吧。男人嘴角微抽，这孩子是专门来坑爹的吧？闹腾了好一会儿，才把相思哄睡。薄寒石坐到了病房外的椅子上，乔宇帮相思掖好被子后也出了病房，他反手将病房门轻轻带上。薄寒石不管怎样都谢谢你能接纳相思。下午薄寒石配合得很好，相思明显也很喜欢和他相处。男人姿态放松地坐在椅子上，后脑勺靠着墙壁，没什么情绪地说，相思是我的女儿，我接纳她，对她好是理所当然的，也谢谢你愿意配合相思。那你呢？想过以后怎么跟她交代？乔宇摇头，还没有。薄寒石冷声提醒他，你最好好好想想，给她制造了羁绊，就要承受她变本加厉掉眼泪的风险，就像是当初他对她一样。乔宇制造了他们之间的羁绊，可羁绊离散，薄寒石也没了半条命。
回忆越是美好，就越是让人心碎。与其如此，还不如当初没快乐过。薄寒石起身，越过乔宇身侧，重新进了病房。乔宇站在门外，冷静了好久。他不敢去想，若是告诉相思，他以后半个月去看他一次，相思会怎样？他打开手机图库，看着那仅有的几张合照，眼眶莫名热了。有些事，片刻即是永远，就像是这几张合照。之前，他想都不敢想，和薄寒时还能有这么融洽的时刻。翌日上午，兰初来医院看相思，陆之绿也来了。兰初买了一个乐高树给相思，小东西，在病房很无聊吧？无聊就拼干妈给买的乐高树。相思接过乐高，大眼亮晶晶的，哇干妈，你也太宠我了，谢谢干妈。陆之绿站在一旁清了清嗓音，这虽然是干妈选的，但这可是干爹付的钱，你怎么不谢谢我？干爹？相思左看右看，在往陆之绿身后扫了几眼，干爹在哪里啊？陆之绿，小兔崽子，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记仇？兰初笑喷，你识趣点，人家不想认你做干爹。陆之绿什么时候被小屁孩捉弄过？他自然要找回颜面。小兔崽子，你认我做干爹，我给你买10个乐高，怎么样？小兔崽子的干爹是大兔崽子吗？几个大人被小相思这话逗得忍俊不禁，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薄寒时，唇角也扬了扬。不过，笑话归笑话，礼貌还是要有的。乔宇教育道：“相思，陆叔叔是长辈，不能无礼。”相思也算乖巧，好吧，陆叔叔，你也不能叫我小兔崽子。如果我是小兔崽子，那我爸爸就是大兔崽子。陆之绿搭上薄寒时的肩膀，勾唇道：“哼，你爸可不就是大兔崽子？”薄寒时冷冷剜他一眼，丢开他的手臂。相思，这个流氓干爹，不认也罢。陆之绿啧舌，瞧你，小妾，你女儿认我做个干爹怎么了？我可是你救命恩人。相思一听来了兴趣，陆叔叔，你救过我爸爸？是啊是啊，干爹厉害吧？那看在你救过我爸爸的份上，我就认你做干爹吧。陆之绿这回把这小兔崽子看顺眼了，哎，这就乖了。相思提醒他，别忘记10个月高哦。对，寒食，你这女儿跟你一个德行，以后长大不会也是个万恶的资本家吧？一分一厘，记得门儿清。兰初吐槽道：“才10个月高而已，都做人干爹了，还这么小气。”过了会儿，相思把乐高树拆开，坐在病床上拼乐高。薄寒时和陆之绿陪着，兰初趁机把乔宇拉出了病房。病房外，兰初问他：“你真决定好了，把相思交给薄寒时？”相思跟着薄寒时会过得更好，他跟着我太吃苦了。那相思呢？相思愿意。乔宇失笑，我还没敢跟他说呢，我现在决定把他交给薄寒时，我之后又不是见不到他了，可我还是难过的要死出出。你说，要是真到了分开那天，我会多难过？相思又该多难过？南初抱住他，要不再和薄寒时商量商量，你们或许能和解。和解的意思是重新在一起吗？我不敢奢望这个。他看了一眼病房里，薄寒时在很耐心地帮着相思拼乐高，俨然一副慈父的模样。乔宇眼圈泛红，他苦笑道：“要是这几天都是真的，相思该有多开心啊！可现在有多开心，之后就会有多难过。”第71，你敢跟薄寒时去抢乔瑜吗？相思要在医院住几天，乔瑜回家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过来。这2天，相思因为有爸妈陪着，开心的不行。大概是因为白天闹腾的厉害，所以晚上很快就睡着了。乔瑜看着孩子酣睡的小脸，轻轻叹息一声。他从随身的包里掏出记事本和笔，在第一个愿望上划上叉。薄寒时大概率是不可能陪他去看秦海了。他已经得知相思的存在，并且拿走了相思的抚养权，他没有秘密可以威逼他了。不过人活一世，哪能没有1-2件憾事呢？咔嗒，病房门被推开，薄寒时回来了。乔瑜立马将日记本合上，塞回包里。他忙着藏日记本，却忘了手机还亮着。薄寒时一眼就看见他亮着的屏幕上，正在浏览招聘软件。乔瑜一怔，也注意到了。说起来，薄寒时也算他老板。他在老板眼皮底下翻着招聘软件，准备跳槽，好像怪怪的。我就是随便看看，毕竟销售不是我的专长，我还是想做回原来的播音主持领域。男人眸色清寒，面上却不动声色。你不用跟我解释，我说过，你自由了，你要去哪里工作是你的事，不用跟我汇报。等相思出院，我就立马回去工作。
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对现在的工作，我也会好好对待的。薄寒石没应声，这男人一向讳莫如深，惜字如金。乔宇也没打算再多说什么。过了会儿，男人忽然问：相思下周3就出院了，你有什么打算？乔宇心情瞬间跌入谷底。我会和他说清楚的。薄总放心，这件事不会拖太久，拖太久对他和相思都不好。周末，江宇川拖着江婉来医院道歉。寒石，乔宇，这2天我已经教育了婉婉，他的确做错了事情，你们想怎么处置他，我都没有怨言。江婉咬着唇站在那儿，明显是被江宇川逼来的，脸上满是不情愿。他碍于薄寒石在场，只好忍气吞声。寒石哥，是我做事太冲动，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都是为了你啊，我怕乔宇骗你，我才会自作主张的带着孩子来医院做亲子鉴定。薄寒石并不吃他这套，冷沉质问：你今天究竟是来狡辩，还是来道歉？江婉委屈的绞紧手指，乔宇已经狠狠扇了他2个耳光，够让他没面子的了，还要他怎么低声下气的道歉？寒石哥，对不起。如果必须道歉的话，他只对寒石哥道歉，至于乔宇，他不配。男人坐在那儿，似乎没打算松口，而是发话：受到惊吓的是相思，你应该和相思道歉。江婉看向病床上的小屁孩，给一个小屁孩道歉，这让他的脸往哪儿搁？而且这小屁孩还是乔宇的孩子。江婉杵在那儿，始终开不了口。乔宇冷声说：江小姐若是不想道歉，那就走吧。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也没什么意义，可江婉清楚，今天若是不道歉，以后他就没法再面对寒石哥，他不能失去寒石哥。他忍下心底的怨气和不甘，抬头对相思说：对不起，是阿姨一时糊涂，你能原谅阿姨吗？相思抿着小嘴看着这个坏阿姨，很不给面子的说：不能。你……江婉脾气正要发作，江宇川拉住他的胳膊制止了他。薄寒石忽然说：做错事，你道歉是你的事，对方也有不接受的权利。江婉，我不追究你的责任，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再有下次，你哥的面子也不好使。男人语气不轻不重的点到为止，却充斥着上位者的威慑力。江婉低着脸不敢再造次。江宇川道：寒石，谢谢你能谅解婉婉，以后我一定会多加管束他，不让他再胡来。江宇川和江婉出了医院，江婉立刻原形毕露，他朝江宇川吼道：你看见了吧，那个贱人和寒石哥已经有了孩子，乔宇以后一定会利用这个孩子拼命缠着寒石哥。江宇川，你不仅毁了我的幸福，也毁了你自己的。婉婉，你在胡说什么？上车，回家。我不跟你回去，回去又要教育我对吧？你整天在我耳边念叨做人要安分守己，让我不要喜欢寒石哥，那你呢？江宇川，你不是也喜欢兄弟的女人？江婉，你闭嘴！江宇川音量忽然提高，狠狠怒斥了他一声。江婉才不怕他，他冷笑道：怎么，被我说中心思，恼羞成怒了？你既然喜欢乔宇，为什么不去争取？为什么还让他有机会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寒石哥？你快去把他搞到手啊！江宇川拧眉看着他，江婉，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寒石他不适合你，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寒石他只把你当作妹妹。婉婉，你别再痴心妄想了，再这样下去，江婉会变成疯子。我痴心妄想？你呢？你口口声声说不会肖想兄弟的女人，那你为什么每次看着乔瑜的时候都情难自控？江宇川，你就是一个胆小鬼，你比我虚伪多了。我喜欢薄寒石，我就要争取他。你呢？你敢跟薄寒石去抢乔瑜吗？你真是疯了！江宇川拽着他的胳膊，试图将他塞进车里。上车，回家再说。我不回去。江婉用力甩开他的手。江宇川，你少拿你那套来教育我。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让我孔融让梨？我追求我爱的，我有什么不对？寒石哥跟乔瑜领证了吗？结婚了吗？寒石哥现在是单身，我追求他，无论是从法律还是道德，都合情合理。寒石刚才的态度还不够明显吗？他不喜欢你。婉婉，你大可以去找一个爱你的人，热脸贴冷屁股有什么意义？你不了解薄寒石，他如果不喜欢你，不是心甘情愿被你管着，你根本驾驭不了他。我干嘛要驾驭他？我只要能嫁给寒石哥，他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哥，你帮帮我，你去追乔宇，只要乔宇跟你在一起，寒石哥一定会放弃他，到时候你如愿以偿，我也能梦想成真，这不好吗？第72让乔宇留下来过夜。江宇川抽回手，冷着脸说：我不会帮你。江宇川，
你甘居人下那是你的事情，但你没权利让我跟你变得一样窝囊。话落，江婉转身，踩着高跟，邪气冲冲地离开了。江雨川站在车边，看着江婉离去的背影，眉宇间满是愁云。他真怕江婉会走错道，如果有那样一天，他只怕护不住他。江雨川靠坐在车里，有些心累。他拉开储物盒，正准备拿包烟，手指却触碰到一张照片。照片是残缺的，被人剪过，只有一半。照片里其实本来有3个人，他、乔宇还有薄寒石。这是他和乔宇唯一同框的照片，不过也是沾了薄寒石的光。那时他和薄寒石在拍博士毕业照，乔宇是为了薄寒石才来的，因为出于绅士和礼貌，所以女士站在了中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将左边的薄寒石给剪掉了。于是这张残缺的照片上就只有他和乔宇。这张照片被他卡在塑封里，一直保存得很好，崭新至极。婉婉说的没错，他是个胆小鬼。他喜欢乔宇，但至始至终他都没争取过，只将这份心动藏于心底，不见天日。他记得那一年的暑假，他和薄寒石搬出了学生宿舍，先是合租了一套房子。那时乔宇还住在学校里。有一天周六的晚上，乔宇不想回西周，又无处可去，薄寒石便带乔宇来了合租的房子。那天他原本不在，但因为突发情况又折了回去。他刚进家门，浴室的门忽然打开，他开始还以为是薄寒石，结果他看见乔宇穿着纯棉的白色小吊带和短裤站在浴室镜子面前，长发湿漉漉的，因为刚洗过澡，整个人雾蒙蒙的，梦幻的镀着一层柔光。他正弯腰在柜子里找吹风机，吊带很短，因为弯腰的动作露出一截雪白细腰，湿发、锁骨、软腰，匀称纤细的腿，整个人白到发光，又纯又玉。当时他站在他身后，看愣了。乔宇以为站在门口的是薄寒石，便喊了一声，他喊的是寒石。等他一回头，明显吓了一跳，惊得尖叫。他连忙背过身去，等薄寒石来了，扯了一条大毛巾裹在了他身上。他被薄寒石护在怀里挡着，进了自己的卧室。那时合租的房子隔音很差，他在客厅听到乔宇朝薄寒石嘟哝，说尴尬死了，以后他不来了。那会儿薄寒石还是挺宠他的，舍不得他受一点委屈。当天晚上就带着他去住酒店了。没多久，薄寒石就搬出去重新租了房子，不合租了。他那时故意调侃他，说他见色忘义，有了女朋友就把兄弟给丢了。当时薄寒石怎么回答的？他说雨雨不喜欢，无奈又宠溺。于乔宇而言，那仅仅是一次不想提起的尴尬，可对江雨川来说却是唯一一次心动。他闭上眼，脑海里无数次浮现乔宇穿着白色吊带湿着长发刚从浴室出来的模样，挥之不去。周三上午，相思出院了，2个大人各怀心思。小相思很敏感，一直拉着乔宇和薄寒石的手。到了车边，乔宇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跟他们一起上车。已经坐上车的小相思一个劲地喊他：妈妈，你上车呀，外面好热。他看了一眼薄寒石，两人意有所指地说：先上车吧，到御景园再说。乔宇就这样跟着他们的车，一路忐忑不安。相思扯扯他的手：妈妈，我们去哪里？是去爸爸家吗？去爸爸家，可是我的派大星还没带。带了，我回家拿换洗衣服的时候把行李箱带来了，你的东西都在后备箱。相思睁着大眼盯着他，忽然问了句：那你的东西呢？他的眼神干净纯粹到乔宇不舍得骗他：我的东西也带了。小家伙似乎不信，抿着小嘴像是审问他一般：真的？乔宇只嗯了一声，便转移话题：你不是一直想养只猫吗？爸爸家有个橘猫，叫土豆，长得肥嘟嘟的，特别可爱，待会儿你就能看见它了。毕竟是小孩子，很快就被乔宇带偏了。一路上乔宇都在给相思描绘着爸爸家有多好，极尽所能的让相思尽快喜欢上那个家。很快便到了御景园，车子开进别墅里，入目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有秋千，还有个大泳池。因为之前决定好了要接相思过来，所以薄寒石特意嘱咐徐正将别墅的一些景观布置得稍微童趣一点。泳池里放着好几个泳圈和漂浮的小黄鸭，院子门口停着一辆孩子开的电动小车，薄寒石特意嘱咐徐正去买的。相思看见那小车，
走不动道儿。乔宇看出来他喜欢，便道：想玩就上去试试，是爸爸特意买给你的，这是你的车，随便开。不知道是不是到了陌生的环境，一向开朗活泼的相思忽然抱着乔宇的腿，不肯撒手。薄寒石蹲身询问：怎么了？不喜欢？相思抿着小嘴不说话，小脸蹭乔宇的腿。妈妈，我们回家吧。乔宇怔了怔，相思，你说什么呢？这里就是你的家啊。小家伙兴致不高，不说话了。乔宇蹲下来和他平视，握着他的小手，柔声说：之前你不是说爸爸家的房子好大，你要好好参观参观。走，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相思不动。你不想跟土豆玩？土豆很可爱的，你肯定会很喜欢。相思还是不为所动。徐正见状，便进屋把土豆抱出来。喵！徐正将橘猫递给他。相思，这是土豆。小家伙只瞥了土豆一眼，但没接过去。直到薄寒石说：相思，去参观一下爸爸给你布置的房间怎么样？他紧攥着乔宇的手，眼巴巴地盯着薄寒石说：妈妈也去。相思比薄寒石想象中还要依赖乔宇，他以退为进。好，你们一起去。相思牵着乔宇进了别墅，薄寒石走在后面。徐正小声提议道：伯爷，我看今天相思情绪不太对劲，要不让乔小姐今晚留下来过夜，安抚一下相思，孩子好像很怕妈妈丢下她离开。第73，长痛不如短痛。薄寒石的确担心相思会很难适应离开乔瑜的生活，但这种事长痛不如短痛，迟早要面对，羁绊越深就越难过。这意思是已经决定干脆利落的做绝了。徐正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薄寒石这么做也有道理。薄寒石跟徐正也进了屋内。别墅里，相思张着黑白分明的大眼，左看右看，目光里明显有很强的好奇心，但是他又怕乔瑜会走，所以不敢乱逛，小手紧揪着乔瑜的手指，在偌大的客厅逛了一遍。乔瑜温柔询问：相思，你喜不喜欢这里？这里有爸爸，有你喜欢的橘猫，还有，你不是喜欢荡秋千吗？院子里就有秋千和滑滑梯，以后没其他小朋友跟你抢秋千了，随便你怎么玩，开不开心？小家伙始终绷着小脸，他仰头问乔瑜：妈妈，那你呢？你喜欢这里吗？我当然喜欢啊，这里这么大，还有恒温泳池，你不是总吵着让我带你去游泳池里玩水，待会儿你就可以抱着泳圈去玩水。小相思很平静地看着他，忽然开口：那妈妈，你也留下来好不好？乔宇愣住了，他一直以为他刚才伪装得很好，可没想到相思还是发现了。乔宇也不忍心再骗他，他缓缓蹲下身，看着孩子：相思，对不起，妈妈不能留在这里。为什么？妈妈，你不要我了吗？两串眼泪瞬间夺眶，乔宇抬手帮他擦着眼泪。我怎么会不要你？相思，妈妈永远爱你，但是妈妈做过一些让爸爸难以原谅的事情，我们没法在一起，但是妈妈和爸爸保证，即使分开，我们对你的爱也不会少。我让爸爸原谅你不就好了？妈妈，你别走。相思，不哭，原不原谅妈妈，那是爸爸的事情。你看，江婉阿姨给你道歉，你也不接受。爸爸有句话说的对，道歉归道歉，接不接受是别人的权利。妈妈曾经伤害过爸爸，爸爸不原谅我是人之常情，但是相思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爸爸他会很爱你的。我不要妈妈走。江婉阿姨是坏蛋，所以我才不原谅她，可是妈妈是好人，爸爸为什么不原谅妈妈？啊呜呜！相思张着小嘴，放声大哭。乔宇也哭了，他哽咽道：是妈妈没用，妈妈挣钱比较少，相思跟着我，会吃苦的。爸爸，这里的房子比妈妈住的房子好，相思想要什么，爸爸都可以帮你买。你不是喜欢吃冰激凌吗？爸爸家里有大冰箱，里面全都是冰激凌。相思说到最后，乔瑜声音啜泣，快要说不下去了。我可以不吃冰激凌，呜呜，我不想住大房子了。妈妈，你骗我，你说你跟我一起来爸爸家住，我要妈妈。乔瑜一把抱住相思，他咬唇，心痛的安慰：不哭了，以后妈妈会来看你的，又不是永远分开。宝宝，你听话，妈妈不是不要你了，妈妈只是不住在这里。我不信，我来爸爸家是因为妈妈说要跟我一起，我才愿意。妈妈要是不来，我也不想来。我不要爸爸了，妈妈，我们回家。相思拽着乔瑜的手，一边哭一边用力拉乔瑜走。乔瑜站在那儿不动，只红着双眼看他，像是铁了心一般。相思拉不动，屁股摔在地上，
他爬起来抱着乔鱼的腿，赖在乔鱼身上。乔鱼眼泪四溢，他吸了吸鼻子，手摸着小家伙的后脑勺说：“爸爸这里有大房子，有橘猫，有滑滑梯，有秋千，这些东西我都给不了你相思。你跟着爸爸会过得更好，跟着妈妈就只有吃苦受罪。你听话，以后妈妈会经常来看你的。”呜呜，骗子！妈妈是大骗子！对不起，相思。乔鱼心一横，用力拨开了相思的手。他快步走出别墅。妈妈！相思想追上去，却被薄寒石拉住小胳膊。放开我！放开我！大坏蛋！他张开小虎牙，就去咬薄寒石的手，咬得很用力。可男人却不为所动。乔鱼之前就打好了车，车子到了，停在别墅门口。他想回头去看一眼相思，可眼泪滚下。他心狠的拉开车门坐上去。师傅，走吧。出租车渐渐开出御景园，乔鱼坐在后座，捂着嘴低声痛哭。而御景园里，相思追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跑，跑得太快，摔了一跤，跌倒在地。妈妈！呜呜呜！大骗子！薄寒石蹲下来看着他说：“以后他会来看你。”相思扁着小嘴，奶凶奶凶地瞪着他：“你为什么要赶走妈妈？大坏蛋！呜呜！我不喜欢你了，你不是我爸爸！”呜呜！薄寒石没有动怒，他把相思一把抱起来，朝御景园里走。到了屋子门口，薄寒石把他放下来，改为牵着他，大手拉小手。他低头对相思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你会喜欢上这里。”小家伙哭唧唧地翘着小嘴，仰着哭花的小脸，狠狠瞪他：“呜，我不喜欢这里，这里没有妈妈。你不是答应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吗？你不仅是大坏蛋，还是大骗子。”薄寒石眉心微动，终是哑声道：“除了这件事我没法答应你以外，其他事我都会尽量满足你。那你带我去找妈妈，我要回家，这里就是你的家。”相思哭着白他一眼：“又骗我！抱歉，相思。”小家伙努着小嘴，哭成了泪人：“我不想理你。”“那你哭吧，哭够了，不难过了，再理我。”相思从行李箱里把那只派大星布偶拿出来，抱在怀里，坐在别墅门口，像个小受气包。薄寒石陪着他，坐在门口，一大一小，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相思把那只派大星布偶扔出去：“妈妈不要它了，她也不要派大星了。”薄寒石看着那只布偶，起身将那只粉色的派大星捡起，他捡回来递给小家伙：“我不要了，你妈妈说你晚上得抱着这个才能睡得着。”小家伙苦着小脸，傲娇的从他手里拽过派大星。相思抱着派大星哭了好一会儿，哭累了才停下来。他问薄寒石：“你为什么又活了？”“什么？”他皱着小眉头，好奇地问：“妈妈说你早就不在了，为什么现在突然又活了？不是只有鬼才可以这样吗？”一时间他哭笑不得：“如果我是鬼，那你怎么能看得见我？”小家伙撅撅小嘴：“也是哦，那你以前都跑去哪里了？怎么也不来看看我？你想知道我和你妈妈之间的事情吗？”薄寒石看着他，黑眸里满是耐心和温柔。相思哭得眼睛痒，用力眨了眨大眼，把眼泪挤出来，勉为其难地说：“那你说吧，我听听。”薄寒石淡笑了下，抬手帮他擦了擦眼泪。他没有把相思当做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来看，他也不认为相思年纪小就什么都不懂。相反，只要拿出真诚，孩子会理解，也会明白。我和你妈妈以前也相爱过，当时我很爱你妈妈，可后来……薄寒石说了很久，相思也渐渐听了进去。他听懂了，就像是如果他和大胖一起偷吃零食，但大胖却跑到老师面前告状，说他偷吃零食，那他也会很伤心，觉得大胖背叛了他们的友谊。只是爸爸和妈妈之间比这个还要严重。那爸爸，你会永远不原谅妈妈吗？第74，爸爸，你还爱着妈妈对吗？永远，永远太久。当初乔宇也说永远爱她，永远在一起。可后来呢？永远这个词像是绚烂烟火，转瞬即逝。薄寒石看着相思可爱稚嫩的小脸，他坦诚道：“我没想过那么久，但至少现在我做不到原谅。”相思眼圈红红的，鼓着小脸说：“可是我觉得妈妈也很难过，让她在外婆和爸爸之间选一个。妈妈选了外婆，虽然妈妈对不起爸爸，但是当时妈妈一定很难受。没想到相思这么小，竟然会这么明白抉择的痛苦。是啊，择其一，怎么选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当年
就算乔瑜不站出来指认他，乔帆一样会利用西州州长的身份将他送进去。可他不是圣人，他偏执，痛恨背叛。如果当年指认他的那个人不是乔瑜，他揉揉相思的脑袋，不管我和你妈妈之间如何，你都是我女儿。爸爸保证，不会比你妈妈爱你少。爸爸，对不起。男人眸色一正，似是诧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我刚才骂你是大坏蛋。薄寒石勾了勾唇角，所以你现在是愿意理我了？勉为其难吧。因为哭了好久，他小奶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有些小傲娇。傲娇这点似乎是随了他。薄寒石看着这张和乔瑜有几分相似的小脸，终是动了恻隐之心。他问，这6年来你跟你妈妈过得怎么样？相思先是点点头，又摇了摇头，是好还是不好？薄寒石眼底多了几分探究，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这也是分情况的。听着小包子小大人般的口气，薄寒石耐心问道，那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爸爸，你很想知道吗？你还爱着妈妈对不对？相思乌黑的大眼天真无邪地盯着他，像是想从他口中得到肯定答案。薄寒石沉默了几秒，不爱了。男人语气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上的波澜。相思努着小嘴，有些丧气，看来爸爸真的没法再和妈妈在一起了。我跟妈妈在一起很开心，我爱妈妈，妈妈也爱我。妈妈说我是她的小宝贝，她可以为了我放弃一切，但是妈妈为了养我和外婆很辛苦的挣钱，她去挣钱就没法陪我了。我一个人在家真的很想她。还有吗？有啊，我们是租的房子，有一次房东阿姨把我们赶出来了，我们大半夜站在马路上，还以为要睡大街呢，还好有干妈帮忙。薄寒石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刺了下，麻麻的刺痛。你们经常搬家？相思点着小下巴，掰着手指头数，是呀，在我印象里我们搬了3次，不对，4次家。哎，妈妈说她养不起我。爸爸，我跟着你过，可以给妈妈减轻负担吗？他懂事道，让薄寒石胸口的酸楚泛滥。可以，你住在这里，你妈妈会轻松许多。相思难过的小肩膀塌下去，虽然爸爸很好，可我还是想妈妈。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我啊？再过半个月吧。啊，那么久？让乔宇半个月见一次孩子，也是为了减少他和他的碰面。他不想再藕断丝连，可因为有相思，他们又肯定会有牵连。看着相思闷闷不乐的样子，薄寒石心脏处微微塌陷，终是松了口。如果你实在想去找他，我让徐叔叔带你去，但不能过于频繁。爸爸，你也太好了，我爱你。小相思忽然凑到他脸上，吧唧亲了一下。男人怔住，他看着小家伙咧着小嘴开心的样子，薄唇也不自觉地勾了勾。血缘真的很奇妙。他第一次见到相思，那时即使不知道他的身世，却也有种莫名的亲近感。他在这个世上突然多了一个亲人，那冰封许久的孤寂城池仿佛裂开一个细微的缝，有一丝罕见的暖意正往里面钻。第二天，薄寒石便让徐正去找保姆和厨子。相思住到御景园，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料，他也没法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徐正找了可靠的熟人介绍，很快保姆和厨子就有了人选。保姆和厨子刚到御景园，薄寒石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来电显示陆之律，喂，快来半福生酒吧，大白天去酒吧，我看你最近是玩物丧志的厉害。陆之律咬牙冷笑，我他妈倒是想玩物丧志，可我现在根本抽不开身，2个酒鬼就倒在我旁边，我只能解决一个，还有一个你必须来解决。2个酒鬼？是啊，一个我老婆，一个你前任，他妈的乔宇喝的比南初还大，你刺激他了。听到是乔宇，薄寒石眉心皱了皱，他的事与我无关。那行，你既然发话了，我也不客气了，反正我和乔宇也没交情，我只负责把南初带走，乔宇我可就让他自生自灭了啊。陆之律道也是爽快人，说完便挂断了电话。第75，你是我点的少爷。薄寒石握着手机，坐在沙发上，脸色有些许凝重。乔宇一直对酒精严重过敏，他竟然会跑去酒吧喝酒。张大厨过来询问，保总，晚上您和孩子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菜？薄寒石没什么胃口，问正在拼乐高手的相思，相思想吃什么？小家伙想了想，我想吃虾仁蒸鸡蛋。那我蒸个虾仁鸡蛋。如果你们没有什么特别想吃和忌口的，我就按照今天的菜单做了。薄寒石点点头。相思拿着乐高的图纸问，爸爸，
这一步我看不懂，怎么拼啊？你帮我。薄寒石一时恍神，没听见，直到小家伙推了推他的腿。爸爸，你也会开小车？薄寒石这才回神，拿过图纸扫了一眼，便帮相思把那一步给拼完了。相思看着他，忽然问：爸爸，你刚才说他的事与你无关，是妈妈的事情吗？男人眸色一沉。半浮生酒吧，乔宇和南初都喝大了。陆之律拽着南初走，南初不肯走，他一把挥开男人的手：喂，你谁啊？别以为我喝了酒你就能拖我去开房。雨，你醒醒！乔宇早就喝醉，趴在吧台上，昏昏沉沉的被南初摇醒。来，继续喝。乔宇爬起来，撑起手臂继续倒酒，结果那瓶酒早就见底，倒了半天也只有几滴酒流出来。他皱了皱眉头，对调酒师说：上酒，度数最高的。小姐，你确定你还要喝？乔宇以为对方是怕他喝霸王酒，便从包里钱包拍在吧台上：我有钱，上酒。酒保自然愿意上酒，又开了几瓶酒给他。乔宇倒了一杯白兰地，直接灌进嘴里，喉咙里面辛辣，像是被火焰点燃。他下巴垫着一只手臂趴在吧台上，另一手抓着那酒杯晃了晃。醉眼朦胧的低喃：我现在不用养孩子了，喝酒钱还是付得起的，但我为什么不用养孩子啊？孩子，相思。想到相思，眼泪从眼角滚烫滑落。他从没觉得相思是他的包袱，相反，相思是他的支柱。可现在，他唯一的精神支柱都没了。在来酒吧之前，他吞了一堆抗敏药，以前是因为酒精过敏，所以没法借酒浇愁。可今晚，他彻底放肆了一回，发现酒真是个好东西，越烈越好。他又倒了一杯，正想喝下去，手里的酒杯被南初抢走。南初也喝醉了，在发酒疯。你怎么能独享？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这杯是我的，不准跟我抢。南初正准备喝，这杯酒又被陆之律劈手抢走。你们俩疯够了没？谁也不准喝。南初指着他的鼻子，醉醺醺地望着他：你是谁？凭什么管我？陆之律咬牙：我是谁？我是你老公。我老公？不对，我老公在家呢。啊，不是，我什么时候结婚了？帅哥，你长得挺帅，怎么能出口成脏呢？咒人结婚可是要下地狱的，谁不知道婚姻是枷锁？他可是上过学的，认识字的。婚字怎么写的？就是女生昏了头才会婚。他这么潇洒爱玩的性格，怎么可能会被骗去结婚？南初长指点在陆之律薄唇上，尽情调戏：帅哥，我没有老公哦，要不要加个微信？某人打了个9格。陆之律的俊脸黑了8度，他这完全是喝到连人都认不出了。再看看一边的乔宇，比南初有过之而无不及。乔宇抓着一瓶酒，晃晃悠悠的起身，朝酒吧上面的舞台走去。他小声嘟哝：唱的什么歌？难听。南初见状，兴奋的不得了：雨，你快去唱，你唱的绝壁比他们好听。哈哈，你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乔宇握着酒瓶，跌跌撞撞地走向舞台。舞台有个矮台阶，他正准备抬脚上去时，台阶一半，整个人忽然失重，身子往后一个踉跄。算了，摔死也行。他坦然接受这个死法，没有半点挣扎的往后一仰。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如期而至，他落进一个温暖宽厚的怀抱，被一双结实修长的手臂牢牢接住。乔宇睁开眼，看到上方那熟悉的轮廓，傻了，手里的酒瓶陡然落地，砰，酒瓶碎了，酒水洒了一地。男人垂着黑眸，就那样冷冷地看着他：疯够没有？疯？他没疯啊，他只是想找死。薄寒石？不对，你不是，果然喝多了就是容易出现幻觉。薄寒石怎么会在这里？又怎么会来酒吧找他？不可能的。乔宇按着他的手臂，从他怀里站起来，他脸上染了醉意，因为喝了酒，平时温柔内敛的性格也变得奔放大胆。他抬手拍拍薄寒石的肩膀：谢了呀，没让我死成，我就发发慈悲吧，换个地方死，免得把这酒吧生意搅黄了。说完，他脚步虚浮的转身就走。男人蓦地拉住他的手臂，乔宇正想甩开，整个人忽然一轻，他被人打横抱起。乔宇就那样呆呆的看着他的脸：你到底是不是薄寒石啊？我是出现幻觉了吧？我不是，你出现幻觉了。男人目光直视前方，声音疏离而冷漠。乔宇笑了：我就说嘛，你怎么可能是他？除非天上下红雨，帝都7月下大雪，
可说着说着，乔宇声音落寞下来。可为什么不是他？他怕见到他，又怕见不到他。男人眉心微动，却只是丢了句：“你喝醉了。”薄寒石抱着他走出酒吧，上了车。乔宇喝得太醉了，脑子早就短路，他被塞进副驾驶，看见薄寒石也上了车。乔宇按着发疼的太阳穴问：“哎，帅哥，这是我打的车，你怎么能上来？”下去。乔宇挥挥手赶他下车。薄寒石就那么冷冷地看着他，根本不动作。这男人凶的脸。乔宇瞬间气势丧下来，这么凶？好吧，算你横，车让你，我走，我打下一辆。他刚拉开车门，胃里一阵剧烈翻涌，在路牙子边吐得稀里哗啦。男人闭了闭眼，咬牙，这辈子真是欠他的。薄寒石在售卖机上买了一瓶水，递给他漱口。乔宇漱干净后没上车，往前面走了走，走累了他就索性坐在了路边。薄寒石跟着他站在他身旁。乔宇费力的仰头，不解地问：“我有点过压吗？你干嘛一直跟着我？要跟姐回家？”第76。薄寒石，别走。男人的俊脸冷到结冰。乔宇依旧不顾死活地说：“帅哥，这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一下了。你既然想跟姐回家，还摆出那张臭脸，你现在的脸比我家冰箱温度还低，敬业点，笑一笑。”他朝他咧出一个假笑，示意他也笑。结果男人的脸色更阴沉了。乔宇无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盯着男人那张脸，上手摸了摸，不由得叹息：啊，这脸真是天才中的天才。当然也是姐的菜，虽然你脸臭，但架不住你帅啊。来，跟姐回家。他拉着男人的领带，把他拉得更近一些。乔宇，薄寒石咬牙，整张脸都黑了。乔宇酒品不咋地，喝醉了就发疯。眼下他怕谁？他连薄寒石都认不出，还会怕他？笑话！他拍拍他的俊脸，教育道：“又凶，你挺横哈，都做少爷了，脾气还这么大，长得帅了不起哦，给你惯的。”他扯他领带，男人扣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拽，乔宇跌进他胸膛里。四目对视了几秒，乔宇忽然笑呵呵，搞半天丫也享受主动权啊。乔宇，男人正要冷斥，柔软唇瓣忽然贴上他的薄唇。乔宇昏昏沉沉的，很快倒在他怀里。他闭着眼嘟囔道：“姐有钱，上酒。”薄寒石垂眸看着他，轻叹一声，终是将他抱上了车。他把他送回了家，刚把他抱到床上，他手机就响了起来，是狱警员的座机号码。一接起，就听到相思问：“爸爸，妈妈怎么样了？”他喝醉了，我把他送回家了。哦，好吧，妈妈没事吧？薄寒石看了一眼床上的人，脸上虽然很红，但没有起疹子，应该是吃过抗敏药才去喝的酒。他没事。挂断电话后，薄寒石准备离开，他去酒吧接他，把他送回家，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他刚要走，乔宇就抓住了他的西裤。薄寒石，别走，他快死了，想贪心的让他陪陪他，哪怕是片刻也好。男人顿住，他背对着他，站在那儿，情绪复杂。在他的世界里是没有犹豫两个字眼的，可在乔宇身上，他反复犹豫，反复纠结，变得不像他自己。感情这件事野蛮到不行，就像现在，他想选择离开，可最终却坐在了床边，好像命运没有给过他选择的机会。或许在很早之前，一种叫命中注定的东西就替他们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乔宇醉了，半昏半醒，似乎是梦到了一些不堪的回忆。他眼角湿红的厉害，紧紧握着他的手，一遍又一遍的喃喃自语。他说：“薄寒石，对不起。”他看着他，心脏刺痛，抬手想摸摸他的脸，可最终僵在了那儿。他收回了手，有些事一旦发生，就永远是根刺，拔不掉，就把它死死摁进血肉里。所谓的释怀，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算了而已。离开前，他回眸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今晚去酒吧接他，不过是因为她是相思的母亲，他在他这里除了这个身份，不会再有其他身份。仅仅止步于此。把相思送到狱警员之后，乔瑜大醉一场，在家睡了3天。周一，他去 SY 销售部上班了。到了售楼部，他碰到一个老客户，严老先生。严征看见他，脸上很是欣喜。乔顾问，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不过你怎么看上去比之前气色差很多？
是最近工作太累了吗？严正苍深的眸子里是关心。乔瑜淡笑道：可能是吧。严老先生今天来售楼处，是买房吗？哦，我今天来是想去看看我上次买的大平层，你要是有空，不如你带我去。好啊。乔瑜带着严正去了环宇国际的小区里，我记得是6栋的1单元13层对吧？严正点点头，是，你没记错。乔瑜带着严正进了6栋，严正想起上次签合同的事情，便提了一嘴，上次也怪我，本来说好跟你签的，结果我赶时间就签了，我也是事后才想起来，可能你的业绩被截胡了。没关系的，严老先生，不管您跟谁签，都是集团的客户。严正一直看着乔瑜，眼神慈祥又和蔼。乔瑜还以为是脸上沾了什么脏东西。严老先生，怎么了？我第一次见你，就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总感觉像是见到了我女儿乔顾问。你多大年纪了？我今年24。老先生的女儿多大了？提起这个，严正眼底有些伤感。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人抱走了，我至今都没有找到她。她今年也24岁了。对不起啊，严老先生。没事，不知者无罪。我这趟来帝都，一是因为公司业务发展，二个也是想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他。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是生是死是个未知数。乔瑜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说您女儿一定吉人自有天相，老先生不要灰心，也许你运气好就找到女儿了。借你吉言。看完房子从小区出来，严正说：乔顾问，我跟你一见如故，不如留个联系方式吧，以后你要是愿意，就把我当个忘年之交走动。乔瑜受宠若惊，能做老先生的忘年之交，是我的荣幸。老先生如果以后还要买房，算了，我可能要离开 SY 了，以后不做房地产销售了。严正不免多问句：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吗？乔瑜摇摇头，还没有，不过想先休息一阵子，暂时不考虑新工作了。严正将名片递给他，如果你对我的公司感兴趣，可以来我的公司试试。乔瑜收下名片，也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他。好，那就谢谢严老先生了。乔宇拉开车门，将严正送进车里。等车开走，乔宇低头看了眼名片，风行集团董事长严正。第77，他病了。回了 SY 的销售部，乔宇打开电脑文档，在空白文档里敲下几个字眼：辞职报告。正准备往下写下去，旁边同事兴奋道：刚才大群里说我们这周要墨山团建，我想去墨山野营好久了，这才终于有机会了。上次周年庆没提团建，我还以为今年没团建呢。乔宇，你运气真好，才来集团1个月，就刚好赶上团建了。他关掉文档，淡淡笑了下。墨山很好玩吗？好玩啊，墨山旁边还有个墨湖，墨湖很大，很清澈，像海一样，拍照绝美，像海一样。乔宇心动了。说起来，他活到这么大还没去过海边，是个旱鸭子。以前是因为年纪小，乔家对他一般，后来是因为和博寒石决裂，又有了相思，生活负担重，几乎没出去旅游过。在死之前去看看像海一样的墨湖也不错，不如就等团建之后再打辞职报告吧。乔宇正晃神，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谢医生。他拿着手机走到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才接起电话。喂，谢医生，有什么事吗？这还是谢军调离帝都以后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没什么事，就是有点想他了。不过谢军性格一向含蓄，倒也不会那么直白的把思念说出口。乔宇问道：你在 S 市的医院待的还习惯吗？刚开始过来有点不太适应，不过1个多月过去了，现在好多了。对了，你呢？你最近怎么样？我呀，还是老样子。谢军在电话那边踌躇了几秒，还是决定提前告诉他，本来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的，不过我现在一听到你的声音，实在忍不住想告诉你。什么？我爸妈帮我找了人，我可能很快就能调回帝都了。哦，对了，谢军的父母是在体制内当差的，家里有点人脉关系。乔宇娃儿，那恭喜你啊！我已经面了一家药企，打算以后去药企工作，工资也会涨很多余。等我回了帝都，我请你和相思吃饭。不用了，谢医生，你之前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我请你吃饭还差不多。而且相思已经不在他身边了。谢军温和淡笑，可能我比较传统，出门吃饭我不习惯让女士请客。对了，你最近情绪还好吗？那个盐酸马普替林片吃一阵子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可千万别吃超量了。盐酸马普替林片，抗抑郁的药，他断了好久了，已经不打算吃了。不过他不想让谢军担心，便说：我没吃超量，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没事。那就好，我可能下周就要回帝都了，我给你带点 S 市的特产吧。好。这一周，乔宇过得浑浑噩噩的，好不容易熬到周五团建。一大早，集团门口就停了好多辆旅游车。墨山在帝都的郊区，车程将近3个小时。乔宇坐在车里，睡了一路。这一周来，因为没吃盐酸马普替林片，他整晚的失眠。昨晚，他站在15楼的阳台上，看着下面的车水马龙，甚至有一跃而下的冲动。这种本能的冲动，他控制不住。就在他动了这个念头时，手机响了起来。他不认识那个座机号，想挂断，可大概有隐隐约约的预感，他还是接了起来。一接起，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小奶音喊妈妈。是相思用狱警员的座机给他打了电话。他和相思说了好久的话，最少有1个小时。相思说想他，还说爸爸已经同意周末他们见面。通完电话后，他把阳台的窗户关了起来。他终究是有牵挂的。相思离开他1周了，他快想疯了。就算是为了周末去见相思，他对这个烂透了的人生也还有一丝微弱的念想。很快，旅游车开到了墨山附近，旁边同事推醒他：乔宇，别睡了，墨山到了。下车了。乔宇一睁开眼，就看见窗外碧蓝澄澈的湖面，一望无垠。之前同事总说墨湖壮观，不比大海带来的视觉享受差。乔宇还半信半疑，现在亲眼看见墨湖，才知道墨湖原来真的像海一样。下了车，湖面吹来的风凉爽又和煦，山里比市区凉快多了。再加上今天是微阳天，太阳比较弱，天气舒服到不行。到墨山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各个部门在湖边的大草坪上开始架烧烤架。乔宇被分配去山里捡柴，他抱了一堆木柴，正准备回去，就遇到博寒石一行人。陆之律和江宇川都在，江婉也在。一看见乔宇，江婉就气不打一处出，故意找茬：乔宇，你捡的柴都是湿的，能烧得起来？乔宇看看他空荡荡的手，很平静地对道：我捡的柴，不管是干的还是湿的，好歹捡了总比江小姐空着手强吧。你……江婉因为上次的事情，对乔宇更加怀恨在心。哗啦，江婉抬手一挥，直接把乔宇怀里的柴火打翻在地。他之所以敢在寒食哥眼皮底子这么做，是因为前几天他得知寒食哥去母瘤子做的决绝，压根不给乔宇一点母凭子贵的机会。这足以可见，寒食哥根本不在乎他。乔宇好歹是他孩子的亲生母亲，既然能做得这么狠，那就足以说明寒食哥对乔宇有多厌恶。他现在刁难乔宇，不过是在给寒食哥出口恶气。柴火掉了一地，乔宇什么都没说，蹲身去捡。江宇川看不下去了，把江婉拽回来：婉婉，你又在胡闹。我胡闹什么了？谁让乔宇背叛寒食哥？他活该的。江宇川冷着脸瞪了一眼江婉，不过江婉无所谓，他一直都知道江宇川被乔宇给迷住了。他走到博寒石身边，讨好的挽住男人的手臂：寒食哥，我看那边风景不错，我们去那边走走吧，省得在这儿看见某人闹心。江婉白了一眼乔宇，又笑着看博寒石。男人目光冷冷地剜了他一眼，漠然地丢开他的手，独自转身离开了这里。江婉追上去：寒食哥，我陪你一起，等博寒石走了，江宇川弯腰帮乔宇捡柴。雨雨，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回去我帮你训他。乔宇扯唇，并不给面子，都20几岁的人了，早就成年了，还不懂事吗？江宇川心里愧疚，上次的事，抱歉啊，是我没管教好他，他是他，你是你江总，你放心，我还没有那么是非不分。乔宇捡完柴，抱着柴火准备离开，口袋里一个小药瓶滑了出来，江宇川捡起来，叫住他：雨雨，你东西掉了。他低头一看，药名有些绕口，盐酸马普替林片，这是什么药？你病了？第78。乔宇没回来，乔宇睫毛微颤，直接从江宇川手里抢过了小药瓶，塞回口袋里。普通的维生素而已，我没生病。江宇川不是傻子。雨雨，你当我没看过维生素长什么样？随你怎么想。乔宇抱着柴火，转身就回了大草坪那边。他不想再跟博寒石那个圈子的人有过多交集。他已经很久不吃这个药了，但因为昨晚相思打电话给他，说周末见面，
所以他打算这2天吃一下药，缓解一下情绪。他不想跟相思见面的时候苦着一张脸，他希望在他死之前能给相思留下一些美好回忆。大草坪上，各种野炊烧烤的。江宇川坐在距离销售部不远的地方，他抬眸看了看乔瑜，终是不放心。他拿出手机，在网上搜了下盐酸马普替林片，竟然是抗抑郁的药。江宇川有一瞬的怔中，他久久没回过神来，直到江晚拍他肩膀：“哥，来吃烧烤了，你盯着手机在看什么呀？那么入神。”江晚正要凑过来偷看，江宇川直接锁了屏，将手机收了。没看什么，走，过去烧烤吧。集团高层在这边遮阳伞下面，有其他部门的人过来献殷勤，抓着一大把已经烤好的烤串送来高层这边。男员工女员工都有，明明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有女员工过来送烤串时，江晚不乐意了。江晚咬着烤串，凶巴巴地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来送烤串的女同事并不认识江晚，也不知道她是江宇川的亲妹妹。听了这话，自然火气上来了，但碍于几个高层都在，他笑嘻嘻地回击江晚：“这位同事，你不是也在吃我们送过来的烤串吗？这么瞧不起别人送来的烤串，你别吃啊，自己烤。”江晚从小被江宇川宠惯了，哪里受得了别人冷嘲热讽，不吃就不吃，就这破烤串，你以为我稀罕？他一甩手，将手里的烤串扔在了女同事身上。女同事穿着一条白裙子，烤串上的油渍和调料染在裙子上，格外显眼。他怒道：“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你脾气那么大干什么？”江晚起身，眼看着要跟同事起冲突，江宇川一把拉住他：“婉婉，别闹了，哥，是他。”江晚正要狡辩，江宇川冷斥道：“明明是你先挑刺，跟人家道歉。道歉？江大小姐怎么可能拉下脸去会跟一个普通员工道歉？”江晚骄纵起来，六亲不认。他甩开江宇川的手：“我才是你妹妹，你干嘛总是帮着外人？我就不道歉。”说完，江晚就撒气的跑了。江宇川恨铁不成钢，却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亲自给女员工道歉：“你这条裙子我赔给你，今天实在抱歉，确实是他不对。”江宇川长相温文儒雅，脾气又温和，还是集团领导。女员工连忙说：“不用了，江总，小事而已。裙子多少钱？我转给你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女员工灵机一动，拿着手机说：“江总，不如我加你微信吧，你微信转给我。”好，两人互加了微信。江宇川给他发了一个红包，5000块。他受宠若惊：“江总，我这裙子不值5000块的，你赚多了。没事，就当补偿你吧，你快去吃东西吧。”女员工高高兴兴的被打发走了。一旁的陆之绿握着一听啤酒喝了口，打趣道：“川儿，你也太单纯了吧，微信转账可以直接扫码付款的，不用加好友。”江宇川只淡淡一笑，那女员工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他能看不穿吗？只是江宇川习惯做好人，习惯表面温顺无害，加个微信而已，不理他就行，这没什么。一直没开金口的薄寒石忽然对江宇川说：“江晚的脾气你该好好管管了，要是他改不了，就让他离开集团。”语气轻飘飘的，不冷不热，却带着上位者的威严和不容置喙。“我知道了，我会跟他说的。”江宇川自然明白他的意思，薄寒石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而且他也的确觉得江晚不适合待在 SY， 他留在 SY 不免见到薄寒石，容易起了非分之想，而这非分之想若是过了头，会把人逼疯，走上歪路。但他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江晚，而是乔瑜。他看看薄寒石，欲言又止。薄寒石说过不会再管乔瑜的事，乔瑜的抑郁症若是薄寒石不清楚，那证明乔瑜根本不想让他知道。江宇川没再多言。傍晚的墨湖漂亮极了，火橙色的夕阳亲吻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像是橘子海。乔宇离开了大部队，一个人走到了墨湖的无人区，他拿出手机拍了好几张湖景。墨湖边上就是墨山，墨山上有个寺庙。来之前乔宇做了下功课，都说墨山这个寺庙许愿特别灵。墨山并不高，乔宇坐在湖边看了好久的湖景，然后独自上了山，浑然不觉已经过了6点。停车场那边各个部门正在清点人数，但集团的人太多，总有疏漏。大家看看身边的同事在不在，要是有的同事还没来，打个电话互相提醒一下，咱们6点半要走了。乔宇才进 SY 1个月，没什么熟悉的同事，
销售部的人自然也不会想起他。旅游车很快开走了，到了 SY 集团门口，大家纷纷解散，各回各家。江宇川想起乔宇，忍不住去找他。他后在销售部那辆车边等了半天，陆陆续续的大家都下车了，可他始终没看见乔宇的影子。他上了车，才发现车里的人已经走光了。他顺手抓了个销售部的人问：你有没有看见乔宇？没有啊，他可能刚才走了吧，我没注意。江宇川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给乔宇打电话过去，可是手机响了好久都没人接，难道乔宇没回来？另一边，薄寒石刚从车里下来，江宇川大步走过去，立刻说：寒石，不好了，乔宇可能没回来。第79还剩一间情侣套房，山里天色黑的比城市里要快。乔宇爬到莫山顶上那个寺庙，已经是晚上7点钟，山顶上的天空逐渐暗淡。乔宇跪在佛前的蒲垫上，双手合十，虔诚许愿。他希望相思能平安快乐的长大，也希望薄寒石能忘掉过去那些仇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第3个愿望，他希望母亲能健康的安享惬意的晚年。他只许了3个愿望，关于相思，关于薄寒石，关于温情，却独独忘了自己。他跪在那儿拜了好久。寺庙里穿着袈裟的大师走过来说：姑娘，我看你跪在这里跪了好久，想必是心中有所执念，你我今日有缘，不妨抽根签。乔宇其实也不太信这些，但人之将死，临时抱抱佛脚，佛或许见他可怜，便帮他实现了心中所求。乔宇拿着签筒晃了一会儿，掉出来一根签，他拿起一看，苦笑道：大师，我命不好，是下签。悬空大师接过签，也看了一眼，苍深眸色高深莫测，他和蔼笑道：下签也不一定就是命不好，置之死地而后生，何尝不是一种涅槃重生？姑娘，你眉宇愁云，被心中执念裹挟，有时候还是该看开一点，人的牵挂太多，偏执太重，会不快乐的。谢谢大师开导。姑娘，夜路难走，前方道阻且长，你要想开一些佛家云：若无真心本空，万物自然消。允求的太多，皆是空，万物皆空，放下执念吧。乔宇呢喃着：若无真心本空，万物自然消陨。是啊，乔宇淡笑道：可大师，我是愚人，更是俗人，没办法不求，何况万物皆空，可因果不空。现在这一切都是我种下的因，恶果我甘愿承受。姑娘，悬空还想再劝导一番，可乔宇已经双手合十的朝他做了一揖：大师，谢谢你今天的开导，不过夜路难走，也是我自己选的，无论怎样的结果，都是我应得的。说完，乔宇转身便离开寺庙。悬空看着他纤瘦的背影，长叹一声：我佛慈悲，大悲无泪。刚才那位姑娘便是这样，今晚怕是在劫难逃，但因果有循，那位姑娘面善，一定能逢凶化吉。下山的路要比上山难走，晚上的路要比白天更难走。乔宇有时候在想，他怎么就偏偏犯蠢，总是在不停的犯错，错上加错，什么都挽回不了了。大师说，若无真心本空，万物自然消陨。可大师不知道，他6年前便是有所求，才会落得如此下场。他想要救母亲，也想要救薄寒石。选母亲是对，选薄寒石也对，选母亲是错，选薄寒石也是错。乔宇坐在半山腰的台阶上，看向山脚下的墨湖。夜晚的墨湖像是一面干净的镜子，偶尔吹过一阵湖风，镜子被吹皱，像是破镜。可是水至柔，无缝，哪怕湖面被风吹得支离破碎，在风平浪静之后，依旧完整无瑕。可是它不是风，薄寒石也不是水，种下了因，便要自尝恶果。半夜，山中潮湿，下起了蒙蒙细雨。乔宇坐在墨湖边上，坐了将近2个小时。墨湖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引着他一般，他起身，缓缓朝墨湖里走去。浅水渐深，慢慢从他的小腿淹没到膝盖。他好像看见相思在湖中央笑着喊他妈妈。他想过去抱抱相思，他太想她了。乔宇往水里越走越深，直到那水的深度淹没大腿。忽然，一道熟悉的男声在他背后蓦然响起：乔宇！他整个人倏然回神，他转头看向那道声源。薄寒石身长玉立地站在雾蒙蒙的雨夜下，他喉结滚动着，微喘着气，黑眸里似有一抹着急闪过，但乔宇看不清，他身上的黑衬衫被雨水浸湿了，
深浓的和夜色交融。乔宇就那么呆呆地站在水里，直到薄寒石大步走向他，走到他面前时，他才看得真切。四目相对，乔宇始终没说话，他只是那样平静地看着他。薄寒石眸色深沉，满是凝重。他问：为什么要一个人留在这里？我逛着逛着就忘了时间，没想到旅游车走了。那为什么站在水里？因为热。你知道的，我一直都贪凉。乔宇回答得很平静，平静到像是发自内心。薄寒石就那样垂眸盯着他，似要从他眼底看出什么来。可过了好半晌，两人皆是无话。薄寒石眼角隐隐猩红，他忽然攥紧乔宇的手，用力拉着他，大步走上岸。到了岸上，两人身上都湿了。薄寒石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答应你，以后每周都让你见相思。这是他最后的退让和妥协。乔宇长睫微颤，请客。山里下起了大暴雨，薄寒石的车刚开到山下，就被洪涝堵住了。车里的广播正在播放：今夜23点26分，墨山区大暴雨，墨山隧道已封，若要通行，请自行换道，可要从这里回市区。这条墨山隧道是必经之地。薄寒石将车子往回开，回不去了，今晚找家酒店住吧。可这穷乡僻壤，哪来的酒店？小旅馆倒是有2家，先去了第一家，因为今晚大暴雨，住客已经住满了。又去了第2家，旅馆老板娘看了他们俩一眼：你们是夫妻吧？刚好还剩1间房，要不要？乔宇解释道：不是，我们不是夫妻，情侣也一样。住不住？老板娘正嗑着瓜子儿，有些不耐烦。薄寒石住，付完钱，老板娘把房卡递给薄寒石，又问了句：旅馆不提供套，前台这边有，10块一个，要不要？拿2个。说完，老板娘打量了一眼薄寒石，还挺帅，鼻子那么高，估计也挺能干。帅哥，要不要买2个？薄寒石冷冷剜了一眼老板娘，薄唇吐出3个字眼：不需要。好凶的脸，不需要就不需要，凶什么凶？那么凶，不是也不行吗？宝宝们记得动动手指，把本书加入书架，以防下次阅读找不到。第80。没关系，我还爱你就够了。薄寒石拿着房卡走在前面，乔瑜跟在他后面。到了房间里，才发现这间房是个情趣套房。乔瑜看了看那水床，道：我可以睡沙发，床可以让给他。薄寒石没说话，只看了一眼他身上早已湿透的衣服。先去冲个热水澡吧，这小旅馆里设施很差。乔宇头晕晕的，快速冲了个澡，刚想裹上衣服从里面出来，忽然胸口一阵钝痛，他忍不住咳嗽，嗨嗨，咳出一抹血迹来。他看着那白色池子里醒目的血色，瞳孔骤缩。他一抬头看向镜子里，才发现自己的脸色苍白如纸，憔悴的像是将死之人。薄寒石听见里面剧烈的咳嗽声，敲了下浴室门。男人提醒道：一次性干毛巾在外面。哦，知道了。乔瑜连忙拧开水龙头，将那池子里的血迹冲刷干净。他脸上发烫的厉害，接了好几捧冷水，朝脸上泼了好几次才舒服一点。他昏昏沉沉地走出浴室，薄寒石将干毛巾递给他，把头发擦擦。他刚才洗了头，长发湿漉漉的滴着水。他接毛巾的时候，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了他的手指。薄寒石感觉到他手指异常的冰冷，眉心微动：你不舒服？没有。他话音刚落，一只温暖干燥的修长大手已经探上他的额头，他额头的温度很烫。你发烧了？乔瑜自己也摸了摸，声音微哑道：没事的，可能是淋雨感冒了，睡一觉就好了。男人吩咐去把头发吹干。等他从浴室拿了吹风机出来，薄寒石不见了。大约过了5分钟，男人手里拿着一根温度计，一盒药，折回来。他把温度计递给乔瑜，量体温，言简意赅的3个字眼，像是发号施令。可乔瑜却看着他，愣住了。这是他们重逢以后，他第一次主动关心他。他胸口处一阵酸楚泛滥成灾，眼圈里有隐隐的热意，正往外窜。他缓缓抬手接过温度计，哑声说了句谢谢。男人将那盒退烧药放在桌上，要是达到38度就吃退烧药。说完，他正转身准备去浴室洗漱，忽然一双柔弱的手臂从他背后紧紧抱住了他。这个拥抱过于突然，突然到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完全怔在了原地。乔瑜，别推开我，就抱一会儿。对不起。他用力抱住他，脸埋在他背上，眼泪肆意滚落。
薄寒石，我快死了，以后见的每一面，都是见一面，少一面。像是现在这般放纵自己，紧紧抱住他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6年前，这种拥抱，对他们来说，稀松平常倒无所谓。可如今，对乔瑜来说，这种拥抱，竟然弥足珍贵到让他心痛。悬空大师说，让他放下执念，可怎么办？他就是放不下。薄寒石，抱抱我，好吗？他只是贪心的，想要一个拥抱，这不过分吧？薄寒石没有回应，只是双臂垂着，也没有推开他，似是默默忍受这般煎熬。乔瑜又在逼他，一个拥抱的确没什么，可他不知道，他是乔瑜，他要一个拥抱，他给了，他就会贪念上这种温暖，会想要更多。他不想再陷入被背叛的泥潭里了。谁都可以背叛他，唯独乔瑜不行，因为乔瑜曾经越过他高高筑起心墙，他的世界对他完全打开过，是他亲手将那扇门锁死。薄寒石再也不想对任何人敞开那扇门。乔瑜，松手！他冰冷的字眼，并没有吓退他。乔宇绕到他身前来，仰头，眼尾湿红的吻住他。你答应过我，陪我去看秦海的。秦海没看成你说过，你一向言而有信，薄寒石没做到的事情，是不是该补偿一下？男人突出的喉结滚了滚。乔宇，别再逼我。他看着他颈间的喉结滚动，也一直都知道，这是他有感觉的反应。他扯唇笑了笑，我怎么是在逼你？保总不是也有感觉？男人拧眉，垂眸刚想反驳，他双手已经攥住他的衬衫衣领，拉低他的脖子，仰头吻上他，吻得热烈，热烈到绝望。唇齿交缠间，乔瑜低喘着问薄寒石，你还爱我吗？你明知结果，却还要问乔瑜，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他笑了笑，不甚在意。房间里的光线昏暗，他仰头看着他的轮廓，像是想把他的模样牢牢刻进脑海里。一眼，地老天荒，眼泪从眼角滑落到发鬓里。他说，没关系，我还爱你就够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到他甚至以为他没说。乔宇没有再给他推开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吻他，用尽全部情动。他感觉到他浑身僵硬了几秒。乔宇趁机把他推到了那张水床上，他靠在他怀里，两人一起重重地摔下来。乔宇明明眼泪止不住的流，可唇角却弯起弧度，再对他笑。就今晚，过了今晚，以后他就不用再看见他了。等他和相思周末见完面，他会去西州法院，将6年前的一切坦白，包括当年他帮乔帆做假证指控薄寒石的事情。以后，帝都大学法学系的才子薄寒石，他会清清白白地站在万丈光芒里。他爱上他时，他一身清白，总不能因为他的爱，让他带着那污点一辈子站在阴影里吧？是他不好，让他觉得他们口中所谓的永远不过如此。薄寒石，对不起。他又一次红着眼对他说，对不起。他为自己年少时的心动买单，也为他不知深浅的喜欢道歉。他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要是没有他，没有乔帆，薄寒石根本不用满身风雨的陷在那肮脏的泥泞之中。他所爱的那个薄寒石，永远清白。乔宇的眼神深情缱绻，炽热的像是要燃烧。男人忽然翻身，将他压在身下。他一手扣住他两只纤细的手腕，举起，反剪在他头顶。他目光沉沉凝着他的脸，这是你要的，别后悔。他没给他喘息的机会，低头反客为主的吻住他。男人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插进他浓密的发丝里，扣着他的后脑勺，强势至极。墙壁上笼着的暗淡光影里，两道身影叠在一起，起起伏伏。这我哭着写完，希望你们也能看哭。阅读愉快。第81写遗书。墨山脚底的小旅馆外，一片风雨摇曳，豆大的雨珠砸在玻璃窗上，玻璃窗里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房间里昏暗潮湿，狭窄的小床轻轻晃动。男人青筋突出，腕骨分明的修长大手将他纤细葱白的手指摁在床上，十指相扣之间暖意渐生。乔宇眼尾湿红的厉害，他背对着他，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可那背后的攻势却越来越猛烈。结束时已经是凌晨，外面的天泛着微微的白光。雨停了，乔宇躺在他身边，一夜未眠。他撑起疲惫酸软的身体，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拾起一旁半湿的衣服穿上。薄寒石没穿上衣，被子只搭在腰间。他一眼就看见他左胸膛处的那道刀疤，是在狱中被刺伤的。乔宇缓缓抬手，
小心翼翼地摩挲着那道伤疤，刀疤粗糙，哪怕早就恢复好了，可那块皮肤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乔宇轻身过去，低头在那刀疤上轻轻一吻，好像说再多的对不起都无法抹去过去他做错的事。唇瓣又落到他薄唇上，蜻蜓点水的一吻，算是告别。眼泪无声地滑落下来，他抬手将脖子上的项链解下来，链子上挂着的是那枚银戒指。上次在海市，他替他挡了一刀，他大概是心软，又将戒指还给了他。可是这枚戒指他早就不配拥有了。他将那枚戒指轻轻放在了他枕边。物归原主，他们是从这枚戒指开始的感情，那就从这枚戒指结束吧。以后的路，他不能陪着他和相思继续走下去了。他又在床边默默看了他好半晌，起身离开的瞬间，眼泪溃堤。他拧开门把，回眸，视线模糊地看了他最后一眼。薄寒石，再见了。门打开，又轻轻合上。乔宇擦干眼泪，离开了旅馆。永远已经不重要，只需要昙花一现的片刻，足矣。翌日清晨，薄寒石还未睁开眼，就下意识摸了摸床的左侧，一片空荡。乔宇走了。男人起身坐在床边，发现枕边摆着那枚银戒指，这是乔宇的那只，他不要了。他攥着那枚戒指，不知为何心脏处抽痛了下。其实他和乔宇真的挺有默契的，在决定彻底结束这件事上，总是默契的过分。薄寒石扯唇嘲弄的轻笑了下，他好像总拿乔宇没办法。6年前，乔宇肆无忌惮地闯进他的人生里，制造和他的羁绊。如今，他又亲手斩断这羁绊。被丢下的人，其实不是乔宇。6年前，是乔宇先背叛他，是乔宇先放手。现在，又是这样。还好，他昨晚没信他的鬼话。从墨山回来，周6下午，乔宇去了郊区的疗养院。温情一见到乔宇，就摸着他的脸问：“宇宇，你怎么最近瘦了一大圈，脸色也不好，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乔宇笑着摇摇头：“没有，妈，我减肥呢。你都这么瘦了，还要减什么肥啊？再减就该营养不良了，你得多吃点，别胡乱减肥，对身体不好。”妈，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吃饭的。他看了一眼屋外的天气，天空阴凉，外面天气挺凉快的。妈，我推你出去走走吧。好啊，你最近没来看我，我都想死你了。今天多陪陪我。对了，相思呢？你怎么不带着她一起过来？问起相思，乔宇眼底隐隐落寞，如实道：“相思的抚养权我已经交给薄寒石了。”温情一愣，可是相思是你一手带大的呀，他凭什么说抢走就抢走？薄寒石经济条件比我好。不对，是比我好太多太多。相思跟着我，只会吃苦，他跟着薄寒石会享受到最好的一切，而且相思跟了爸爸，我也轻松不少。温情心疼地看着他：“我是你妈，我还不知道你宁愿自己苦着，也不会苦了相思说什么相思跟了爸爸。你能轻松一点？我看你现在一点也不轻松。宇宇，你做什么决定，妈都支持你，但就一点，你千万别因为任何人委屈了自己。”乔宇眼圈泛酸，他笑了笑：“还是妈最疼我。你这孩子，我还不清楚，做什么都是先考虑别人，总是把自己放到最后。这些年，你又要养着我，又要养着孩子，真是苦了你了。我不哭，只要你和相思平安喜乐，我做什么都值得。”温情眼睛也红了：“那相思呢？她没哭闹，她那么喜欢你，你怎么舍得？孩子刚离开妈妈，哭啊闹啊都是正常的，过几天就好了。”薄寒石对她很好，她也很喜欢薄寒石，用不了多久，她就不会难过了。那薄寒石呢？你跟他就真的再无可能？你们明明那么相爱。宇宇，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妈可以替你去求他。当年都是因为我才……乔宇打断他：“妈，有些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是好不好意思开口的事情。他对我已经没有感情了，你去求他也没用的。”“怎么会？他对你没感情了？那你呢？”乔宇垂着长睫，轻声道：“我对他也没什么感情了。”又骗我，你明明根本忘不掉。乔宇岔开话题：“妈，别说他了，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身体还行，在这里待着虽然寂寞了些，但日子还算平静。宇宇，你以后多来看看我。最近啊，我总是做一些不好的梦，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别操劳过度。”温情握着他的手，叮咛嘱咐。乔宇点点头，他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进温情手里。“妈，
这张卡你拿着，里面钱也不多，大概就7万块钱，是之前我存着准备给相思做介入手术的钱，现在他跟了博涵时，这钱就用不上了。密码是我的生日。温情皱眉道：怎么好好的给我银行卡，你也要用钱啊？这卡我不要，你自己拿着，你平时租房吃饭开销都不小，把钱给我了，你用什么？但乔宇很固执，还是把银行卡塞回温情手里。妈，我在存钱呢，我要是拿着银行卡，很容易把存款用完，你就当暂时替我保管，我要用钱的时候会跟你要的。温情一听是这样，也不再推搡，更没多想，那我先替你保管，你有用钱的地方就拿走。好。陪着温情聊了一下午，乔宇又帮着温情洗了个澡，又将温情的房间收拾了一遍，准备离开时，温情已经准备睡了。乔宇帮他把空调温度调好，掖好被子，又在温情床边守了会儿。以后他可能很难再来看他了，不过他会拜托一下南初，偶尔来看看他的。做完这一切，乔宇才默默离开。到了家，乔宇洗了个澡，坐在书桌前正准备写遗书，手机忽然响了，是狱警员的座机号码。他接起，电话里传来相思开心的小奶音：妈妈，明天我们就要见面了，我们去哪里玩？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去游乐园？明天妈妈带你去坐旋转木马怎么样？小相思快乐到起飞。好呀，我们做完旋转木马，再去吃炸鸡和土豆泥。听着小家伙欢乐的声音，乔宇低落的情绪才稍稍好转一点。他柔声道：好，明天你想干什么？妈妈都陪你。接着电话里，相思忽然问博涵时：爸爸，明天你要不要陪我和妈妈一起出去玩？第82，你爸爸是个钢铁直男，不会哄人。电话里传来博涵时对相思温柔又耐心的低沉声音。他说：我明天还有个视频会议要开，你和你妈妈去吧，我让徐叔叔送你过去。小相思抿了抿小嘴，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说：那好吧，爸爸，下次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哦。男人只低声嗯了一声，再无其他。相思又扭过头来，继续跟乔瑜通电话：妈妈，明天我们几点见呀？你早上能不能起床？相思喜欢赖床，总是因为赖床不想去上学，就连微信名都叫我不想去上学。上学我起不来，但是跟妈妈出去玩，我早上8点就可以起来。乔宇忍俊不禁：那好，那我们明早8点见面。耶，我可以见到妈妈了。妈妈，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乔瑜听着他的小奶音，渐渐的眼圈有了热意。妈妈也有好多话想跟相思说。打了好久的电话，那边的小家伙才念念不舍地挂断了电话。乔瑜听着电话里嘟嘟嘟的忙音，握着手机，久久没有挂断。他并不留恋这个世界，但相思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留恋。乔瑜放下手机，继续趴在桌前写遗书，可拿起笔，想了半天，却发现他也没什么好交代的。交代什么呢？交代博涵时要好好对相思，多陪陪相思，这些哪怕他不提醒，博涵时也会做到的。他一直是责任心很强的人，突然发现没什么好写的，遗书这种东西不适合他。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轻轻的来，轻轻的走，不惊动任何人。第二天一早，徐正把相思送到了乔宇指定的地方，丹青巷是条小吃街。相思背着小书包朝乔宇飞奔过来，张开小手臂大大的拥抱住他。妈妈，分别1周了，此刻母女相见，乔宇心里又高兴又难过。他摸着小家伙的脸问：怎么感觉相思瘦了？相思瞪大双眼，凑到乔宇眼前：有吗？妈妈，你是不是眼花了？我最近都胖了，长了3斤肉呢。乔宇莞尔：那就好。徐正道：乔小姐，相思就交给你了，你们玩玩，你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个地址，我过去接就行。好，谢谢徐助理。不客气，这是我的分内事。等徐正走了，乔瑜牵着相思走在小吃街上，朝两边的店面看。你想吃什么早餐？我想吃小笼包。妈妈，我特意空着肚子来的，爸爸家没有小笼包，也没有油条。乔瑜轻笑出声：那你们都吃什么？吃吐司，吃三明治，吃鸡蛋，喝牛奶，还有吃草。吃草？相思垂着小脑袋，就是吃蔬菜，但是那些菜好多我都不认识，吃起来和草差不多了。妈妈，我想吃你做的土豆排骨了，你能做给我吃吗？乔宇想了想，我们待会儿吃完早餐要去游乐园，结束不知道几点了，我晚上做份土豆排骨，你带回去吃，记得放到冰箱里，可以吃几顿。好呀，我带回去。
给爸爸也尝尝，爸爸肯定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好，乔瑜眸色微暗。其实，薄寒食是吃过他做的土豆排骨的，相思大概也是遗传了他和薄寒食的口味，都挺爱吃土豆排骨的。他们进了一家早餐店，点了牛肉粉丝汤、小笼包、油条。相思吃的小嘴上糊了一圈油。妈妈，我真的是爸爸亲生的吗？啊！乔瑜惊了下，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是个小话痨，还爱吃油条小笼包。爸爸在家可以一整天都不怎么说话。妈妈，爸爸是不是不正常？乔瑜笑了，你爸爸的性格一直都比较内敛，你和他2个人在家，你要是无聊就去找他说话，他会理你的。真的，他仿佛一座大冰山，坐在那儿工作不说话的时候，好凶啊！还有，他还会开除别人。妈妈，他会不会把我也开除？看着小相思夸张又天真的表情，乔瑜扑哧一声笑出来。你是他女儿，他怎么开除你？相思皱着小眉心，抱着小手臂，开始模仿薄寒食。你做这件事不考虑后果，具体方案怎么就一份计划？你敢保证一份计划万无一失？小家伙模仿的绘声绘色，乔瑜笑不停，几乎能想到薄寒食在家办公时的样子。接着，相思又脸色一变，模仿薄寒食对他说话。相思，你站在那儿干什么？晚上想吃什么？睡前故事？我不会，你要是不想理我，等你想理我的时候再跟我说话。乔瑜差点笑呛了，你爸爸是个钢铁直男，他不会哄人。小奶包叹息一声，小手往额头上一拍，哎，他好像就会跟我说这几句话，跟机器人一样，我拿他真没办法。乔瑜抽了张纸巾，给小奶包擦了擦小嘴，他安慰道，怎么是你拿他没办法？明明是你爸爸拿你没办法。真的吗？我怎么没觉得？他总是在工作，我真希望他能跟我们一起出来玩玩，看看外面美好的世界。妈妈，爸爸是不是被伤透了？小相思总是语出惊人。乔瑜又愣住，怎么了？爸爸跟我说，外面的世界其实没什么好的，他见过外面的世界，他说他不喜欢，还跟我说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太容易相信对方，就是给对方递刀子。他说的这些我不明白，但是总觉得爸爸感触好深，好厉害。薄寒食说的也没错，太容易相信对方，的确是在给对方递刀子，但人总要豁出去一次的。你爸爸只是怕你受伤害，他没有恶意爸爸说的话，也许你现在不懂，以后算了。他希望相思永远不会明白薄寒食所说的话。薄寒食也有这个条件和能力，让相思一辈子待在城堡和象牙塔里，吃苦受伤那都是没办法的事情。若是能平安喜乐，无忧无虑一辈子，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他就是吃过太多苦，知道吃苦的滋味有多煎熬，所以他不愿意相思再去吃苦。吃过早饭，乔瑜便带着相思去了游乐场，两人直奔旋转木马。相思坐在一个高高的彩色大木马上，旋转木马缓缓转动起来。乔瑜站在栏杆外面，拿着手机帮他拍照，拍了好几张，有咧着小白牙笑的，有做鬼脸的，各种表情的都有。他希望他的小相思能永远这么幸福。做了2圈旋转木马，相思又拉着乔宇去了摩天轮那边。他指着摩天轮说，妈妈，我听说在摩天轮最高点的时候，和爱的人一起许愿特别灵，我们也去许愿吧。第83他辞职了。摩天轮缓缓上升，相思是第一次坐摩天轮，开心的不得了。坐在摩天轮里，左看右看，这让乔宇想起他和薄寒食第一次约会时也坐了摩天轮。相思说，在摩天轮的最高点和爱的人在一起许愿会很灵。这话6年前18岁的乔宇也信过。在摩天轮上升到顶点时，他吻了薄寒食。那时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他和薄寒食一定会修成正果，以后他们会结婚，会有孩子，会白头偕老。不过说来也好笑，孩子他们是有了，但结婚是不可能的。至于白头偕老，他一个将死之人，没有余生，哪来的白头偕老？摩天轮终于到了最高点，相思忽然凑过小脸，在他脸上吧唧一下，妈妈，我要你永远陪着我，永远。乔宇看着他，双眼酸胀的厉害。他将相思一把抱进怀里，眼泪夺眶。他把相思的脸按在怀里，下巴靠在他小脑袋上，哑声温柔道，宝宝，以后就算没有妈妈，你也要开心。幸福爸爸比较高冷，不爱说话，你别嫌弃他，要好好跟他相处，他是爱你的。
不比妈妈对你的爱少，可能只是不会表达你有任何事，都可以跟她说。她是个很强大也很厉害的人，你想做的、想要的，她都会满足你的。她嘱咐完这些话，擦干眼泪，恢复情绪，才缓缓松开相思。在摩天轮上，乔宇打开手机，和相思头挨着头拍了一张合照。待会儿我把这张照片发到你微信上，你想妈妈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相思努着小嘴，不高兴，干嘛要看照片？我想你了，直接来看你不行吗？乔宇忍住眼泪，笑着故意打趣他，可你总不能天天见我吧？你又不想上学了，对不对？是哦，等放完暑假又要上学了，以后我就只能周末见妈妈了。哎，小孩为什么一定要上学？妈妈也不知道，可能是看你们小孩太闲了，所以给你们找点事做做。乔宇抱着他，思绪已经游离，眼圈俨然泛红。他不敢去看相思，怕被相思发现破绽。玩了一天，晚上乔宇带着相思去吃了肯德基的儿童套餐，又回家做了一大锅土豆排骨。他在厨房盯着锅，相思跑去自己的小卧室找东西。上次去爸爸家走得太着急，很多东西都没带，他把大黄鸭也拖出来。乔宇做好土豆排骨后，用保鲜盒装好，放进袋子里。我刚才给徐叔叔打电话了，他应该快到楼下了，我送你去楼下。乔宇拎着菜，正准备换鞋，相思坐在大黄鸭上，没肯动。怎么了？累了？小奶包愁着小脸说，我想跟妈妈睡一晚再走，明天周一了，妈妈还要上班。哼，以前不也上班？怎么就不能留在家里睡觉了？妈妈，要不你陪我去爸爸家住一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乔宇放下包，蹲下来和他平视。他摸摸他的小脑袋，温声哄道，你这次是第一次出来和我见面，爸爸在家可能也会担心你不想回去，爸爸才刚跟你相处，他也会害怕失去你，所以这次你先回去，万一爸爸也在家等你吃晚饭呢？相思听了，觉得说的有道理。那好吧，我把土豆排骨带回去跟他一起吃。徐正把相思接走了，乔宇一个人回到房子里，心里瞬间变得空落落的。御景园里，相思拖着大黄鸭，拎着土豆排骨回来了。博寒石正坐在餐桌前，餐桌上一大堆菜。爸爸，我回来了。小家伙欢快的小奶音让博寒石心里微微软化。他拎着那个布袋子，兴高采烈地跑过来和博寒石分享，爸爸，我带了好吃的回来。爸爸，你吃过了吗？还没有，在等你。其实他吃过了，不过没关系，他当作夜宵，还能再吃一顿。博寒石问，这是什么？这是妈妈做的土豆排骨，超级好吃。爸爸，我特意带回来跟你分享的，你快尝尝。博寒石本想拒绝，可相思小脸上满满都是期待，他根本没法拒绝，只好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土豆。土豆入口即化，炖得很烂。相思小手撑在桌上，好奇地问，爸爸，好不好吃？好吃。那你再吃一块排骨。博寒石又加了一块排骨，排骨上的肉煮得很入味。土豆闻见肉味儿，也踩着优雅的猫步走了过来。相思把橘猫抱进怀里，土豆，你也想吃土豆吗？喵！他想吃肉，可是不行哦，这是妈妈做给我跟爸爸吃的，你不能吃。闻言，男人眸色微变。相思忽然想起一个问题，爸爸，它为什么叫土豆啊？这只猫曾经是你妈妈在公园里捡来的，因为你妈妈也爱吃土豆，所以就给它取名叫土豆了。小相思对着土豆故意恐吓，这么随便？不过我也爱吃土豆。土豆，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炖了哦。喵！小主人真凶残。博寒石看了小奶包一眼，薄唇微勾。餐桌边，相思抱着土豆在啃排骨，博寒石坐在他对面用餐。原本没有生活气息的冰冷别墅里，终于有了一丝生动的气息。周一早晨，乔宇直接打了离职报告，递给部门经理方静。方静不解地看着他，你不是干得挺好的，怎么忽然离职？是对薪资不满意吗？乔宇摇摇头，不是，只是因为私人原因，所以没法再继续干下去。在 SY 的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完全是因为个人原因才想离职，和薪资无关，和集团也无关。这话说得够官方的，挑不出毛病。方静拿着他的辞职信扫了一眼，不如这样吧，你的辞职申请我暂时不递给人事，你再考虑几天，如果真的执意要走，我再帮你办理辞职。经理，谢谢你，不过真的不用了，
不碍事的。你要是还有事，就先走吧。乔宇愣了，这个新来的经理对他是真宽容。这半个月来，他经常请假，方静也没指责过他。乔宇出了办公室后，方静连忙给徐正打电话：“喂，徐助，乔宇刚才给我递辞呈了，第84次首1号楼总裁办。”徐正接完销售部经理的电话后，推门匆匆走进来：“宝爷，乔小姐辞职了。”政府案工作的薄寒石眸光颤了下，很快恢复如常。他目不斜视地看着电脑，不冷不热地丢了句：“他一向来去随意，不稀奇。那乔小姐辞职的事，不用管，随她去。半个月前，他就已经在他眼皮子底下找起了新工作。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游离的，困住他的身体，也只是徒劳。”徐正摸不清这位爷的心思。自从上一任销售部经理陈强出事之后，薄寒石便亲自选了一个销售经理安插过去。明面上说是为了安抚一下销售部，可他总觉得一个销售部经理而已，又不是高层，还用得着宝爷亲自选拔？那里面他不清楚宝爷是否藏了几分恻隐之心。自从新的销售部经理上任，乔瑜的日子可以说相当好过。可现在乔瑜辞职，宝爷好像无动于衷。徐正也不敢多说什么，毕竟这是老板的个人感情。等徐正离开办公室，薄寒石看着电脑屏幕，专注目光逐渐游离，终是分了神。他合上笔记本，拉开抽屉准备拿包烟。抽屉里那本曾经被撕碎又重新粘合上的小画本再次落进视线里。不知不觉，他和乔瑜之间竟然有了这么多的回忆。他在乔家院子里第一次遇见乔瑜时，他才12岁，但其实他们仅仅是谈了1年恋爱而已。后来命运捉弄，分开整整6年。可这6年里，他似乎从未感觉到乔瑜离开过自己，大概是因为太恨了，恨着恨着，却也牢牢记着，把回忆谈得比恋爱还长。乔瑜辞职后，从 SY 集团走出来的那一刻，身心放松，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他没回家，而是找了家小馆子，大吃一顿。以后进了里面，估计就吃不到这些好吃的了。他大学读的专业是播音主持，因为薄寒石是学法的，所以他也了解一些法律。做假证，一般情节，判刑3年左右。他只有半年不到时间好活了，虽然最多只能坐半年牢，不过欠薄寒石的也算还的差不多了。他坐在餐馆的窗户边，吃完饭又在位置上坐了会儿。这附近有商场，窗外来来往往，路过不少一家3口，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和谐温馨。他也幻想过他和薄寒石这样牵着相思一起出来玩的场景，可也只能想想了。他起身付了饭钱，坐上回西周的公交车。西周虽然是帝都的地级市，但坐公交车回去路途至少2个小时。他不清楚到了西周法院举报乔帆会有怎样的后果，但下场最惨又能怎样呢？顶多是死。他没什么好怕的了。现在他一身轻松，了无牵挂。他打开那部老旧手机，里面存了许多他和薄寒石谈恋爱时的回忆。乔瑜有点声控，那时他们聊天，薄寒石一开始只会给他发文字，但他那人发文字消息一板一眼，不会带语气词，所以显得很冰冷。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薄寒石开始给他回语音消息。后来他们分手，乔瑜便将这些语音录了下来，一直保存到现在。耳机里传来薄寒石温柔又耐心的低沉声音：“我这边还没结束，待会儿去接你。怎么会肚子疼？我马上过来。炒花甲呀，我晚上带回来好不好？宝宝，我买了你要喝的奶茶，你下来拿一下。”这些细碎日常让乔瑜眼眶酸涩。乔瑜听了好久的录音，点开了最后一条：“宝宝，你爱不爱我？”“我爱你，很爱很爱。鱼，别离开我，我只有你了。宝宝，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给你最好的一切。”这是有一次薄寒石喝醉酒，抱着他缠在他耳边说的。薄寒石内敛高冷，很少那样直白地承认爱一个人。爱有10分的时候，他只会说5分，唯有喝醉酒，情绪微微失控的时候，才会抵着他的额头，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他爱他。不过这些都过去了，听了不知道多久。公交车到站了，他摘了耳机，将手机塞进包里，下车了。西周法院。什么？你要翻供？院长盯着眼前的乔瑜，目瞪口呆。乔瑜显得很平静，
院长，6年前在西州法院有一桩撞人逃逸的交通事故案子，当时我是证人。我在乔帆乔州长的权势压迫下，不得已做了假证。那宗案子的受害者叫刘平，当时入狱被判刑的肇事者叫薄寒石，但其实肇事者并非薄寒石，而是乔州长的儿子乔子安。院长一口茶还没喝下去，差点呛出来。你是说乔州长找人代替他儿子坐牢？是，当年薄寒石是代替乔子安坐牢的，薄寒石是清白的，他没有开车撞人。院长看了他几眼，皱眉道：行，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乔宇早就猜到西周这边很可能会因为乔帆的势力坐视不理。我不走，我做了假证，我是来自首的。院长看乔宇的样子，像是看见了什么怪物一般。怎么会有人这么疯，这么想进去？你有没有做假证？这件事有待商榷，我们这边也不能通知相关部门立刻过来抓人，这样吧，你先回去，有处理结果了我再通知你。乔宇往椅子上一坐，不走了。院长，如果你不处理，我还可以打电话上诉的。院长没有办法，却也是笑面虎。那你就坐在这儿吧，我还有事，就不招待你了。院长出了办公室，立刻给乔帆打了个电话。喂，乔州长，不好了，有个人来举报你，说你利用职权逼迫他当年做假证。什么？是个女的，看起来也就20出头的模样，现在坐在我办公室里，不肯走。州长，您看这怎么办？我马上过来一趟。第85腥风血雨，乔帆很快赶到了西州法院。到了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乔瑜，瞬间松了口气。乔瑜看见他也并不觉得意外，西州在乔帆的掌控之下，早就姓乔了。院长会通知乔帆也不奇怪。鱼，你胡闹什么？在这儿说什么胡话？回了西州，不回家跑这儿来发疯？走，跟我回家。乔帆伸手去拉他，乔瑜却并不领情。你做过什么你最清楚，我是不是闹你也很清楚。这一次乔瑜不仅仅是闹而已，他刚才已经把这件事透露给了媒体。乔帆很快就会被顶上风口浪尖，一旦曝光，他的州长之位便会岌岌可危，而乔家也会成为众矢之的。乔瑜作为这桩案子的凶手之一，自然也是跑不掉的。乔帆看了一眼院长，道：你先出去吧，她是我女儿，她在胡闹而已，打扰你们办公，实在抱歉。院长一听，立刻松了口气。那就好，州长，你们父女之间好好谈谈，别动怒，等外人出去，这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他和乔帆。乔帆口气立刻软下来。鱼，你是不是犯傻？这件事都过去6年了，你现在闹有什么用？薄寒石已经坐了3年的牢，你现在要为他翻案，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准备，我犯的错我自己承担。你糊涂啊？犯得着吗？他都坐了3年牢了，你还要再进去3年吗？你进去了，小相思怎么办？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乔帆说的义正言辞。乔瑜不怒反笑，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乔州长这么会为人考虑，你究竟是怕相思失去妈妈，还是怕自己被牵连丢了州长之位？我当然是为咱们考虑。说到底，他薄寒石不过是个外人，你姓乔，身上流着我的血。鱼，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进去？你听话，跟爸爸回家。你有什么怨言，跟爸爸说，爸爸来处理。但是别在这儿闹，这里是法院，不是乔家。乔瑜黑白分明的水眸直视着他。爸爸，你还知道你是我爸呀？你这孩子，我告诉你，薄寒石他一点都不无辜，你别以为他真爱你，他有阴谋。他爱不爱我无所谓，也用不着您来提醒我。我现在只想翻案。看乔瑜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乔帆只好拿出杀手锏。我一直不忍心告诉你，你知道他薄寒石是什么人吗？他压根不姓薄，也根本不是薄风的儿子，他姓陆，准确来说，他叫陆寒石。见乔瑜有些不解，乔帆继续说，他是陆成业的儿子，他是来报复我们乔家的。他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靠近你，他故意让你爱上他，想让你成为他复仇的工具。我早就知道了，所以6年前我才会那么强硬的要分开你们，甚至不惜我把他送进去，是为了保护你啊。傻孩子，他是仇人的儿子，那个陆成业自己命不好，心脏病死了，赖在我头上。薄寒石一直以为他爸爸的死是我造成的，所以才会蓄意接近你。乔瑜不信，乔州长，
你为了保住州长之位，还真是什么话都敢编。我真的没骗你。薄寒石他从没爱过你，他一直在骗你。他认为你是他杀父仇人的女儿，你觉得他还会爱上你？乔宇眼球微震，他的父亲陆成业当年和我一起创业，谁知道后来命不好死了。他们陆家人就一直怀疑我是凶手鱼，我就算再坏，还能把自己好朋友给害死吗？乔瑜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怎么知道？你的确像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你这死孩子，跟我回家吧，别闹了。那个陆寒石是我们的仇人，以后离他远一点。你要是愿意，就把相思也带回西州。这几年，你们母女俩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回了乔家，你们也能过得顺遂一些。乔帆打着感情牌，可乔瑜对这种乔帆式的扑啊，早就麻木。这些不过是乔帆假仁假义的面具，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州长之位。面前的中年男人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虽然这些年他几乎没给过他什么父爱，可真的要亲手摧毁自己的亲生父亲，乔瑜也做不到完全麻木。但是他再也不想纵容他作恶了，来不及了。就算我现在跟你回去，很快你就会被撤职调查。乔帆一惊，你做了什么？乔瑜淡淡一笑，你做的好事，我已经通知给媒体了，也许现在乔家门口已经围了一大群记者。你真是疯了，快跟他们说你弄错了。乔瑜心一狠，我不会再帮你做任何假口供，现在你也威胁不到我了。乔州长，你自生自灭吧。乔帆来不及再管乔瑜，风风火火的就出了办公室。他要是再不去处理，恐怕州长之位就不保了。乔帆的事情很快就被媒体发酵，上了各大热搜。南初是做新闻这一块的，对信息发现的尤为及时。看见这条热搜时，他连忙给乔瑜打电话，可是打了好久，乔瑜都不接，他只好打给薄寒石。薄寒石，你是不是又逼雨雨做什么了？他去西州法院揭发乔帆，为你翻案，可是他这么做会把自己赔进去。你说什么？电话这头的薄寒石也是一怔，他从没想过乔瑜会去替他翻案，甚至还把乔帆做的恶事曝光给了记者。现在网上已经成了屠杀场，一片腥风血雨，全是在指责西州乔家的。很快媒体便报道乔帆被暂停职务，带走调查。而乔瑜，宝子们，我知道你们很期待跳海，现在剧情也在跟着原定大纲一步一步走，不是我故意吊着你们，而是没写到，而且更新是每天现写的，每天2更不会缺席，还希望你们谅解，耐心等待。但是高潮点会有反转，你们在评论区猜的剧情也都看了，和你们猜的剧情还是差别很大的，不过反转一定会包你们满意。阅读愉快。第86薄寒石，你清白了。晚上8点，薄寒石坐在办公室里，一直没走。手机响了起来，是狱警员的座机电话，相思打来的。爸爸，你在加班吗？怎么还不回家啊？薄寒石看着那小画本，冷沉的眸光终是温和了一点。可能今晚得晚点回来，晚餐你自己先吃。我吃过了，今天张大厨做了好多我喜欢的菜，还给我炸了小油条。相思，他的声音忽然顿了下。爸爸，怎么了？你之前说你的名字之所以叫相思，是因为你妈妈很想念我。对呀，妈妈跟我说过，她很爱爸爸。爸爸不在的那几年，她比我还要想爸爸。薄寒石沉默了好几秒，他淡声应了一声，知道了。挂掉相思的电话后，薄寒石拨出一通电话，那边的陆之律接到电话后一点也不意外，直接问，不会吧，这么晚了，你让我跟你一起去西州接乔瑜？我只是不想让相思难过。靠，薄寒石，你真的刚才南初一个劲的要给相思打电话，想让相思去求你救乔瑜？我好不容易把南初摁下来，结果你倒好，你真的栽在乔瑜身上了。给你15分钟到集团楼下接我。我他妈啊，这大晚上的，他还要陪他去西州法院接人。挂掉电话后，陆之律去衣帽间换衣服。南初刚洗完澡，见他换衣服，冷不丁冒了句，大晚上穿这么人模狗样，去泡妞啊？我哪有空去泡妞？薄寒石真是疯了，这大晚上叫我陪他去西州捞你闺蜜，保狗啊，博狗，真是栽乔瑜手里了。南初一听，眼神亮了，卧槽，那鱼肯定有救了，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陆之律略嫌弃，你怎么比薄寒石还着急？你不是都说了，乔瑜是我姘头，我姘头有事儿，我能不着急吗？算了，
带我一起去吧，我也去换身衣服。妈的，乔宇有毒吧？把身边的人迷得五迷三道的围着他转。车里，陆之律开车，薄寒石坐在副驾上，南初坐在后座，气氛有点凝重。陆之律开口道：“你看看你们俩多贵气的命，竟然能让我给你们当司机，我家老爷子要知道我给人当牛做马的，岂不是要笑话死我？”少平，赶紧说说，鱼他去翻供，会不会被拘留？这个点，南初也没心思开玩笑了，直戳正题。陆之律瞥了一眼副驾上的薄寒石，语气颇有无奈：“某人啊，说起来也是学法的，甚至比我学的还要好。乔鱼这事儿又不严重，急成这样。”南初一愣：“不严重？鱼不用被拘留，乔鱼是去翻供，而且翻供的案子本来就不严重，再加上当年他是被胁迫的一方，甚至都不用请辩护律师，他这个判不了刑的，而且他主动去自首，情节很轻，要说严重，乔帆现在才是真的焦头烂额。”听完，南初吐了口气：“还好还好，我还以为鱼要把自己赔进去。”陆之律又瞥了一眼副驾的男人：“我说，薄总，其他人不懂也就算了，你不可能不懂吧？所以你大半夜抓我陪你去接乔鱼，是为什么？关心则乱。对哦，既然鱼不用被拘留，也不用坐牢，薄寒石你……”男人轻咳了一声，面无表情的丢了句。相思突然哭闹，说今晚想见乔鱼，见不到就不睡觉，我也没办法。陆之律轻笑出声：“见不到就不睡觉的那个人，究竟是小相思，还是你啊？”男人微微敛眉，开车，话那么多。南初靠在后座，不由得打量起薄寒石，这家伙好像也没他想象中那么冷漠，至少对乔鱼，薄寒石是有情绪的。陆之律，不过话说回来，乔鱼这次真是豁出去了，他也不怕乔帆搞他。乔帆在西周霸行多年，他掌管西周那么多年，在西周的关系早就根深蒂固，就算这次被暂停职务带走调查，难保过阵子会不会又出来了。目前阶段也仅仅是接受调查罢了。依我看啊，乔帆这次垮不了，如果乔帆垮不了，那鱼以后岂不是遭殃了？他那亲爹眦牙必报，根本不是善类。坐在副驾上鲜少说话的薄寒石忽然开了口：“我不会让他再有机会爬起来。上个月去海市交宁县的渔村，就是为了把当年的证人于泽仁带回来。于泽仁曾在成帆公司做过清洁工，他亲眼目睹当年陆成业在办公室因为和乔帆争吵，突发心脏病，想拿药过去吃的时候，乔帆将那药瓶一脚踢开，属于蓄意杀人。这个罪行一旦成立，不是死罪便是无期徒刑。”陆之律想起一件事来：乔帆这个老滑头，当年你在里面就找人蓄意谋杀你，八成是怕你出来报复他当年他把你送进去，大概率是早就知道你是陆成业的儿子了。后座的南初听得一愣一愣的，根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陆成业又是谁？你爸不是乔家的司机伯峰吗？车子很快开到西州法院门口。西州夏夜的风是微凉的，乔宇坐在法院门口，失了魂一般，目光空洞，直到视线里出现一双笔直修长的腿。他眸光动了动，缓缓抬头，看见薄寒石的那一刹，他只是扯了扯唇角，不是说好再也不见，向思想见你，我也没办法。薄寒石，你清白了不对，应该叫你陆寒石。他坐着，薄寒石站着，乔宇仰头看着他，像是从未认识过他。原来啊，他姓陆，原来啊，他是来报复乔家的。那他最初接近他，也是像乔帆所说的，是蓄意接近吗？你都知道了，所以乔帆说的都是真的。当初你接近我，让我爱上你，不过是你报复计划中的一环。如果我一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不会让自己跟你发生任何羁绊。乔宇，我没那么善良，但我也没那么坏，坏到去利用一个女孩子的感情来报仇。关于做假证是否需要拘留和坐牢，乔宇的这个情节，我问过学法律的朋友了，他的情节很轻，甚至不需要刑事拘留，只需要待在本地等候问审就行了。第87，我们回不去了。乔宇缓缓起身，因为坐了太久，起身时双腿一麻，薄寒石扶住了他，接着他背过身去，弯下腰，上来，我背你走。乔宇站在台阶上，迟疑了几秒，薄寒石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忽然侧眸道：“你不想快点见到相思？”他在哭闹，大概是早就做好了离别的准备。他再一次见到薄寒石，只觉得幸运，就当作是多见了一次，赚来的。他攀上他的背，这不是薄寒石第一次背他，
他看着他的侧脸，哑声问：为什么要来西周？那你呢？我是来赎罪的，我清白了。可现在你不清白了，洗刷冤屈。他应该开心，可现在他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如释重负。乔宇扯唇淡笑，我一直都生活在泥潭里，清不清白的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清白对一个将死之人而言毫无意义。他从没想过做这件事，去乞讨薄寒石的原谅。他只是想在活着的时候把欠他的悉数还清，没有其他想法了。从西周回帝都的路上，四人皆是无话。这一次依旧是陆之律开车，不过蓝初坐在了副驾，薄寒石和乔宇坐在了后座。6年前他入狱，恨透了西周这个地方。3年前他出狱，心里想着再也不会踏进这个鬼地方半步。可仅仅是和乔宇重逢的这2个月里，他踏入西周2次，都是为了他。第一次是叶承泽刁难他，他携着一身风雨，用帝都城南那块地把他从叶承泽手里救下来。第二次，也就是今晚，他为他六亲不认，举报乔帆。那座包裹岩石、坚不可摧的城池，仿佛在一瞬间被攻陷。乔宇脸色很差，整个人都没有精神，很是颓靡。他没有带他去御景园，而是把他送回了他常住的地方。乔宇浑浑噩噩的，胸口疼，肚子也疼。他没管薄寒石，一回来就钻进了卧室里，迷迷糊糊的睡了半个钟头，肚子坠痛，好像是来例假了。他疼得满头虚汗，撑着身子起来，想去卫生间贴个卫生棉，结果刚出卧室就发现薄寒石没走。他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这间房子只有60平而已，空间狭小。薄寒石个高腿长的，一身尊贵，出现在这里，看起来特别违和。乔宇被挤微僵，你怎么还没走？我今晚可能没法跟你去御景园看相思，等过几天吧。我调整好了会约相思的，不过可能就不去御景园了，我们会去外面见面。他以为他是在等他去御景园见相思，他口气很虚弱，整张脸苍白如纸。薄寒石起身，站在他面前，问得很直接：来例假了？就是普通痛经，习惯了。你走吧。乔宇转身就进卫生间，去找卫生棉。上一次的好像用完了，最近发生了一堆事，他忘记买了。他在柜子里翻来翻去，找了半天，一头大汗，挫败至极。现在好像任何一件小事都能轻易击溃他的防线，让他崩溃。薄寒石忽然开口说：我去楼下买，你等一下。乔宇背对着他，长睫微颤，等薄寒石开门出去。他一抬头就看见柜子上面摆着一个小药瓶，盐酸马普替鳞片。他连忙将那小药瓶塞进了柜子下面的角落里，把柜子门关上。大概过了10分钟，薄寒石提着一大包东西回来，他拿了一包卫生棉递给他：你先进去换。谢谢。等他换好裤子和卫生棉，从洗手间出来，便看见一抹高大的身影窝在小小的厨房里。薄寒石站在灶台前，在煮东西。他不仅买了卫生棉，还买了红糖、生姜。煮好后，他倒了一碗红糖姜水端过来，放在乔宇眼前。他看着那碗红糖姜水，心口酸楚泛滥。我还你清白是应该的，虽然我是被乔帆胁迫的，但的确是因为我的指证，导致你受了3年的苦。你不用因为我揭发乔帆，忽然对我好。要是早一点，再早一点，他对他好该有多好。可现在他承担不起了，也不敢承担了。薄寒石将那碗红糖姜茶推到他面前，语气淡淡的：只是一碗红糖姜茶而已，算不上什么好不好？趁热喝吧。乔宇也没再说什么，抱着那碗热热的红糖姜茶，小口喝着，那温热的液体从喉咙流到胃里，舒服多了。乔宇浑身疲惫，他没精力和薄寒石周旋，他现在只想睡上一个长长的觉，躲避外面的腥风血雨。我困了，你回去吧，相思可能还在等你。他起身，正准备进卧室，忽然被一双手臂紧紧困住。薄寒石从他身后抱住了他，细碎的吻落在他颈后。薄寒石，乔宇下意识想躲开，只听见他沙哑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为什么突然辞职？为什么突然去法院揭发乔帆？为什么赶我走？乔宇，你想缠上我的时候便用力缠上，你想丢开我的时候问过我意见吗？他被他锁在怀里，不敢动，只怔怔地说：我害你坐牢是真的，你在狱中差点死了也是真的，后来我们重逢发生的那些点点滴滴，互相伤害，
也都是真的。博寒石，我们回不去了，我也配不上你。他用力拨开他的手，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他手背上，破碎成珠。乔宇躲进了房间里，他把门反锁了。他靠在门后，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胸口处疼得快要窒息。他不知道博寒石走了没有。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跟他和好的，而是为了毫无愧疚地登上一艘永远离开他的船。楼下，博寒石坐在车里，待了一夜。到了下半夜，疗养院忽然打来电话：“喂，薄先生吗？您母亲半夜忽然爬上天台，她一直说要去找程叶，我们劝了半天，她也默下来。您现在能赶紧过来一趟吗？我马上过来。”挂掉电话后，博寒石看了一眼楼下，钟氏开车离开。疗养院天台上，叶清河站在风中，纤弱的身体像是被风一吹就会从这里掉下去。他嘴里呢喃着：“程叶，我又梦到程叶了，他死得好惨。叶夫人，你赶紧下来吧，那边太危险了。可我想去见程叶啊，你们能不能帮我把程叶找来？海会跳的，快了，莫急。”第88，你赶紧走，离开帝都。叶清河在天台边缘走来走去，他嘴里一直念叨着：“程叶，程叶，程叶还没死，他说过的，不会丢下我。你们去帮我找他好不好？我好想见他。”叶夫人，您快下来吧，程叶马上就来了。听到这句话，叶清河死寂悲痛的目光忽然一亮：“真的？你没骗我？程叶真的来了？他明明都50岁了，可大概是因为28年前就精神失常的缘故，他的心智和年纪仿佛永远停留在了22岁那一年，看起来总像个少女。我们没骗你，程叶真的来了。”此时，博寒石刚抵达天台，护工松了口气：“薄先生，您终于来了。您母亲一直在找程叶，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博寒石不敢轻易惊动他，只缓步走到他身边去。叶清河站在高台上，低头看着博寒石，笑了：“程叶，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他张开手臂，博寒石趁机一把将他从高台上抱下来。众人虚惊一场：“薄先生，幸亏你来得及时，您母亲容易应激，我们根本不敢过去。”叶清河狐疑道：“你怎么喊他薄先生？他姓陆啊。”护工无奈笑笑。博寒石道：“你们先离开吧，这里有我就行。”好。等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离开天台，博寒石握着叶清河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郑重道：“妈，我是寒石，害死爸的凶手，很快就会被绳之以法。”凶手？寒石又是谁？叶清河无意识地呢喃着，一脸懵懂。博寒石抱了抱他：“我是你儿子，你忘了吗？”“儿子？我和程叶的儿子。”叶清河这才仔细打量起他来，他抬手摸摸博寒石的脸，似是不敢置信：“我和程叶的儿子都这么大了吗？儿子，你有女朋友了吗？结婚没有？没有的话，妈给你介绍啊。我有喜欢的人了。是谁啊？什么时候把她带过来给妈看看？她很漂亮吧？”博寒石看着他精神失常的模样，又想起乔瑜，眼角微微泛了红。他搂着叶清河往楼下走：“她挺漂亮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她来见我？到时候我要穿体面一点，不能给你丢人儿子。我要不要给她买个礼物？他们都说未来婆婆第一次见自己儿媳要送镯子的。你看我手上这个玉镯子，就是当初你奶奶送我的。”他抬手有些小得意，把手腕上的玉镯子亮给博寒石看。他嘀咕道：“当初你奶奶对我很好的，我也要做个好婆婆。儿子，你喜欢的人，我一定会好好对他的。把他带过来，给妈看看好不好？妈很想见他，还有机会吗？”他也不清楚，他和乔瑜之间千疮百孔，沧海桑田。到了病房里，他扶着叶清河躺到床上。叶清河吃了药，很快意识逐渐模糊。他握着薄寒石的手，轻拍，迷迷糊糊的低喃：“能找到喜欢的人不容易，儿子，你一定要珍惜。”他苦笑一声：“若是他喜欢的那个人是仇人的女儿呢？他还会这么支持他吗？有时候，爱无用且软弱，像是一张蜘蛛网，会将人困得死死。”乔瑜睡了冗长的一觉，这一觉睡得他脑袋昏沉。他摸到手机，一打开网络，铺天盖地的新闻推送弹幕如潮水般蜂拥而至。井号西州州长涉嫌以权谋私，井号井号乔帆暂时停职，井号井号州长之女当庭作假证，井号井号州长之女去法院翻供，井号井号州长千金举报自己生父，井号各种吸睛标题
让乔宇眼前刺痛。他没去点开正文看，反正也不可能是什么好话。他和乔帆的父女缘分到这儿也算是彻底了断了。说无动于衷是假的，那个被带走调查的人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即使对他再不好，可真的亲手毁灭他，依旧怅然若失。手机响了起来，是温情打来的。他其实不想接，但又怕温情担心，还是接了。喂，妈，雨，网上的新闻我都看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去西州法院为薄寒石翻供，你会不会有事？我从昨晚开始就一直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我都急死了。他安慰道，妈，我没事，现在有事的人大概只有乔帆和乔子安。妈，我这么做你会不会恨我？他一直都知道，温情虽然嘴上说着恨乔帆，可做了那么多年的夫妻，怎么可能没有半点情分？真正能做到拔情绝爱的，那不是人，是神，亦或是魔鬼。温情喟叹道，我嫁给乔帆的那一年，也就和你现在一般大。我眼看着他白手起家，眼看着他高楼起，眼看着他高楼塌，心里没有半点感慨是假的。但乔帆他做了太多的恶事，不管他有怎样的下场，都是他应得的报应。这些年来，他对我们母女赶尽杀绝，我们没去报复他，就已经够容忍他了。鱼，只要你快乐就好。妈已经是半个身子踏进黄土的人了。妈，你别这么说，你要长命100岁，100岁太难熬了，我不想活那么久，拖累你要不是我，你和薄寒石也不会走到这般境地。乔宇扯唇笑了笑，妈，其实我和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和你关系不大的。妈，你知道陆成业吗？陆成业，听到这个名字，温情心跳咯噔一下。他是陆成业的儿子，他叫陆寒石吗？乔帆是害死陆成业的凶手，对不对？温情震惊，难道薄寒石接近你是为了复仇？妈，你也知道陆成业？温情不敢多言。知道，雨，如果薄寒石从始至终都是蓄意接近你，报复你，你赶紧离开帝都吧，别再回来乔家。虽然看似败了，现在乔帆被上面带走调查，但是指不定哪天就出来了。万一他找到你，要报复你，都说虎毒不饲子，但乔帆心狠手辣，指不定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你赶紧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第89他走不掉了，如果早一点，他知道这些，也没有查出肺癌，抑郁症没有复发，他一定会带着母亲和相思，早早的离开帝都，离开西州，远离一切是非。可现在，他哑声道，妈，我走不掉了，我现在必须待在本市，法院和相关部门随时会审问我。雨，你怎么那么糊涂，就为了给薄寒石翻供，连自己都搭进去。早知道，妈就让你离他远远的。谁知道他是陆成业的儿子。雨，对不起，都是妈不好，这一切都是因为妈引起的。妈，你说什么呢？当年就算乔帆不用你威胁我，也一样有办法逼我指证薄寒石，这一切还是会发生。电话那边，温情捂着嘴，小声啜泣，你这孩子永远都是先为别人考虑，你什么时候才能先考虑自己啊？我宁愿你自私一点。之前你来看我，把银行卡给我，就是做好了去给薄寒石翻供回不来的准备。我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我就说，我这些天眼皮天天跳，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妈，你别难过了，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而且薄寒石也没有说要报复我，那些事都是乔帆做的，他不至于那么是非不分。雨，你听妈的，离薄寒石远一点吧，他那个人爱恨极致，容易剑走偏锋，不知道哪天就……妈，我听你的，我不会和他再来往，他也不敢再和他多来往。有些事注定了没有结果，还是不要开始的好。挂掉电话后，温情还是心慌的不行。当年陆成业突发心脏病，他也在现场，他没想到乔帆会把那瓶救命的药踢走，他想帮陆成业捡回来的，可是乔帆把他拉走了。那时他和乔帆又刚新婚不久，蜜里调油。事后乔帆跪在他面前，涕泪俱下的求他，让他不要把这件事抖出去。陆成业死后，他的妻子叶清河先前与他交好，便偷偷来找他询问事情的真相。可人总是自私的，也有强烈的恻隐之心，他怎么可能会出卖当时还是自己丈夫的乔帆？他对此事闭口不谈，导致叶清河与他决裂。后来听说叶清河精神失常，疯了，他很内疚，却没有半分办法。叶清河，温情目光忽然一震，
猛地想起什么，叶清河也在这家疗养院里。之前，叶清河认出了他，抓着他不放。当时他只以为是对方精神不好，认错了人。可如今想来，他若是没记错的话，那张脸的确是叶清河没错。西周乔家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甚至轰动了整个帝都。很快，乔凡如阶下囚一般，接二连三被爆出丑闻，每一桩都足以让他身败名裂。这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推手，将乔帆彻底推到断头台。江宇川看了这些新闻后，第一个担心的还是乔宇。他正准备给乔宇打电话，就被江晚夺走了手机。哥，都这时候了，你不会还想跟那个乔宇扯上关系吧？他爸爸是个罪臣，他呢，也是为虎作伥，和他爸爸是一丘之貉，他现在脏得很。你想跟他同流合污，我可不同意。江晚，把手机给我。我不，现在你不能跟乔家任何人沾上关系，他们那一家子都脏透了。江晚语气里满是嫌恶，他恨透了乔宇，恨不得乔宇死了才好。乔宇一出现，韩石哥就会心软，就连他的亲哥也向着那个贱人。可乔宇有什么好的？江宇川对妹妹的行径已经忍无可忍，他一把抢过手机。江晚，我的事轮不到你来管。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你心心念念的韩石哥说了，如果你再不改改你的臭脾气，就不用去 SY 上班了。你说什么？怎么可能？韩石哥怎么可能赶我走？哥，是不是你让韩石哥劝我走的？这话就是你的韩石哥对我说的。他说，如果你改不掉脾气， SY 就容不下你。江晚气的咬得嘴唇泛白，他攥着手，想起来了，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上次在墨山，我刁难了一下乔宇，韩石哥就想替他教训一下我乔宇呀。乔宇他还真是个祸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但我和你韩石哥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也认为你这脾气不适合留在 SY， 至少目前是这样。你不等江晚脾气发作，江宇川已经拿着手机和车钥匙出了家门。江晚咬牙站在原地。好啊，一个两个的都向着乔宇是吧？他还不信了，韩石哥不喜欢他，没关系，他只要讨好韩石哥的母亲就够了。只要韩石哥的妈妈喜欢他，韩石哥那么孝顺，到时候只要未来婆婆站在他这边，韩石哥就一定会动摇。之前听江宇川说，韩石哥的母亲一直在帝都郊区的一家疗养院里。江晚眸光一凛，红唇勾了勾。疗养院？江晚打听了半天，才找到这家偏僻的疗养院。韩石哥也真是的，怎么把他亲生母亲丢在这种地方？江晚走进院子里，拉了个临时护工问了句，你知不知道叶清河在哪个病房？叶清河是不是那个经常疯疯癫癫的漂亮女人？应该是吧，她精神不太正常。她在416房。江晚上了4楼，直奔416房。叶清河正坐在窗边摆弄他那些玫瑰花，这些都是伯寒时送来的，摆满了一整个窗台。伯母。江晚敲了敲门，叶清河听到声音，一扭头就看见江晚。你是？我是韩石哥的朋友。伯母，我听说您一直住在这儿，就来看看你。你最近身体还好吗？叶清河打量着江晚，忽然笑了。他握着江晚的手，好奇又高兴地问，你是不是我儿子喜欢的人？江晚一怔，叶清河似乎误会了什么，不过这大好的机会他可不得牢牢抓住。他弯唇乖巧一笑，伯母，韩石哥跟你提起过我。叶清河很单纯，笑着点头。他说你很漂亮。真的吗？江晚脸上笑意更是得意。他看看外面的天，伯母，我们出去走走吧。外面天这么好，我陪您聊聊天啊。好啊。等去了疗养院的林荫小道里，叶清河忽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他指着前面坐在轮椅上的温情，尖叫起来，坏女人，她怎么在这里？大转折点马上就到鸟。第90，没想到是最后一面。坏女人，伯母，你在说谁啊？叶清河看见不远处的温情，情绪很激动，就是她，是她和她丈夫害死了程烨，她是乔帆的老婆，我想找她问清楚。乔帆的老婆？难道是乔瑜的母亲？江晚眼神一亮，伯母，我陪您过去问她。温情坐在轮椅上正在想事情，叶清河便闯入了视线。温情目光一震，清河，果真是你，我刚才正犹豫要不要去找你。你跟我去作证，你告诉他们是乔帆害死程烨的。叶清河激动地拉他胳膊。温情坐在轮椅上，轮椅没有上手刹，在推拉之间，轮椅晃动，
清河，你听我解释，你别激动，你害死程烨了，跟我去自首。温情推开他，想好好跟他解释，你和乔瑜果然是母女，都是祸害，竟然敢害死韩师哥的父亲。江婉一把扶住叶清河，带着恨意猛地踹了一脚轮椅，那轮椅瞬间沿着陡直的楼梯笔直飞快的一路撞下去。温情因为惯性，整个人从轮椅上栽了下去，那道身影在台阶上滚了好几圈，连人带轮椅翻了个彻底。叶清河和江婉都愣住了。台阶下，轮椅倒在一旁，温情脑袋撞破，他脑袋下面一大片鲜红血迹，好像是死了。江婉嘴唇发抖，伯母，他不会是死了吧？叶清河脸色惨白，也害怕起来。我没推他啊，我只想让他去作证，我不想让他死啊。伯母，我过去看看。江婉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他伸手朝温情鼻孔处一探，啊！他惊得往回一跳，他连忙走到叶清河身旁，颤着声说：没气了，怎么办啊，伯母？要是韩石哥知道是你把他推下去的，韩石哥会不会发火？我没有推他啊！叶清河着急的想哭，他抱着脑袋，大脑一阵剧烈的痛意。江婉见他精神不正常，忽然萌生一个恶念：伯母，你冷静点，你先听我说，怎么办啊？我不想当杀人凶手啊，我没杀人。伯母，要是韩石哥问起你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一定要咬死还有，也不能让韩石哥知道我今天来过。他如果知道我今天来过，就一定会深究到底，如果他深究，就会发现这件事是我们两个干的，到时候韩石哥就会恨我们。叶清河稀里糊涂的只顾着点头，他被吓坏了。江婉握着他的肩膀镇定下来，语气很坚定地说：伯母，你今天没见过我，我也没来过，你一定要守口如瓶。叶清河害怕的浑身发抖。江婉又装可怜地说：伯母，你也知道韩石哥喜欢我，我也喜欢韩石哥，如果这件事被韩石哥知道，我和他就完蛋了。伯母，你这么善良，应该不忍心我们因为这件事错过彼此吧？叶清河猛点头，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林荫小道外面，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了。江婉面色一凛，丢开叶清河，他抄小道快速离开了疗养院。他逃似的钻进车里，连忙发动汽车，一路狂飙，直到彻底离开疗养院附近。车子吱一声，拖着尖锐的刹车尾音，横七竖八的停在了一处荒凉地带。江婉的头因为急刹车的惯性，猛地向前倾了下，他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脸色煞白，他大口喘着粗气。是叶清河把那个女人推下去的，不是他什么也没做。就算叶清河胡言乱语，但谁会信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呢？而且精神病患者的供词根本无法成为呈堂证供。他在害怕什么？他有什么好害怕？思及此，江婉抬头看向车镜里，他抽了张纸巾，将脸上的冷汗用力擦干净。惧怕慌乱的目光一瞬间变得阴狠算计，只要他不站出来承认，谁也不会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呵，乔瑜呀，乔瑜，这次你跟薄寒石真的是完了。没想到老天会这么帮他，竟然会让他有机会借着叶清河之手除掉乔瑜的母亲，以后叶清河就有把柄落在他手里了。他若是敢不撮合他和韩石哥，他就……江婉勾唇，胜券在握。不过这一切还没完，他要制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打了个电话给安景城，电话接通了。喂，老安，出来喝酒啊？大白天的，喝什么酒？江婉轻笑，你不是一向白日宣淫，风弄酒吧，不见不散。挂掉电话后，江婉打开粉饼盒，给自己补了下妆，又抹上口红，脸上镇定如常，丝毫不见方才的慌张。他把行车记录仪里的行踪清得一干二净，他连乔瑜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怎么会见过乔瑜的母亲呢？乔瑜生理痛刚刚好一点，正准备起床倒杯热水喝，就接到疗养院的电话。乔小姐，你赶紧来疗养院一趟吧。我妈怎么了？你母亲摔下台阶，已经。乔瑜心跳一滞，整个人僵了好几秒，耳边嗡嗡作响，再也听不见电话里的声音。乔瑜和薄寒石是同一时间赶到疗养院的，现场还没被破坏，温情就躺在台阶下面，身下是半干的血河。他发怔地站在那儿，甚至以为看错了。妈！他看着躺在那儿的温情，小声地嗫嚅了一声，但是温情没听见。他目光直视着温情，
缓缓朝那边走去，和薄寒石擦肩而过。雨，薄寒石唤了他一声，可乔瑜像是听不见一般，他一步走到温情身边。妈，你怎么躺在这儿？乔瑜跪在他身旁，伸手把他抱起来。温情就那样安静地靠在他怀里。乔瑜抬手帮他用力擦着脸上的血渍和污痕。妈，你醒醒，我来看你了，你怎么躺在这里？妈，他抱着温情，茫然至极，他眼底甚至没有泪花，只木讷地轻轻摇着温情的肩膀。妈，你醒醒，别睡了，我们上午不是说好要长命百岁的吗？你怎么就……我说了呀，你没有拖累我，你干嘛那么傻？你别睡了，你起来跟我说说话啊，求你醒醒，妈。这一世加更，今天3更完毕，第91妈妈死了，她也活不长了。很快，法医到了现场。你是死者家属吗？乔瑜紧紧抱着那具逐渐冰冷僵硬的身躯，迟疑抬头。死者？我妈没死啊，她只是睡着了。医生，你救救她，她以前也昏迷过，昏迷了好多年，可她后来醒了，所以她还会醒过来的。对于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法医早就见怪不怪。他叹息一声，冷静道：抱歉，我不是救人的医生，我是鉴定尸体的法医。死者是叫温情吗？乔瑜抱着温情，仿佛听不到外界其他的声音，他只知道温情没死，他要带温情去找医生，不找医生也好，他要带温情回家。他想把温情抱起来，可是他一个人实在抱不动。这位小姐，你母亲是非自然死亡，我们需要鉴定一下死因，你能不能放开死者？乔瑜无动于衷，他面色麻木地抱着温情，根本不肯松手。法医没办法，只好示意一旁的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戴着手套上前，强行拉开乔瑜和温情。他被拉开后，匍匐在地上，双手上沾满了暗红血迹。他想不明白，明明早上温情还在给他打电话，怎么会忽然躺在这里一动不动了？曾经，他那么努力地照顾他，他终于醒了，他怎么舍得又睡下去？如果是要惩罚他曾经做错了事，他已经拼尽全力地去偿还，哪怕是用他的命去抵，他也愿意啊。可为什么要夺走他的至亲来惩罚他？乔帆没有给过他父爱，重男轻女，可是温情不一样，温情会对他说：鱼，只要你开心就好，妈怎样都无所谓的。为什么他爱他的都要离他而去？他快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虚妄。如果这只是一场噩梦，为什么他胸口处会那么痛，痛到窒息，像是沉入深海里溺水的人，抓不住任何东西，几乎溺毙。那边法医鉴定出了结果，死者是因为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头部大出血导致死亡。是自己摔下来的还是人为的？这个不好判断。像这种轮椅，手刹装置很一般，哪怕手刹刹住了，坐在上面的人也很有可能会因为陡坡的惯性摔下去。小李，你带个队友过去问问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今天死者跟谁接触过。这时，缩在薄寒石身后的叶清河忽然害怕的紧紧抓住了薄寒石的胳膊。程叶，我们走吧。我害怕。薄寒石眉心微拧，他刚才赶到的时候，这里除了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就只有叶清河了。但叶清河明显受了刺激，他问什么，他都疯狂摇头，根本问不出任何东西来。没有人会去怀疑一个精神病患者是杀人凶手，哪怕怀疑了，哪怕叶清河真的失手将温情推下去，这个精神病也无罪。赵队看向薄寒石这边，走过来问：你们是？她是我妈，也住在这个疗养院。一出事，疗养院给我打电话，我就赶过来了。赵队老谋深算的目光看向叶清河，发现叶清河很局促。死者摔下去的时候，这位夫人也在现场。叶清河往后一缩，吓得完全缩在了薄寒石身后。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抱歉，我妈有精神问题，神志不清。赵队并不想放过线索，他问：刚才我问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说你妈妈之前和死者有过节，甚至出手打过死者，这是真的吗？薄寒石并未否认，的确，他因为神志不清，经常认错人，和疗养院的很多病友都发生过小摩擦，回答的滴水不漏。赵队听完后笑了下，精明锐利的目光落在他身后的叶清河身上。他一审视，叶清河便打哆嗦：我没有推他，不是我，他自己摔下去的，我真的没有推他，你亲眼看见他摔下去的。赵队忽然靠近叶清河，乘胜追击，这一下
把叶清河吓得不轻。他再也不肯说话，只顾着摇头。这时，赵队忽然放话：“你们去查查，这个疗养院里有谁和死者有过节，或者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恩怨。”薄寒时眸光不动声色的微沉，叶清河在他背后轻轻扯他的衣服，他按住叶清河不安的手，似是明了什么。就在那2个年轻帽子拿着本子和笔，正准备去询问其他人，那边乔瑜忽然站出来，他脸色苍白，双眼里却没有一滴眼泪。他很平静地说：“不用查了，我妈在这个疗养院里待了3年，和所有人相处的都很好，她没有仇家，也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过节。乔小姐，您母亲的死……”乔瑜身影单薄地站在那儿，他垂着眸子，忽然苦笑道：“是我们命不好，怪不了任何人。”不远处的薄寒时眸色一暗，心脏揪紧。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如果真是他杀，这事儿可就要上社会头条了，而且会引起其他病友和家属的恐慌。万一他们纷纷退院，损失就大了。院长跳出来说：“我和温情虽然不算深交，但也经常聊天。他为人善良温厚，和其他人交好，没什么矛盾。这个陡坡呀，也怪我们一直没打掉重做。之前好几个病友在这边摔倒，这的确是我们的责任，后续补偿事宜我们会和乔小姐谈的。温夫人的葬礼，我们也会去祭拜的。赵队，我能带我妈回家吗？我不想我妈这么不体面的躺在这里。”她脸上甚至没有悲伤的情绪，或者说没有任何情绪，平静的像是局外人，大悲无泪。大概就是这样吧。赵队对这个年轻姑娘忽然起了几分怜悯之心。她看上去也不过20出头的年纪，看起来却像是失了所有活力，整个人形同枯槁。乔瑜，你确定不继续查下去？万一你妈妈……他轻摇了下头，打断他的话：“不用查了，我现在只想带我妈妈去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让她体体面面的走。温情死了，她也活不长了，就这样吧。是他们命不好，总是被命运裹挟，怨不得任何人。”赵队虽然是个铁血汉子，却也被面前这个年轻姑娘动容了。他也是有女儿的人，多少有点同情。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乔瑜，你要是后悔了，想继续查下去，就联系我，或者你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这个案子，他觉得蹊跷，他会跟下去的。”第92，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乔瑜接过名片：“谢谢赵队。”院长道：“来，你们也过去帮乔瑜，再去叫一辆灵车，送他们回家。”很快，乔瑜和几个护工便将温情的尸体抬走。他路过薄寒石身边，目不斜视的擦肩而过。薄寒石一把握住他的手臂，乔瑜却扯唇笑了笑：“薄总，我身上有血，会脏了你的手。”他和他之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他们隔绝在2个世界。那道屏障透明，摸不着，看不见，却坚不可摧。他挣开他的手，走过他身边，再也没回头。薄寒石站在那儿，掌心冰凉发麻，心脏处在刹那塌陷，像是湿了一块。温情的尸体先被搬进了房间里，乔宇把门关上了。他拿了条干净的毛巾，在温水里泡了泡，然后细致地帮温情把身体擦干净了。他又从柜子里找到一条绣着芙蓉花的素面旗袍，温情最喜欢这条旗袍，因为这是乔瑜送她的生日礼物。活着的时候，温情总是舍不得穿，他说等我们与结婚的时候再穿，可是这却是他最后一次穿上了。而乔瑜呢，他再也不可能有结婚的那一天。乔瑜帮他换上这条旗袍，又给他梳了头，一切都整理完了。他没急着走，而是坐在床边，淡淡的对温情说：“妈，我就不带你回家了，我住的地方只是租的房子，那也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早就没有家了，你先走一步。不过没关系，你不会孤单太久的，很快我就会来陪你了。”他和温情独自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他抬头看向窗外，今天傍晚的晚霞好美啊，火红火红的。妈，外面的太阳还没下去，待会儿我给你打把伞，你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等夕阳渐渐落山，几个护工抬着担架，乔瑜站在担架旁，撑着一把黑伞，将温情遮住。送上灵车后，开车的师傅问：“回家还是直接去火葬场？”“去附近的火葬场吧。”“行。”3个小时后，天黑了，乔瑜抱着骨灰盒从火化场出来，他从始至终没掉一滴眼泪，就连开灵车的师傅都震惊了。他甚至忍不住安慰他：“
姑娘，你想哭就哭吧。乔瑜却说哭不出来，也不想哭，反正生生死死的，就那么回事吧。这姑娘是看破红尘啊。回家路上，乔瑜的手机快被打爆了，打开手机一看，来电记录十几条南初，10几条江宇川，10几条谢军，他们大概都知道了，他也懒得回电话通知他们了。温情的葬礼，他不想大办特办，今晚联系下墓地，明天早晨就去下葬。人都死了，那些丧礼仪式不过是做给活人看的。乔瑜抱着骨灰盒到家门口的时候，南初已经站在那儿等了很久。雨雨，南初抱着他哭了出来。乔瑜没哭，他甚至安慰南初别哭了，我妈之前一直躺在床上，后来她醒了，又活了3年。按照她的话说，她这3年的日子是偷来的，活一天赚一天，哪怕哪天走了也不用伤心。雨雨，我知道你难过，你想哭就哭吧。南初看着他过分平静的脸，有些害怕，他眼底没有一点生机，死寂、颓败、凋零。听说人在将死之前，身上是衰败的死气，现在笼罩在乔瑜周身的，便全是这种可怕的死气。南初帮他开了门，乔瑜抱着骨灰盒进了屋内，他小心翼翼地把骨灰盒放在桌上，忽然询问南初：初初，你能帮我找个墓地吗？明天一早，我想送我妈下葬。他冷静极了，脑子也格外清晰，交代事情有条有理。南初怔中了下，哦，好，我马上去问问。过了会儿，南初说，我让朋友找了南山墓地，那边风水不错，离这边也不是特别远，你看怎么样？好啊，我也听说南山墓地不错。南初呆呆地看着他，觉得他冷静的可怕。他抱住乔瑜，瑜瑜，你哭吧。乔瑜没什么亲人，在这个世界上，严格来说，就只有温情和小相思2个亲人。至于乔帆，那个猪狗不如的家伙，顶多是乔瑜名义上的父亲。温情走了，等于要了乔瑜半条命。他现在这样冷静，只怕会出大事。瑜瑜，你别撑着了，我知道你难过。伯母走了，还有相思啊，还有我呀。他目光很空。哦，对，还有相思，不过相思已经交给薄寒石了，他应该会好好对相思吧。你在说什么雨雨？你不要相思了。乔瑜愧疚的笑笑，初初，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好。和薄寒石恋爱的时候，我背叛了他，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我妈在疗养院里，我也没空去看她，每次去看她，也就陪她待个半天，没法在她床头尽孝。我不是个好女儿，我也不是一个好妈妈，总是迫不得已的把相思一个人丢在家里。她哭着求我不要走，我还是推开了她。我好像真的很失败，做什么都错。初初，我是不是很该死啊？他平静地说出这些话时，南初哭成了泪人。他心疼道，谁说的？谁说你做的不好？如果那些人穿上你的鞋子，在你的人生里感同身受，他们就会发现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当初乔帆让你在伯母和薄寒石之间选，2选1，不选妈，难道选男朋友？这不是你的错，那明明是乔帆的罪孽。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要挣钱养伯母养孩子，被薄寒石砸了饭碗，末前只能去夜场卖唱。雨雨，谁心疼过你？你别这样自责，明明你做的已经够好了。雨雨，你哭吧，你这样我心疼。乔雨抬手帮南初擦了擦眼泪，他说，初初，谢谢你啊，一直以来好像只有你站在我这一边。你别哭了，装哭花了就不好看了。雨雨，你振作一点，很快就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不是一直想去海边玩吗？等过几天我带你去海边玩。总之你别这样好不好？我受不了了，我的雨雨，我哭死。别骂我女主，我心疼。第93这场噩梦他不想做了。这一晚南初没肯走，他怕乔雨出事，便留下来陪着他。乔雨的手机一直在响，但乔雨没心思去应付，都是南初帮忙接听的。其中打电话来的有谢军和江宇川。南初跟他们通过电话之后，对乔雨说，谢军和江宇川刚才闹着要过来，我让他们都别来了。乔雨点点头，我也不想看见他们。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守着温情，静静的待一晚上。我让他们明天一早去南山墓地，伯母下葬，还是要来几个人吊唁一下的。对了，疗养院刚才也打来电话，院长说明天带几个人去墓地祭拜，还有伯母的遗物，他带过来给你。乔雨没什么意见，都听你的。雨雨，你今天都没怎么吃吧？我点份小米粥。
你喝一点吧。乔宇也不拒绝，只说好。南初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只觉得乔宇像是心死一般。疗养院416病房里，叶清河坐在床边，冷静了好久，终于不那么恐慌了。薄寒石将门关上，他扣着叶清河的肩膀，黑眸直直地盯着他眼睛里，一字一句地问：妈，是你吗？呜。叶清河抿着嘴，什么也不说，告诉我，是不是你？别害怕，我知道就算是你，你也不可能是故意的，那是个意外，对吗？叶清河看着薄寒石，憋了好半天，憋出3个字来：对不起。气氛一片死寂，他黑眸里最后一抹光芒转瞬陨灭。所以真的是叶清河失手把温情推下去的。薄寒石看着他，眼角渐渐猩红，他忽然笑了，笑意嘲弄又凉薄。是不是有些东西和人根本是求之不得的妄想？当他以为他要抓住什么了，可那抹光却转瞬即逝。他宁愿一直身处黑暗中。为什么？他都打算原谅乔宇了，却要这样戏弄他。从叶清河的房间离开，薄寒石碰上疗养院的院长。薄先生，叶夫人好点没？要是受到太大惊吓，我们这边可以找医生给他看看。薄寒石的脸很冷，很阴郁，低沉声音夹着凛冽寒意。不必了，让他好好休息吧。好，你要走了吗？薄寒石扫了一眼墙角，这家疗养院监控为什么这么少？我们这家疗养院开了很多年了，一是年代久了，还有就是监控装多了，很多人会觉得没有隐私，所以私立疗养院一般监控都比较少。监控是在哪里？院长微怔，薄先生是要调监控吗？薄寒石周身气场强大，只那样目光沉沉地盯着院长，便让院长怂了几分。薄先生，我带你过去吧。到了监控室，薄寒石坐在那儿，将近期的全部监控看了一遍，脸色降至冰点。院长小心翼翼地问：薄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男人起身离开了监控室。院长呼了一口气，今天都遇上什么倒霉事儿了？以后疗养院的生意该黄了。不过好在不是什么他杀，要不然其他客户恐怕早就吓跑了。天域别墅，江晚特意跑去风弄酒吧，跟安景城喝了几杯小酒才回来。酒精作用下，他胆子也大了几分。他刚进门，便看见江宇川愁眉苦脸地坐在客厅。哥，你怎么了？江宇川看了一眼时间，质问道：你去干嘛了？这么晚了才回来？我去跟朋友喝了几杯小酒啊。喝小酒也犯法。他故作轻松地朝屋内走，将手里的包包甩到沙发上。江宇川免不了说他2句：婉婉，你是个女孩子，一天到晚跑去酒吧喝酒，像什么样子？现在都10点了，你一个人在外面，要是遇到什么流氓，出了什么事，一辈子就毁了。哥，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了，街上哪有那么多混混啊？不过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嘿嘿。江晚跑过去，搂着江宇川的胳膊，撒娇。江宇川没心思跟他开玩笑，抽开手臂说：乔宇的母亲出事了，明早我得去祭拜一下，你在家安生一点吧。江晚故作惊讶，乔宇的母亲出什么事情了？好像是意外，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明早过去再问问。哦，那你去吧哥，我喝了酒，有点困了，我先上去睡了呀。江宇川略微有些讶异，他还以为他又要跟他吵架，不准他去看乔宇，没想到这次竟然一声不吭。是想通了吗？江宇川也没多想，他一直都认为江晚只是任性，但骨子里并不坏。乔宇不知守了多久的灵堂，门铃响了起来。蓝初一开门，带住了。相思，你怎么来了？爸爸带我来的，爸爸在楼下，他让我来陪陪妈妈。这……相思冲了进去，他一把抱住了乔宇。跪在那儿的乔宇背脊僵了下。相思，你怎么？小相思哭着说：妈妈，你别难过，外婆走了，还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乔宇把她抱在怀里，轻拍着她的背，哑声喃喃道：不哭了，妈妈不难过，你也别难过了。蓝初关上门，又跑到阳台那边，往下眺望了一眼。薄寒石那辆车还真在楼下。雨，薄寒石在楼下，他送相思来的，还没走。乔宇微微推开相思，摸着他的小脸说：今天太晚了，爸爸还在楼下等你，你先回去吧，妈妈没事的，不用你陪着。妈妈，我不走，我一走就见不到你了。乔宇淡笑，说什么胡话呢？我们以后多的是时间见面。相思哭得小鼻子红红的，
他鼓着小嘴说：“我不管，爸爸都同意了，我今晚留在你这儿，我不走。雨雨，你就让相思留在这儿吧，他陪着你，你也好过一点。”乔雨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奶包，温柔地摸了摸她软软的头发，终是同意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送外婆下葬。相思伸出小手，摸摸乔雨的脸，她好奇地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哭？外婆走了，妈妈应该是最难过的人才对。既然难过，为什么不哭？”乔雨看像温情的一笑，莞尔道：“也许活着才是煎熬，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外婆只是去另一个世界享福去了。”相思紧紧抱住她：“妈妈，你不准跟外婆一起去享福，我害怕。”“别怕，妈妈在这儿。”她不确定她还能撑多久，这场噩梦她真的不想再做了。对不起，相思，这一次妈妈想为自己自私一次了。加更，今日3更完毕。第94，情敌见面。这一晚，乔瑜跪在灵堂前，像是失了魂。小相思也陪着他，跪在他身旁。他很困，但他不敢打瞌睡，生怕睡着了。妈妈跟着外婆一起去享福了。楼下那辆黑色迈巴赫车内，薄寒石坐在车里，从储物格里翻出一部老旧手机来。这部手机是情侣款，他这台是黑色的，乔瑜那台是白色的，就连2个手机的手机号码也是连号。这个手机号曾经停用了3年，后来他出狱，又鬼使神差的去充了话费，把号码留下来了。他甚至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理智告诉他，这是徒劳，这是犯贱，这是不该有的妄念。可感情就是这样野蛮，野蛮的让人失控。而乔瑜呢，就像是沉香条，一开始并不会觉得上头，甚至觉得这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内，完全有把握，游刃有余。报复他，亦或是利落抽身，都由他说了算。可恨着恨着，等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血肉里，一旦想要踢出来，便要伤筋动骨，即使打断了骨头，却还连着筋。薄寒石将手机开了机，屏幕一亮，手机背景是乔瑜恬静的睡颜。他点开语音，是乔瑜撒娇的声音：“你今晚能不能早点回来，给我带炒花甲？男朋友，我想吃麻辣烫。寒石寒石，我们这周去抓娃娃吧，你那么厉害，肯定抓一堆。薄寒石，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快来接我，我快被蚊子叮死了。我拿到奖学金了。薄寒石，你女朋友厉害吧？今晚咱们去吃大餐，我请客。”那么生动灵气的乔瑜，大概早就死在了6年前。薄寒石关了机，将那部手机丢回了储物格里。车窗半降，他摸了根烟出来，拿着打火机正准备点烟，脑海里却无端想起乔瑜的嘟囔：“抽烟对肺不好，你要是不好了，我怎么办啊？薄寒石，我希望你能照顾我到老，然后我先走。我可不想先失去你。”可后来是他先失去了他。忽然烟瘾也没那么大了，他将那根烟塞回烟盒里，没有再抽的心思，只靠坐在车里无悲无喜，像是失了神。他和他之间早就偏离彼此原来的轨道，渐行渐远。乔瑜在灵堂前跪了一夜，薄寒石在楼下的车里待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乔瑜抱着骨灰盒下楼，南初在一旁帮忙撑着黑伞，小相思跟在乔瑜身边。灵车到了，谢军、江宇川也来了，就连一向不喜欢他的陆志律也来了。乔瑜朝他们点了点头，以表感激。他抱着骨灰盒上灵车后，南初收了伞，跟他一起上车。小相思瞄了一眼窗外，抿着小嘴说：“妈妈，爸爸还没走，爸爸也跟我们一起去送外婆吗？”乔瑜沉默了几秒，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吧。薄寒石该不会在楼下待了一夜吧？他怎么不上去？南初对疗养院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乔瑜也不想多言什么。温情的死，他不想深究，那个秘密也会随着他一起消失。很快到了南山墓地，南初托人找的这块墓地算是风水宝地，有山有水有树，环境也很好。乔瑜将骨灰盒轻轻放进墓穴里。妈，你一路走好。一旁的封牧师说：“还要放什么进去吗？不放的话，我封盖了。”乔瑜点头：“封墓吧。”封牧师将那块盖板合上，封得严严实实。乔瑜一身黑衣，站在墓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其他人也上前鞠躬。薄寒石站在不远处，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小相思扭头看见了爸爸，爸爸一个人站在那边，看起来好孤单。他跑了过去，拉住薄寒石的手，
爸爸，你也和我们一起去送送外婆吧。外婆还不知道我有个这么帅的爸爸呢。相思还小，对这一切都不知情。他拉着薄寒石走过来，薄寒石显得很被动。其实他并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甚至不配来吊唁温情。但乔瑜没有感人，对薄寒石的出现，他显得相当平和，平和到像是无视了他。薄寒石上前，也朝墓碑鞠了一躬。下墓仪式彻底结束后，一行人朝停车场走。南山墓地挺大的，停车场在山下，距离有点远。谢军走到乔瑜身边说：“瑜，待会儿我送你和相思回去吧。”乔瑜还未说话，小相思已经开口：“谢叔叔，不用了，我爸爸会送我和妈妈回家的。”爸爸，谢军懵了，相思的生父不是早就病逝了吗？小相思牵着薄寒石的手，介绍道：“这就是我爸爸。爸爸，你倒是说句话啊！谢叔叔之前帮过我和妈妈很多忙。”看在相思的面子上，薄寒石朝对方点了下头，表示打了个招呼。他看起来虽然还算礼貌，但眼神却冷到掉冰渣，没有半分友好的态度。谢军有些尴尬，但眼下的场景实在不好多问什么。乔瑜刚失去至亲，现在明显不太方便说这些。一直缄默的乔瑜忽然开口：“谢医生，待会儿我就不坐你的车了，初初会送我回家的，你不用担心。”谢军一怔，随即眼神微亮：“好，那你一定要节哀，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给我打电话。”乔瑜虽然不坐他的车，可也不坐薄寒石的车。小相思牵着薄寒石走在最后，他皱着小眉头，哀怨地看了一眼薄寒石，无奈吐槽：“爸爸，你怎么这么不积极？愁死人了。”薄寒石依旧不说话，脸上情绪难辨。小相思恨铁不成钢，小声嘀咕：“完了，现在都成哑巴了。”见薄寒石这边无动于衷，他撒开薄寒石的手，跑向乔宇那边：“妈妈，待会儿我不想走，我能跟你待几天吗？”乔宇摸摸他的小脑袋：“这得问你爸爸。”问了，爸爸同意了，他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御景园。”乔宇自然是不会去的。相思，我下次再去看你好吗？妈妈最近真的很累，不想去任何地方。她看起来很疲惫，相思也拿她没办法。真的吗？南初揉了揉小奶包的脑袋，安慰道：“相思，你妈妈最近心情不好，等她心情好了，就去看你啦。干妈会好好陪着你妈妈的，你放心。”那好吧，妈妈，我会想你的，你也要想我哦。到了停车场，快要分别时，乔宇忽然蹲身，抱住了相思。第95再次站到法庭上，小相思也搂住了乔宇的脖子。妈妈，你怎么了？是舍不得我吗？有点，不过还能忍忍。有些事，只要不去想以后，就没那么难过。乔宇抱得他很紧，一旁的薄寒石忽然说：“如果你不想去御景园，可以让相思在你那儿待几天。”他松开相思：“不用了，反正以后多的是机会见面，你带她回去吧。这几天我想一个人待着。如果让相思在他身边继续待几天，他会内疚到不行。”薄寒石有句话说的没错，制造的羁绊越多，往后回忆起来就越是伤人。他不希望像思念着他，他宁愿相思忘了他。小相思伸着小手摸了摸乔宇的脸：“妈妈，你要好好的，外婆走了，还有我和爸爸呢。”妈妈知道了。疗养院的院长将温情的遗物转交给乔宇：“这是你妈妈的遗物，我昨天让院里的人收拾的，你看看还落下什么？”乔宇看了几眼，重要的东西都在，温情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谢谢院长。在停车场，彼此分道扬镳。薄寒石牵着小相思背过身，走向车边。乔宇终是回眸，看了他们一眼，眼眶里终是微微湿热。到了车里，南初开车，乔宇一个人坐在后座。他打开那箱东西，发现温情留了一封遗书。难道母亲早就知道自己会遭遇不测？乔宇好奇地打开那封遗书，遗书里写道：“雨，见字如见物，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但因为愧疚一直说不出口。薄寒石的父亲陆成叶临死之前，我是在场的。那时我想救他，但乔帆把我拉走了。后来他母亲叶清河找到我，想要我给他作证，可那时我是乔帆的妻子，因为恻隐之心，我没有帮他。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后悔。前不久我在疗养院又遇到叶清河了，他精神失常了，但他还是认出了我。他一直叫我去帮他作证。雨，我决定了，帮他作证。等帮他作证完，
我心里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你总说让我活100岁，100岁太长了，妈不想再拖累你了。要不是因为我，你和博寒石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妈对你来说就是个负累。雨雨，你才24岁，你还这么年轻，你应该去过更好的日子。如果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好孩子，别难过妈这条命，在10几年前就该结束了。一直靠着呼吸机吊着一口气来祸害你我醒过来的这3年，过得很幸福，已经赚了。雨雨呀，你尽管往前走吧，妈不会再拖你后腿了。这辈子你能做我的女儿，我已经很知足很幸福了。如果有来生，我们再做母女。温情绝笔。乔宇看着这封信，死死捂着嘴，眼泪却夺眶而出，泪珠子大颗大颗的砸在信纸上，将那些字迹氤氲。乔宇哭出了声。原来妈妈早就想解脱了，她到死都在想着不能再拖累她这个女儿。可温情怎么会是她的负累？就算是负累，那也是让她甘之如饴的甜蜜负累啊。乔宇抓着信，胸口痛到窒息。西周乔家的事闹得风风雨雨，很快乔宇接到了西周法院的传问，再次遇到博寒石，是1周后，在西周法院上。上一次在这里还是6年前，当时博寒石站在被告席，他站在证人席，而这一次他依旧站在证人席，但被告席上却成了乔帆和乔子安。雨雨，你千万别做傻事，博寒石都是在骗你。姐，你可千万要帮我们，我们才是一家人啊。他博寒石算什么？乔帆和乔子安恳求地看向他，希望他能包庇他们。他们这种作恶过多的人根本不会悔改。乔宇没有搭理他们。法官敲响法锤，证人乔宇。2017年6月6号的晚上10点，你在哪里？怎么证明那一晚开车撞死刘平的肇事者不是博寒石？乔宇拿出一部白色的老旧手机，他一字一句道：2017年6月6号的晚上10点，我和博寒石在雅士苑小区租的房子，正在庆生那一晚，我录了视频发在社交账号里，但是私密了，现在那段视频依旧在那个账号动态里，可以查看。乔宇打开社交账号，将那条动态翻出来，亮在众人面前。视频里，乔宇戴着生日帽，正坐在生日蛋糕面前许愿，博寒石就坐在他身旁，目光深邃地注视着他。如果这个还不能证明的话，可以去找雅士苑小区8栋1单元902的业主邓秋。那一晚，邓秋上门来收房租，我和博寒石都见过他，他得知我过生日，还对我说了生日快乐。博寒石早已找好证人，当年他不是没有证据，物证和人证他都有，但当年乔帆在西周的势力太大，那时他还什么都不是，根本无法与乔帆对抗。可如今不同了，乔帆落败，而博寒石屹立于权力巅峰。邓秋被带上来，他如实说：法官，乔宇说的都是真的，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6年多了，但是我真的记得，因为乔宇的生日是6月6号，比较好记，再加上博寒石和乔宇长得太惹人注目了，我不可能记错当时。要不是乔宇有男朋友了，我都想把乔宇介绍给我儿子，这姑娘人美心善。哐！法官再次敲响法锤。本庭宣判，刘平一案，博寒石无罪。很快，博寒石放出越来越多的证据，直到证人于责人上场。证人于责人，你确定28年前在成帆集团亲眼目睹乔帆将陆成业的药瓶踢走？我确定，就是他。当时陆总突发心脏病，想吃药缓解，结果药瓶掉在地上，乔帆一脚将药瓶踢远了。我当时撞见这样一幕，害怕的不行，立刻就辞职回老家了。就在前不久，乔帆竟然派人来杀我，还好博总及时赶到，将我救下来。乔帆站在被告席，激动怒斥：你血口喷人，我从来没有派人去刺杀你。至于陆成业，那是他自己发病死的，我没有踢走他的药瓶。哐！肃静！乔帆，你可认罪？不认。法官，这些都是他们在诬陷我，我怎么可能会去做那些犯法的事情？忽然，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走向证人席。乔帆愣住了，你怎么在这里？乔州长，好久不见啊！当年你让我在狱中刺杀博寒石，说事成以后就捞我出来，可你不守承诺，等我出来，你就要杀人灭口。要不是我命大，我现在早死了。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第96，赴死！哐！保持肃静！乔帆委屈道：法官大人，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刀疤男啊，一定是博寒石找来的骗子，
他们都是串通好的。刀疤男拿出一张银行汇款记录单子，这是3年前你让我刺杀薄寒石，给我的报酬汇款方虽然不是乔帆本人，却是乔帆名下注册的公司，他是以工资名义汇给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小混混。还有案底，进公司能干什么职务？1个月挣20万。刀疤男将那张银行单子递上去，乔帆劣迹斑斑，身上涉案过多，再加上身份特殊，又拒不认罪，所以暂时无法宣判结果。哐！一审结束，所有呈上来的证据，我们会尽快去核实。2审时间，等法院通知。很快，工作人员将乔帆带下去。路过乔鱼时，乔帆恶狠狠地瞪着他：“乔鱼，你别忘了，你姓乔，是乔家把你养到这么大，你个逆女，连亲生父亲都敢出卖，你应该下地狱，不得超生。这诅咒倒是够恶毒。”不过他不在意，6年前他帮他做假证的时候，就已经身处地狱了。如今再站在法庭上翻供，他得到的就只有解脱。至于超生，若是有来生，他不想投胎成人，他想做一粒沙子，随风飘摇，无拘无束。1审终于结束，乔鱼从法院出来，忽然围上来一大群记者。乔小姐，你身为州长千金，6年前帮父亲做假证，6年后又站出来翻供，请问这种心态转变是有什么原因吗？听说 SY 的薄寒石是你的初恋男友，6年前你亲手把初恋送进去，6年后你又为他翻供，现在你是选择背叛亲生父亲，投奔初恋男友吗？乔小姐，你和保总是打算重修旧好吗？请问您父亲的审判结果如何？你为了初恋男友大义灭亲，请问你现在是什么感觉？记者的长枪短炮将乔鱼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像是洪水猛兽一般涌上前，乔鱼被挤得退无可退，撞上一具宽阔的胸膛，男人的大手扶住了他的腰，稳住他。那些记者跟疯了一样，反应更激动了。保总也出来了，博总，请你谈谈时隔6年洗刷冤屈是什么感觉？当年你和乔小姐真的是初恋情人吗？她背叛你，你会原谅她吗？博总，现在乔小姐为你翻供，你还恨她吗？薄寒石抬手挡住那些长枪短炮，他将她护在怀里，沉声说：“你先走，我来善后。”乔鱼还没反应过来，胳膊已经被徐正拉住。乔小姐，跟我走。薄寒石推了他一把，将他推出那些长枪短炮。乔鱼回眸看了一眼被记者围住的薄寒石，徐正拉着乔鱼就到了车边。乔小姐，快上车。那他呢？乔小姐放心，陆总会来接宝爷的。薄寒石看着不远处，乔鱼坐上那辆黑色迈巴赫，渐渐远离他的视线。男人收回视线，面对镜头，眸光一瞬凌厉。保总，请你回答一下，你现在还恨乔小姐吗？缄默片刻后，他说：“我恨了她6年，我想放过自己了。”他眼底一片深沉，像是孤寂寥落的深海。离开西州法院后，乔鱼坐在后座说：“徐助理，你把我送到公交站，我自己坐车回去吧。您别为难我了。伯爷吩咐了，让我务必把你安全送到家。现在1审刚结束，不管是西州还是帝都，这事儿闹得太大了。外面风风雨雨的，乔小姐，你最近还是少出门比较好，免得又被记者抓到。”乔鱼点头：“好，谢谢你提醒。”徐正从车镜里瞥了一眼乔鱼，犹豫开口：“乔小姐，有些话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但我觉得你和宝爷都是局中人，身在局中不知局，我是局外人，也是过来人。有些事执念太深，伤人伤己，不如尝试着放下。就算现在不能和解，但时间总是最好的治愈良药。”徐助理，谢谢你开导我，不过有些事发生了，就再也过不去了。他已经是将死之人，就算想要和解，就算时间是最好的治愈良药，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胸口钝痛，他捂住了胸口处，脸色发白。“乔小姐，你是不舒服吗？”乔宇撒了个谎：“应该是晕车吧。那我把窗户打开，你吹会儿风，要是还难受，我就停车，你歇一歇。”“好，我没事。”乔鱼到家后，南初打来电话，询问了一番1审情况。终于啊，乔帆那个老坏蛋，终于要得到报应了。乔鱼在电话那头沉默。南初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乔帆就算再坏，也是乔鱼的亲生父亲，哪个女儿摧毁自己的父亲会开心？多少都有点难过吧。南初咬了下嘴唇，说：“鱼鱼，你如果难过的话，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啊。”
还好，不是太难过。他的心情很复杂，比起难过，更多的是哀莫大于心死。雨雨，我开车带你去秦海吧。你不是一直想去秦海吗？反正一审结束了，二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这段时间，你就散散心，保持心情愉悦。是啊，一审结束了，乔帆的罪行大概率在二审能定下来了，他也差不多完成了他该做的事情，这一切都该结束了。好啊，就明天吧，我还没看过海呢。好，那你今晚睡个好觉。去秦海大概要开3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睡个懒觉。我大概下午来接你，然后我们在秦海附近的酒店住一晚，看看夜海。第二天再看海边日出，你觉得怎么样？听你的。打完电话后，乔宇将手里那只小药瓶拧开，将里面的药片全部倒进了垃圾桶里。他不需要这些了。他抬眸看向祭台上温情的一笑，喃喃道：妈，我也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你别着急，我马上就来陪你。第97月事挣扎。月事下沉，博寒石这边解决了那些难缠的记者后，上了陆之律的车，回帝斗路上，陆之律感叹道：真是大快人心啊！洗刷冤屈的感觉怎么样？今晚要不要去喝一杯庆祝一下？曾经博寒石做梦都想洗刷掉这道污点，可如今真的梦想成真了，好像也没他想的那么开心，不怎么样，甚至怅然若失。陆之律手机响了起来，是南初打来的，他直接开了免提。喂，我约了雨雨明天去秦海玩，明晚回不来，你跟妈说一声，我下周6再回老宅陪他们吃饭。你要和乔宇去秦海？是啊，怎么了？你也想去？陆之律瞥了一眼博寒石，我倒是随意，不过不知道博总想不想去。博寒石？不要吧，雨雨现在和他的关系这么尴尬，要是博寒石也去的话，我怕雨雨玩得不开心。他最近心情不好，而且博寒石那张扑克脸只会扫兴，他们的通话博寒石全听见了。忽然博寒石说：我不去，你们玩得开心。他知道乔宇不想看见他。电话那边的南初吓了一跳，啊，哈哈，博总你也在啊？这该死的陆之律也不提醒他一下，他骂博寒石是扑克脸，那家伙该不会记仇吧？南初连忙挂掉了电话，溜之大吉。陆之律勾唇：你真不去啊？你要去就去，别拉上我。某人一脸高冷。陆之律啧了一声：我一个男的带2个女的，合适吗？去住酒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玩3P 呢。博寒石靠坐在车座上，闭目养神，怀疑你是姐妹还差不多。靠，你这嘴是抹了砒霜，这么甜。过了会儿，陆之律瞅了他2眼：你真不去啊？你不去我可去了。不去，他不去扫他心了。老薄，你现在对乔宇究竟什么想法？没想法。陆之律冷笑：呵，我不信，你这嘴净说反话。御景园，博寒石回来时，相思正在吃小馄饨。爸爸你回来了。博寒石进了屋，洗了手，摸摸相思的小脑袋。馄饨好吃吗？好吃。爸爸你吃吗？张大厨包了好多小馄饨，我一个人吃不完，你先吃吧，爸爸还不饿。博寒石就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吃饭。相思被注视了一会儿，感觉到不对劲。爸爸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和你妈妈长得很像。当然了，我是从妈妈肚皮里出来的。爸爸你在说什么傻话呢？博寒石淡笑了下。你妈妈也喜欢吃小馄饨，还喜欢吃麻辣烫，以前总吵着让我晚上下班带吃的给她。相思睁大眼睛，似是不敢置信。爸爸你跟妈妈以前关系那么好？他点点头，承认了，以前我和你妈妈很相爱。小相思撅了下小嘴巴，嘟哝道：可那也是以前，现在你们又不会在一起。唉，博寒石心间微颤。是啊，那是以前，现在呢？相思，小相思盯着没吃完的小馄饨，歪着小脑袋，心不在焉的犯愁。你很想让我跟你妈妈在一起吗？当然了，哪个小孩不希望爸爸妈妈在一起？爸爸，你是在问废话吗？小家伙咬着小嘴，弱弱吐槽了一声。博寒石眸色暗淡下去。可我已经不确定，你妈妈是否想跟我在一起？小相思眸子一亮，鼓动道：爸爸，你试试啊！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妈妈不想？博寒石眉心微动，他起身：你先吃饭吧，爸爸上楼处理点事情。哦，爸爸，我说的，
你考虑考虑。薄寒石到了书房，他拉开书桌的抽屉，里面躺着一个黑色的丝绒小方盒。打开小方盒，里面嵌着一枚钻戒，是粉钻，钻石的光泽深邃，闪耀明亮，戴在乔宇的手指上，一定会很好看。乔宇不欠他了，可他现在却欠着乔宇。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甘愿用余生去补偿他。这一夜，乔宇依旧无眠，他已经失眠好几天了，就这样坐在窗边，看着东升西落。这种煎熬，他似乎快要熬不下去了。直到下午，南初来接他。南初见他脸色不好，便担心道：“雨雨，你是不是最近都不好好吃饭啊？脸色好差呀，人也瘦了一大圈。胃口不太好，今晚到了秦海，你找家好吃的烧烤店。”“好啊，不过你现在胃不行，能吃烧烤吗？”乔瑜笑笑：“不仅能吃烧烤，还能喝酒呢。别担心了，开往秦海的这一路，南初都在找话题。乔瑜现在心情低落，不聊天的话，很容易胡思乱想。鱼，等乔帆的罪行判定，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打算？就是对未来的规划。你总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吧？你现在已经不亏欠谁了，有没有想过以后的日子？我看那个谢医生对你很有意思，而且谢医生人不错，也踏实。他要是追求你，你就答应了吧。”乔宇扯唇：“像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谢医生啊？你怎么不配？你配谢医生？绰绰有余好吗？你可是帝都大学校花级别的大美女哎，开什么玩笑？”乔瑜忽然看着他，平静道：“初初，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配得到幸福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太不公平了。”“鱼，你在说什么呢？你这样的人很好啊。你哪里不好？在我帮乔帆做假证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判了死刑。拜托，好人做错一件事，他也不能算是坏人啊。谁说好人就不能做错事了？鱼，你就是道德太好了，总是谴责自己。你跟我学学，多谴责他人，少谴责自己，会轻松不少。他也希望，他只是道德太好了。可是怎么办？那些阴郁的、负面的、难过的、不堪的，总是将他打败。他好像陷进一个沼泽地里，越是挣扎，越是下沉，快要溺毙了。第98宁愿从来没遇到过他。他们是傍晚6点多抵达秦海的，海平面被夕阳拥抱着，入目，大片赤橙色的橘子海，海浪拍打礁石，海鸥在沙滩和海面来回盘旋。乔宇脱了鞋，提着裙摆，从沙滩走到浅浅的海水里，海水沁凉，卷上来亲吻着他的脚踝和小腿。南初看他玩得开心，掏出手机说：“美吧，我们来拍一张。”“好啊。”打开手机摄像头，南初勾着乔瑜的脖子，两人头挨着头，面对镜头大笑。咔嚓，一张闺蜜照。乔瑜赤脚走在沙滩上，低头捡着那些珊瑚和漂亮奇异的贝壳，她想带回去给相思，相思一定会喜欢。他们在海边玩了很久，才走去小镇上的烧烤店。这边靠着海，海鲜烧烤便宜又新鲜好吃。南初点了一大堆，还点了啤酒，但乔瑜酒精过敏，所以他又点了一瓶果汁。啤酒一开，乔瑜忽然拿着杯子说：“我也想喝。”“你酒精过敏不能喝，我带抗敏药了。啤酒没事，就喝1-2杯。我看着你喝，我挺馋的。”南初扑哧一声笑出来：“那最多2小杯，喝个心情。”砰，啤酒沫子溢出小杯子，两人碰了一杯。乔瑜端着那杯啤酒，咕噜咕噜，仰头一饮而尽。“哎，你别喝那么快。”可乔瑜已经喝完。他说：“南初，这些年多亏了你帮忙，这一杯敬你，我真的很荣幸，也很庆幸能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站在我这边，不离不弃。好好的干嘛突然说这些？你知道我最听不得这些煽情的话。我对你好，我乐意，我开心啊，跟我说什么谢谢？见外了呀。”南初也端起那杯啤酒，一口气喝个干净。乔瑜笑笑：“我没什么亲人，朋友也不多。初初，这些年你能陪着我，我真的很感激。说什么傻话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鱼，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千万不要因为眼前的苦难想不开。来，再走一个。”乔瑜又陪他喝了一杯，不过他打算陪他喝第3杯的时候，南初抢走了他手里的酒杯。“你别喝了，待会儿我喝醉了还要你扶我回去呢。我可不想待会儿我醉醺醺的还要送你去医院。这小镇上估计只有诊所，大晚上还不见得开门，保险起见。你喝果汁吧。”说不喝，乔瑜就不喝了。
他不想再给任何人添麻烦，尤其是南初，他最好的朋友，他就不麻烦他了。南初又菜又爱喝，大概喝了2瓶啤酒后，便趴在桌上扶着脑袋喊头晕。啊，我不行了，头好晕。乔鱼面无表情地吃完了最后一根烤串，付完钱后，他扶着南初去预定好的海景酒店。那家酒店就在附近，走个500米就到了。明天一早，我们4点起来，去海边看日出。好。可其实，乔鱼对日出没有半分兴趣，他看了太多次日出了，都看怕了。那种枯坐在窗前，清醒地看着黑漆漆的天，渐渐泛白，暖橙色的日出从东边慢慢爬上来，他一点也不喜欢。在那个过程里，他有过无数次想要了断的冲动。乔鱼扶着他朝酒店走，下意识的又想嘱咐他2句：初初，以后你做事要稳重一点，别总是把离婚挂在嘴边。我知道你其实不想离，但说多了，陆律师可能就当真了。离婚啊，离了我不知道多潇洒。还有，别总是口是心非，对陆律师说反话，对方听多了反话也会伤心的。他伤心关我屁事。鱼，你怎么跟交代遗言似的？乖宝，咱不提他。嘘。乔鱼将他扶进酒店房间里，南初大喇喇的倒在柔软的大床上，朝被子里蹭了蹭。乔宇坐在床边，弯腰帮他脱掉了凉鞋。南初感觉到双脚一松，埋在被子里笑出声，嘿嘿，还是雨最好。雨，帮我把妆卸了，爱你。乔宇又从他包里翻出卸妆水和卸妆棉，帮他把脸上的妆给卸干净，又打湿了洗脸巾，帮他擦了几遍。订的是大床房，南初在一旁睡着了。乔宇靠在左侧的床头，没有半分睡意。他轻轻挪开南初搭在他腰间的胳膊，起身下了床。这间海景房是个边户，有一整面的落地窗，能看见秦海。秦海附近地势偏高，环山，有蜿蜒的沿海公路，还有陡峭的悬崖。悬崖峭壁上是大片大片的草地，上面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他实在睡不着，便起身出了酒店。乔宇走后不久，南初搁在一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睡得很沉，第一遍没接，那手机铃声疯狂作响。他皱着眉头迷迷糊糊地接了起来。喂，谁啊？大半夜还让不让人睡？抱怨的话还未说完，电话那头的清冷男声已经将他打断。乔宇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博寒石，你不是不来吗？对啊，雨雨跟我在秦海。你有事吗？你们在哪里？我们在。南初伸手一摸，发现床边没人，乔宇不见了。南初清醒了大半，给博寒石报了地址后，连忙给乔宇打电话。这大晚上的，他跑去哪里了？电话响了好久，乔宇才接起。雨雨，你去哪里了？大晚上你不睡觉，你千万别做傻事啊！电话里风声很大，传来沙沙的噪音。初初，我睡不着，就出来逛了逛。我看见秦海中央有个小岛，我想去看看。你别担心我不会做傻事的。大晚上的看什么小岛啊？你到底在哪里？我马上出来找你。你等等我，我陪你一起去。说着，南初便翻身下床，开始套鞋。初初，现在对我来说太煎熬了，我不想这样下去了。要是我从来都没遇到过博寒石就好了，他不会坐牢，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妈妈更不会走。乔宇的声音很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南初急了，冲出房间。你别做傻事，一切都会过去的。雨雨，你快点告诉我，你在哪里？还有更新，还在写。莫急，第99纵身一跃。初初，能跟你做朋友，是我最大的幸运。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别说这些了，你快点告诉我你在哪里，我马上过去找你。对了，博寒石刚才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在哪里，他8成是原谅你了，他来找你了。南初冲出去，一路跑到海边，他四处张望一圈，看见远处的峭壁上站着一抹白色纤瘦的身影。雨雨，你千万别往下跳啊！我看见你了，我马上过来。以前我一直想要他的原谅，可现在无所谓了。我和他之间从认识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一开始就听从乔帆的，跟一个不熟悉的人联姻，虽然没有感情，但可能我现在就不会这么煎熬了。乔帆说的对，不听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相思呢？你还有相思啊？就算不想要博寒石了，不想要我了，那相思呢？他那么小，你忍心让他失去妈妈吗？提起相思，乔宇明显怔愣了几秒，但他只是笑了笑。相思啊，是我对不起他，但我实在没办法了呀。初初，我爬不出来了，
我想自私一次，对不起啊。嘟嘟，乔宇挂掉了电话。南初哭着朝那边跑去。乔宇站在悬崖峭壁上，夜间的海风将他的长发和裙摆吹得凌乱。他看着海中央亮着暖灯的小岛，眼底满是希冀。曾经，他想带着妈妈和小相思离开帝都，离开西周，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最好是与世隔绝。他现在好像找到了。他打开手机相册，看了一眼他和相思在摩天轮上的合照。他笑了笑，将手机放在了草地上。夜晚的秦海也好美啊，美到想让人纵身一跃。他回眸，似乎看见了远处一道熟悉的身影。是出现幻觉了吗？那好像是薄寒石，死之前竟然还能再见一面。上天对他到底是不薄的。不过现在他不欠他了，可以解脱了。他转身看向苍茫深邃的汹涌海面，莞尔一笑。薄寒石，永别了。如果有下辈子，还是别遇见了。他往下纵身一跃。乔宇，薄寒石追上来，想抓住他，可他什么都没抓住。峭壁之下，那抹白色身影很快被惊涛骇浪吞没。薄寒石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南初哭的声音抖成了筛子，眼前两个人都跳了下去。他吓得脸色苍白，他赶紧掏出手机给陆之律打电话。不好了，雨雨跳海了，薄寒石也跳下去了，你快点联系人过来捞人。什么？陆之律，你快一点，他们从悬崖上跳下去的。雨雨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我怕他们都会，我马上联系。半小时后，薄寒石从浅海那边上了岸，他一身湿透，脸上麻木的没有一丝表情。他跪在了草地上，目光死寂的没有一丝光。南初跑过去问他，雨雨呢？你没找到他吗？他不会游泳啊。是啊，乔宇不会游泳，所以他跳下去，是打定主意了，不想再活下去。薄寒石跪在那儿，僵直的背脊颓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乔宇有这种倾向的？上次在墨湖，他走到湖里，是那次就动了轻生的念头。他一直都以为是因为他抢走了相思的抚养权，他只是一时难过，所以他承诺他1周见一次相思。他以为这样他就不会再想不开，他以为他不过是在逼他原谅他。可这一切仅仅是他以为。就算不想要他了，那相思呢？为什么他连相思都能丢下？薄寒石双眼红透的跪在那儿，一身颓靡。他已经原谅他了呀，他已经打算跟他求婚了。为什么他们总是在错过，不停的错过？他在满心欢喜的规划他们的未来蓝图时，他转身离开他。他恨着他的时候，他逆来顺受的想要祈求他的原谅。他不想恨了，想要放过他，也放过自己的时候，他却不需要了。很快，陆之律和海上搜救队都到了。薄寒石跪在那儿，始终一言未发。南初吓到了，小声对陆之律说，雨雨跳下去的时候，他也跳下去了，没找到雨雨。上岸以后就一直跪在那儿。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今晚南初亲眼看见2个人跳海，吓得魂都掉了。陆之律握了握他的肩膀，你去车上等我吧，这边我来处理。可是雨雨还没找到，现在搜救队来了，你就算站在这儿干等也没什么用。南初还是头一次这么听话，他现在整个人都在发抖，就算亲眼看见毫不相干的2个人跳海，都会被吓个半死，何况跳海的人还是她最好的闺蜜。陆之律走到薄寒石身边，伸手按住他的肩膀，蹲身安慰道，现在最佳搜救时间还没过去，也许还来得及，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薄寒石不是傻子，他清楚的明白，对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在海里溺水1个小时是凶多吉少。何况乔宇根本不想活了，他看上去安安静静的，像是没什么主意，可实际上呢，他那个性子一旦决定了什么，就决绝的再也拉不回来了。跳进海里，他大概连本能的求生意识都会彻底放弃。薄寒石喉结滚了滚，他的声音沙哑至极，艰难出声，老陆，我后悔了，后悔恨他，后悔之前没陪他来看秦海，后悔把相思从他身边抢走，后悔今晚没早点来，若是他早一点，就能阻止他跳下去。陆之律按着他的肩膀，这不是你的错，你和乔宇之间发生的种种，都是天意弄人。可能那句话说的对，越是用情至深，越是被命运摆布。1个小时过去，2个小时过去，3个小时过去，搜救队队长上岸说3个小时过去了，人还没找到，怕是……薄寒石垂着眸子，一字一句地说，找，继续找下去。雨雨怕冷，
深海里他待不住的。第100，他死了，死在他原谅他的时候。闻言，搜救队长一愣，看向陆之律。陆之律发话，务必找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好吧，我们尽力。搜救队队长看着苍茫黑暗的大海，轻轻喟叹一声，这夜海波涛汹涌，只怕人刚刚跳下去，就会被一个大浪卷得远远。这都过去3个小时了，跳下去的人都不知道被大浪卷走几次了。只怕搜救队的救援行动进行到下半夜，凌晨4点多，海边天际泛出了白肚脐。南初在车上将情绪平息的差不多后，又回到了这边。他一把拉住薄寒石的衬衫领子，怒吼道：这就是你要的结果？你恨他，折磨他，让业内封杀他，害得他去夜场卖唱，你是坐了3年牢，你是受害者。可他呢？他又何尝不是？现在他把他的命抵给你了，薄寒石，你现在满意了吧？啪！南初怒极攻心，抬手一巴掌扇在了薄寒石左脸上，薄寒石脸被打偏过去。南初，陆之律拉住他，南初也吓到了，他赶紧攥紧陆之律的衣袖，躲到他身后去。薄寒石该不会杀了他吧？他刚才完全是一时激动。他偷偷看向薄寒石，那男人像是没有情绪一般，即使他扇了他耳光，他也依旧无动于衷。他始终跪在那儿，一直没站起来。乔鱼跳下去的第6个钟头，搜救队队长过来说，天都快亮了，我和兄弟们也一直在努力搜救，但是抱歉啊，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人影子都没搜到你们家属，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薄寒石垂着的睫毛微颤，他眸色动了动，忽然站起来，一双漆黑的眸子紧紧盯着搜救队队长。做好心理准备是什么意思？男人的声音沙哑冷冽，淬着冰一样，冷到了骨子里。搜救队队长微怔，陆之律拉住薄寒石的胳膊，寒石，你冷静一点。乔宇他不会死，相思还在家等着他，他们说好下周见面，他不来，相思就会一直等下去。薄寒石双眼猩红，脸上却没有眼泪。他不信乔宇就这么狠心的丢下相思。搜救行动一直进行到第2天中午，大家都熬不住了，陆之律让搜救队的人离开了。薄寒石一拳挥在了陆之律脸上，把他们叫回来。这一拳很重，陆之律舌尖顶了顶脸，舔到一股血腥味。他攥紧拳头，猛地揍回一拳。他希望这一拳能揍醒薄寒石。薄寒石，你理智一点。12个小时过去了，就算把搜救队的人再叫回来，有什么意义？他们已经尽力了。他忽然笑了，笑得凉薄悲戚。你也觉得乔宇没生还的希望了，是吗？是，他死了。你认清现实吧。砰！薄寒石蓄力，又是一拳砸在陆之律脸上。我再说一遍，乔宇不可能死，你简直疯了。薄寒石，你已经在这里跪了1晚上，相思已经没了吗？难道你想让相思连爹都没了吗？男人眸色一颤，是啊，相思还在家，他还等着他，把乔宇带回去。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狱警员的座机，不用猜，一定是相思打来的。有那么一瞬间，薄寒石想逃避，陆之律自然也猜到了。如果你没想好怎么说，我可以帮你接。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相思比较好。但薄寒石还是自己接了。电话那头传来相思的小奶音：爸爸，你追到妈妈没有？你跟她求婚，她答应了吗？妈妈是不是好开心？那个粉色的钻戒好漂亮，妈妈一定很喜欢。是啊，粉钻好漂亮。可是乔瑜甚至没机会看一眼相思。他声音顿了顿，爸爸你怎么了？妈妈拒绝你了吗？你的声音听上去怎么那么难过啊？他深吸一口气，立齿冷静道：没有，我还没来得及跟她求婚。你电话打得太早了。啊，爸爸，你怎么还没求婚啊？你不会是害怕妈妈拒绝你，所以一直不敢说吧？薄寒石没了情绪，只神色木讷地说：是啊，担心她拒绝。哈哈，爸爸，原来你也是胆小鬼啊，我还以为爸爸从来都不会害怕呢。是啊，他也是胆小鬼，他根本不敢承认。乔宇死了，乔宇要是死了，相思该怎么办？他又该怎么办？这往后漫漫余生，像是一眼看到了头。他忽然没了动力，往下走下去。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昨晚抱着派大星睡觉，有跟派大星说，让妈妈快点答应你的求婚，你一个人在家乖乖的，有事给我打电话。
张大厨叫我去吃饭了，爸爸，拜拜。挂掉电话后，南初将乔宇的手机和随身物品交给薄寒石。雨雨的手机和包，他这么做，肯定是一早就起了念头，包里有他家的钥匙。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他住的地方看看。薄寒石接过他的东西，冷白的修长手指渐渐收紧。南初又将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交给他，哽咽道：“这是昨天傍晚乔宇在海边捡的珊瑚和贝壳。他说相思喜欢，带给相思的。”说到最后，南初眼泪已经流了下来，泣不成声。薄寒石接过那个玻璃罐，心脏处抽痛的厉害。他在青海边上一直待到了晚上，直到晚上相思又给他打电话，他才念念不舍地离开青海。不过他没急着回御景园，而是开车去了乔宇租住的房子里。他进了屋，一眼便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小药瓶，药瓶是空的，但药品名称却让他心跳一滞：盐酸麻普替灵片，治疗抑郁症的药。他并不陌生。第101日记本，他的秘密。薄寒石拿着那小药瓶，坐在了沙发上。这个药，他出狱后曾经服用过一段时间，但他是双向情感障碍，后面换成了碳酸锂片。就在他沉思之际，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南初。他接了电话：“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之前雨雨不让我说出去，后来我想着他可能也好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但现在想起来，他跳海轻生，也有可能是抑郁症复发了。你不好奇他和谢军是怎么认识的吗？自从你入狱以后，雨雨就一直活得不痛快。他太善良了，总是自责愧疚。虽然他不说，但我能感觉到，这6年来，他一直活在阴影里。3年前，他因为失眠，吞了很多安眠药，被送去医院洗胃，还好抢救及时。那时候谢军刚好在急诊值班，他们一来二去就认识了。不过他们没什么关系，最多也就是朋友关系。要是雨雨想和谢军发生点什么，都3年了，孩子都有了，雨雨根本不敢追求什么幸福。他觉得他有罪，他不配拥有什么新生活。也就是那个时候，雨雨被确诊患有抑郁症。他一直说3年前吃安眠药过量是意外，他不是故意的。我那会儿天真的信了，因为我也觉得他有小相思，他根本舍不得死，也根本不敢死。可现在想想，也许3年前他就不想活了。雨雨在18岁以前，虽然是在乔家生活，但你也知道，乔帆重男轻女，根本没疼过他这个女儿。温伯母倒是对雨雨好，但是雨雨10岁的时候，温伯母就被乔帆推下楼摔成植物人了，那一躺就是11年。所以雨雨从小就没享受过什么好日子呢。大概也就是跟你薄寒石在一起的那年，是他这一生里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薄寒石，你当初是把全部的爱给了乔宇，可乔宇又何尝不是？他这一生都太苦了，好不容易在你这尝点甜头，可这甜头却要了他的命。早知道最后结果是这样，还不如当初一直苦着算了。南初断断续续的说了一大堆话，电话那头的薄寒石始终没说话。他不清楚他说的这些，薄寒石听了几分。过了几秒，对方挂掉了电话。也许是愧疚吧，但更多的也许是伤心过度，根本无言以对。薄寒石该回答什么呢？他无话可说。他握着那小药瓶，手指渐渐收紧，眼眶中是猩红。他有双向，清楚的知道情绪发作时有多煎熬，多痛苦。6年，乔宇忍受这种折磨，熬了6年。他走进卧室里，桌上还有一桶开了封却没泡的泡面。他挺爱吃这些的，泡面、麻辣烫、炒花甲，口味一直没变过。曾经说过他好几次，让他少吃这些，可最后被他馋得不行了，又帮他去买这些垃圾食品。桌上摆着一本日记本，薄寒石坐在桌前，根本做不到不去翻。他太想知道乔宇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又或者说他太想知道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哪怕是一句话，一句只关于他的话。日记有很多篇，但最初的那篇日记是2017年7月10号。2017年7月10日，因今天薄寒石被定罪了，判刑3年，都是我害的。但可笑的是，我怀孕了，我知道我不该留下这个孩子，但我舍不得，对不起啊。2017年10月3日，勤快4个月了，孕吐好厉害，什么也不想吃。初初跑去城南的小吃街给我买了碗小馄饨，好香啊。最近总是麻烦初初陪我去产检，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2017年12月31日，大雪今晚要跨年了，我本来想去看看他的，但是肚子大了，怕被看出来，他不会再愿意见我了吧。
2018年1月1日，博寒石，新年快乐呀！我包了饺子托给狱警了，我求了他很久，他才愿意帮我送进去。不过你要是知道这饺子是我送来的，会扔了吧？2018年2月12号，雨是个女宝宝，她好可爱啊。初初要给孩子做干妈，问我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我想了半天，想到那句此物最相思，就叫乔相思吧，都是我不好，害得小相思一出生就没爹。2018年6月6号，晴又到了那天，好像除了说对不起，我什么也做不了。2018年12月31号，又下雪了，相思10个月大了，他总是咿呀咿呀的叫，再过阵子应该会说话了吧。2019年2月4号，殷大年30了，小相思竟然会叫妈了，可是我没有教过他爸爸怎么喊啊，他居然喊了爸爸，要是博寒石听到就好了，可他还不知道他有个女儿。2019年7月13号，请我去卫视台实习了，要给小相思挣奶粉钱，我要努力，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2019年8月6号，于卫视台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老油条喜欢开油，好想扇他耳光啊，算了，还是忍忍吧，丢了饭碗就惨了，坚持一下乔宇，下个月就换组了，再也不用跟老油条一组了。2020年7月10号，雷震宇他出狱了，我没忍住，还是去了，不过我是偷偷去的，他应该没看见我，我看见陆之律来接他，他清瘦了很多，都是我害的，我现在连喊他一声的勇气都没有。2021年5月13号，因今天幼儿园打电话给我，说相思跟其他小朋友打架了，我问他为什么打架，他哭着说，因为别人说他是个野孩子。莫爸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抱着他，跟他一起哭，对不起啊，相思，都是因为我，才害得你没爸爸，被别人欺负。2022年6月6号，秦博寒石的公司好像上市了，恭喜啊，希望他能重新开始，越过越好。2023年4月15号，与我被卫视台无故辞退了，台长说是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那个人应该就是博寒石吧，他还在恨我。2023年5月21号，今晚上我去福生夜总会兼职，我遇到他了，6年过去了，好像什么都物是人非了，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博寒石生日快乐啊。2023年6月30号，请我得肺癌了，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可是我死了，相思怎么办啊？第102，永生的羁绊，肺癌。博寒石攥紧了日记本，指尖用力的发白，乔瑜的每字每句都像是在他心脏处重击，他感觉到心脏像是被碾碎一般，痛到难以呼吸。他不在他身边的这6年里，他做单亲妈妈，被上司揩油，忍受抑郁症。可让博寒石更难过的是，这仅仅是他日记本里记录的只言片语，还有更多的他没记录的辛酸，他不敢想他过得有多苦有多难。他捏着那本日记本，甚至没勇气再看下去，他的字字句句像是锋利的刀片，不断的对他进行凌迟。他在不停的跟他道歉，不停的愧疚，不停的对他说对不起。可是现在这些对不起像是在一刀一刀的割他的肉，直直的捅进他胸膛处最柔软的地方。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海市的座机电话。博寒石记忆力很好，过目不忘，这个海市的座机号码是海市市医院的电话，1个月前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但对方没说完，他便掐断了。那时他还恨着乔瑜，不想让自己去关心乔瑜的任何事情。他点了接通键，是乔瑜的家属吗？上次给你打电话你挂掉了，但是乔瑜的肺上问题挺大的，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复查，治疗他肺癌的事情，你们家属知道吗？博寒石薄唇张了张，嗓子像是被棉花堵住一般，发不出任何声音。喂，你在听吗？电话里没有人回答，但过了几秒，他听到笑声，但那不是开心，明显是带着哭音的笑，悲怆至极，情绪俨然失控。乔瑜难道已经过世了吗？接着对方挂断了电话，博寒石手里的小药瓶倏然滚落在地板上，他的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日记本上，将那些字迹氤氲的模糊。他赶紧用手去擦，可好像怎么擦都擦不掉了，那些字迹仿佛跟着乔瑜渐渐消失。他不知道是怎么翻到日记本的最后的，看到最后，他的心早就像是被捅出一个大窟窿，鲜血淋漓。小相思和初初帮我过生日，让我许愿，我许了3个愿望，希望博寒石能放下仇恨，重新开始。等挣够了钱，我想带着妈妈和相思离开帝都，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最好没人认识我们，然后我们永远在一起。
希望薄寒使能平安喜乐，余生顺遂。3个愿望，其中有2个都关于他，但是他在第1个愿望上画了叉，在第2个愿望上又画了叉。在他所剩无几的人生里，在仅有的3个愿望上画叉时，他该有多绝望？薄寒石拿起笔，手指微颤，他将他画的叉涂掉，在他第1个愿望上打了个大大的勾。他放下了，他不恨他了。可是让他重新开始，他该跟谁重新开始？他想过要重新开始，但他重新开始的人生里，他从没想过是跟别人。如果不是乔宇，他宁愿不要重新开始。晚上10点多，薄寒石回到了御景园，他手里提了一包东西，那里面全是乔宇的遗物。他不知道是怎么离开他住的地方的。开车回来的路上，整个人都是麻木的。进了屋，土豆跑了过来，喵！小相思还没睡，他穿着睡衣，揉着眼睛走到他面前。爸爸，妈妈呢？你跟他求婚成功了吗？薄寒石垂眸看着他，面色平静至极，直到小相思伸手握住他的大手。爸爸，你的手怎么这么凉？他蹲身，和他平视。男人冷白的喉结，滚了滚，咽了好几下，才勉强发出声音，声音沙哑至极。你妈妈现在还不太能接受我。小相思抬起小手，摸了摸薄寒石的头。爸爸，你别伤心，等下次我和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帮你多说点好话，妈妈心软，会答应你的。她还喜欢你。爸爸，你千万别灰心。薄寒石就那样看着他，这张缩小版的乔宇的脸，他眼角中是微微泛红，忍了好几秒，才说出一个字：好。爸爸，你怎么哭了？没有，刚才被风吹的。哦，好吧。爸爸，我想睡觉了，我把土豆抱上去，和我一起睡，行吗？好。小相思抱起胖嘟嘟的土豆，跟薄寒石说了句爸爸晚安。晚安。薄寒石站在客厅里，看着小相思抱着土豆上了楼。他跌坐在沙发上。夜里，别墅里只点了小夜灯，客厅里一片昏暗。他打开那黑色的丝绒小方盒，粉钻光芒刺痛了他的眼睛。这枚钻戒出自知名设计师奥兰多的作品，名为永生的羁绊。他的设计理念是2个相爱的人永远被对方羁绊，也永远将彼此囚禁在身边，永生永世。可乔宇再也没机会戴上了。薄寒石的手垂下来，指尖一松，钻戒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他靠在沙发上，整个人陷入无尽的死寂和颓然。他就那样闭着眼，不知道靠了多久。小相思抱着派大星，踩着小拖鞋茫然地下了楼。他走到薄寒石身边，伸手扯了扯他的胳膊。爸爸，你怎么睡在这里啊？怎么醒了？他眨了眨大眼，无奈道：我做噩梦了，睡不着。土豆都睡着了。薄寒石把他抱到腿上，目光很柔软地看着小奶包。做什么噩梦了？跟爸爸说说。我梦到妈妈不要我们了，我在她后面追，可是她没有回头。爸爸，你说妈妈不会真不要我们了吧？薄寒石眸色暗淡，他扯唇笑了笑。怎么会？他舍不得。小相思眼尖，他看见戒指掉在了地上，他从薄寒石腿上下去，把那枚粉钻捡了起来。爸爸，你怎么能把送给妈妈的戒指丢在地上呢？你也太粗心了，快收好。相思拉开他的大手，将钻戒放进他手心里。小家伙嘟哝道，下次还要给妈妈戴上呢，弄丢了拿什么求婚呀？薄寒石垂眸看着那枚钻戒，静静躺在他手心里，心脏撕裂，痛得厉害。小相思又问，爸爸，你坐在这里，你也睡不着吗？有点失眠。小相思将怀里的派大星塞到他怀里。那我把这个借给你，这是妈妈给我的，你抱着应该也能睡着。那你呢？我可以抱着土豆睡。相思，怎么啦？话到了嘴边，又吞下去。没什么，过阵子我会跟你妈妈求婚的。那我相信你爸爸。爸爸，等你跟妈妈求婚，我们一家3口就齐了，以后你们俩要一起去参加我的家长会。第103偏执成魔，一大一小就那样坐在客厅里。不知过了多久，小相思靠在薄寒石腿上睡着了。薄寒石起身，将他抱到楼上去。小相思趴在他肩头，无意识地呢喃了一声妈妈。他帮小家伙盖好被子，将那装满5颜6色的珊瑚和贝壳的玻璃罐放在了他床头柜上。这是乔宇送孩子的最后的礼物。薄寒石回了书房，又翻开了那本日记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遗言，遗言很简短，只是一句交代：我希望相思跟着爸爸
能开心快乐的长大。仅仅是这样一句，再无其他。乔宇出事的这一周里，薄寒石朝9晚时，像个没事人一般，正常上班、加班，情绪稳定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般。乔宇跳海当晚，搜救队从半夜一直搜寻到第2天中午。后来，薄寒石又请了一支搜救队，寻了1周，可至今没有结果。陆之律担心他是压抑过度，便说：“要不今晚去喝几杯，我再叫上老姜，咱们仨也好久没聚了。”他头也没抬，就拒绝了。我晚上要加班，没空。那乔宇的葬礼呢？你打算什么时候办？薄寒石充耳不闻。你还有事吗？没事，出去。我马上要开会。啪！陆之律直接将他的笔记本电脑合上。他看着他，薄寒石，你想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已经派搜救队找了乔宇1周，依旧没找到尸体，你还不放弃吗？薄寒石抬眸，盯着他一字一句坚定道：“没找到，所以继续找下去。有什么问题？你在说什么疯话？1周没找到，尸体都泡发腐烂了，又或者是被海里的生物给……”薄寒石直接打断他：“只要1天没找到，就代表还有可能我找他这件事没妨碍到任何人，为什么不能继续找下去？明天就是他和相思约定见面的日子，我必须找到他。你再这样执着下去，人会疯掉的。乔宇已经死了，如果你再不冷静一点，出了什么事，你让小相思怎么活？我很冷静，你不用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我乔宇死了，我只信我看见的只要1天没看到尸体，他就有活着的可能。”他眼角泛红的瞪着陆之律，似怒似悲，可他死寂的冷沉目光却坚定不移。他始终不信乔宇就这样死了，或者说他压根不接受乔宇死亡的事实。陆之律看他偏执成魔，轻声叹息：“乔宇活着的时候，你放不下；乔宇死了，你依旧放不下薄寒石。你现在的举动就是画地为牢，打算困自己一辈子。乔宇要是在天有灵，他不会希望你把自己都给毁了。”他依旧置若罔闻，打开电脑，目不斜视地盯着电脑屏幕，继续工作，看起来麻木至极，根本不像正常反应。陆之律，你没问，明天小相思见不到乔宇，你打算怎么说？乔宇失约不是第一次了，他放鸽子很正常。薄寒石真是疯得够彻底，他那语气仿佛乔宇只是暂时失联了一样。等他出了办公室，南初的电话打了进来：“雨雨的葬礼，薄寒石打算什么时候办？不办了。”什么？电话里，南初惊了一声。陆之律语气很平静地说：“他现在已经和疯魔没什么两样了，他完全不接受乔宇的死，他觉得人没死，办什么葬礼？”南初缓了一会儿，还是生气。他是想让雨雨走都走得不安稳吗？不办葬礼，连个墓也没有。雨雨一直活得孤苦，连走了都要在外面孤零零的飘着吗？我怕老伯想不开，他现在看起来跟没事人一样，可他越是平静，就越是危险。南初这几天也总是梦到乔宇，真不知道小相思知道真相后会哭成什么样子。薄寒石回到御景园时是晚上10点半，小相思还没睡，找了2条小裙子在身上比划。爸爸，你说我明天穿哪条裙子去见妈妈呀？他手里拿着一条柠檬黄的，还有一条白色的。薄寒石看着他说：“黄的那条吧。”好吧，明天可能要去吃很多好吃的，穿白的会弄脏爸爸。你明天跟我们一起去玩吗？看着那张天真无邪的稚嫩小脸，薄寒石怔了几秒，说：“相思，妈妈明天没空。可是她跟我说好的呀，她说要带我去动物园看猴子啊。她找到新工作了，最近会比较忙，领导要求她加班。”薄寒石脸上没什么特别的情绪，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小相思又看不懂大人那些伪装，信了？妈妈打电话跟你说的吗？他淡声应了一声。小相思忽然凑过来，咧着小嘴说：“爸爸，看来你和妈妈最近关系很好呀。”他微怔，只听小家伙说：“妈妈之前只会给我打电话，从来不给爸爸打电话，现在妈妈都会给爸爸打电话说话了，说明妈妈已经在慢慢接受爸爸了。爸爸，你要加油哟。”他的小奶音里满是兴高采烈的期待，他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爸爸会加油的。爸爸，明天我去不成动物园了，一个人在家好无聊的，我能跟你一起去上班吗？嘿嘿，我想把土豆也带上。薄寒石不忍心拒绝他。好，不过我9点就要走了，你起得来吗？乔宇说过，相思爱睡懒觉，总是赖床，只要不是去上学，我都起得来。看他开心的样子，男人唇角终是牵了牵。第2天一早，
小相思8点多就起来了，她刷好牙，洗好脸，就坐到了餐桌旁，准备吃早饭。因为她爱吃中式早餐，所以薄寒食吩咐厨子做了粥、小包子、豆浆、油条什么的。薄寒食包了个鸡蛋，将蛋黄取出来，把蛋白放进了相思盘子里。爸爸，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吃蛋黄？你妈妈说的。哇，妈妈现在连这个都跟你说吗？爸爸，我觉得你下次求婚肯定能成功。待会儿10点多还有一再写。第104，你妈妈死了。吃过早餐，一大一小去上班了。薄寒食把相思带到办公室后，拿了点吃的喝的给她。爸爸要去工作了，你要是无聊，就自己玩会儿游戏。待会儿爸爸有空带你去园区内逛逛。爸爸，你快去忙吧，我玩会儿游戏。他背了小书包，书包里家当满满，有平板，有芭比娃娃，还有土豆。薄寒食早晨会议比较多，也不是一直待在办公室。相思看了一眼外面，爸爸的公司好大啊！一大早，集团的八卦组群里，地震了！卧槽，保总怎么带了个孩子来上班？保总不是钻石单身汉吗？什么时候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重大新闻？天，薄总名草有主了吗？不会是隐婚生子吧？有钱人好像都喜欢玩隐婚这套。那孩子看起来都5、6岁了，不可能吧？应该是保总的侄女。我也觉得，大概率是什么亲戚家的小孩。但是，各位，我真的听到那小孩叫保总爸爸。卧槽卧槽，疯了！孩子妈到底是谁啊？加1，好奇死我了。在线蹲答案。江晚点开群消息，看着满屏的消息，脸色臭了几分。这乔瑜不是都跳海死了吗？人都死了，还阴魂不散的，真是有心机啊！生了个孩子，让寒食哥带在身边。寒食哥只要一看见孩子，就会想起他，一辈子都忘不掉他。思及此，江晚攥紧了手指。他起身去了茶水间，端了杯咖啡，刚准备回去，只见一群人在走廊处围成了一团。哇，小可爱，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大橘猫养得好胖啊，跟你一样可爱。小可爱，你妈妈是谁啊？我听说博总有个白月光，你妈妈该不会就是博总的白月光吧？小相思被一群阿姨围住，她抱着土豆，小脸有些懵。白月光是什么？白月光就是初恋一样的存在，永远忘不掉的存在。相思皱着小眉心，思忖道：是很爱很爱的意思吗？啊，对，你怎么那么聪明？所以，你妈妈是谁啊？他看着这些年轻阿姨，好像没什么恶意，便说：我叫乔相思，这只猫咪是我爸爸养的，它叫土豆，因为我爸爸和妈妈都喜欢吃土豆，所以给它取名叫土豆。哇，小可爱，你的名字好好听啊，土豆的名字也好可爱啊。保总不是你爸爸吗？你怎么姓乔呀？小相思瞪着乌黑明亮的大眼，看着这些阿姨，诚实的说：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我是最近才去爸爸家的。我去，难道你妈妈当年是带球跑？所以，小相思，你妈妈到底叫什么啊？我妈妈叫乔瑜。乔瑜，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之前销售部好像也有个叫乔瑜的，重名吧？不可能是他。小可爱，你爸妈结婚了吗？我爸爸已经跟我妈妈求婚过1次了，不过暂时还没成功。爸爸打算求第2次了。众人惊呆了，竟然有女人会拒绝博总这种钻石单身汉。你妈妈是不是大美女？无敌漂亮，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女人能拒绝博总这种高岭之花。江晚端着杯子站在一旁，不由冷笑一声：小年纪不学好就知道撒谎。小相思看向江晚：我没撒谎。江晚目光嘲弄地看着他：你妈妈都死了，寒食哥怎么跟她求婚？求哪门子的婚啊？是跟鬼求婚吗？你胡说，我妈妈好好的怎么会死？我知道了，你喜欢我爸爸，但是我爸爸只喜欢我妈妈，他不喜欢你，所以你嫉妒我妈妈。呵，我用得着去嫉妒一个死人吗？坏女人，你不准咒我妈妈，我妈妈没死。小相思被激怒，小脸涨红，扯着小嗓子朝江晚吼去：死都死了，还用得着咒他吗？你要是不信，给他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你看看有没有人接。小相思冲过来，打他！你胡说！胡说！江晚用力一把推开他，相思跌坐在地上，红着双眼，奶凶地瞪着他。江晚轻笑：干嘛一副吃了我的样子？我说的是事实。相思。忽然，一道低沉清冷的威严男声响起，众人吓得纷纷散开。薄寒食蹲身，
将小家伙拉起来。谁欺负你了？相思小手一指，指着江晚，爸爸，是他。他说妈妈死了，还把我推到地上。薄寒石眸色蓦然一沉，一旁的江晚咬了咬嘴唇，我说的是事实啊。闭嘴！男人一声冷斥，他看向江晚，眼底尽是锋利寒意。你说谁死了？江晚浑身发怵，薄寒石的眼神阴鸷。可不，我跟相思道歉。江晚看向那小屁孩，咬牙切齿。他说的明明是实话，干嘛要跟一个小屁孩道歉？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以后让他的脸往哪里搁？江晚仅仅是犹豫了1秒，薄寒石已经冷冷发话：你被开除了。江晚猛然一僵，脸色发白。寒石哥，我到底说错什么了？凭什么开除我？我哥跟你是好兄弟，你开除我，他的脸往哪里摆？你哥是你哥，你是你江晚，有些话别让我说第2遍。江晚站在那儿，捏紧了拳头，愤愤不平。薄寒石牵着相思，转身正准备离开，江晚不要命的又往枪口上撞。他迟早都会知道乔宇死了，早一天知道晚一天知道有区别吗？男人的步伐一顿，他松开相思的小手，转身平静地看着江晚，我已经给过你1次机会了。他深沉的黑眸里现出一抹狠戾来，那抹狠戾像是要杀了他。江晚吓得不轻，就在薄寒石要动手的时候，江宇川挡在了江晚面前。你要护他是吗？我是他亲哥，他做了什么，我替他承担。薄寒石捏着拳头，一字一句道：你跟他一起滚蛋。第105长贵殿前，求他平安。江晚赖在那儿不肯走，江宇川拉住他的手臂，将他拽走。你还想再胡闹下去吗？路过薄寒石，江宇川抱歉道：我回去会好好教育他乔宇的事，你要节哀。等他们兄妹离开，薄寒石一转身，便看见仰着小脸湿了眼眶的相思。爸爸，那个坏女人说的是真的吗？她只是嫉妒你妈妈，她在撒谎。那我要给妈妈打电话，我想她了。说着，他便用小手腕上的小手表呼出乔宇的电话。相思，薄寒石想阻止，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乔宇的手机响了，在薄寒石西裤口袋里。相思茫然地看向他，爸爸，我打妈妈的电话，为什么你的手机在响？薄寒石沉默。妈妈真的死了。薄寒石没有去管那作响的手机，他蹲身和小家伙平视着，抬手用指腹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温声道：相思，你是信那个坏女人，还是信爸爸？小家伙红着大眼，哭得抽抽搭搭的。信爸爸。可能很多人都会和那个坏女人一样，觉得妈妈死了，但是爸爸觉得她还活着。相思，你可以相信爸爸一次吗？和爸爸一起等你妈妈回来。相思一边哭一边点头。我相信爸爸，但是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爸爸，你能不能去把她找回来？薄寒石看着他，失声了几秒，喉结滚动。他终是哑声答应：好，我答应你，一定会找到她。真的吗？爸爸，我们可以拉钩吗？相思哭着伸出小手，哭成了小泪人。薄寒石根本不忍拒绝，拉钩上吊，100年不变。男人修长的小拇指和小家伙短短的小手指拉了一个钩，盖上一个。小家伙忽然一把抱住了他的脖子，哭唧唧地问：爸爸，你不会也离开我吧？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不听话吗？薄寒石轻拍着他的背，安慰道：爸爸会永远陪着你。妈妈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他不喜欢我了吗？怎么会？他喜欢你，他只是不喜欢爸爸而已。小相思扁着小嘴问：是因为我让你们结婚，所以他生气了吗？薄寒石一直帮他擦着眼泪，他淡笑道：他怎么舍得生你的气？他只是在跟我生气而已，等他气消了就回来了。那他在哪里？我们能去看看他吗？他在山上，在一座寺庙里。相思张着水漉漉的大眼问：我能去吗？你太小了，上不了山。那爸爸，你去看看他，妈妈一个人一定很孤单。好，他去求一个妄念，求一个执念。他不信这些，但现在除了信只能信。爸爸，我陪你一起等妈妈回来。好。薄寒石抱起他，一大一小，一只橘猫都会等他回来。他愿沉入海底，哪怕溺毙也会寻到他。他们说墨山顶上的寺庙许愿很灵，薄寒石从前不信这些，可如今也只能迷信一回。帝都的夏末，
风雨无常，他运气差，到了半山腰，便下起滂沱大雨。乔宇当初也这样跪在大雨里，一步一叩首，祈求他能原谅他。后来，他真的原谅他了。也许，心诚则灵这回事真的存在，佛也真的能听见吧。薄寒石便也这样，一步一步跪上山顶。墨山寺庙中，小徒弟行色匆匆的，差点撞上悬空。何事这般着急？师傅，我方才看见山下来了个人，跪在大雨中，从山下一路跪上来。我见他心如死灰，便劝了他2句，可他不肯走。这雨下得太大了，要是在寺庙门口出了什么事，可就糟了。悬空眉心一拧，拿把伞，我去看看。一把明黄色的大伞，遮挡在薄寒石上方，挡去一片风雨。悬空低头看着他，年轻人跪在雨中，所为何事？我有所求。这年轻人一身华贵，浑身上下透着上位者的气场，清贵至极，不似凡夫俗子。他既有所求，想必是极为艰难无法做到的事情。悬空眸色清明，了然，可是关乎生死大事，我想求他平安归来。悬空一怔，他死了，生死未卜。年轻人，你信佛？薄寒石始终垂着黑眸，眼底一片死寂。不信。悬空淡笑，既然不信，临时抱佛脚也是无用，天快黑了，你赶紧下山吧。执念太深，伤人伤己啊。可薄寒石依旧跪在那儿，不肯离去。飘摇的不安风雨中，那抹金贵身影坚定不移。来者身上贵气逼人，却杀气深重，偏执成狂。悬空叹息道：你从山下跪到山上，只为求他平安？是，为求他平安。你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求，必将是有代价的。他没有丝毫犹豫，我愿意付出一切，包括你的命。是。悬空笑了笑，你所求必将成真。闻言，薄寒石垂着的睫毛忽然颤了颤。悬空又说，与其长跪于此，不如随我去殿前上一炷香吧。薄寒石这才愿意起身，他一身湿泞，可不乏，却坚定生机。他走到殿前，上了一炷香。悬空在一旁轻叹，命硬之人呐，佛不渡你，谁能渡我？悬空明朗大笑，佛不渡你，你便自渡年轻人，随我来后殿吧。绕过曲折长廊，薄寒石被带进一个幽静禅院里。悬空拉开门，唤他一同进去。小屋内，一股淡淡的书香气环绕在潮湿的空气中。悬空转身，在那面简易的书架上找了一番，找出一本略显老旧的祈福簿，把你所求写满祈福簿，方可下山。他若不给这年轻人一线希望，这年轻人怕是会佛渡，不如自渡。薄寒石跪坐到蒲垫上，翻开祈福簿，拿起笔，正准备一页一页写下去，可那祈福簿上，他却看到了其他人的字迹。那字迹，他认得，薄字下面的3点水，写得很草，像言字旁，这是乔宇的字迹。还有一个，依旧是老时间，10点18左右，第106劫后余生。那翻开的祈福簿里写满了薄字。如果说这是巧合，那么往后翻，全是相思2字。这世上不会有那么巧的事情。悬空也看见了，愣了下，道：我拿错了，这本写满了，我再拿本新的给你。他正要收走这祈福簿，薄寒石按住了。写这祈福簿的人是不是叫乔瑜？悬空一怔，望向他，你认识写着祈福簿之人？是，这是他的字迹，我不会认错。悬空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所求之人便是关乎他吧？是，我对那姑娘印象很深，她那日上山也是这样，天快黑了，我看她心如死灰，便劝了她2句。她在后殿写了许久的祈福簿，这祈福簿上所写的薄字，便是你的姓氏吧？薄寒石心脏震颤，他的指腹缓缓摩挲在那字迹上，指尖缱绻。悬空安慰道：那姑娘面善，一定能逢凶化吉年轻人，你只管静候佳音。薄寒石似信非信，无奈轻笑，那就借大师吉言。悬空又拿了本新的祈福簿递给他，薄寒石拿着乔瑜那本，念念不舍。他说：我想再看一会儿他的字迹。好，那你看吧，我先出去了。等悬空离开，薄寒石独自坐在小屋中，他看着那满页的薄字，胸口钝痛难忍，指腹轻轻摩挲过每一页。他坐在他曾经坐的位置上，写着他曾写过的祈福簿，仿佛交叠在一起，
指尖像是从他的字迹里触碰到了属于他的温度和情绪，悲从中来。薄寒时眼尾猩红，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连见到他都成了一种吃想，只能对着他的字迹努力寻找他存在过的痕迹。他枯坐在那儿，执着笔在每页上写下乔瑜的名字。乔瑜这2个字写满整本祈福簿。后来薄寒时又将墨山寺庙中的那棵大榕树枝丫上挂满红布条，每张红布条上都写着乔瑜的名字。悬空从未见过如此偏执之人，一念成魔，一念成痴。1个月过去，乔瑜的丧事迟迟不办。薄寒时像是从乔瑜的死中缓过来了，正常工作，正常吃饭，正常加班，周六周末甚至会带着小相思去动物园，去游乐园。他太正常了，正常的让所有人诧异。直到有一晚，陆之律好不容易把薄寒时拖出来喝酒，在不夜港酒吧里，2人喝了不少，但不算酩酊大醉，神志也还算清醒。酒吧里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一道纤瘦背影落在薄寒时视线里，他情不自禁地起身朝对方走去。陆之律愣了下，老薄，你干什么去？那姑娘黑长发，扎着马尾，穿着一条白裙子，背影像极了18岁的乔瑜。薄寒时就那样跟着对方，跟了好久，差点被人以为是跟踪狂。好在陆之律及时出现，也好在薄寒时那张脸长得帅，2人气质又好，再加上没对对方造成困扰，陆之律赔礼道歉，对方这才松口了事。可也是那天，陆之律才知道薄寒时压根没放下过，哪怕是一个和乔瑜有几分相似的背影，都能让他失了神。乔瑜走后，御景园里，小相思总是抱着派大星坐在别墅门口，土豆蹲在小相思旁边，盼着乔瑜回来。张大厨说，吃饱了才有力气等妈妈回来。于是小相思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异常听话。他生怕不听话，妈妈就再也不回来了。南初来看小相思，给他带了一堆玩具，可小相思每次都会问南初，干妈，我妈妈有跟你联系过吗？她跟你关系最好了。每当这时，南初都心疼极了，他不忍告诉小相思，乔瑜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这偌大的御景园别墅里，一大一小互相面对彼此的时候，谁也不提乔瑜了。相思知道提妈妈会伤到爸爸的心，因为他有次做噩梦醒了，想去找爸爸。路过书房门口时，发现爸爸坐在书房里还没睡，爸爸拿着一枚银戒指在看。他认识那枚银戒指，以前妈妈总是把那枚银戒指戴在脖子上。他虽然年纪小，却也知道爸爸比他还要想念妈妈。薄寒时对乔瑜就更是闭口不谈，可嘴上不提，这御景园里一念一思却都关乎乔瑜。乔瑜曾经租住的房子，薄寒时买下来了，那里面乔瑜用过的东西，生活的痕迹，被薄寒时完完整整的保存了下来。他偶尔加班到晚上，路过这里也会进来坐一坐。他坐在沙发上，打开乔瑜的手机，他的手机密码很简单，一直是他的生日。他手机图库里存着那张一家3口的照片，那是第一次他们3个一起合照，还是在相思的极力要求下，他勉强配合。可没想到这张照片会成了他们3个最后一张合照。薄寒时经常失眠，乔瑜走后，失眠症状就更严重了。他从他衣柜里取走了一件衣服，放在枕头底下，会好睡许多。那衣服上有乔瑜的味道。与此同时，南城一家高端私立医院里，颜征和他的义子颜琛在病房外询问医生，医生，乔瑜的病情怎么样？不太乐观。颜征眉心一皱，这姑娘和我有缘，你要尽力救治。颜老，我明白，不过这姑娘是心病，求生意识很弱，她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我们也是没办法。颜老，你知道这姑娘到底经历过什么吗？怎么会变成这样？正说话间，里面的护工出来了。颜老，乔小姐醒了。颜征拄着拐杖，立刻进了病房。病房上，乔瑜脸色憔悴苍白，他缓缓睁开眼，撑开眼皮看见那张熟悉的脸时，呢喃出声，颜老。颜征靠近，乔宇，你还认得我吗？他点点头，认得的。1个月前，我们集团组织周年庆，在我的私人游轮上，你被海浪卷到了我游轮附近，我把你救上来，才发现是你乔宇。你怎么会掉进海里？颜老，对不起，你白救我了，我没多久好活了，我得了肺癌，第107，活下去就是意义。肺癌，
严老和韩医生皆是一愣。韩医生询问：做过穿刺吗？乔宇摇摇头，当时我受了严重的胸部外伤，没法做穿刺，只拍了片子。医生说我肺部情况很不好，让我留院继续做检查治疗，但当时我因为有其他事，就离开了医院。这样吧，你现在重新拍片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做穿刺确定一下病情。乔宇没说话，目光沉寂，如一滩死水。严真看向乔宇，乔宇，不管你是什么病，我都会尽力帮你，但如果你自己不想活了，没了生的念头，谁也帮不了你。肺癌可以治，但你若是一心求死，大罗神仙来了也一样帮不了你。严老，谢谢你救了我，但我好像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活着就是意义。乔宇，你现在只是一时走进了死胡同，你还年轻，你以后的人生会有无限可能。我见过的人可能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听我一句劝，活着比什么都强，死那是弱者的行为。上天既然让我在机缘巧合下救了你，就代表你命不至此。乔宇，给你自己一次机会。至于你所说的活下去的意义，你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啊。严征一番苦心劝导，他的义子严琛看着病床上苍白的姑娘，也于心不忍地劝了一句：你还年轻，就算遇到天大的事情，也不该轻易放弃自己。严老心善，你若有一丝活下去的勇气，严老一定会尽力救你。韩医生也说，姑娘，你跳海都没死成，说明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他们都在安慰他。乔宇死寂的心终是起了一丝涟漪。很快，乔宇被推去做检查。做完一系列检查后，到了傍晚，检查结果出来了。严征问：是肺癌吗？病情如何？韩医生看着片子和检查报告，微微皱了眉：不是肺癌，是严重的肺气肿。这种情况，只看片子的话，的确很容易被误诊成肺癌。乔宇，你之前说你胸部受过外伤？乔宇点头，之前左胸口距离心脏处1厘米的地方被刀刺过。韩青脸色略显凝重。严征，是不好治吗？虽然不是肺癌，但他的肺气肿也很严重。一个是肺泡问题，本身就存在肺泡性肺气肿，另一个他受过胸部外伤，导致间质性肺气肿。现在他整个肺部情况的确很差。韩青又问：乔宇，你之前咳嗽有出血吗？有过2、3次，是泡沫血。韩青轻叹一声，说道：现在先吸氧治疗吧，目前还没法做手术，因为你肺部炎症比较严重，先消炎再说，要是情况继续恶化的话，可能需要进行肺移植。听到肺移植，严征脸色微变，这么严重？我先联合其他胸外的医生一起会诊一下，要是实在没找到什么好办法，还有一个法子。你说。韩青看了一眼乔宇，道：我有个同学在 M 国的梅奥诊所，那是全球医疗最先进的地方，对于这类严重的肺气肿，他们有个技术叫经支气管经热蒸汽消融术，目前全球还没有推行这种技术，只有梅奥有。这种技术对他这类肺气肿见效比较好，而且就算见效一般，像肺移植手术这种大的胸外手术，在梅奥诊所做也是最保险的。我同学做过3次肺移植手术，都成功了。严征握了握拐杖，思忖了几秒，要是 M 国的梅奥诊所能治，乔宇，我可以把你送过去。严老，我跟你无亲无故，你对我这么好，乔宇眼眶已然湿热。严征淡笑道：我倒也不是无缘无故对你好，我虽然爱做好事，也不是对谁都这样。我头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有种莫名的亲切感，那种感觉我说不上来，可能你跟我一位故人长得有几分相似吧，再加上你的年纪跟我走失的女儿一般大，我难免起了恻隐之心。韩青也笑了，打趣道：严老，你跟乔宇这么有缘，我看您老干脆再收一个义女算了，反正您那到处收义子义女。你别说，我是动了这心思，我现在有一个义子义女，再多一个义女，倒也不嫌多。韩青道：乔宇，我看啊，你要不认严老当义父算了。严征目光和善地看向乔宇：孩子，你可愿意？乔宇眼眶尽湿，他感激地看着严征：严老，能跟你成为亲人，这是我修来的福分，更是我的荣幸。您救了我，还认我做义女，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如果我运气好，能侥幸活下来，往后您有任何事都可以差遣我，这就对了。你得活下去，以后要好好报答我。你既然愿意活下去，那你便是愿意去 M 国进行治疗。乔宇终是点头，他原以为他会葬身在情海，可没想到老天竟然让他活了下来，被严老给救了。
既然上天对他还有一丝垂怜，让他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又何尝不愿意试试？严公馆，你说什么？义父又收了一个义女？严皓月刚进门，就从杜管家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杜管家笑道：“是啊，老爷今天心情不错，吩咐我让厨房多做2个菜。皓月小姐，你今晚留下来一起吃饭吧，老爷待会儿就回来了。”严皓月攥了攥手指，面上却不动声色。好啊，最近集团一堆事，我都累坏了，今晚我打算在家住一晚。好，我去给你倒杯茶，是今年的新茶，你尝尝。严皓月弯唇淡笑。好，谢谢杜叔。他坐到沙发上，拿起手机，给严琛发了一条信息：义父怎么又收留了一个义女？很快，严琛回了信息：这是义父的事情，我们无权插手。严皓月压下妒火，这风行集团有他和严琛打理还不够吗？还要找几个帮手。这块蛋糕虽然足够大，可人心贪念深重，2个人分蛋糕和3个人分蛋糕完全不是一码事。严琛和他分就算了，好歹是自己人，他也是福利院出来的，当初他和严琛年纪都很小，被严老从福利院一起带走，可现在这忽然冒出来的义女又是怎么回事？那女人若是敢动什么歪心思，哼，他会尽快揭穿她的真面目。注：肺癌被误诊这个事情是从朋友那儿听来的，他父亲是肺气肿，肺部情况很差，一开始去3甲，有医生说是肺癌，结果又跑了几家医院，说不是肺癌，是肺气肿，但也很难治，所以有了这个灵感，如果觉得扯也没事，这本来就是狗血小说，好看就行，图个乐子。还有一个第108，去 M 国治疗。晚上，严征从医院回来，严公馆内传来一阵饭菜香味。老杜吩咐厨房做了什么菜？怎么这么香？严皓月听到声音，连忙从沙发上起了身，朝门口快步走去。义父，你回来了。他笑着挽上严征的手臂。杜叔说您今天心情不错，就让厨房多加了几个菜。严征拍拍他的手背，你也好久没回来了，今晚严琛也在，你们俩陪我喝2杯。好，义父，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严征刚坐下，严皓月便在他面前转了个圈。是打理集团的事务太累了吗？不如你休息一阵，把海外部的事情交给严琛打理一阵子，你去度假，找个男朋友回来。也怪我交给你那么多事务，搞得你都没空谈恋爱了。严琛和严皓月是他的左膀右臂，虽然风行集团的主要掌管人是严征，但很多事情他都是放手交给严琛和严皓月去做。一方面是因为年纪上来，的确想偷懒；另一方面，严琛和严皓月是他亲自挑选和栽培的继承人，很多事他放手也是想历练一下他们。海外的项目是他呕心沥血做起来的，凭什么拱手让给严琛坐享其成？严皓月坐到严征身边，撒娇道：义父，我对谈恋爱没兴趣，我只想留在义父身边，帮义父打理集团海外的项目。我能应付的来倒是琛哥，他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讨个老婆了。严皓月机敏地将这口锅甩到了对面的严琛身上。严征笑道：你们2个都不小了，也该谈谈恋爱了，哪怕不结婚，感情上也该开开窍啊。皓月年纪还能再等个2年，小琛你都快30了，再不找媳妇儿，就快成他们口中的老男人了。严琛倒了杯茶，递给严征：我还没遇到合适的。好，等你遇到合适的，你可得积极点。严征就嘴上提了几句，倒也不是真的爱管他们的私人感情。对晚辈，严征一向开明。很快开饭了，严征看着一大桌子可口的饭菜，忽然想到乔瑜，他吩咐道：老杜，你马上让厨子做点清淡营养的饭菜，送去医院给乔瑜吃。乔瑜一个人在医院孤零零的。好嘞，我现在让厨子做。闻言，严皓月咬了下嘴唇：义父，乔瑜是谁啊？乔瑜呀，跟你年纪差不多大，这孩子命也苦，掉到海里被我给救了。他呀有肺气肿，挺严重的。肺气肿那能治得好吗？韩青说得送去 M 国的梅奥诊所治，等过几天帮乔瑜把签证办下来，就送他去梅奥诊所治疗。严皓月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义父，你们才认识几天啊，你就对他这么掏心掏肺，万一他有什么目的呢？严征笑道：他能有什么目的？他要是有目的，在我递给他名片的时候，他就该来找我讨工作了。这孩子就是想不开，跳海里还好救得及时，也是他命大。严皓月看着一桌的饭菜，忽然没了胃口。这个乔瑜才出现几天，义父就对他这么好，要是时间长了，岂不是连整个集团都要交给一个外人？
晚饭后，严浩月端着一盘水果送进严征书房里。严征正坐在桌前，看着妻子的老照片。义父，您又在想义母了？你义母走得早，她也是肺不好。那个年代，医疗还不像现在那时候，我带着她寻遍各地名医，都没有法子。后来我执着，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就让医院吊着她一口气。她走得很痛苦，乔瑜那孩子，总让我想起你义母，不免也多了几分恻隐之心。原来是这样。严浩月目光一扫，扫到书桌上的合同，是供应链合作。义父，我们风行真的要跟 SY 合作吗？ SY 很多条约相当霸权，我们不会吃亏吧？这次我去帝都，实地参观了考察了一下 SY， 他们的管理包括集团文化，还是比较守规矩的。 SY 开出的价格比较合适，说多少是多少，集团规模也比较大。我们作为供应商，如果能跟 SY 达成战略合作，可以长久的合作下去。这合同还没签，义父，保险起见，我看不如我去会会这个博寒石。你不是最近忙海外已经够辛苦了吗？这事儿交给严琛去做吧。严琛是个男人，也是你哥哥，应该多担当一点。严浩月抿着红唇，多少有点不高兴。严征笑了，我知道你心气儿高，但你啊，做事太着急，太激进。严琛办事稳妥，你还是要多跟他学学好了，别小家子气了。去把严琛叫过来，我有事跟他谈。是，义父。严浩月不情愿地出了书房，去楼下叫严琛。他抱着手臂道：义父找你。严琛正起身上楼，只听严浩月说：义父又收了个义女，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个乔瑜往后要是进了集团，咱俩可都要损失一大笔，你最好跟我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严琛眸色淡淡的，没什么情绪。义父要收谁做义子义女，那是义父的事情，我和你都不是义父亲生的。至于风行集团，义父要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严浩月冷笑一声，嘲弄道：严琛，你就装吧，从小到大你最能装了，我就看你这副清高样子能装多久。严琛没搭理他，径直上了楼。到了书房里，义父，你找我？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乔宇之前也是 SY 集团的员工，我们既然要跟 SY 达成战略合作，不如明天我们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问问他对 SY 的看法。内部员工应该对集团的评价是最为真实的。严琛点头，的确，如果说乔宇对 SY 了解的比较深，不妨让他跟着我一起去地都谈判，也许他能帮到我们。这不太好吧？他有病在身，可能受不了长途劳累，而且我打算过几天就送他去 M 国治疗，不如明天去医院问问他。去地都虽然远了点，但其实也不算劳累。也好，他要是愿意，自然是最好的。不过还是先给他治病比较重要。第109，他不想再做乔宇了。入夜的南城，一片繁华。帝都在北，南城在南，一南一北，相隔甚远。乔宇站在病房的窗户边，推开窗户，让一缕夜风吹了进来。仅仅是过去1个月，可在帝都发生的那些事，却恍惚的像是上辈子的事。不是都说受过重大心理创伤之后，会选择性的遗忘一些事吗？可他怎么都记得。他看着玻璃窗上倒影的自己，缓缓抬手摸向那空荡荡的脖颈处，这里原本一直戴着一条银项链，银项链上串着一枚银戒指。严琛拎着保温桶进病房时，便看见那抹纤瘦的身影站在窗边失神。他攥着拳头掩唇，轻咳了一声：乔小姐，这是严老让我送来的饭菜，是严公馆的厨子做的，你尝尝，合不合胃口？乔宇这才回神，谢谢啊，麻烦你跑一趟，还请你带我替严老爷说声谢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如果我还有以后的话，一定会尽力偿还。梅奥诊所的医疗很发达，你会有以后的。他随口安慰了一句。乔宇看着那可口的饭菜，苍白唇角漾开一个浅笑，谢谢你们，让我有以后。他眼眶微热，红红的，看起来脆弱到易碎。严琛忽然好奇，他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一个看起来这么纤弱的姑娘有勇气去跳海？但严琛修养极好，他不会去打听别人的私事。严老说，你曾经在 SY 集团工作，你对 SY 有什么了解吗？他水眸一颤，脸色明显变了。严琛自然注意到了，怎么了？让你想起什么不好的回忆了吗？乔宇咽了咽喉咙，只垂着眸子说，没有，但是我之前在 SY 只是一个底层的销售，我对这家财团并不了解。严琛点点头，那你先吃饭吧，不了解也没事。严老也就是随口问问，你们为什么忽然问起 SY？ 我们集团打算跟 SY 集团合作，
如果供应链业务真的达成，会进行长期合作，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对方。如果你对 SY 有一些了解的话，本来是想请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帝都，会一会 SY 的当家人。乔宇手里的勺子忽然掉在了粥碗里，言琛微微拧眉：“你认识博寒石？”“不认识，我只是个销售，怎么会认识 SY 的总裁呢？”他宁愿是真的不认识博寒石，也宁愿把帝都的一切都给忘了。可神明对人类的惩罚，不是遗忘，而是永远记得。对不起啊，没能帮上你们的忙，不认识就算了，你好好吃饭吧，明天严老会来看你。好。言琛走后，乔宇靠在病床上，怔了神，他看向一旁的座机，迟疑的伸手拿起了电话。狱警园里，座机响了，小相思抱着土豆跑过去，接起了电话。喂，是谁啊？电话那头没有声音，仅仅是过了2秒，便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小相思抓着电话，挠了挠头，有些迷糊，怎么不说话啊？难道是打错了？第二天一早，严老带着杜管家一起来看乔宇。这是老杜，在严家做了很多年的事了。你有什么事？如果我不在，找老杜一样的。杜叔好。老杜一看病床上的乔宇，怔住了，惊叹道：“老爷，这姑娘跟当年的夫人还真是有几分相似。”严老笑道：“是吧？我也说这姑娘和我有缘。老杜，我让你买的新手机呢？”杜管家将一部新手机递过来：“姑娘啊，你有福了，这是老爷给你买的新手机，里面有电话卡。”乔宇不敢伸手去接。严老，我拿着吧，只是一个新手机而已。你一个人在医院，我们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太方便，你拿着手机，我们也好联系你。乔宇自然不想麻烦他们，这才收了手机。谢谢严老。老杜调侃道：“这姑娘怎么还叫严老？昨儿我们老爷不是已经认你做义女了吗？”严老看向乔宇，也一脸期待。乔宇张了张嘴，憋了好半天，叫了一声义父。严老脸上的笑意明显扩大了几分，但一想到他的病情，严老脸上又多了几分愁容。乔宇，你去 M 国的签证我差人去办了，但是办证的机构说需要一些身份证明，比如说身份证这些你有吗？没有，我跳海的时候身无一物。严老和老杜面面相觑，皆是倒抽了口凉气。看样子这姑娘当时是一心寻死啊。严老思忖道：如果是其他问题，花点钱机构都能办妥，但是没有身份证明，这是个问题。乔宇，你之前在帝都工作，还有其他家人吗？我可以帮你去联系，让他们把你的身份证寄过来。家人？他在这个世上只有2个亲人，一个是温情，一个是小相思。可如今温情已经死了，至于小相思，他现在能不能活下来还不好说，而且他并不想让博寒石知道他还活着，他们之间最好的结局就是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我没有家人了，我妈不久前过世了，她只有她自己了。一旁的老杜闻言也不免叹息，真是个苦命的孩子。严老想了半天，眉心忽然舒展，我想到一个法子，但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乔宇洗耳恭听，你可以用我亲生女儿的身份，不过以后你就要顶着严欢这个名字了。你要是不愿意，我再想别的法子。严欢？乔宇红着眼眶笑了。严老，你怎么会问我愿不愿意呢？应该是我问您，您会不会介意我用您女儿的身份？我女儿被人抱走好多年了，我虽然一直在找她，可也没抱多大希望你与我有缘。现在我又认了你做女儿，我自然是愿意的。你呢？乔宇，他做了24年的乔宇，太苦了。如果可以有选择，他再也不想做乔宇了，哪怕是做个阿猫阿狗，都比乔宇过得肆意自在。何况是做严欢呢？他自然是愿意的，只要不做乔宇，做谁都好。D110博寒石来南城了。你说什么？义父让乔宇用严欢的身份去办签证？乔宇算什么东西？他不过就是义父随手捡来的阿猫阿狗罢了。得知这件事的严浩月快气疯了。当年他被严老从福利院带走，严老也是帮他取了名字严浩月。浩月的意思是皎洁明亮的月亮，一听这个名字的寓意，便知道这是众星捧月的意思。当时的他很喜欢这个名字。成为严老的义女后，他不用继续在福利院忍受欺负，不用再吃隔夜饭菜。从他成为严浩月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像是开了外挂一样。可这名字再怎么众星捧月，也比不上严欢那个名字啊。严欢，那是严老的亲生女儿，取欢字是因为父亲对女儿只有一个期待，那便是一生平安喜悦，嬉笑欢颜。
严浩月对电话那边的助理说：“这个乔宇究竟什么来头？”听义父说，他从前在 SY 工作过，他不会是 SY 集团派来的间谍吧？你去查一下，他要真是对方派来的商业间谍，我一定会捏碎他。不管这个乔宇有什么目的，他都不会让他得逞。1周后，去往 M 国的签证办下来了。严老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乔宇，这里面是去 M 国的身份证明和签证资料，你收好。乔宇接过那份沉甸甸的牛皮纸袋，手指攥紧，感激2个字已经不能言表。乔宇眼眶湿热的吸了吸鼻子，苦涩道：“严老，你是我的恩人，就连我的亲生父亲也没这样对过我。”